洛安城，苏家别院。苏明猛地睁眼，只觉脑袋一阵昏沉，刚一回神，便瞧见一张绝美脸蛋近在咫尺。那女子肤如凝脂，双眸含情似秋水，眉若远黛，琼鼻挺翘，樱唇不点珠，身材更是凹凸有致，前凸后翘，简直就是天生尤物。此刻这绝美的女人正压在他身上。苏明瞬间清醒，使劲挣扎，你谁啊？咋压我身上？女子轻启朱唇，声音如黄莺出谷，苏明，是我，林念瑶。林念瑶，洛安城4大家族之一林家的大小姐。苏明心中满是疑惑，这大小姐咋跑自己这儿，还压自己身上了？林大小姐，你这是干啥？快起来！苏明又用力推了推，却发现浑身软绵绵的，使不上劲。林念瑶嘴角勾起一抹浅笑，苏明，我给你下了药，药效已经发作了，你就乖乖从了我吧。苏明瞪大双眼，满脸震惊，你疯了？为啥要这么干？林念瑶眼眸闪过一丝复杂神色，我不想嫁给秦家2少爷，只能借你破坏这婚约。苏明一听，气得不行，那也不能用这法子啊！你快给我解药！林念瑶却不为所动，手指轻轻划过苏明脸庞。苏明，你不知道，我打小就喜欢你，今日算是老天给我的机会。苏明心中一乱，他可从来不知道林念瑶喜欢自己，可即便如此，被下药强迫这事，他哪能接受？不行，我不接受！林念瑶，你别乱来！苏明拼命摇头，可身体愈发不受控制。林念瑶凑近，在他耳边吹气如兰，晚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人了，看秦家还怎么逼我嫁人。苏明心中叫苦不迭，重生这18年，一心修仙，奈何天赋不行，压根跨入不了修炼的门槛，只能整日游乐，成了苏家人口中的废柴大少爷。虽说日子过得自在，却也常遭人白眼。提起苏家，旁人都只夸老2老3天赋厉害。本想着日子就这么浑浑噩噩过下去也不算差，哪曾想今儿个竟碰上这等荒唐事。林念瑶，你别太过分！苏明咬牙切齿，可声音却没了底气。林念瑶咯咯笑了起来，那笑声在这房间里回荡，却让苏明愈发绝望，只能眼睁睁看着林念瑶对自己无礼。苏明悠悠转醒，只见点点落红，心中猛地一紧，林念瑶呢？竟已没了踪影。此刻他只觉身体仿若被抽干，空虚之感如汹涌潮水，疯狂席卷而来。这林念瑶简直就是个疯子。苏明忍不住低声咒骂，他竟借自己之手搅黄了林家与秦家的联姻，这胆子也忒大了些。苏明满心都是不可置信，他怎么也想不到林念瑶居然从小就喜欢自己，这唱的又是哪出啊？这下可好，怕是要被卷进林秦2家那堆破事里了。苏明眉头紧紧皱起，内心满是无奈，该怎么跟老爷子交代这事呢？他喃喃自语，脸上尽是愁容。苏明满心愁苦，那股子郁闷劲儿简直要将他给淹没了。突然奇异之事发生，一道阴阳阵法竟自他体内扩散而出，瞬间将他环绕。苏明下意识看向自己的左手，只见那枚爹娘失踪前留下的戒指正散发着神秘亮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强大的吸力直接将他整个人都拽入了戒指空间。待苏明稳住身形，抬眼一瞧，一个老者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此老者身披阴阳神袍，周身散发着神秘气息，正是阴阳丹尊。小子，因你刚才被那小女娃强迫，无意间产生的阴阳能量，才将老夫引出。阴阳丹尊缓缓开口。苏明心中震惊，面上却强装镇定。前辈，您是？阴阳丹尊长叹一声，老夫本是神界丹阵双绝的顶级强者，却遭那黑心天尊暗害，不幸陨落于此阴阳界中。这戒指极为特殊，寻常人根本难以激活，你能做到，足见不凡。苏明心中暗自思忖，原来自己还有这种运气，竟能触发这等珍贵之物。如今老夫魂魄因岁月太久，已支撑不住，但看你小子顺眼，便将传承于你，其中包含老夫所有的功法、武技、阵法。阴阳丹尊大手一挥，无数光芒涌入苏明识海。苏明只觉脑袋一掌，诸多信息疯狂涌入，他激动得浑身颤抖，双手握拳，眼中满是兴奋之色。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说罢，恭恭敬敬地行了拜师之礼。阴阳丹尊满意的点点头，好，好，老夫果然没看错人，从今日起，你便是我阴阳丹尊的传人。可就在此时，阴阳丹尊面色一变，老夫魂魄因岁月太久，已支撑不住。不过，为师定要为你做最后一件事。话音刚落，一股磅礴的力量涌向苏明，苏明只觉体内一阵暖流涌动，那从小被破坏的丹田，竟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开始缓缓修复。苏明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师尊，我的丹田。阴阳丹尊微微一笑，看来你应该是有所不知，你的丹田看样子是出生之时便被人暗害，如今为师帮你修复，望你日后
能有所作为。苏明心中涌起一股滔天恨意，竟有如此歹人！待我强大之后，定要将其碎尸万段。待丹田修复完毕，苏明看向阴阳丹尊，眼中满是感激，多谢师尊大恩，徒儿定当铭记于心。阴阳丹尊欣慰地看着苏明，为师虽即将消散，但相信你定能在这世间闯出一片天地。日后你若有机会去神界，记得帮为师清理门户，除掉那黑心天尊。苏明紧握双拳，郑重地点点头，师尊放心，徒儿定不辱使命。话音刚落，阴阳丹尊的虚影便如风中残烛，缓缓消散。苏明眼眶泛红，重重地叩拜下去，额头贴地，久久不起。他终于可以修仙了。18年的执念终于可以实现了。待起身之后，苏明才急忙看向脑海之中的阴阳神诀。此神诀取自混沌阴阳，以天地阴阳、万物阴阳为根本，堪称逆天。其最惊人之处，便是可练就纯阳霸体，无视瓶颈，无限破境，毫无压力。简单来讲，但凡修炼中遇到难以逾越的关卡，只需阴阳汇聚融合，便能助其突破。苏明盘膝而坐，心中满是决然。18年了，终于能修炼，这等机缘怎可辜负？他当即运转起阴阳神诀，刹那间，天地灵气仿若被一只无形巨手牵引，疯狂朝着他涌来。灵气入体，起初如潺潺溪流，在经脉中缓缓流淌。苏明紧咬牙关，全力引导，那灵气溪流逐渐壮大，化为奔腾江河，在经脉间横冲直撞。他的身体微微颤抖，额头豆大的汗珠滚落，却硬是凭借着一股狠劲稳住心神。随着时间流逝，那灵气在体内愈发汹涌，他只觉浑身似要被撑爆。给我凝！苏明心底一声怒吼，灵气瞬间凝聚，境界就此突破，1层、2层，直至凝气近4层，连跨4个小境界。这般修炼速度，若是被他人知晓，怕是得惊掉下巴。苏明缓缓睁开双眼，原本虚弱的身体在这一刻也是变得壮实了起来，他眼中满是坚定与炽热。我既踏上修炼之路，定要修炼至强。他在心底暗暗发誓，去领略那常人难以企及的风景，去探寻这浩瀚天书世界的无尽奥秘。这世间定有属于我的一片天地。苏明心中暗自思忖，只修炼功法可远远不够，搭配的武技同样至关重要。这武技可是大有门道啊！苏明喃喃自语，神色专注。此浩阳13拳与9阴神行，皆源自师尊阴阳丹尊的无上传承，皆是顶尖货色。他深知，在这一方天书世界，武技之重要，犹如鱼得水，鸟降空，乃是纵横捭阖的关键依仗。浩阳13拳，每一拳皆蕴含浩阳之力，一旦施展，定能开山裂石，威力绝伦。苏明眼眸中闪烁着炽热光芒，内心满是对这套拳法的憧憬。而9阴神行更是玄妙非常，能让人速度如鬼魅般瞬息千里，叫敌人防不胜防。说罢，苏明深吸一口气，周身气息流转，开始修炼浩阳13拳。只见他身形一展，拳影翻飞，每一拳打出都带起呼呼风声，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炽热的气息，好似真有一轮浩阳在拳间隐现。哈哈哈！苏明口中低喝，一拳接着一拳，那股子很劲，仿佛要将这天地都打爆。然而修炼之路谈何容易，刚开始苏明的拳法略显生涩，力量也难以完美掌控。哼，我就不信了，凭我苏明还练不好这浩阳13拳。苏明咬着牙，心中满是不服输的劲头。他不断调整呼吸，感悟着拳法中的玄妙，一次次挥拳，一次次改进。不知过了多久，苏明只觉体内力量澎湃，拳法也渐渐顺畅起来。终于算是入门了。苏明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欣慰之色。可他并未停歇，转而开始修炼9阴神行。他脚下轻点，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道道残影。这9阴神行果然奇妙。苏明心中惊叹，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人仿佛融入了夜色之中。在修炼过程中，苏明也遇到了难题，步伐的节奏总是把握不好。不行，我一定要克服，绝不能半途而废。苏明眼神坚定，不断尝试，不断摸索。就这样，经过1天1夜的疯狂修炼，苏明终于将浩阳13拳与9阴神行都修炼到了入门之境。此时的他虽然疲惫不堪，但眼眸中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仅仅是开始，未来我定会凭借这2门武技，在这浩瀚天书世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苏明心中豪情万丈，暗暗发誓：天书世界，武道为尊，强者为上。苏明心中念头翻涌，他知晓阴阳丹尊传承里藏着神级炼丹术，若能借此提升修为，未来之路便有了更多依仗。当务之急便是去购置药材炼丹。他踏入万宝楼，这万宝楼在这方天地可是个鼎鼎有名的所在，楼内宝物无数，往来皆是各方豪杰。
刚一踏入，一道倩影便撞入眼帘，竟是那林念瑶。此女身姿婀娜，容颜绝美，双眸仿若秋水寒波，一举一动间对比往日的她，好似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林念瑶瞧见苏明，仿若老友般，满脸热忱地打起招呼：“哟，这要巧，苏大少爷，今儿个也来万宝楼了。”苏明心底一沉，面上却不动声色。他暗自咬牙，这林念瑶昨日还强迫于他，如今却装出这般模样。可他清楚自己当下实力远不及林念瑶，只能强压下心头怒火，在心底暗暗发誓：等着吧，待我实力足够，定要找回这场子。正想着，一道不和谐的声音骤然响起：“哼，你这小子离我未婚妻远点。”苏明抬眸望去，只见一人如小山般横在身前，此人正是秦家二少爷秦天霸。这秦天霸生得奇丑无比，面容仿若被恶鬼捏就，可那身材却壮得像一堵墙，浑身散发着一股蛮横之气。秦天霸上下打量着苏明，眼中满是不屑。在他心中，苏明自小就是个废柴，如今瞧见苏明与自己未婚妻搭话，怎能不怒？就你这废物，也敢靠近念瑶，今日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说罢，便摩拳擦掌，做事要动手。林念瑶见状，秀眉一蹙，语气强硬道：“秦天霸，你敢在我面前乱来，我要做什么事情，还要你来指手画脚了？”他身姿挺立，气势不凡，丝毫没有因秦天霸的威势而退缩。秦天霸一滞，心中虽不情愿，可又顾及到自己与林念瑶马上就要完婚，若此时闹得太难看，对婚事不利，心中权衡一番后，他恨恨地瞪了苏明一眼，那眼神仿佛要将苏明生吞活剥。“哼，你个废物，今日暂且放过你，下次可没这么好运。”言罢，甩袖离去。待秦天霸走后，林念瑶妙悄地转身看向苏明，一双大眼不断地扑闪，不经意地下瞟，眼中满是好奇和期待。“苏大少爷，你此番来万宝楼所谓何事呀？要我帮忙吗？”苏明只觉头皮一阵发麻，林念瑶那直勾勾的眼神，好似要将他看穿。这丫头莫不是又想对自己无礼？你这眼神啥意思？苏明眉头微皱，开口问道，心中却暗自腹诽，上次被这丫头弄得灰头土脸，这次可不能再栽了。林念瑶嘴角轻扬，露出一抹勾人的笑，那姿态仿若9天仙女下凡，美得让人移不开眼。“怎么，怕本姑娘了？”她莲步轻移，身姿摇曳，靠近苏明，那股子香风都让苏明有些恍惚。苏明心中一紧，脸上却摆出一副强硬模样：“怕？我苏明可不知道这字咋写，我还得进万宝楼买东西，没空跟你在这儿瞎扯。”说完，苏明就朝着万宝楼内走去。可实际上，苏明心里慌的一批，上次的经历还历历在目，这丫头的行事风格，他实在捉摸不透。目前自己刚能修炼，又打不过这林念瑶，真怕这丫头干点别的事情出来。还有比昨天那事儿更离谱的吗？哼，嘴硬！林念瑶美目流转，那眼神像是在说，苏明这点小心思，他一眼便看穿了。苏明咬咬牙，心中暗自发誓：此仇不报非君子，我定要找回属于男人的尊严。下次，哼哼，定要让你尝尝被无理对待的滋味。苏明踏入万宝楼，心中暗自嘀咕：此番前来，定要购置药材与炼丹炉，可千万别出啥岔子。哟，这不是苏大嫂吗？店小二满脸堆笑迎了上来，咱万宝楼的药材那可都是天才地宝级别的，像这千年灵参固本培元，功效逆天，只要3万两金子或者300块灵石，苏大嫂要不要来一株？苏明瞧了瞧那灵参，眼中闪过一丝渴望，是自己所需要的，可转瞬又暗淡下去，暗自想着，这价格简直离谱，我这囊中羞涩，哪能掏出这么多钱？还有这炼丹炉，乃是玄铁所铸的炎阳炉，炼制丹药事半功倍，只需5万两金子或者500块灵石，苏大少，这可不容错过啊！店小二继续卖力推销。苏明皱了皱眉，心中盘算着，这般昂贵，我实在难以承受，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小二，可有便宜些的炼丹炉？苏明开口问道。有，苏大少，这边请。这地火炉虽比不上炎阳炉那般神妙，可也是炼制丹药的好帮手，价格实惠，只需1万两金子或者100块灵石。店小二连忙介绍道。苏明咬了咬牙，心想，罢了，先买下这地火炉，至于药材，再想其他法子。就它了，给我包起来。苏明下定决心说道。付完钱，苏明捧着那地火炉，心中满是无奈。如今有了炼丹炉，却没了药材，这可如何是好？苏大少，不再看药材了，咱这还有不少珍稀品种呢。店小二仍不死心。不必了，下次再说。苏明摆了摆手，转身离去，心中却在思索着寻药材的办法。正在这时，林念瑶莲步轻移，身姿婀娜地走了过来。她那绝美的容颜仿若春日盛开的繁花，娇艳动人，
双眸恰似一泓清泉，波光流转间满是灵动与妩媚。他轻轻凑到苏明耳边，吐气如兰，轻声说道：“你是我的男人，今后我养着你。”这话一出，苏明只觉脑袋嗡的一声，脸上瞬间滚烫。什么玩意儿？苏明心中暗自腹诽，长这么大，头一回有人说要养自己，这让向来心高气傲的他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林念瑶可不管苏明内心如何纠结，当即扭头对着一旁候着的店小二催声道：“把这位公子看上的药材全给打包了。”店小二连忙应下，满脸堆笑，那模样仿佛在说这等小事包在他身上。苏明咬了咬牙，心中天人交战。吃软饭，这传出去还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可一想到自己如今修为提升所需，这些药材或许是突破的关键，犹豫再三，终是一跺脚应了下来。这算是我借你的，我以后定会还钱给你。苏明目光坚定地看向林念瑶，郑重其事地说道，心中暗暗发誓，今日受的这份屈辱，日后定要千百倍奉还。林念瑶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迷人的浅笑，柔声道：“好呀，我等你。”很快，店小二手脚麻利地将药材装入储物袋，双手毕恭毕敬地递给苏明。苏明接过储物袋的瞬间，只觉沉甸甸的，那是希望，也是压力。苏明怀揣药材和炼丹炉，阔步迈出万宝楼。恰在此时，一道魁梧身影拦住去路，正是秦家二少爷秦天霸。这秦天霸模样那叫一个别致，丑得惊天地泣鬼神，身材壮得像小山。他刚遭林念瑶一番呵斥，满心愤懑无处发泄呢。哼，瞧瞧这是谁？苏家那个出了名的废物大少爷，还敢挡了我的路！秦天霸鼻孔朝天，满脸不屑，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只蝼蚁。他心中的嫉妒之火蹭蹭直冒，苏明生的那般俊朗，凭什么？而自己空有秦家二少之名，却因这副尊容，在美人面前屡屡碰壁。尤其想到林念瑶看向苏明时那不一样的眼神，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个窝囊废，也敢觊觎本少爷的未婚妻，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秦天霸一边叫嚷，一边往前逼近，脸上的横肉都跟着抖动。苏明眉头微皱，目光扫过秦天霸那嚣张至极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厌烦。这秦天霸平日里就仗着秦家权势，在这一带横行霸道。以前自己没有修为也就算了，如今自己可以修炼了，还是他能欺负的。聒噪！苏明冷冷吐出两个字，体内灵力汇聚，脚下一动，欺身而上，猛地一脚踹出。这一脚带着凛冽劲风，仿佛能踢碎虚空。砰！秦天霸那壮硕的身躯竟如断了线的风筝般直直飞了出去，在地上砸出一个浅坑。境界：凝气、聚元、通明、退凡、化灵、灵犀、灵狐、灵海、灵河、灵魄、灵劫。秦天霸只觉一股巨力袭来，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这怎么可能？他心中狂吼，大脑瞬间宕机，完全蒙圈。要知道，他秦天霸虽说不算顶尖强者，可好歹也是凝气4层的修为，在这一片向来都是他随意拿捏别人，尤其是苏明这个公认的废物，在他眼中那就是蝼蚁般的存在。我竟被这废物踹飞了！秦天霸满心不甘，愤怒如汹涌的潮水般将他淹没。哇呀呀！怪叫着，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双眼通红，仿若择人而噬的凶兽，嘶吼道：“苏明，今日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以泄我心头之恨！”苏明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不屑的弧度，那模样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只见秦天霸张牙舞爪的扑来，拳风呼呼作响，好似要撕裂空气。苏明身形一闪，如鬼魅般灵动，轻松避开。紧接着他随意的挥出一拳，看似轻飘飘，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砰！这一拳结结实实的砸在秦天霸脸上，秦天霸瞬间如烂泥般瘫倒在地，牙齿噼里啪啦掉落几颗，在地上滚了好几圈。不，这不可能！秦天霸挣扎着再次起身，满脸血污，模样狰狞恐怖，可眼神中却隐隐透露出一丝恐惧。他再次冲向苏明，然而迎接他的依旧是无情的打击，一次又一次，整整10几次。秦天霸每次进攻都被苏明轻松化解，反被打得狼狈不堪，满地找牙。此时的秦天霸早已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像条丧家之犬般趴在地上苦苦哀求：“苏明大爷，我错了，别打了，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声音中满是绝望与恐惧。周围的路人早已惊得合不拢嘴，有的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仿佛看到了什么逆天的奇景；有的呆立当场，手中的东西掉落都浑然不觉；还有的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暗惊叹：这苏明何时变得如此厉害，竟将秦天霸压着打，简直太离谱了。整个街道瞬间被这诡异又震撼的氛围笼罩。苏明回到家，怀揣着满满的期待，在自己无人的别院内开始炼丹。今日
便要依照师尊阴阳丹尊的无上传承，炼制这神破丹的简化版灵破丹。他心中暗自呢喃，听闻此丹服用后可助人轻松踏入巨元境，若是成了，修为必将迎来大飞跃。说干就干，苏明迅速将所需的灵草、丹药一一摆上丹炉旁的石台。那些灵草每一株都散发着独特的灵韵，此刻他们静静躺在那里，似在等待一场华丽的蜕变。他深吸一口气，双手结印，引动阴阳神诀所凝练的丹火。那丹火呈现出奇异的幽蓝色，宛如地狱幽焰，带着丝丝寒意，却又蕴含着无尽的炽热。呼的一下窜入丹炉之中，将炉内映照的一片幽蓝。开始了。苏明牙关紧咬，额头沁出细密汗珠。这可是他第一次炼丹，虽说有师尊的传承在脑海，可心中依旧难免紧张。丹分5品：下品、中品、上品、极品、真品。不知我此番能否炼出好丹？他默默想着，手上动作却丝毫不停，小心翼翼地将灵草依次投入丹炉。随着时间流逝，丹炉内渐渐传来阵阵奇异的药香。苏明眼睛一亮，有戏。他全神贯注，操控着丹火的大小与温度。终于，丹炉发出一声清脆的嗡鸣。苏明双手迅速结印，打开炉盖。哇！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一颗颗圆润的灵魄丹静静躺在炉内，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他仔细查看，心中满是震撼，竟达到了极品之境。第一次炼丹便有如此成果，看来师尊的传承果然神妙。稍作休息，苏明决定趁热打铁，进行第2次炼制。他再次点燃丹火，投入灵草，手法比之前更加娴熟。这一次，他心中的紧张少了许多，更多的是对成功的渴望。丹炉内，灵草在丹火的淬炼下，逐渐化为浓稠的药液，各种药力相互交融碰撞。苏明目不转睛，额头青筋暴起，全力操控着这一切。终于，又是一声嗡鸣，炉盖开启。这是……苏明瞪大了眼睛，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真品灵魄丹，我竟炼出了真品！他兴奋的双手微微颤抖，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一番忙碌后，苏明结束了此次炼丹。他清点着丹炉内的灵魄丹，整整42枚。哈哈哈哈！他放声大笑，笑声在丹房内回荡。此番收获足以让我的修为突飞猛进，未来之路必将更加精彩。这时，丫鬟红烛急匆匆跑来：“大少爷，大事不好了，秦家来人了！”苏明心中一凛，他自然知晓为何秦家会找上门。之前当街那一顿暴揍，揍得秦家2少秦天霸那叫一个灰头土脸，颜面尽失。会客厅内气氛剑拔弩张，秦天霸双眸充血，恶狠狠地瞪着苏明，那目光仿若要吃人一般。苏明，你可还记得当日之事？你把老子揍得那般凄惨，这笔账今日必须得算。秦天霸咬牙切齿道。苏家老爷子苏胜杰面色沉稳，目光平静地看向秦家众人，缓缓开口：“秦阳明，你此番前来，所为何事？”秦家主秦阳明冷哼一声，满脸不悦，大声说道：“哼，苏胜杰，你家这小崽子，当街羞辱我，让他脸面全无。今日，要么让苏明当街给我跪下认错，磕头赔罪，要么就拿他性命来偿，否则今日这事没完。”苏胜杰目光微移，看向苏明，眼中满是宠溺，根本不问缘由，直接护犊子道：“我苏家的人，还轮不到你秦家来教训。我苏家做事向来有自己的规矩，我苏儿即便有错，也轮不到你们在这撒野。”说罢，苏胜杰目光如炬，直直看向秦家众人，怒声喝道：“你们给我滚！”秦家主秦阳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似有若无的冷笑，不紧不慢地开口：“苏胜杰，你可得想清楚了，我秦家马上就要跟林家联姻，这事儿一旦成了，嘿嘿，洛安城4大家族的格局怕是得重新洗牌了。”苏胜杰心里咯噔一下，两家联手，这阵仗可太大了。他虽心有不甘，但也不得不忌惮几分，咬了咬牙，沉声道：“秦阳明，那依你之见，想怎么解决？但让我苏家之人下跪，绝无可能。”秦天霸上前一步，满脸的不甘与愤怒，大声吼道：“今日是我轻敌了，我不服，我要再跟苏明打一场，明日就来一场生死斗，我定要亲手夺回我秦家的尊严。”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心中暗道：“我刚服下狂灵丹，虽说这玩意儿会严重透支自身潜能，不过正好需要1天时间来消化。等明日，我定能不计代价提升到聚气境7层。苏明，你就等着受死吧。”苏明18年来一直毫无修为，就算近来有了点实力，可跟聚气境7层相比，那差距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这一场生死斗，秦天霸认为只要苏明接下了生死斗，那么他就必胜。苏家老爷子苏胜杰眉头紧蹙，一脸焦急，冲着苏明喝道：“明儿不可接受，这是秦天霸的阴谋，你去了
只有死路一条。苏明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弧度，目光如炬，直射擎天霸，寒声道：“擎天霸，你想找死？那我便成全你。这挑战，我接了。”擎天霸闻言，先是一怔，旋即仰头大笑起来，笑声肆意张狂。苏明，你莫不是被吓傻了？竟真敢应下，明日便是你的死期。苏明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旁人不知，他如今手中可是攥着42枚灵魄丹呢。这灵魄丹对于洛安城来说，那可都是稀世珍宝，每一枚都珍贵的让人眼红心跳。有了这等宝贝，他苏明又岂会怕了擎天霸这挑衅哼？到底谁死还不一定呢。苏明暗自低语，眼神愈发坚定。周围众人见状，顿时一片哗然。这苏明莫不是疯了？怎敢答应这根本不可能战胜的战斗？就是，擎天霸何等厉害，苏明去了，那不是白白送死吗？众人交头接耳，眼神中满是震惊与疑惑，或摇头叹息，或满脸难以置信。场面瞬间变得嘈杂无比，一道道目光像一道道聚光灯，齐齐射向苏明，仿佛要将他看穿。苏家家族4长老此刻满脸不屑，冷哼一声道：“哼，苏明那废物，毫无能耐也就罢了，竟又闯出祸事，这般模样，早该卸任少家主之位，免得继续丢我苏家脸面。”其声音尖锐，带着浓浓的鄙夷，好似对苏明厌恶到了极点。7长老立马站出来，随声附和，脸上堆满了谄媚。4长老所言极是，苏明这小子实在不成器，哪有半分少家主的样子，确实该换人了。苏家老爷子苏胜杰面色阴沉似水，眼眸如电，将站出来的这几个长老一一记下。他没有当场回驳，只是稍作沉吟后沉声道：“半月后，洛安城4大家族天才战开启，我苏家年轻一辈，谁在其中排名高，谁便是少家主。”话落，周遭一片哗然，诸多子弟眼中闪烁起炽热光芒，而老爷子苏胜杰心中却暗自思忖：这几个老东西竟敢在这时候落井下石，哼，找个机会定要将他们一一宰了，这般不忠不义之徒，留着必是苏家大患。他微微眯起双眼，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周身气息也随之微微波动，仿佛能预见那几个长老的凄惨下场。与此同时，大长老苏灵虚起身告退，他面上古井无波，心内却似有一头猛兽在兴奋地咆哮。哼，这一次局势对我苏家分支可是大大有利。他暗自思忖，嘴角微微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旋即他目光一转，看向一旁亭亭玉立的少女，正是他的孙女苏子涵。苏子涵身姿婀娜，肌肤赛雪，眼眸灵动如星，琼鼻秀挺，阴唇不点珠，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如瀑般垂下，尽显倾国倾城之貌。此刻的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宛如一朵盛开在寒夜中的傲雪寒梅，清冷而绝美。子涵，苏灵虚开口，声音低沉却透着几分期待：你如今已达距元境3层，这一次可是有极大的机会去争一争那原本该属于我们这一脉的少家主之位。苏子涵美目流转，眼神中闪过一丝跃跃欲试，轻声应道：爷爷放心，孙女定不会让您失望。那所谓的苏明想独占少家主之位，哼，我定要让他知道，这位置我苏子涵也有资格染指。苏灵虚微微点头，眼中满是赞许。不错，我苏家分支蛰伏许久，也该是时候崛起了。你只管放手去做，爷爷自会在背后为你兜底。那苏明可能有些能耐，但咱们也绝非吃素的。苏子涵玉手紧握，贝齿轻咬下唇，娇俏的脸上满是坚定。好，此番定要在众人面前大放异彩，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苏子涵可不是好惹的。少家主之位，我志在必得。老爷子带众人离去，眉头一皱，看向苏明，问道：明儿，你咋就答应了擎天霸那厮的生死斗？那擎天霸模样生的那叫一个磕碜，跟被门板拍过似的，可他那身子骨壮得像远古蛮牛，皮糙肉厚，寻常人根本近不了身。就算是同境界的高手碰上他也得掂量掂量，你咋就应下了这要命的事儿？苏明嘴角一勾，周身灵气瞬间涌动，气息攀升，赫然展现出凝气境4层的修为。老爷子双目瞬间瞪得滚圆，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是凝气境4层？你小子啥时候突破的？你不是修炼不了吗？老爷子兴奋的双手直哆嗦，在原地来回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好啊好啊，你终于能修炼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啊。老爷子兴奋的满脸通红，可转瞬之间那眉头又紧紧拧成了个疙瘩。明儿啊，你如今不过凝气境4层修为，那擎天霸可不是善茬儿。秦家既然给了1天时间，保不准正想法子给那小子提升修为呢，爷爷实在忧心啊。苏明心中暗自腹诽，面上却不动声色。这老爷子平日里看着精明，这会儿倒像个热锅上的蚂蚁。爷爷，
您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就晴天霸那2下子，我还不放在眼里。苏明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笑，语气满是傲然。老爷子急得直跺脚，你这孩子怎地如此轻敌？那晴天霸背后可是整个秦家，此番定是有备而来。苏明心中轻叹，老爷子还是这般谨慎，不过也是，这些年界族历经风雨，谨慎些倒也正常。爷爷，您就放100个心吧。我苏明虽说平日里看着闲散，可真到了关键时刻，绝不含糊。苏明拍着胸脯保证道。老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罢了罢了，爷爷也知道你性子倔，这样爷爷就给你上1000块零食，还有近20枚聚气丹，你拿去提升修为。苏明眼睛一亮，心中一阵窃喜，正愁没钱呢，这老爷子可真是及时雨。爷爷，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苏明忙不迭地接过，脸上堆满了笑容。老爷子看着苏明，眼神中满是复杂。18年了，你这孩子的努力，爷爷都看在眼里。旁人知道你是个无所事事的废柴大少爷，可只有爷爷知晓，你是因努力多年不见希望，才故作潇洒。此番定要让那些人瞧瞧，我苏家的儿郎绝非等闲之辈。苏明心中一暖，老爷子这话可算说到他心坎里去了。这么多年，他受的委屈终于有人懂了。爷爷，您就瞧好吧，1天之后，我定要让那晴天霸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苏明定能压着他打，叫他还不了手。苏明握紧了拳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林家之主林义阳此刻满脸怒容，仿若被点燃的火药桶，只差一点便要爆炸。他大不留心，身旁跟着自家女儿林念瑶。这林念瑶生的那叫一个倾国倾城，双眸恰似盈盈秋水，顾盼间流光溢彩，肌肤赛雪，细腻如羊脂美玉，身姿婀娜，走起路来仿若弱柳扶风，说不出的动人。可此刻他却低垂着头，恰似犯了错的孩童，哪敢直视苏明。毕竟事情已然败露，他心中满是忐忑，仿若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苏明，林家之主声如洪钟，带着满腔怒火，你可知罪？苏家大堂内气氛剑拔弩张，林家家主林义阳一脸愤怒，犹如被点燃的火药桶。苏明，你小子干的好事。苏明满脸冤枉，急忙摆手，林叔，那天真不怪我啊，是念瑶她主动的。林义阳闻言如遭雷击，难以置信地转头看向女儿林念瑶。只见林念瑶这位洛安城里声名远扬的绝美女子，此刻却低着头，发丝垂落，遮挡住她羞红的脸颊，仿若一朵被风雨吹打的娇花，楚楚可怜。她不发一言，这般模样显然是默认了苏明的话。林义阳气得浑身颤抖，手指着林念瑶，怒声骂道：你这丫头怎么如此不争气，哪有女子主动这说法啊？而后他长叹一声，满脸无奈，看向苏明，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苏明，对不住了，是我林家管教无方。一旁苏家老爷子苏胜杰眼睛瞪得如同铜铃，嘴巴微张，活脱脱一个震惊表情包。他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自家孙儿竟有这般艳福，把到了洛安城有名的大美人，还是人家主动送上门的。想着，老爷子偷偷给苏明比了个牛逼的手势，脸上的得意劲儿都快溢出来了。林念瑶那可是出身名门，资质超凡，在这一方洛安城中，不知多少青年才俊对他倾心，如今却被自家孙儿占了便宜，老爷子只觉心头畅快无比，好似3伏天喝了一碗冰镇灵泉，通体舒泰。一旁林家主林义阳面色凝重，沉声道：事已至此，苏老爷子，你看这事儿该咋处理？林念瑶与秦二少秦天霸的婚约已然定下，实难更改，皆因秦家大小姐秦义嫣娜，她可是加入了紫云宗，在咱这地界那身份尊贵的很啊。日后秦家定会随着秦义嫣修为的提升而愈发强盛，林家此番联姻也是为了避免将来被秦家吞并，实属无奈之举。紫云宗势力庞大，是方圆万里之内最强大的势力。众人皆面露难色，眉头紧锁。苏老爷子也没想到会出这档子事儿啊，他也不知道应该从哪说起。苏明倒是不慌不忙，猛地一拍桌子，大声道：哼，明日我便在生死台上宰了那秦天霸，到时候一切自然迎刃而解。林义阳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惊道：什么？苏明，你可莫要冲动，你死了我女儿怎么办？林念瑶一时一脸意外，那美目之中瞬间闪过一丝异彩，看向苏明的目光愈发热切。他心中暗自惊叹，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够霸气。林念瑶轻启朱唇，声音带着几分担忧，柔声道：苏明，秦天霸极为厉害，你莫要去白白送死。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语气坚定道：放心，我自有把握，区秦天霸何足惧哉。最后林家主也没办法，只能暂且如此，
苏明和林念瑶之事后续再谈，不然现在谈了也没用。秦家在那挡着的林义阳临走之际，还是一脸的郁闷，自己女儿何时如此大胆了。与此同时，苏明要与秦天霸进行生死斗的消息，仿若一道惊雷，瞬间在四方炸响。啥？那苏明竟然要跟秦天霸生死斗？他莫不是疯了吧？可不是嘛，那苏明向来被视作废柴大少，在家族里地位一落千丈，平日里受尽嘲讽，哪有啥真本事？秦天霸可是声名赫赫，一身修为高深莫测，在这一代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苏明去挑战他，简直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街头巷尾，众人纷纷议论，脸上皆是难以置信与不屑。有人摇头晃脑，满脸鄙夷道：这苏明怕是被平日里的窝囊气憋疯了，想靠这一战扬名立万，简直是白日做梦。依我看呐，他就是想借着这事儿在家族里挽回点颜面，可他也不掂量自己，跟秦天霸斗，他能有几分胜算？另一人附和着，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苏家别院之中，苏明盘膝而坐，神色凝重，双目紧闭。他手中光芒闪烁，那是灵魄丹与聚气丹，一枚接一枚，被他毫不犹豫地吞入口中。嘎吱，丹药入腹，刹那间，一股磅礴的药力在他体内肆虐开来。苏明只觉浑身经脉好似被烈火灼烧，疼痛难忍，却咬着牙，心中怒吼：给我炼化！随着药力的不断冲击，他的修为如同汹涌的潮水，开始节节攀升，从凝气4层一路势如破竹，向着更高境界迈进。4层、5层、6层，苏明在心中默默计数，每提升1层，那畅快之感便愈发强烈。终于在连续吞服了42枚灵魄丹与20枚聚气丹后，他成功冲破桎梏，达到了凝气境9层。哈哈哈哈！苏明放声大笑，笑声中满是喜悦与豪情，心情无比爽快。紧接着，苏明觉得形势要稳妥一些，又从师尊的传承之中寻得一套神级战法——雷霆万钧此战法。一听名字便知其威力绝伦，传闻修炼至大成，随手即可引动无尽雷霆，威力惊天。苏明迫不及待地开始修炼，他参悟战法秘籍，口中念念有词：以无之力引雷霆之威。苏明大喝一声，周身灵力涌动，试图模拟出雷霆的力量。起初进展并不顺利，灵力在他体内运转时时常出现紊乱，但苏明怎会轻易放弃？他双眸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再来，继续。他不断给自己鼓劲。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明逐渐掌握了窍门，灵力运转愈发顺畅，隐隐间竟有丝丝雷霆之力在他指尖跳跃。一夜的时间，苏明不眠不休，沉浸在修炼之中。终于在黎明破晓之际，他成功入门雷霆万钧战法。此刻苏明站起身来，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仿佛一尊战神降临。苏明的爷爷苏胜杰彻夜未眠，因为明天就是苏明的生死斗了。他的目光紧紧锁在苏明修炼之处，整个人仿若被定住一般。这气息，苏胜杰喃喃自语，脸上满是惊讶之色，双目瞪得滚圆。仅仅一夜，苏明竟突破到了凝气境9层，这简直如同梦幻一般。苏胜杰心中那震撼之感如汹涌海浪，一波接着一波，难以平息。他目光灼灼，死死盯着苏明修炼之地，仿若要将那里看穿。怪哉，怪哉！苏胜杰不断摇头，脸上的震撼愈发浓烈。从苏明修炼所散发的雷霆气息判断，这意味着苏明在凝气境9层就能爆发出具元境的力量。明儿究竟是如何做到的？难道这就是18年的积累吗？苏胜杰心中狂吼，震惊到了极点。他的双手不自觉地微微颤抖，脸上的肌肉也跟着抖动起来，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因他的震惊而凝固。苏胜杰站在那里，身形一动不动，仿若一尊雕塑，唯有那满脸的震撼诉说着内心的波澜。洛安城最大的决斗台四周，今日这场苏明与秦天霸的生死斗可真是有看头了。那秦天霸往日里何等威风，如今却这般狼狈，定是觉得面上无光，心中窝火着呢。人群中议论声此起彼伏，将决斗台围得水泄不通，个个都眼巴巴地盼着好戏开场。秦天霸站在台下，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那眼神仿佛能吃人。哼，这群家伙肯定都在心里笑话我呢，可恶！他心中暗自咒骂，拳头捏得嘎吱作响。还有那林念瑶，我堂堂秦天霸的未婚妻，昨天竟还跑去了苏家，定是那苏明搞的鬼。一想到这儿，他对苏明的恨意简直冲破了天灵盖。恰在此时，苏明现身。瞧，苏家那废物大少爷来了，都18年了，还是个窝囊废。今日这场决斗，他拿什么跟秦天霸斗，必败无疑啊？可不是嘛，就他那小身板，秦天霸一拳下去，还不得散架了？众人纷纷摇头，满脸不屑，言语中满是嘲讽。擂台上，
秦天霸那面庞愈发狰狞扭曲，丑得令人啧舌，身形更是膨胀的如同远古凶兽将士，哪还有半分人形。他嘴角勾起一抹邪笑，眼中满是不屑，直直盯着苏明，声音尖锐而傲慢：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前几日你给我的耻辱，我定要亲手将你碾碎，方能解我心头之恨。说罢，秦天霸周身气势陡然攀升，凝气近7层的恐怖气息肆意开来，犹如风暴席卷擂台。台下众人见状，瞬间哗然。我的天哪，这秦天霸之前不是才凝气4层吗？怎么一下子飙升到7层了？这也太夸张了吧，这实力提升的简直匪夷所思。如此一来，那跟他决斗的苏明可就悬了，根本不是对手啊。众人交头接耳，纷纷摇头，对苏明的胜算已然不抱任何希望。而苏明此刻面色平静，眼神深邃，心中暗自思忖：这秦天霸果然有古怪，实力提升如此迅猛，定有蹊跷。不过想碾碎我，怕也没那么容易。苏明一步跨上擂台，周身雷霆瞬间翻涌，仿若一尊雷帝将士。今日便让你见识下何为雷霆万钧。苏明暴喝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雷光，朝着秦天霸迅猛冲去。雷光所至之处，擂台之上的青石纷纷炸裂，烟尘滚滚。秦天霸见状，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想要躲避，却发现雷光速度太快，根本避无可避。眨眼间，苏明已杀至秦天霸身前，他猛地挥出一拳，拳头上雷光缠绕，恰似一条雷龙在咆哮。轰！这一拳重重地砸在秦天霸胸口，秦天霸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数丈之远，口中鲜血狂喷。啊！秦天霸发出一声惨叫，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发现全身剧痛，根本使不上力气。苏明却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他脚踏雷光，再次冲向秦天霸，每一步落下，擂台都剧烈颤抖，仿若承受不住他的威压。雷霆之怒，万钧之力，给我灭！苏明双手结印，无数道雷光从他手中射出，如一道道利剑，将秦天霸彻底笼罩。秦天霸在雷光中拼命挣扎，发出一声声惨叫，身上的衣物被雷光撕碎，皮肤也被电得焦黑，模样凄惨至极。不要打了，我认输，我认输啊！秦天霸终于承受不住，大声求饶起来，声音中满是恐惧与绝望。苏明面色冷冽如霜，眼神中没有丝毫怜悯，寒声道：哼，这是生死斗，可没有求饶一说。说罢，苏明手中雷光愈发强盛，他一步一步走向秦天霸，准备给予其最后一击。秦天霸看着一步步逼近的苏明，吓得屁滚尿流，双腿发软，连爬都爬不动了，只能瘫在地上，惊恐地看着苏明。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声音从台下传来：苏明，你给我住手！众人望去，只见秦家的家主秦阳明正满脸怒容地站在台下，双眼仿佛要喷出火来，死死地盯着苏明。苏明听到声音，只是冷冷地瞥了秦阳明一眼，根本不为所动，手中的雷光反而变得更加狂暴。秦阳明，今日他必死，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苏明声音冰冷，仿若从九幽地狱传来，透着一股决然。你敢？你若敢杀了他，我秦家定让你苏家鸡犬不宁！秦阳明怒不可遏，咆哮道。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不屑道：就凭你秦家，我苏明还从未怕过。言罢，苏明不再犹豫，手中雷光轰然爆发，如一道通天光柱，朝着秦天霸狠狠砸下。轰！一声巨响，擂台瞬间被炸得粉碎，烟尘弥漫，碎石飞溅。待烟尘散去，只见秦天霸已气息全无，倒在一片废墟之中，死状惨烈。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皆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林家众人亦是纷纷震动，林家家主一脸惊异，喃喃自语道：这个苏家废柴大少爷竟然藏得这么深。而林念瑶则一脸惊喜，美目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心中暗道：我就知道，我喜欢的人果然是有大本事的。秦阳明瞧见自家儿子竟真的被打死，刹那间脸色仿若被墨染，铁青一片，内心那股愤怒如汹涌岩浆，瞬间冲破理智堤坝，嗷一嗓子便气势汹汹下场，双眼瞪得滚圆，死死盯着苏明，那架势好似要将苏明生吞活剥了。小崽子，拿命来！秦阳明咆哮着，声音好似滚滚雷霆，在这片天地间炸响。恰在此时，一道沉稳有力的声音响起：休得放肆！只见苏明的爷爷苏胜杰身影一闪，已然挡在苏明身前。他身姿挺拔，气场强大，宛如一座巍峨高山，令人望而生畏。秦阳明，你敢动我苏家之人，是想与我苏家为敌吗？苏胜杰目光如炬，直视秦阳明，言语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秦阳明哪管这些，此刻满心被仇恨填满，怒吼道：苏胜杰，今日我儿子死在你苏家手里，
这笔账我跟你们没完。说罢，猛地抬手，掌心汇聚磅礴凌厉，化作一道耀眼光芒，如同一颗流星，直朝苏明砸去。苏圣杰冷哼一声，不慌不忙，只是轻轻抬起手臂，随意一挥。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力量汹涌而出，仿若汹涌澎湃的海浪，瞬间将秦阳明那道凌厉光芒吞噬。不仅如此，这股力量于是未减，直接撞击在秦阳明身上。砰！一声巨响，秦阳明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最后重重摔落在地，扬起一片尘土。苏圣杰神色冷峻，上前一步，目光如刀，盯着倒地的秦阳明，冷冷说道：“秦阳明，我警告你，莫要乱来。今日之事到此为止，若你再敢针对我苏家，休怪我不客气，定让你有来无回。”秦阳明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嘴角一血，眼神中满是怨毒与不甘。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就不敌苏圣杰。苏圣杰，你给我等着，这笔仇我秦阳明一定会报。秦阳明恶狠狠地丢下一句狠话，而后转身灰溜溜地离去。一边走，秦阳明一边在心里暗自盘算，他深知凭自己如今的实力根本无法与苏家抗衡，但他怎会善罢甘休？脑海中迅速浮现出一个人，他在紫云宗的大女儿秦逸嫣。哼，苏家，你们给我等着，等我联系上逸嫣，定要让你们整个苏家为我儿子陪葬。秦阳明咬着牙，心中的仇恨之火熊熊燃烧，脚步匆匆消失在了远方。苏圣杰目光灼灼，看向苏明，沉声道：“明儿不到1月，紫云宗便有仙人降临收徒。以你如今实力，若能在这期间突破至巨元境，入紫云宗便大有希望。届时，那秦家大女秦逸嫣带来的威胁，自然能迎刃而解。”苏明眼神坚毅，毫不犹豫道：“爷爷，我早就盼着去紫云宗了。洛安城这地儿实在太小，修炼资源匮乏得很，我必须快速变强，紫云宗迟早是我的归宿。”苏圣杰微微点头，目光中满是期许。紫云宗那可是强者如云之地，资源丰富的超乎想象，天骄更是多如繁星，在这方圆万里，那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势力。但凡有志修仙者，谁不想投身其中？苏明握紧拳头，心中暗自思忖：秦逸嫣，等我入了紫云宗，定要让你知晓我的厉害。这洛安城困不住我，紫云宗才是我崛起的起点。接下来的几天，苏明都在打磨自己提升上来的实力，毕竟提升太快，掌握的程度有些虚浮。而秦家也因为秦天霸的死，开始处处针对苏家，甚至是打算付出大代价，在接下来的4大家族天骄战之中，把苏家排挤出局，宁可自损800，也要苏家死。这天，林念瑶找到了苏明，他竟然一改之前的强势，以楚楚可怜的软妹姿态，求着苏明说：“苏明，我想去天妖山脉采摘灵药，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呀？”他声音软糯，带着丝丝哀求。苏明瞧着这般姿态的林念瑶，往昔心里那股子不爽瞬间消散，谁架得住这么一个大美女撒娇啊？正好自己也寻思着找些妖兽，好好磨练磨练自身战力呢。行，我陪你去。苏明顺口便应了下来。就在苏明答应的刹那，林念瑶眼底极快地闪过一抹狡黠，那光芒好似藏着不为人知的小算盘。天妖山脉广袤无垠，其间充斥着各类恐怖妖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林念瑶身姿婀娜，容颜绝美，双眸灵动如星。她的修为达凝气5层，往昔的她毫无修为，如今这般，相较于曾经毫无根基的苏明，自是强出许多。可当下的苏明已然凝气9层，实力远超于他，他心中满是敬畏，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苏明身后，连大气都不敢出。踏入这天妖山脉，一头黑金幽蛛瞬间闯入眼帘。这黑金幽蛛浑身散发着幽冷的黑光，其凶悍程度堪比凝气6层强者。林念瑶吓得花容失色，玉手紧紧拉住苏明，声音带着颤抖：“苏明，这妖兽太强了，咱们快逃！”苏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二话不说，身形如电般急冲向黑金幽蛛。看我浩阳13拳！苏明大喝一声，拳风呼啸，周身灵气疯狂涌动，凝聚在右拳之上，仿佛要将这方天地都打爆。轰！仅仅一拳，那黑金幽蛛便如破碎的玩偶一般，瞬间被轰成齑粉。苏明伸手一抓，一枚闪烁着奇异光泽的妖核落入掌心。这妖核蕴含着磅礴妖力，在这世间价值连城。林念瑶呆立当场，美目圆睁，小嘴微张，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之色。这就没了。他心中狂震，完全没料到苏明如今的实力竟如此恐怖，远超他之前的想象。苏明带着林念瑶大步流星地朝着寒霜花所在之处赶去。这寒霜花可是林念瑶眼下最急需的灵药。苏明，这一路可多亏你了。林念瑶身姿婀娜，眼眸明亮，轻声说道：“
那声音犹如黄莺出谷，婉转好听。苏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跟我还客气啥？帮你寻到寒霜花，是我答应你的事儿。一路上妖兽层出不穷，苏明眼神瞬间锐利如鹰，周身灵力澎湃涌动，如同汹涌的潮水。哼，一群小喽啰也敢挡路！苏明低喝一声，手中灵力凝聚成一把光芒耀眼的长剑，剑身之上符文闪烁，璀璨夺目。只见他身形如电，瞬间冲入妖兽群中，每一次挥剑都带起一阵凌厉的劲风，光芒闪烁间，妖兽的嘶吼声此起彼伏。苏明，小心！林念瑶在一旁紧张的呼喊，美目紧紧盯着战场，双手不自觉地握紧。苏明一边战斗，一边在心中暗自想着，这些妖兽虽说实力不算顶尖，但数量众多，得速战速决，不能让念瑶陷入危险。在激烈的拼杀中，苏明的实力如同雨后春笋般蹭蹭地往上涨。他感觉自己对灵力的掌控愈发娴熟，每一次施展法术都比之前更加得心应手。解决完一波妖兽，苏明开始收集起妖兽材料，这些材料可都是宝贝。有妖兽那坚硬如铁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还有蕴含着浓郁灵力的妖核散发着奇异的光芒。这么多材料，说不定能炼制几件厉害的法宝。苏明一边收集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只是这些天我也吸收了不少灵石之中的灵力，怎么感觉完全还没达到突破巨元境的门槛？看来还是要找机会多炼制丹药才行。苏明与林念瑶一路疾行，待至寒霜花所处之地，天边已被暮色浸染。林念瑶身姿婀娜，发丝在微风中轻舞，绝美的容颜此刻也因赶路染上几分红晕。苏明，咱可算到了。他轻声说道，声音如黄莺出谷，婉转悦耳。苏明目光如炬，在四周仔细扫视一番后，神色一凛，沉声道：念瑶，小心，有守护妖兽潜藏于此。恰在此时，一声雄浑的兽吼骤然响起，一头浑身散发着森寒气息的冰角狮自暗处猛地窜出，其身躯庞大如山，冰蓝色的鬃毛闪烁着寒光，那巨大的冰角仿若能撕裂苍穹，散发着凝气9层的恐怖威压。竟是冰角狮！林念瑶美目圆睁，脸上浮现出一丝惊惶，不自觉地往苏明身后靠了靠。苏明深吸一口气，心中暗自思忖，此乃目前所遇最强妖兽，切不可大意。旋即他周身气息陡然一变，九阴神行身法瞬间施展而出，身形如鬼魅般飘忽，速度快到极致，眨眼间便在原地留下一道道残影。哼！苏明低喝一声，雷霆万钧战法随之发动，只见他双手快速结印，掌心处雷光闪烁，噼里啪啦作响，眨眼间便凝聚出一道道粗壮的雷弧。去！苏明猛地一挥手，雷弧如蛟龙出海，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朝着冰角狮呼啸而去。冰角狮也非等闲之辈，察觉到危险，他那巨大的冰角上瞬间凝聚出一层厚厚的冰层，随后猛地向前一冲，竟是直接迎上了那雷弧。刹那间，雷光与冰层碰撞，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轰鸣声震耳欲聋，四周的空气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震得扭曲起来。林念瑶紧张地攥紧了衣角，美眸紧紧盯着战场，贝齿轻咬下唇，心中暗自为苏明加油。苏明趁冰角狮被雷弧阻挡身形之际，身形一闪，再次欺身而上。他手中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长剑，剑身闪烁着寒光，在雷光的映照下更显凌厉。看我今日如何斩你！苏明怒吼一声，手中长剑裹挟着无尽的剑气，朝着冰角狮的脖颈处狠狠斩下。冰角狮感受到致命威胁，他庞大的身躯猛地一扭，躲过了这致命一击。同时他挥动着粗壮的前爪，带着凛冽的寒风朝着苏明拍去。苏明身形一闪，轻松避开，随后又是一轮凌厉的攻击。在这般激烈的战斗中，苏明的九阴神行身法与雷霆万钧战法配合得相得益彰，每一次攻击都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而冰角狮虽实力强大，但在苏明的不断攻击下，也渐渐露出疲态。终于在苏明又一次施展出威力绝伦的雷霆万钧之术后，冰角狮再也抵挡不住，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激起一片尘土。林念瑶见状，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他快步跑到苏明身边，美目满是崇拜。苏明，你太厉害了！战斗结束，苏明运转功法，悄然收起周身气息，如鬼魅般靠近那株散发着幽寒之气的灵药寒霜花。他手法娴熟，须臾间便成功将寒霜花摘取到手。转身，他走向林念瑶。这些时日的相伴，他愈发觉得林念瑶温婉至极。野外寻食材，生火做饭，桩桩件件，他都做得堪称完美。苏明心底对他的警惕，不知不觉间已降了大半。林念瑶瞧见苏明手中的寒霜花，眼眸瞬间亮如星辰，脸上喜色浓郁的似要溢出来。苏明，太感谢你了，这寒霜花对我太重要了。他声音软糯，满是感激。稍作停顿，他双颊泛起一抹红晕，轻声又道：以后我嫁给你，
给你生18个大胖小子。苏明听闻，瞬间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惊恐，张了张嘴，却愣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觉脑袋嗡嗡作响。夜幕降临，篝火摇曳，林念瑶递来一串烤肉，苏明接过吃了下去。没多会儿，他神色逐渐模糊，只觉浑身绵软无力，仿佛骨头都化成了水。该死！苏明心底怒骂，眼中满是愤怒与不甘。你怎么又给我下药？卧槽！苏明心中那叫一个无语，这林念瑶胆子也忒肥了吧，居然又给自己下药，而且这儿可是野外啊，他怎么敢呢？这女人真让人头疼。苏明在心底暗自叫苦。林念瑶再次将苏明压制，那楚楚可怜的模样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上次那般强势。但不得不说，林念瑶身材婀娜多姿，曲线玲珑，脸蛋更是绝美，犹如仙子下凡，倾国倾城。这般诱惑，世间又有几人能扛得住？林念瑶眼神迷离，轻声呢喃：我也不知为何，就是特别想与你在一起，那种感觉我怀念的紧。苏明瞪大了眼睛，满是震惊与愤怒，忍不住惊呼道：怀念就大大方方说，搞什么下药这一出啊？你这不是乱来吗？一夜悄然流逝，苏明悠悠转醒，只觉身体似被抽干了力气，有些发虚。瞧去，林念瑶正趴在他身上，睡得香甜，模样乖巧至极。苏明心中满是震撼，实在难以将眼前这温顺模样与昨晚那疯狂的他联系到一起。忽的，苏明心中一动，惊觉自己这些天庭制不前的修为似有突破之象。他当下不敢迟疑，赶忙盘膝而坐，运转起功法。刹那间，周身气息涌动，他心中狂喜，没错，真的突破了，从凝气9层竟直接跨越3层，突破到了巨元3层。我去，这跨度也太夸张了吧！苏明内心满是不可置信，震惊的无以复加。难道说这便是阴阳神诀的神奇功效？苏明喃喃自语，眼中满是兴奋与疑惑交织的光芒。林念瑶悠悠转醒，她双颊绯红，恰似天边绚丽晚霞，透着丝丝娇羞。她眼眸轻垂，根本不敢直视苏明，可眼角余光还是瞥见了苏明的不同。天啊！林念瑶心中惊呼，苏明竟突破到巨元境了，那震撼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掀起千层浪。林念瑶这时也察觉到自身变化，怪哉！他满心诧异，我竟从凝气5层一举跃至凝气7层。上次从4层突破到5层时，他还满心以为是自己日夜苦修的功劳，可如今这般接连突破，再联想方才种种，难不成是因为和苏明？林念瑶心思百转，脸颊愈发滚烫，心中也泛起了更多旖旎的念头。两人回去的路上，苏明脸色阴沉，目光如电，紧紧盯着身旁的林念瑶，寒声道：听好了，莫要仗着你是我的女人便肆意妄为，行事毫无顾忌，这世间可不是你能随性撒野的地方。林念瑶美目流转，眼波如水，嘴角轻扬，挂着一抹迷人笑意，柔声道：苏明哥哥，瞧你说的，我哪敢呀，定是听你的话。可那低垂的眼眸深处，一抹狡黠光芒悄然闪过，恰似夜空中划过的诡异流星。他心中暗自盘算，哼，苏明，你以为能这般轻易束缚住我？我自有我的打算，你呀就乖乖的受着吧。苏胜杰神色凝重，对苏明说道：明儿，明日便是洛安城4大家族的天才战，此役关乎接下来洛安城势力范围内所有资源的分配，极为关键。我听闻秦家为针对我苏家，竟联合了林家和万家。林家目前只是假意合作，可万家与秦家那是铁了心要吞了我苏家。苏明目光坚定，看着爷爷，沉声道：爷爷，您放心，这第一我已经预定了。苏胜杰闻言先是一怔，随即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苏明。他运转灵力，感知苏明的修为，刹那间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明儿，你竟已达到巨元境3层了。苏胜杰心中翻涌，既惊喜又感慨，自家孙儿何时变得如此妖孽了？这等天赋，这等实力，在这天才战中定能大放异彩，扬我苏家之威。苏明于当晚全神贯注，一心巩固自身修为。他盘膝而坐，周身灵气仿若狂潮翻涌。这雷霆万钧战法欲要大成，需引雷霆入体，锤炼己身。苏明心中暗自思忖，眼神坚定。他运转功法，刹那间天空风云变色，乌云滚滚而来，仿若一头头狰狞巨兽，欲要吞噬世间万物。轰隆隆，一道水桶粗的雷霆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威，轰然劈下。苏明大喝一声，不闪不避，应接着雷霆一击。雷霆入体，剧痛瞬间袭来，他的身躯微微颤抖，脸上却满是决然之色。哼，这点痛苦岂能阻挡我？苏明咬着牙，强行运转灵力，将雷霆之力引入经脉，
锤炼每一寸血肉。与此同时，他脑海中又浮现出浩阳13拳的拳法精要。这一拳当有开天辟地之势，这一拳要含日月星辰之力。苏明一边体悟，一边挥拳，每一拳打出都带出一道金色拳影，仿若一轮烈日，光芒耀眼。拳风呼啸，周围的空气被搅得嗡嗡作响，地面上更是留下一个个深深的拳印。苏明沉浸在修炼之中，不知疲倦，一遍又一遍地施展雷霆万钧战法，一次又一次地打出浩阳13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两种绝学的领悟愈发深刻，实力也在悄然间节节攀升。终于，当第一缕曙光划破天际，苏明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抹金芒。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又提升了一个台阶。待到4大家族天才战当日，苏家众人刚一现身，刹那间，仿若暗夜中出现的夺目星辰，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数十道身影，仿若饿狼盯上猎物一般，紧紧锁定苏明。人群之中，秦家的家主秦阳明尤为惹眼。此刻的他，双眼之中似要喷出火来，死死地盯着苏明，那眼神仿佛要将苏明生吞活剥了一般，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将苏明斩杀当场。此前他的儿子秦天霸被苏明在生死擂台上当众打死，这般深仇大恨犹如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秦阳明心头，令他如何能不恨？秦阳明咬着牙，心中暗自嘶吼：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我定要为我儿报仇雪恨。而苏明仿若感知到那如实质般的恨意，微微抬眸，目光淡然地扫向秦阳明，心中冷笑：哼，秦家之人还真是阴魂不散。既如此，今日便让你们彻底断了念想。洛安城那3年1届的天才战，眼瞅着就要开场了。这天才战打头阵的便是4大家族混战，规则也简单，各大家族分别派出1名弟子登台，谁能胜出，就算谁家赢。嘿，果不其然呐，苏明一上来就被秦家和万家盯上了，那针对的劲儿简直不要太明显。秦家天才弟子秦风，凝气9层的修为，牛气哄哄的；万家天才弟子万富健，同样也是凝气9层，那架势仿佛要吃人似的。这两人一登台，目光就像2把利刃，直直地锁定了苏明，那意思再明白不过，要苏明死。哼，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秦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阴狠的笑，恶狠狠地说道：没错，你小子今日插翅难逃，乖乖受死吧。万富健跟着附和，脸上满是狰狞。而林家派出的则是那宛如仙子下凡般的林念瑶，他身姿婀娜，肌肤赛雪，眼眸犹如一汪清泉，顾盼之间尽显灵动之美。一袭白衣随风飘动，恰似一朵盛开的白莲，圣洁而又高雅。台下众人见状，纷纷摇头叹息：哎，苏明这下可悬了，林家之前和秦家还有婚约呢，如今这局面妥妥的3打1啊。是啊，苏明就算再厉害，也很难招架得住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认定苏明此番必定凶多吉少。可苏明呢，站在那儿，神色平静，丝毫没有被这剑拔弩张的氛围所影响。他心里清楚，今日这一战躲不过去，唯有一战方能破局。苏明一步跨上擂台，二话没说，周身灵力瞬间翻涌，浩阳13拳。他低喝一声，拳风呼啸，恰似一条怒龙出海，携着毁天灭地之威，直轰向秦风与万富健。这一拳仿若开天辟地，空气被瞬间撕裂，发出刺耳的尖啸。砰！一声巨响，如同天际炸响的惊雷，震得众人耳骨生疼。秦风和万富健哪能抵挡这般恐怖的力量？两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他们的丹田在这一拳之下，如同脆弱的瓷器，咔嚓一声彻底破碎。两人重重摔落在地，痛苦地翻滚着，口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他们心中满是惊恐与不可置信，怎么也想不到苏明竟已突破凝气境，踏入了巨元境。这怎么可能？秦风面色惨白，嘴唇颤抖，眼中满是绝望。万富健亦是满脸震惊，冷汗如雨下，喃喃自语：巨元境，他何时？周围观泪的人群此刻也都被惊得呆若木鸡，有人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足以塞进一个鸡蛋，满脸都是震撼之色。这苏明竟如此恐怖，一拳就废了两人，巨元境的实力太逆天了。众人交头接耳，话语中满是惊叹。林念瑶站在台下，美目流转，看着擂台上威风凛凛的苏明，心中暗喜，自家男人如此厉害，怎能不让他骄傲？他脸部轻移，朱唇轻启，我认输。而后袅袅婷婷地走下了擂台。苏家方向，苏子涵黛眉紧蹙，神色凝重的好似暴风雨来临前的阴沉天空。她身为苏家大长老的女儿，向来心高气傲，本铁了心要超越苏明，将少家主之位收入囊中。哼，苏明那家伙
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竟藏得这般深，真是小瞧他了。苏子涵心中暗自腹诽，贝齿轻咬下唇，眼眸中燃烧着不甘的火焰。不过我岂会轻易认输？待我上场，定要爆发出更强实力，碾碎他的威风。少家主之位，注定是我的。他攥紧粉拳，周身气息隐隐波动，显然是在暗暗蓄力。转瞬之间，便轮到苏子涵登台亮相。只见他莲步轻移，身姿婀娜，宛如一朵盛开在暗夜中的绝美玫瑰，散发着勾人心魄的魅力。呵！苏子涵娇喝一声，浑身灵力瞬间爆发，赫然展现出巨元境3层的强大实力。刹那间，狂风呼啸，飞沙走石，整个演武场都被他这股磅礴气息所笼罩。面对其他3家的对手，苏子涵犹如虎入羊群，攻势凌厉，招招致命。他身形如电，每一次出手都带起一片残影，灵力所过之处，对手纷纷如同落叶般被击飞出去，毫无招架之力。就凭你们也想与我抗衡，简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苏子涵一边出手，一边口中娇斥，声音清脆却又充满了霸气。不一会儿，其他3家的子弟便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纷纷败下阵来。苏子涵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昂首挺胸，得意洋洋地朝着苏明所在的方向瞥去，眼神中满是挑衅与不屑，仿佛在说：看到了吧，苏明，我比你强得多。此刻苏明与苏子涵展现出的实力已然在众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一场更为激烈的碰撞似乎在所难免。接下来便是个人巅峰战，谁不服谁上台，战到最后的就是第一。苏明身形一闪，直接踏上战台，神色霸道，眼眸之中满是对秦、万两家的蔑视。哼，就凭你们秦、万两家也想与我抗衡，简直是笑话。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口出狂言。苏明就是要激怒2家，然后把他们的年轻一代全废掉，这样就没办法对付苏家了。秦家主秦阳明那原本沉稳的脸庞瞬间涨得通红，眼中怒火熊熊燃烧，仿若要将苏明生吞活剥。这小子太狂妄了，简直不把我秦家放在眼里。秦阳明咬着牙，心中暗自思忖，今日定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万家家主万志灵亦是满脸怒容，面皮抖动，感觉自己的脸面被苏明这几句话无情地踩在了脚下，绝不能饶了这小子，让家族聚元境的天才们上，往死里打，务必将他的嚣张气焰彻底打压下去。万志灵对着家族子弟怒声下令。秦家天才秦一峰一身黑袍猎猎作响，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般跃上战台。小子，你今日的狂言将会成为你痛苦的根源，我秦一峰今日便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秦家的下场。秦一峰周身灵力澎湃，聚元境1层的气息汹涌而出，嚣张至极。苏明神色冷峻，嘴角却依旧挂着那抹不屑的笑。哼，就凭你也敢在我面前叫嚣？刹那间，苏明周身气势陡然攀升，雷霆万钧战法瞬间施展，只见他周身雷光闪烁，仿若一尊雷神降临，空气中都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看拳！浩阳13拳！苏明大喝一声，一拳轰出，拳风呼啸，带着滚滚热浪，好似一轮烈日朝着秦一峰碾压而去。秦一峰脸色骤变，想要抵挡，却发现那股力量太过强大，根本无法抗衡。砰的一声巨响，秦一峰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气息萎靡，显然已被废掉。下一个！苏明站在站台上，目光如电，扫视着台下的秦、万两家之人，声音冷冽，仿若来自九幽地狱万家天才万星辰，面色阴沉如水，脚尖轻点，跃上站台。苏明，你莫要得意太早，我万星辰今日定要为家族雪耻！万星辰怒吼道，他乃是聚元境3层的强者，周身灵力疯狂涌动，仿佛要将整个站台都掀翻。苏明冷哼一声，不做丝毫言语，再次施展出雷霆万钧战法，雷光闪烁间，浩阳13拳再次轰出。这一拳威力更胜之前，拳影漫天，仿若要将整个空间都撕裂。啊！万星辰发出一声惨叫，身体重重地砸在站台上，气息全无，已然被苏明废掉。秦阳明和万志灵的脸色愈发难看，如同锅底一般黑，看着家族内的天才一个接一个的被苏明废掉，他们的心在滴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家族的未来可就全毁了。秦阳明心急如焚，低声对万志灵说道。万志灵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没错，这小子留不得，必须杀了他。两人对视一眼，彼此心领神会，暗中准备下黑手，欲将苏明置于死地。林兄，咱2家都联姻了，如今这台上林家怎就不派人出手去对付那苏明？秦家家主秦阳明目光灼灼，直直看向林家家主林义阳，话语中带着几分质问的意味。林义阳嘴角微微一勾，露出一抹歉意的笑容，
不紧不慢地说道：“秦兄啊，实不相瞒，你家公子秦天霸都已遭不测，这婚约嘛，自然也就作废咯。不过，咱林家也不是不懂礼数之人，为表心意，我这就派遣一位林家子弟上台。”说罢，林义阳大手一挥，只见一名名气5层的林家子弟昂首阔步走上台去。那林家子弟刚站定，还没等苏明有任何动作，竟直接拱手高声喊道：“我认输！”秦阳明见状，心中噌的一下，怒火直冒。他在这世上摸爬滚打多年，怎会看不懂林家这敷衍至极的把戏？哼！秦阳明暗自冷哼一声，拳头不自觉地握紧，心中怒骂：“好你个林义阳，竟如此敷衍于我！这口气我秦阳明怎咽得下？等之后再收拾你林家！”此刻他的双眼仿佛要喷出火来，死死盯着林义阳，恨不得冲上去将其生吞活剥。苏明眼眸中满是傲然，目光如炬，蔑视四方，高声喝道：“既无人上台，那这巅峰战第一便非我莫属了。”刹那间，四周议论声轰然炸开，众人纷纷啧舌。乖乖，这苏明此前废柴18年，竟藏了如此恐怖实力，简直深藏不露啊！可不是嘛？谁能想到这扮猪吃老虎的戏码被他演绎得这般精彩？就在此时，一道倩影如惊鸿般掠上站台。此女正是苏家大长老苏灵虚的孙女苏子涵，其身姿婀娜，肌肤赛雪，双眸灵动，仿若藏着星辰，身着一袭淡紫色罗裙，随风轻摆，宛如仙子凌尘。她站定后，朱唇轻启，声音清脆如铃：“大少爷，请赐教。”小女子也想领教一下大少爷这惊艳四方的实力。苏明见状，眼神陡然一凝，心中暗自思忖：原来此前在家族对我诸多不满之人，竟是这大长老，而非4长老、7长老。哼，这笔账今日可得好好清算一番。念及此处，苏明转身看向自家老爷子，低声问道：“爷爷，您看这事儿咋办？是直接废掉，还是杀掉？”此话一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入人群，众人皆倒吸一口凉气。苏家大长老苏灵虚更是气得脸色涨红，怒声吼道：“苏明，你身为少家主，怎能如此对待自家人？简直荒谬至极！”老爷子苏胜杰目光如电，冷冷开口：“杀了！苏家不需要有二心之人。”大长老听闻，怒发冲冠，周身灵力瞬间暴动，直接爆发出通明镜的强大实力，周身光芒闪耀，气势汹汹。然而老爷子苏胜杰冷哼一声，更强大的实力瞬间汹涌而出，仿若排山倒海一般，刹那间便将大长老的气势狠狠压了下去。大长老只觉一股无形的巨力袭来，双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脸上满是震惊与不甘。老爷子何时如此强大了？苏子涵眼眸如霜，冷冷逆向苏明：“既如此，那就分个生死吧。这少家主之位，我早就瞧不顺眼了，凭啥你一直霸占着？我哪点不比你优秀，不比你出色？这位置本就该是我的。”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嗤笑道：“我那离家外出历练的2弟、3妹，哪个不比你强？就凭你，也想觊觎这少家主之位？”此言一出，周围众人瞬间炸开了锅，满脸皆是震惊之色。啥？苏家居然这时候内斗起来了？这可真是家门不幸啊！人群中，秦家与万家2位家主秦阳明和万志灵2人对视一眼，心领神会。秦阳明眼中闪过一抹阴鸷，压低声音道：“万兄，这可是天赐良机啊！此时不发难，更待何时？”直接灭了苏明和那苏老爷子，苏家必乱。万志灵微微颔首，冷笑道：“正合我意，苏家人自己窝里斗，倒是省了咱们不少事儿。”一场风暴似已在这看似平静的局势下悄然酝酿。苏子涵眼眸中寒芒爆闪，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巨元境3层的恐怖实力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手中长剑好似活物般震颤，剑气如汹涌的怒潮，沸腾翻涌，似要将这片天地都搅得粉碎。“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苏子涵厉声喝道，声音仿若利刃，划破长空。而苏明这边气息陡然攀升，整个人仿若一尊降临的魔神。雷霆万钧战法被他施展到了更高层次，那股恐怖的力量如同上古雷神降世，携滚滚雷霆，要将一切都碾碎。刹那间，形势逆转，苏明的恐怖实力瞬间将苏子涵压制得死死的。怎么可能？苏子涵心中狂吼，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然而苏明可不会给他反应的时间，猛地挥出一拳，拳风呼啸，仿若开天辟地的神拳。轰！一声巨响，苏子涵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被轰飞了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重重地砸在地上。苏子涵挣扎着爬起，嘴角一血，眼神中满是震惊与不甘。他怎么也想不到，苏明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让他毫无反抗之力。这不可能！
苏子涵喃喃自语，脸上写满了懵逼。就在这时，风云突变，秦家和万家两位家主秦阳明和万志灵如同两条蛰伏已久的饿狼，瞅准时机猛地出手。万志灵身形一闪，如鬼魅般朝着苏家老爷子苏胜杰所在的方向掠去，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苏老爷子，今日你就乖乖待在这儿，别想插手，眼睁睁看着你的孙儿死在台上吧。而秦阳明则是眼中闪烁着凶光，直扑苏明，杀意滔天。苏明，敢杀了我天霸，还废了我秦家如此多天才，真以为我秦家没有脾气是吗？受死吧！今日便是你的末日。苏家老爷子苏胜杰眼眸骤缩，暗叫不好。刹那间，周身灵力疯狂涌动，竟是爆发出了通明境的恐怖实力，目标只有一个，护自己孙儿苏明周全。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如鬼魅般闪现，正是万家家主万志灵。苏老想走，没那么容易。万志灵冷笑一声，浑身气息鼓荡，如同一尊魔神，悍然拦住了苏胜杰。苏胜杰怒目圆睁，须发皆张，怒吼道：万志灵，你敢阻拦老夫，今日便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让你付出代价。言罢，一拳轰出，拳风呼啸，仿若开天辟地，空间都为之震荡。万志灵脸色微变，仓促抵挡，却依旧被这恐怖的一拳轰飞出去，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然而就在苏胜杰准备继续冲向苏明之时，一道冷冽的气息从后方袭来。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秦家家主秦阳明不知何时已悄然出手，周身灵力凝聚成一道道恐怖的符文，向着苏明笼罩而去。苏胜杰心中大骇，想要回身阻拦，却已然来不及了。不！苏胜杰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声音响彻天际，充满了无尽的悲痛与不甘。众人见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秦家家主竟然对苏家大少爷出手了！苏家大少爷还只是个小辈，如何能抗衡秦家家主这般恐怖的存在？完了，苏家这次怕是要遭受重创了。一时间，周围议论纷纷，众人皆是面露惊恐之色，仿佛已经看到了苏明的悲惨结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如鬼魅般闪现，嗖的一下，直接拦在了苏明身前，将他稳稳护住。来者正是林家家主林义阳。林义阳目光如炬，抬手便是一掌，直逼秦家家主。秦家家主脸色骤变，哪能想到这接骨眼杀出程咬金，仓促间同样出掌相迎。轰！双掌对轰，一股恐怖的灵力风暴瞬间席卷开来，周遭空气都被震得嗡嗡作响。两人身形各自一震，而后同时向后退开数步。原本秦家家主都觉得胜券在握，马上就能得手了，那脸上的笑意就跟盛开的菊花似的。可这变故突生，那笑容瞬间就僵住了，紧接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了下去，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黑夜。林义阳，你这是何意？为何要横插一杠？秦家家主怒目圆睁，声如洪钟，那质问的话语中裹挟着满满的愤怒，好似要将林义阳生吞活剥了。林义阳神色镇定，不慌不忙地开口：秦兄，咱们这等身份，怎可随意对小辈动手？这要是开了先例，往后这小辈间的争斗还不乱了套？可实际上呢，林义阳心里门清，自家女儿对苏明那可是情根深重，要是苏明今儿个折在这儿，自家宝贝闺女还不得寻死觅活的，他这当爹的可不能让女儿没了夫君。秦家家主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发抖，脸上的肌肉都跟着抽搐起来。哼，林义阳，你少在这装模作样，你那点小心思以为老夫不知道？你敢对苏明出手，老夫绝不轻饶。苏老爷子携着那毁天灭地般的强悍实力暴杀而至，目标直指秦家家主和万家家主。他周身灵力狂暴涌动，仿佛一尊太古战神，眼神中杀意滔天。苏老爷子一人独战两人，那气势竟是越战越勇，灵力如汹涌海啸，压得秦万两位家主毫无还手之力。这怎么可能？秦家家主秦阳明心中满是愕然与愤怒，可在苏老爷子的强势攻击下，只能节节败退，敢怒而不敢言。林家家主林义阳见状，心中暗存，脸皮迟早要撕破，当下再不遮掩，身影一闪，加入战局，助力苏老爷子。哼，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苏老爷子暴喝一声，手中灵力汇聚成一柄光芒万丈的巨剑，朝着秦万两位家主斩去。噗！秦万两位家主瞬间被重伤，倒在地上，气息奄奄。苏老头，你敢杀我？我女儿秦一嫣可是紫云宗弟子，杀了我，你就得罪了紫云宗。秦阳明强撑着一口气，恶狠狠地威胁道。万家家主见此，也硬气起来，嚣张叫嚷：你们已经得罪了秦大小姐，接下来就等着受死吧。苏老爷子眉头一皱，心中对秦家却有几分忌惮，可对万家却毫无惧意，哼，
不知死活的东西。苏老爷子冷哼一声，手中灵力瞬间化作无数利刃，朝着万家家主射去。啊！万家家主发出一声惨叫，瞬间被利刃穿透，当场殒命。随后，苏老爷子与林家家主林一阳对视一眼，两人心领神会，联手朝着万家的一众长老杀去。那些长老们惊恐万分，想要反抗，却根本不是两人的对手。一时间惨叫连连，血光四溅。这也太恐怖了！周围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万家竟在这短短时间内就要覆灭了。最后，苏老爷子和林家家主大杀四方，将万家众人屠戮殆尽，而后相视一笑，约定瓜分万家资源。苏家大长老苏灵虚此刻面色恍惚，仿若丢了魂一般。他身旁重伤的孙女苏子涵气息微弱，二人扑通一声直直跪在苏老爷子面前。苏灵虚声音颤抖：“老爷子，我有罪，没能管教好子涵，让他冲撞了苏明，求您恕罪。”苏子涵也艰难抬起头，脸上满是痛苦与悔恨。“家主，我知错了。”苏老爷子面色阴沉似水，眼中满是怒色，猛地一甩衣袖，怒喝：“滚！看在往昔情分，还有你们今日还算识趣，苏家不杀你们，但苏家也没你们的容身之地了，即刻滚出苏家！”苏灵虚身子一颤，满心苦涩，拉着苏子涵缓缓起身，一步一步落寞离去。天才战已然落幕，苏明力压群雄，勇夺第一。这一战改变了各方势力的格局，洛安城的资源重新分配，苏家拿5，林家拿4，秦家却只剩下1，而万家更是直接被灭。苏家内，林家家主林一阳带着女儿林念瑶前来。林一阳满脸笑意，一见到苏老爷子，赶忙拱手行礼：“苏老爷子，恭喜苏家出了苏明这等绝世天才啊！今日我带着小女念瑶前来，是想跟苏老哥商量个事儿。”林念瑶站在一旁，身姿婀娜，容貌绝美，双眸灵动，宛如仙子下凡。她微微欠身，轻声道：“苏爷好。”苏老爷子看着林念瑶，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笑着应道：“念瑶丫头越长越漂亮了，有何事但说无妨。”林一阳哈哈一笑，说道：“苏老爷子，我瞧着苏明和念瑶甚是般配，不如就把这婚事给定了，你看如何？”苏老爷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应下：“好啊，这事儿我应了，两家联姻，那是再好不过。当然，这也是因为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的缘故，不然苏老爷子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不过就算是有，林念瑶也是十分优秀的。”然而众人的心头却都笼罩着一层阴霾。有人小声嘀咕：“这秦家虽然被咱压过去了，但秦家大小姐秦逸嫣可是紫云宗的弟子啊。”“是啊，紫云宗那般强大，咱们苏家和林家就算联手，也远远不是对手。这秦逸嫣怕是不会善罢甘休。”苏明心中暗自思忖，必须提前前往紫云宗，只要自己成为紫云宗弟子，那么苏家与秦家便能平起平坐。他目光坚定，仿若能穿透层层阻碍，看向远方那强大无比的紫云宗。“爷爷，婚事先放一放，我先去紫云宗，等到一切问题解决，再成婚不迟。”“秦家，家主，家主！”秦家宅院内，下人神色慌张，匆匆跑到秦阳明面前。此刻的秦阳明鼻青脸肿，浑身散发着一股颓败之气，重伤在身，每挪动一下都似有万针斩刺。何事如此惊慌？秦阳明强撑着一口气，声音沙哑：“小的联系上大小姐秦逸嫣了。”下人小心翼翼地说道。秦阳明眼中瞬间闪过一丝光亮，急切问道：“他怎么说？”大小姐回话说：“他目前正在修炼的紧要关头。”下人顿了顿，接着道：“不过1月后的宗门收徒，他定会回到洛安城。”秦阳明紧攥拳头，关节泛白，心中满是不甘与愤恨。大小姐还说，父亲的仇，弟弟的仇，还有家族的仇，他定要让苏家、林家付出惨痛代价。下人又补充道。秦阳明听闻，仰头望天，眼眶泛红，内心苦涩：“逸嫣呐，家族如今深陷泥沼，就盼你能归来力挽狂澜了。苏家、林家，你们给我等着，待我女儿回来，定要你们血债血偿。”在这秦家之内，气氛压抑的仿若能滴出水来。秦阳明拖着那重伤之躯，一步一步艰难的踱步，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被苏老爷子重创的画面，每一幕都如刀割般刺痛他的心。苏家、林家，你们这群卑鄙小人，竟敢如此欺我秦家！秦阳明忍不住低声咆哮，那声音中饱含着无尽的怨怒。而远在紫云宗的秦逸嫣，此时正于一处灵气氤氲的山洞中闭关修炼。她身姿动人，肌肤胜雪，3000青丝如瀑般垂下，眉眼间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英气。“父亲、弟弟，你们放心，等我此次突破，定要让苏家、林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秦逸嫣在心中暗暗发誓，随后双眸紧闭，
周身灵气如汹涌浪潮，疯狂涌动起来。苏家老爷子苏胜杰满脸慈爱，大手一挥，将家族宝库大门轰然敞开，声若洪钟道：“明儿，此番你要前往紫云宗，这家族宝库中的修炼资源，你随意挑选，千万别客气。”苏明心中暖意流淌，面上却极为沉稳，微微摇头，轻声说道：“爷爷，孙儿谢过您的厚爱，但孙儿无需太多，拿些灵药便可。”苏胜杰眉头轻皱，眼中满是不解，问道：“明儿，这是为何？宝库之中天才地宝众多，随便一件都能助你在修炼之途突飞猛进，你怎就只要灵药？”苏明目光坚定，缓缓解释道：“爷爷，此前您已然给了孙儿大量的灵石，如今苏家也需这些资源发展，若孙儿拿得过多，苏家定会陷入窘迫，往后诸多事务恐难开展。孙儿明白轻重，灵药于我而言已然足够。”苏胜杰长叹一声，眼中满是欣慰，感慨道：“明儿，你能这般顾全大局，实乃苏家之幸啊。”苏明挑选好灵药，回到别院，他双眸瞬间燃起炽热光芒，仿佛两簇跳动的火焰，满是兴奋与期待。今日便要用这些灵药炼制神形丹与灵魄丹。苏明喃喃自语，声音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毅。他迅速布置好丹炉，那丹炉古朴厚重，炉身上刻满神秘符文，在光芒映照下隐隐闪烁着奇异光泽。苏明双手如幻影般舞动，将一株株灵药精准投入丹炉之中。这株百年血灵草蕴含磅礴生机，是炼制神形丹的关键。苏明一边投放灵药，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紧接着他掌心涌起一团炽热火焰，那火焰呈幽蓝色，温度极高，瞬间将丹炉包裹。苏明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却浑然不觉，全神贯注地控制着火焰温度。温度再高些许，神形丹的药效方能更上一层楼。苏明牙关紧咬，眼神中满是决绝。随着时间缓缓流逝，丹炉中渐渐散发出阵阵奇异香气，那香气弥漫开来，整个别院都仿佛被一层神秘的光晕笼罩。成了！苏明猛地大喝一声，双手快速结印，丹炉盖子砰的一声弹开，28枚圆润饱满、散发着璀璨光芒的珍品神形丹如灵动的小鸟般飞出。苏明满脸欣喜，小心翼翼地将神形丹收起，眼中满是成就感。接下来便是灵魄丹了。苏明稍作休息，再次投入到紧张的炼丹之中。这一次他投入的灵药更为珍贵，每一株都闪烁着神秘光芒。苏明的神情愈发专注，额头青筋暴起，显然承受着巨大压力。这灵魄丹虽然炼制过了，但是炼制难度依旧是极大，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苏明心中冷静，火焰在丹炉下熊熊燃烧，炉内灵药不断融合变化。苏明紧紧盯着丹炉，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终于丹炉再次发出一阵轰鸣，50枚珍品灵魄丹闪耀着夺目光华，缓缓飘出。苏明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恰在此时，林念瑶身姿丰盈，步伐轻灵地出现在苏明面前。其容颜绝美，双眸仿若秋水含情，肌肤胜雪，一袭淡粉罗裙更衬得她身姿曼妙，曲线玲珑。苏明，我要与你一同前往紫云宗，哪怕无法成为紫云宗弟子，我也要伴你左右，毕竟我理应与自己的男人在一起。林念瑶目光坚定，语气满是不容置疑，不经意间眼底闪过一丝狡黠。苏明眉头微蹙，心中暗自思忖，此行前往紫云宗，危机四伏，他对自己虽信心十足，可若带上旁人，实难周全。念瑶，这一趟太过凶险，我不能带你涉险。苏明言辞恳切，神情凝重。言罢，他手掌一翻，掌心赫然出现20枚珍品灵魄丹，丹药散发着氤氲宝光，香气四溢，一看便非凡品。这是20枚珍品灵魄丹，你在家中安心修炼，待我归来。苏明轻声说道。林念瑶美目圆睁，满是惊讶之色，这竟是珍品灵魄丹？不错，是我亲手炼制，你收下，对你修炼大有裨益。苏明神色温和，林念瑶却轻轻摇头，我如今并不缺丹药，你此去艰辛，这些丹药你留着自用。见林念瑶心意已决，苏明无奈，只得将丹药收起。这次的紫云宗之行，也不是我不带你，而是我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你安心在家待着，以后有机会我会回来接你的。苏明如实的说道。最后林念瑶也明白了，苏明这一次是不会带自己一起前往紫云宗，心中虽有失落，却也知晓苏明心意难改。于是他亲自下厨，精心烹制了一桌丰盛佳肴。苏明，这是为你饯行的饭菜，你且尝尝。苏明看着满桌美食，心中却不禁泛起一丝警惕，目光在菜肴上扫视，暗自揣测林念瑶是否会在其中做手脚。瞧你那模样，实力比我强，胆子却这般小。林念瑶似笑非笑，美眸中闪过一丝狡黠。苏明仔细查看一番，确认菜中并无异样，这才动筷。
然而片刻之后，苏明只觉浑身发软，心中大惊：念瑶，你怎么又给我下药了？林念瑶俏脸微红，缓缓靠近苏明，轻声笑道：菜里可没药，酒里才有。次日，苏明悠悠转醒，林念瑶已然不见踪影。他只觉身体仿若被掏空，亏空到了极点。可奇异的是，自身修为竟悄然提升一层，已然踏入巨元境4层。苏明也不含糊，顺手摸出几枚灵魄丹，直接丢入口中，丹药瞬间化作磅礴药力，填补着身体的亏空。而后他来到苏老爷子住处，准备告别。爷爷，孙儿要踏上前往紫云宗的路途了。苏明恭恭敬敬说道。苏老爷子目光中满是担忧，凝视着苏明，开口叮嘱：明儿啊，若是途中遇到你二弟和三妹，可向他们求助。想当年他们外出历练时，实力便已达巨元境，有他们帮衬，你能安稳些。苏明心中一暖，应道：孙儿记下了，爷爷放心，等孙儿解决了这次的问题，归来之时便是咱们苏家开启盛世之际。好好好，那爷爷就等你扶摇直上。苏老爷子眼中含泪，有些不舍。实际上苏老爷子早已暗自决定要暗中护送苏明一程。苏明刚一离开，苏老爷子便施展隐匿之法，悄然跟上。然而刚一出城，苏明便从怀中掏出一枚神航丹，毫不犹豫吞入口中。刹那间，他的速度陡然飙升，整个人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远方疾驰而去。苏老爷子身为通明境强者，此刻竟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这小子怎会跑这么快？苏老爷子心中震惊不已，他运足目力，全力追赶，可终究还是眼睁睁看着苏明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中。震惊之余，苏老爷子脸上又浮现出一抹欣慰之色。我这孙儿果非常人，此次前往紫云宗，想必不会有危险了。苏明一路疾驰，脚下灵力翻涌，仿若踏云而行。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便是赶在前往紫云宗的时间里，尽快提升实力，这样到了紫云宗才更有把握。于是在这3天马不停蹄的赶路途中，他果断取出身上剩余的40几枚灵魄丹，这些灵魄丹每一枚都散发着氤氲宝光，灵力波动隐隐溢散。苏明盘膝而坐，运转阴阳神诀，刹那间体内阴阳二气如2条狂暴的巨龙相互沸腾碰撞。他双手快速结印，那一枚枚灵魄丹仿若受到无形力量的牵引，纷纷悬浮在他身前。给我炼化！苏明低喝一声，声音中满是决然。灵魄丹瞬间化作一道道灵力洪流，朝着苏明体内疯狂涌去。刚开始时，苏明只觉体内灵力如小溪潺潺流淌，随着灵魄丹不断炼化，小溪逐渐汇聚成江河，波涛汹涌。巨元境4层的瓶颈在这强大灵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苏明咬紧牙关，额头豆大的汗珠滚落，面色因用力而涨得通红。破！他猛地一声怒吼，体内传来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仿若枷锁崩断。巨元境4层的瓶颈轰然破碎，他成功迈入巨元境5层。苏明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抹金芒，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不禁感慨：境界高了，这真品的灵魄丹竟已有些不够看了。他心中暗自思量，接下来必须收集更多的灵药，炼制更高级的丹药才行。希望紫云宗不会让我失望。苏明一路风驰电掣，很快就来到了紫云宗的地界。眼前一伙人正围着一个妙龄女子，那叫一个嚣张跋扈。这女子身着青衣，模样娇俏，一张童颜，却有着令人喷血的傲人身材，胸前双峰高耸，曲线玲珑，每走一步，那身姿摇曳生姿，实在是诱人之极。苏明眉头一皱，心中暗忖：这都什么事儿啊？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个弱女子，真特么丢范儿。不过他也不是莽撞之人，暗中运起灵石，一扫这伙人的修为。嘿，好家伙，清一色的巨元境2层、3层，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弱爆了的小喽啰，抬手就能给拍扁了。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苏明冷哼一声，朗声道。为首那家伙一脸横肉，恶狠狠地瞪向苏明：哪来的愣头青，赶紧给老子滚犊子，不然今天就让你竖着来横着走。此时那童颜少女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楚楚可怜的呼救：公子救我！我叫纪木青，不小心跟家里人走丢了，我是紫云城季家之人，若公子救了我，必有重谢。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好嘞，姑娘别怕，看我收拾这群杂碎。说时迟那时快，苏明周身灵气瞬间爆发，如同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滚滚而来。他脚下轻点，整个人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直接冲向那伙人。砰砰砰，一连串的闷响如同爆豆一般。苏明拳风呼啸，每一拳挥出都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那些巨元境的小喽啰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被他打得东倒西歪，惨叫连连。不过眨眼间，这伙人便全部瘫倒在地，
哭爹喊娘。苏明拍了拍手，一脸轻松，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季慕清美目流转，满是感激地看向苏明，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还望公子能随我去季家，定要好好答谢公子。苏明这才近距离打量季慕清，不得不承认，这女人的身材实在是太犯规了，那胸前的波澜壮阔，简直让人移不开眼。他赶忙收回目光，轻咳一声：“姑娘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只是我此番前来是要前往紫云宗拜山门，加入紫云宗就不便叨扰了。”季慕清微微一愣，随即展颜一笑，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盛开的鲜花，明艳动人。公子有所不知，距离紫云宗招收弟子还有1个月的时间呢，现在去是肯定拜入不了紫云宗的。不过公子救了我，我季家在紫云宗内也有人脉，若是公子愿意，我现在便能帮公子加入紫云宗。苏明心中一动，原本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如此，那就多谢姑娘了。苏明随着季慕清踏入了紫云宗外门之地，刚一到，便见那边一阵喧闹。哼，我们可都是家族里响当当的天才。一个满脸傲气的青年扯着嗓子吼道：“凭啥紫云宗不收咱们？就是，咱们天赋绝伦，乃能被拒之门外？”旁边一人附和，鼻孔都快朝天了。这时，一个身着管事服饰的中年男子一脸严肃地站出来，朗声道：“诸位莫要吵闹，紫云宗收徒自有规矩，眼下并非收弟子之时，还请诸位1月之后再来。1月之后，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先前的傲气青年满脸不屑：“我等天赋异禀，在家族中都是重点培养的对象，区1个月的等待，简直是浪费我们的修炼时间。”管事眉头一皱，神色冷峻，沉声道：“宗门规矩不可更改，纵是天才也得遵循。1个月并不长，能等便等，不能等，那便请回吧。”你……那青年被噎得满脸通红，恼羞成怒：“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管事，竟敢如此对我们说话，信不信我让家族来收拾你们紫云宗？”管事冷哼一声，周身气息陡然一震，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弥漫开来。放肆！在紫云宗外门，岂容你这般撒野？再敢闹事，休怪我不客气。说罢，管事右手一挥，一道灵力如汹涌浪潮般席卷而出，直接将那几个闹事的青年轰飞出去数丈之远。哎呦！那几个青年摔落在地，狼狈不堪，疼得直叫唤。记住了，管事走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眼神冰冷，不准再在此处闹事，否则下次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教训了。那几个青年咬着牙，满脸不甘，却又不敢再吭声，只能灰溜溜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离去。此刻，苏明和季慕清走上了前。季慕清稚嫩的面容，外加一对傲人的双峰，恰似含苞待放却又风情万种的花蕊。这般模样一现身，瞬间就像磁石一般，将周围众人的目光都吸了过来。之前被警告的那几人，此刻皆是一脸丧气，仿若斗败的公鸡。他们走上前来，好心提醒苏明与季慕清：“你们也是来加入紫云宗的吧？但还得等上1个月呢，现在去根本没用。”季慕清嘴角轻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没有多说什么。他带着苏明径直朝着紫云宗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季慕清步伐轻盈，身姿摇曳生姿，那纤细的腰肢仿若随风摆动的柳枝，每一步都踏出别样的韵味。很快，在季慕清的一番运作下，苏明竟成功走了后门，加入了紫云宗。季慕清眨着灵动的大眼睛，笑意盈盈地说道：“我二叔可是紫云宗外门的执事呢，虽说不是啥超级大佬，但这点小权力还是有的。我呀，以后也会加入紫云宗，只不过现在年纪还没到。苏明大哥，你可得好好干，有空就多去季家找我玩，到时候咱一起闯荡，说不定能闯出一片大大的天地呢。”季慕清走后，苏明瞧着自身所处，满心无奈，内心如汹涌暗流般翻涌。这杂役弟子的身份，我远道而来，可不是为了干这些粗使杂役活的，分明是奔着成为正式弟子去的。那秦家的秦逸烟，哪像我这般，只是个杂役，他的地位可比我高出太多了。一想到秦逸烟，苏明眉头紧蹙，脸上闪过一丝不甘。若一直是这杂役身份，地位远不及秦逸烟，苏家往后怕是还得被秦家死死拿捏啊。苏明握紧了拳头，心中满是愤懑，目光中透着决然，仿佛要冲破这身份的桎梏。不过事已至此，唯有坦然接受。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面上却无半分颓丧之色，且立下目标，1月之内定要成为正式弟子。那秦逸烟又如何？我定要将其超越。哼，以我之能，或许数日便可达成，何须1月之久？那些所谓的艰难险阻，在我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苏明沉下心思，朝着杂役弟子住所赶去。忽然，一个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来者正是杂役弟子吴涛，此人身具凝气7层的实力，平日里在杂役弟子中也算有些小威风。
喂，小子！吴涛满脸横肉一甩，恶狠狠地开口：“刚才那个美得冒泡的女人，可是我们老大看上的，你给我识相点，离她远些，懂不？”苏明眉头微皱，心中涌起一丝不悦，却并未言语。吴涛见苏明没反应，还以为他怕了，越发嚣张起来。还有，这些活儿今天都归你干了。说着，他大手一挥，指向一旁堆积如山的杂物，都是些杂役平日里最繁重、最脏累的活儿。苏明心中怒火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他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啪！一声脆响，苏明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扇了过去。这一巴掌力量极大，直接把吴涛打得原地转了个圈，整个人都懵在了当场。你敢打我？吴涛捂着火辣辣的脸，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苏明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你一个凝气7层的杂役，也敢跟我叫板？话音刚落，一股磅礴的巨元劲气息瞬间从苏明体内汹涌而出，如同一股无形的风暴席卷四周。吴涛只觉一股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双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在地上。他的眼睛瞪得滚圆，脸上写满了恐惧与震惊，嘴巴大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吴涛感觉自己如同一只蝼蚁，在苏明这股强大的气息面前毫无反抗之力。苏明来到杂役弟子的住所，顺利完成报到。分到的院子破旧不堪，他亲自动手收拾干净，暂且在此安下身来。一番打听后，苏明知晓了杂役弟子晋升正式弟子的规矩。原来得攒够300个宗门贡献积分才行，可干杂役的活儿，积分实在难拿，有的人忙活一整年都不一定能攒下10个积分，不少人终其一生都被困在杂役这个身份里。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获取宗门贡献积分的任务，对于杂役来说都很危险，但是收获却很多。对于别的杂役来说很危险，但是对于我来说危险系数应该不算高，看来接下来还是要接取任务，同时还能获得积分和奖励。正思索着，陡然间一声巨响传来，砰！自家院子的门竟被人一脚踹碎。只见武浩轩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此人可是紫云宗外门的正式弟子，实力达到了巨元境。他身后还跟着一群小弟，气势汹汹，一看就来者不善。武浩轩满脸怒容，恶狠狠地盯着苏明，大声吼道：“哼，你个新来的杂役弟子，哪来的胆子，竟敢如此嚣张揍我武浩轩的人？老子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武浩轩那叫一个嚣张，鼻孔都快朝天了，指着苏明的鼻子就骂：“哼，你个走后门进来的废物，也敢在这撒野，还打了我小弟吴涛，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苏明心中冷哼，面上却神色平静，毫不示弱地回怼道：“就凭你也想教训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武浩轩一听，肺都快气炸了，周身灵力瞬间爆发，巨元境3层的实力展露无遗，恶狠狠地吼道：“小杂种，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苏明哪会惯着他这臭毛病，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冷声道：“就凭你还不够格？”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一脚踢了过去。武浩轩见状，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心想着这不知死活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他身形一闪，就要躲开这一脚，顺便给苏明来个迎头痛击。可他万万没想到，苏明这看似普通的一脚，竟蕴含着恐怖的力量。砰的一声，他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被踹飞了出去。怎么可能？武浩轩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心中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一个新来的杂役怎么会这么强？比我还强？他的一众小弟们也都傻眼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原本还嚣张跋扈的他们，此刻全都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苏明拍了拍手，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眼神冷冷地扫过武浩轩和他的小弟们，那眼神仿佛在说：“还有谁？”武浩轩心中那叫一个不服气，猛地再度站起身来。哼，苏明，休要张狂！他这般怒吼着，周身灵力瞬间涌动，当即施展出一门武技，整个人如同一头发狂的凶兽，朝着苏明悍然冲去。苏明见状，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就凭你也想伤我？”只见他身形一闪，速度快到极致，眨眼间便来到武浩轩身前。紧接着他抬手便是一拳轰出，拳风呼啸，仿若能撕裂虚空。这一拳结结实实地砸在武浩轩身上，砰！武浩轩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瞬间变得鼻青脸肿。啊，我错了，苏明，饶了我吧！武浩轩躺在地上，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不断地求饶认错，那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然而苏明可没有就此罢休的打算。哼，打碎的门你自己修好，还有把你身上的修炼资源都给我交出来。武浩轩满脸屈辱，却又不敢违抗，只能咬着牙卑微的起身，先是将刚才被自己踢碎的门仔仔细细修好，随后他颤抖着双手
将自己所有的修炼资源全都奉上。这里有灵石300块，冥器级别的灵剑1件，灵药13株，苏明，我都给你了，求你放过我吧。武浩轩表面上这般说着，心里却早已恨得牙痒痒。苏明，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辱，我定要千百倍讨回。在这紫云宗内，你一个聚元境的弟子，别以为有多了不起，我定会找更厉害的帮手，将你碎尸万段。他心中暗自盘算着，表面上却依旧装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苏明可不管武浩轩心里在想些什么，要不是他现在刚来，杀人不太好，不然这武浩轩能活着走出这院子就怪了。哼，算你识相，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武浩轩如获大赦，赶忙带着手下灰溜溜地逃走了。苏明紧攥着手中灵剑，目光灼灼，内心翻涌。此剑锋利，得配一门顶级剑诀，方能发挥其威。师尊阴阳丹尊所留传承，如同一座宝库，在他脑海中徐徐打开。诸多剑诀里，这崭新剑诀竟透着一股毁天灭地之威，就他了。念及修炼动静稍有不慎，便会惊动四方。苏明眼中闪过决然，不可在外修炼，得寻一隐秘之所。他心意一动，瞬间没入阴阳戒指空间。此地静谧，唯有灵气如丝如缕萦绕周身。苏明盘膝而坐，灵剑横于膝上，深吸一口气，运转起崭新剑诀。这剑诀开篇便要以神魂引剑气入体，再凝于剑上，谈何容易？剑气出入经脉，如千针穿刺。苏明额头汗珠滚落，却紧咬牙关，一声不吭。哼，这点痛处岂能阻拦我？他的脸色愈发苍白，双手微微颤抖，可眼神却愈发坚定。崭新剑诀，给我成！随着他一声低喝，剑气陡然在体内肆虐起来，经脉似要被撑爆。啊！苏明忍不住闷哼一声，却依旧死死坚持。不知过了多久，那股狂暴的剑气竟渐渐被驯服，缓缓凝聚于灵剑之上。剑身微微颤动，似在欢呼，一道道星芒若隐若现。终于成功入门了。苏明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疲惫却欣慰的笑容。一夜修炼，阴阳戒指空间外，天色已大亮。苏明大步迈入杂役任务大殿，目光一扫，只见任务板上仅有3个高贡献积分的任务。任务1：击杀聚元境7层的妖兽吸魔犬，并获取妖核，奖励积分50。任务2：采摘聚元境级别的灵药9厘果，奖励积分60。任务3：帮助清江镇驱除妖邪，奖励100积分。好家伙，全是硬茬子任务啊！苏明心中一凛，可旋即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毫不犹豫道：这3个任务我全领了。负责的杂役执事蒋墨峰本在低头整理卷宗，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惊讶，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明，急道：你可知这任务有多危险？随便一个都能轻易要了你的小命，你竟想3个一起揽下？苏明神色平静，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淡然道：执事放心，我自有分寸，7天后我便来交接任务。周围一众杂役弟子听闻此言，顿时哄笑起来。这家伙他不是脑子进水了吧？这3个任务哪个不是要命的，他还全接了，简直不自量力。就是，估计出了宗门就再也回不来了，白白丢了性命。苏明充耳不闻，心中却暗自思忖，这3个任务加起来也才210积分，离那300积分还差得远呢。看来只能先做完这仨，回来再多接几个，方能凑够。念及此，苏明再不犹豫，转身大步迈出紫云宗。可他前脚刚走，后脚几道黑影便鬼魅般从暗处闪出，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苏明，可算把你堵住了！一声尖锐呼喊划破长空。苏明抬眸，只见武浩轩那厮正站在前方，一脸狰狞，其身旁立着一位身姿挺拔的青年，面庞冷峻，眼神中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慢。这位乃是于俊泽师兄，外门正式弟子，来自紫云成瑜家。聚元境7层的修为，在咱外门那可是顶尖的存在。武浩轩满脸谄媚，在于俊泽身旁极尽讨好之能事，旋即又恶狠狠地看向苏明。哼，苏明，今日有于师兄在此，看你还能如何嚣张？苏明目光平静，手中灵剑微微一颤，剑声嗡鸣，似在呼应主人的战意。他心中暗忖：武浩轩，上次放过你是念在同门一场，可你却不知悔改，竟还搬来救兵。既如此，就休怪我不客气了。于俊泽微微仰头，眼神轻蔑地扫过苏明，鼻孔里轻轻哼出一声：你便是苏明？听闻你在宗内还有些手段，不过在我于俊泽眼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今日乖乖跪地求饶，兴许本大爷心情一好，还能留你一条小命。苏明嘴角微微上扬，扯出一抹冷笑：于俊泽，聚元境7层又如何？莫要以为有点修为便可以肆意妄为。今日谁拦我，谁死！
说罢，周身灵力涌动，一股强大的气息自他体内蓬勃散发。大言不惭！于俊泽怒喝一声：“武浩轩，给我上！先挫挫他的锐气！”武浩轩的令手持一柄短刀，身形如电，朝着苏明扑了过去，刀光闪烁，带着丝丝寒意。苏明眼神一凛，不退反进，手中灵剑划出一道绚丽的弧线，正是斩星剑诀起手式。如今在宗门之外，苏明可就没有了那么多的顾忌。刹那间，天空中似有星辰闪烁，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朝着武浩轩席卷而去。啊！武浩轩发出一声惨叫，他的身体在剑气的冲击下，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生死不知。你竟敢杀他！于俊泽见状，双眼瞬间瞪得滚圆，脸上满是震惊与愤怒。苏明，你彻底激怒我了，今日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随着于俊泽的怒吼，他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巨元境7层的强大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周围的空气都似乎为之扭曲。只见他双手快速结印，一个巨大的灵力光球在他掌心凝聚，光球内电芒闪烁，似蕴含着恐怖无比的力量。接我这一招，风元爆！于俊泽猛地将灵力光球朝着苏明砸了过去，光球所过之处，大量的树木被瞬间撕裂，化作粉碎。苏明面色凝重，他能感受到这一招的恐怖威力，当下不敢有丝毫大意，将体内灵力运转到极致，灵剑光芒大盛。他口中念念有词，斩星剑诀的第一式星辰坠落即将施展，哼，不自量力，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于俊泽看着苏明，眼神中满是杀意。苏明深吸一口气，手中灵剑猛地朝着天空一挥，刹那间天空中无数星辰光芒大盛，一道道星辰之力如长虹贯日般朝着于俊泽的风元豹冲击而去。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星辰之力与风元豹在半空中轰然相撞，强大的能量波动瞬间席卷四周，地面被撕裂出一道道巨大的沟壑，周围的树木在这股力量下瞬间化为齑粉，烟尘弥漫。苏明和于俊泽的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于俊泽惨遭重创，脸上满是惊恐之色，仿若见鬼一般。哼，想跑？没那么容易。苏明冷哼，周身灵力翻涌，作势欲追。可于俊泽这司境祭出一张保命符箓，刹那间光芒大盛，符箓裹挟着他，如流星般瞬间消失在天际。苏明顿足，满脸不甘，眼睁睁看着他遁逃，自己却无能为力。可恶，这符箓竟如此厉害，让这小子跑了。目光一转，苏明看向那些剩下的小弟，眼中寒芒闪烁，你们也别想好过。他身形如电，瞬间欺身而上，灵力在掌心凝聚，化作一道道灵力的掌印，狠狠拍向那些小弟。砰砰砰，一声声闷响传来，那些小弟根本毫无招架之力，纷纷被击飞出去，倒地不起，个个疼得惨叫连连。苏明冷哼一声，上前搜身，将他们身上为数不多的灵石、低阶丹药一股脑收走。他瞥了眼手中的丹药，满脸嫌弃，切，就这，还不如我自己炼制的呢，真是辣眼睛。嘴上虽这么说，还是将东西收了起来，心里想着罢了，以后拿去卖了，多少能换些灵石。苏明深知于家那可是个庞然大物，于俊则吃了这么大的亏，于家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会来找自己的麻烦。不行，我必须得更快成为正式弟子。苏明眉头紧锁，心中暗自思忖，一旦成为正式弟子，就算于家找麻烦，我也有身份作为依仗，绝不能再像个杂役弟子般任人胡乱打杀。他攥紧了拳头，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决然。苏明接连吞服神行丹，那神行丹入腹，药力瞬间爆发，化作磅礴力量，疯狂推动他前行。眨眼间，他便已抵达首个任务之地。此次任务是在这暗月森林猎杀一头巨元境7层的吸魔犬，取其妖核便能获50贡献积分。这积分可太诱人了，相当于一个普通杂役，累死累活干上数年任务才能攒够啊！苏明心中暗自盘算。踏入暗月森林，阴森气息扑面而来，树木遮天蔽日，偶尔透过缝隙洒下的微光也被这浓郁的黑暗迅速吞噬。苏明目光锐利，警惕地扫视四周，手中长剑闪烁着寒芒。忽然，数头低阶吸魔犬从暗处窜出。这些吸魔犬外形狰狞恐怖，身躯粗壮，皮糙肉厚得好似铜墙铁壁。来得正好，先拿你们练练手，顺便攒些妖核。苏明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身形如电，瞬间欺身而上，手中长剑舞动，施展出斩星剑诀。斩！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如星辰破碎，携着无尽威势，狠狠斩向那些吸魔犬。低阶吸魔犬们哪经得起这般攻击？几声惨叫过后，便纷纷倒地，妖核滚落而出。苏明俯身捡起妖核，收入囊中，同时心中思索：在这暗月森林，不知那具元境7层的吸魔犬藏在何处？
我得尽快找到他，完成任务，提升积分。一边寻找，苏明一边不断与低阶吸魔犬战斗。每一次战斗，他对崭新剑诀的运用愈发熟练，战斗力也在飞速提升。这崭新剑诀威力越来越强了。待我寻到那巨猿境7层的吸魔犬，定要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苏明握紧手中长剑，喃喃自语。他的身影在这阴森的暗月森林中快速穿梭，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向着深处进发，目标只有一个，那巨猿境7层的吸魔犬。苏明一路疾行，双眸仿若寒星，锐利地扫视四周。不多时，便锁定了一头巨猿境7层的吸魔犬。这孽畜正盘踞于一个幽深巨大的洞穴之中，周身散发着凶煞气息。洞穴内光影交错，似有打斗的身影。苏明心中一凛，悄然靠近。待看清那与吸魔犬激战之人，竟是个身姿丰盈的红衣女子。她体态玲珑，腰肢如柳，肌肤胜雪，一双美目顾盼生辉，美得惊心动魄。苏明心中猛地一颤，刹那间竟以为是季慕清。只因这女子与季慕清面容极为相似，那熟悉的轮廓让苏明瞬间恍惚，想都没想，便提剑如电般冲入战场。杀！苏明怒吼一声，剑气纵横，仿若蛟龙出海，直逼吸魔犬。女子见状，美眸中闪过一丝异彩，手中长鞭挥舞，如灵蛇狂舞，与苏明默契配合。在两人的联手下，吸魔犬虽凶猛异常，却也渐渐力不从心。不多时，吸魔犬轰然倒地，气绝身亡。苏明长舒一口气，正待开口，目光再次落在女子身上，这才惊觉自己认错了人。抱歉，姑娘，我方才认错人了。你与我相识之人极为相像。苏明满脸歉意，拱手说道。女子轻启朱唇，笑语嫣然。无妨，多谢公子仗义相助。若不是公子及时援手，今日我怕是要折在这里了。苏明目光扫过女子那傲人的身材，暗自摇头，心中感叹，虽与季慕清一样有着惹火身材，却终究不是他。不知公子为何要寻这巨猿境7层的吸魔犬？女子好奇问道。实不相瞒，是任务所需，需要一枚巨猿境7层的吸魔犬的妖核。苏明直言不讳。女子闻言，美目流转，嘴角勾起一抹动人笑意。如此，这妖核便赠与公子。我所需的只是这吸魔犬的犀角，用作炼器材料。苏明心中一喜，接过妖核，再次拱手。多谢姑娘慷慨，大恩不言谢。公子客气，就此别过。女子说完，身姿轻盈，转身离去，留下苏明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泛起一丝别样的涟漪。苏明整顿心情，朝着第二个任务地点奔去。那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湖泊，湖水清澈，波光粼粼，仿若一面巨大的镜子平铺大地。苏明刚至湖边，便瞧见一道熟悉的倩影，正是那红衣女子季红珊。她身姿依旧那么的丰盈婀娜，在湖边宛如仙子临世。两人目光交汇，皆是一愣。好巧啊！苏明率先开口，嘴角泛起一抹笑意。季红珊也不禁莞尔。是啊，真巧啊，没想到在此还能与公子相遇。苏明跟季红珊简单交流，目光不自觉地在季红珊那火爆身材上扫过。好家伙，这身材简直绝了，大得离谱！真没想到，你竟与我妹妹季慕清相识。季红珊美目流盼，话语中满是意外，这可真是巧上加巧。苏明心底暗存，这缘分来得突然，不过倒也有趣。面上却不动声色，微微颔首。是啊，与令妹有过几面之缘。季红珊身姿丰盈，望向那片波光粼粼的湖泊，眼中闪过一抹决然。我此番目标是湖中那头黑纹理，巨猿境8层的实力十分强大，本来还头疼怎么对付，没想到遇到了师兄。苏明目光一凝，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心中对这妖兽的强悍也有了估量。旋即他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我想要的是他守护的9离果。既然如此，咱们不妨合作，各取所需，如何？季红珊美眸一转，打量着苏明，似在权衡利弊。须臾展颜一笑，那笑容仿若春日繁花，明艳动人。好，我正有合作之意，有师兄相助，猎杀黑纹理把握也大些。苏明心底暗自兴奋，此番合作若能成功，9离果便有望到手。二人站在湖边，湖风拂过，吹起季红珊的发丝，她身姿摇曳，手持长剑，仿若一朵盛开在风中的艳丽玫瑰，绝美动人。苏师兄，今日你我定要将这黑纹理斩于剑下。他红唇轻启，声音清脆如铃。苏明紧握着剑，目光坚定。红珊姑娘多加小心。二人周身灵力翻涌，形成一道灵力屏障，宛如蛟龙入水，直入那幽邃湖水之中。刹那间，湖水仿若被一只无形巨手搅动，滚滚波涛汹涌而起。黑纹理察觉到外敌入侵，猛地转身，庞大身躯如同一艘黑色战舰，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季红珊见状，美目闪过一抹决然，手中长剑舞动，瞬间施展出红风剑法。
只见剑影重重，恰似那秋日里被狂风席卷的红风，漫天飞舞。每一道剑影都携着凌厉剑气，直逼水下那身形庞大的黑纹理。哼，看我这红风剑法，定要你这孽畜好看。他轻哼一声，贝齿咬唇，尽显巾帼英气。苏明也不示弱，周身气势陡然攀升，崭新剑法现。他大喝一声，手中长剑绽放出璀璨光芒，仿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携着毁天灭地之威，朝着黑纹理斩去。季红山心中大惊，这苏明的崭新剑法竟如此强大，每一道剑招都蕴含着无尽的星辰之力，仿佛能将天空斩裂。这剑法怎会如此恐怖？他忍不住喃喃自语，美眸中满是震撼之色。黑纹理虽是强大无比，但面对二人如此凌厉的攻击，也有些招架不住，却依旧顽强抵抗。他身躯扭动，鳞片闪烁着诡异的黑光，每一次摆动都能掀起一阵强大的水流冲击。激战正酣，黑纹理突然猛地发力，一道黑色的水刃朝着季红山斩去。季红山躲避不及，被水刃击中，身形一晃，灵力盾破碎，一道暗劲儿狠狠地落在了他身上。湖水瞬间将他的衣服打湿，那傲然的身材曲线在薄薄的湿衣下展露无遗。苏明眼角余光瞥见，心中微微一震，这竟比季慕清的身材还要好上几分。他暗自惊叹，却也迅速回过神来，手中剑招愈发凌厉，将黑纹理的攻击尽数挡下。红山姑娘，你没事吧？苏明焦急喊道。我没事，继续战斗。季红山咬着牙，强忍着伤痛，再次挥剑冲向黑纹理。湖水之中，三人的战斗愈发激烈，凌厉光芒闪烁，剑气纵横，那滚滚波涛仿佛要将整个湖泊掀翻。苏明与季红山全力与黑纹理激战，周遭灵力翻涌，浪涛冲天。哼，这黑纹理当真棘手。苏明低喝，手中灵剑光芒大盛，剑鸣之声震耳欲聋。季红山面色苍白，却依旧身姿动人，手中法诀不断变换，不能放弃，定要将其斩杀。苏明眼眸中寒芒一闪，周身气息疯狂攀升。看我这一剑！刹那间，他施展出压箱底的剑术，一道璀璨剑芒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威，直刺黑纹理。噗！剑芒洞穿黑纹理身躯，黑纹理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可就在此时，濒死的黑纹理猛地发力，一道黑色尾鳍如利刃般扫向季红山。红山小心！苏明惊呼，却已然来不及。季红山躲避不及，被尾鳍击中腹部，一口鲜血喷出，娇躯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随后昏迷不醒。苏明心急如焚，快速收起掉落一旁的灵药九离果，这可是完成第二个任务的关键。他连忙抱起季红山，施展身法回到岸上。红山，你一定要撑住！苏明看着季红山腹部那触目惊心的伤口，双手颤抖着扒开他的衣服，准备疗伤。映入眼帘的是季红山那傲然的身材，苏明不禁心中一颤，那冲击感让他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他的手不受控制地捏了几下，弹性十足，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萦绕。但很快，苏明回过神来，意识到此刻不是发呆的时候。罪过，真不怪我。苏明迅速施展疗伤之法，取出一株灵药捏碎敷上，灵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季红山体内，稳住了伤口。随后他脱下自己的衣服，轻轻给季红山披上。不知过了多久，季红山悠悠转醒，他低头看到自己的状态，顿时满脸羞红，娇艳欲滴。多谢苏师兄救命之恩。季红山声音如蚊蝇般微微低头，不敢直视苏明的眼睛。回了宗门，红山定当报答师兄大恩。苏明神色凝重，看向季红山，沉声道：红山，你赶紧回去治疗，我手上的灵药数量有限，眼下也只能暂时帮你稳固伤势。季红山黛眉轻皱，眼中满是疑惑，问道：苏师兄，你为何不与我一同回紫云宗？咱俩一起走，相互也有个照应。苏明目光坚定，语气透着不容置疑。我还得抓紧时间做杂役任务，一刻都耽搁不得。季红山虽满心不解，却也不再多问，转身离去。走在途中，他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心中暗自思忖：苏师兄如今实力如此强大，比我还要强上几分，怎么还只是个杂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念及此处，他美目圆睁，脸上满是震惊之色。与此同时，对苏明的好奇如同春日里疯长的野草，愈发浓烈。苏明一路风驰电掣，朝着第3个任务地点奔去，心中暗自盘算，此去定要全力以赴，斩获积分。第3个任务地点名叫清江镇，听闻镇子规模不算宏大，约莫住着200来号人。此次任务内容是助清江镇驱除妖邪，一旦完成便能获取足100积分。在这3个任务里，此任务所给积分最多，苏明心里门清，这也意味着最为危险，故而他一路之上皆是万分谨慎。刚至镇子最外围，陡然间一道身影仿若离弦之箭扑面而来，一道身影从清江镇内疯狂冲出。
苏明身形一闪，轻松避开。那人头也不回，边逃边好心大喊：“兄弟，赶紧逃啊！这地儿危险到爆，简直要命！”苏明目光投向清江镇，好家伙，镇中果然萦绕着大量黑气，诡异的一批。这啥情况？黑黢黢一片，怪瘆人的。苏明内心纠结万分，都到这儿了，总不能当逃兵吧？任务完不成，晋升正式弟子就彻底凉凉了。苏明略一思索，转身如鬼魅般掠向那逃跑之人，一把将其摁住，急切问道：“喂，镇子里到底咋回事？快说！”那人吓得脸色惨白，哆哆嗦嗦道：“大哥，镇子闹鬼了，死了好多人，还有好多人中邪，跟疯了似的。就连来除妖的仙人也都挂了，仙人都折了。”苏明眉头紧皱，还有其他隐情不？因为紫云宗一般派发任务会派发多份，所以有紫云宗的弟子提前来了。苏明满心疑惑，本还想揪住那人再多问几句，谁料那厮竟眼皮一翻，直挺挺晕了过去。嘿，真晦气！苏明暗自嘟囔一声，无奈之下只能转身毅然朝清江镇内走去。他心里可有十足的底气，那便是神级战法雷霆万钧战法，此等逆天战法对妖邪邪祟而言堪称天敌，克制之力强大无匹。苏明深知，要想在这危机四伏之地站稳脚跟，必须先增强自身实力。于是他寻了个隐蔽之处，意念一动，整个人瞬间没入阴阳界内。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将身上所有灵石一股脑掏出，准备全力提升雷霆万钧战法。成败在此一举，多些把握，遇到危险才能从容应对。苏明咬着牙，暗自给自己打气。大半天时间悄然流逝，界内灵气翻涌，苏明沉浸在修炼之中，身上的灵石与丹药如同被黑洞吞噬一般，迅速消耗殆尽。终于在那灵气漩涡的中心，苏明周身雷光闪烁，气势陡然一变。成了！苏明眼中闪过一抹狂喜，历经这番艰苦修炼，雷霆万钧战法已然成功提升至小成境界。苏明踏入清江镇，刹那间一团诡异黑气仿若嗅到血腥的恶狼，瞬间将他团团裹住。哼！苏明一声冷哼，那声音仿若来自九幽，满是不屑，装神弄鬼之辈还不速速现形。可那黑气仿若没听见一般，依旧张狂地在苏明身周缠绕，好似在肆意挑衅。找死！苏明眼眸中寒芒一闪，抬手间雷霆降临，只见一道粗壮的雷光仿若开天利剑，瞬间撕裂虚空，直直劈向那团黑气。雷光所过之处，空间都好似被灼烧出一道道裂痕。轰！一声巨响，黑气瞬间被湮灭，一个被雷光焦糊的身影如断线风筝般坠落。苏明定睛一看，好家伙，竟是一只黑狐妖。原来如此，苏明心中豁然开朗，这清江镇哪是什么闹鬼，分明就是狐妖在作祟。既然如此，那就简单了。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大手一挥，直接将黑狐妖的妖核取了出来，那妖核散发着淡淡的幽光。随后苏明身形一闪，如鬼魅般朝着镇子最中心奔去。那里正是清江员外的院子，今日定要将所有黑狐妖一网打尽。苏明心中杀意翻涌，脚步愈发急促。苏明刚踏入院子，好家伙，只见一个个清江镇的普通人被黑狐妖操控，神情恍惚，齐刷刷跪在地上。他们正对着被黑狐妖附体的清江员外女儿行那跪拜大礼呢。与此同时，数十道由黑狐妖化作的黑气仿若一条条狰狞的黑色蟒蛇，瞬间将苏明围了个水泄不通，断绝了他离开的退路。恰在此时，传来两声带着哭腔的呼喊：“救命啊！”原来是紫云宗的外门聚元境弟子李彩文和董从雪，被黑狐妖吓得脸色惨白，瑟瑟发抖，整个人都快吓破了胆。他们瞧见苏明，先是眼中燃起一丝希望，可当发现苏明实力也只是聚元境时，那点希望瞬间如泡沫般破碎，绝望瞬间笼罩了他们。李彩文冲着苏明大喊：“兄弟，你赶紧逃，咱不是这些黑狐妖的对手。”董从雪也哭喊道：“是啊，别白白送死，快撤！”苏明却只是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那笑容里透着一股无畏与张狂。管他什么绝境，什么危险，在他这儿统统不好使。只见他浑身气势陡然一变，直接施展神雷附体神通，刹那间天地变色，风云涌动，滚滚天雷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引，向着苏明所在之处疯狂汇聚。轰隆一声巨响，仿若开天辟地，第一道天雷轰然落下，直直朝着那些黑狐妖砸去，大有要将这些妖孽一锅端，横扫击杀个干干净净的架势。刹那间滚滚黑气翻涌，瞬息现形，竟化作一只只面目狰狞的黑狐妖，龇牙咧嘴，张牙舞爪，恶狠狠地朝着苏明扑杀而去。哼！苏明冷哼一声，
周身气势陡然攀升，神级战法雷霆万钧再次发动，一时间天地变色，恐怖雷霆仿若9天神罚，携着毁天灭地之威滚滚而来。那一道道雷霆仿若蛟龙出海，纵横捭阖，所过之处空间震荡，空气被瞬间撕裂，发出刺耳的尖啸。那些扑来的黑狐妖在这恐怖雷霆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雷霆过处，黑狐妖纷纷被击中，身躯瞬间焦糊，化作一团团黑烟消散于天地之间。这怎么可能？李彩文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嘴巴张得老大，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董从雪亦是美目圆睁，那原本绝美的脸庞此刻满是震惊之色，身体微微颤抖，喃喃自语道：他竟然是雷系修士。二人对视一眼，眼中的惊讶之色渐渐被兴奋所取代。我们有救了！李彩文激动地喊道，声音都因兴奋而微微颤抖。董从雪用力地点点头，绝美的脸上绽放出一抹动人的笑容，娇声道：没错，有他在，我们定能度过此次危机。就在这时，附身于清江员外女儿的黑狐妖老大动了。那清江员外女儿本就绝美无双，此刻面庞却惨白如纸，毫无血色。黑狐妖老大借其口怒声吼道：人类，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击杀我黑狐一族族人，你死定了！别以为仗着雷系术法就能与我黑狐一族抗衡，简直是痴人说梦。话语落下，黑狐妖老大周身气息暴涨，赫然显露出通明镜的恐怖气息，那股强大威压弥漫开来，好似滚滚乌云压境，强大的令人窒息。苏明只觉一股通明镜的气息汹涌压来，正是那黑狐妖老大所发。哼，他心底冷哼，这气息虽强，可与自家爷爷苏老爷子相比，简直弱爆了。估摸着这黑狐妖老大也就刚进阶通明镜，虽说有些压力，倒也还能扛得住。苏明心中有了底气，嘴角一勾，竟是当着那黑狐妖老大的面，俯身去取周围被击杀的黑狐妖的妖核。他手法娴熟，一枚枚妖核被他收入囊中，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黑狐妖老大见状，双眼瞬间瞪得滚圆，怒火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小崽子，你敢！他怒声咆哮，声音中满是不可置信与愤怒。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黑狐妖老大周身妖气翻涌，显然已被苏明的举动彻底激怒。苏明却仿若未闻，继续不紧不慢地收起妖核，而后抬眸，目光冷冷扫向黑狐妖老大。就凭你，也配？苏明声音冰冷，透着一股浓浓的不屑。一旁紫云宗的外门弟子李彩文满脸焦急，扯着嗓子大喊，此刻他心急如焚。大哥，都这时候了，你竟还有心思收集妖核？董从雪也在一旁美目圆睁，急切道：是啊，快逃吧！这黑狐妖老大太过恐怖，我们就是栽在他手里的。他身姿乖巧，此刻因紧张而微微颤抖，更添几分楚楚动人之态。那黑狐妖老大附身于清江员外女儿之躯，实力堪称恐怖如斯。此前李彩文和董从雪与之交手，被打得落花流水，心有余悸。苏明却仿若未闻，手中动作不停，将一颗颗妖核捡起，收入囊中。他心中暗自腹诽，自己如今穷得底儿掉，这些妖核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怎能舍弃？你们逃你们的，这些妖核对我至关重要，我绝不能放弃。苏明目光坚定，语气斩钉截铁，丝毫没有要逃走的意思。李彩文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大哥你疯了吗？那黑狐妖老大马上就要动手杀你了。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倔强的笑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再说了，他配吗？董从雪轻咬下唇，美眸中闪过一丝担忧：大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黑狐妖实力强得离谱，我们根本不是对手。苏明拍了拍装满妖核的袋子，目光中透着兴奋：还算不错，能卖个不少零食了。黑狐妖老大双眸充血，满是狰狞，寒怒朝着苏明扑杀而来，杀意滔天。小崽子，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苏明神色一凛，不敢有丝毫懈怠，心中暗自忖道：这老家伙实力果然不凡，今日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当下周身气势陡然一变，施展出那神级身法九阴神行。刹那间，苏明身形如鬼魅般飘忽，在原地留下一道道残影，速度快到极致，令人眼花缭乱。紧接着他双拳舞动，浩阳13拳的拳意汹涌澎湃，每一拳挥出都携带着排山倒海之势，仿佛要将这天地都给打爆。雷霆万钧！苏明口中暴喝，只见无数道雷霆仿若灵蛇般在其周身缠绕，随着他的动作向着黑狐妖老大汹涌而去。黑狐妖老大本以为能轻松拿捏苏明，却未曾想这少年竟如此恐怖。此刻他被苏明的攻击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摸不到苏明的身形，自己的攻击更是连苏明的防御都破不了。不仅如此，还不断遭受着雷霆的攻击，以及浩阳13拳那恐怖拳势的威压，
疼得他嗷嗷直叫。你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会掌握如此多高级的武技和身法？黑狐妖老大满脸惊愕，忍不住开口问道。苏明却仿若未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今日定要将这孽畜斩杀。手中攻势愈发凌厉，根本不给黑狐妖老大丝毫喘息之机。黑狐妖老大见状，心中暗叫不好，这小子太邪乎了，再不走可就真要命丧于此。当下急忙解除附身，转身便欲逃窜。想逃没那么容易。苏明目光一寒，手中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柄长剑，剑身寒光闪烁。斩星剑法！苏明大喝一声，手中长剑猛地一挥，刹那间一道璀璨夺目的剑光冲天而起，仿若要将星辰都给斩断，携带着无尽的威势，朝着黑狐妖老大斩去。黑狐妖老大惊恐的回头，却见那剑光已至眼前，根本来不及躲避。不，他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噗！一声闷响，黑狐妖老大的身躯被那神级剑法一剑斩为两段，鲜血飞溅，染红了这片天地。直至此刻，那已身死的黑狐妖老大恐怕都难以相信，这少年竟还有如此恐怖的神级剑法，能如此轻易破开他的防御，将他彻底斩杀。这怎么可能？李彩文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那被黑狐妖老大囚禁折磨得满是伤痕的身躯，此刻都因震惊而微微颤抖。董从雪亦是美目圆睁，眼中满是震撼之色，原本略显暗淡的眼眸，此刻因这超乎想象的一幕而重新焕发出光彩。二人死死盯着场中那道挺拔的身影，正是苏明。一个巨元境竟能越级斩杀通明境。李彩文喃喃自语，声音中满是惊惶与震撼交织的复杂情绪。董从雪咬着下唇，美眸中闪过一抹异彩，轻声道：他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想他们此前被黑狐妖老大囚禁，受尽折磨，身心俱疲，本以为今日要命丧于此，却不想苏明强势登场，战局瞬间扭转，且是以这般碾压之势。场中苏明身姿傲立，衣袂随风猎猎作响，周身灵力澎湃，宛如一尊战神降临。黑狐妖老大那原本嚣张至极的身躯，此刻已轰然倒下，这一战竟是如此一边倒。李彩文心中暗自惊叹，看向苏明的眼神中除了震撼，更添了几分敬畏。董从雪轻移莲步，虽身上伤势未愈，却仍难掩那动人姿态。他目光灼灼地望向苏明，柔声道：这位大哥，多谢你今日出手相救。段冉冉悠悠转醒，却见家中一片死寂，心中猛地一紧，他踉跄着起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屋内奔走呼喊，回应他的唯有无尽的死寂。待看清周遭惨状，他双腿一软，瘫倒在地，泪水夺眶而出。爹娘！他悲声嘶喊，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满是绝望。她乃清江员外之女，如今全家却只剩她孤零零一人，怎不让她肝肠寸断？而救她性命之人正是苏明。此刻即便满心悲戚，段冉冉仍记着这份恩情。她强撑着起身，来到苏明面前，眼中泪光闪烁，轻声道：恩公，多谢您救我性命，小女子无以为报，愿拿出最珍贵之物，还望恩公留下吃晚饭，届时定双手奉上。晚饭时分，李彩文与董从雪也在做。苏大哥，今日若不是你，我们可就交代在那儿了。李彩文满脸钦佩，竖起大拇指夸赞。董从雪也跟着附和：是啊是啊，苏大哥这等实力，往后若有用得着我俩之处，尽管吩咐，绝无二话。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将苏明的厉害之处吹得神乎其神。饭桌上满是对苏明的推崇之声。吃过晚饭，段冉冉含苞待放，脸蛋微红，引着苏明来到自己的闺房。这闺房之中香气氤氲，布置得温馨雅致。段冉冉站在苏明身前，身姿动人，面容绝美，双眸含情。突然他玉手轻抬，开始缓缓褪去身上衣物。苏明见状，心头猛地一震，瞪大了双眼，失声问道：段姑娘，你这是要做什么？段冉冉面色微红，却目光坚定，轻声说道：恩公大恩，小女子实在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方能稍解心中感激。说话间，他已将衣物褪下，那完美无瑕的身段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苏明眼前。虽不如季红山那么的离谱，但是也是如翠玉般澄澈无瑕。死！公子，冉冉愿以身相许，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段冉冉声音带着丝丝颤抖，她身姿温软，面容亦有倾国之貌，肌肤胜雪，眉眼间透着楚楚动人之态。苏明微微皱眉，毫不犹豫地拒绝：姑娘，此事万万不可。公子，冉冉身子干净，且绝不会缠着公子，只是段家实在拿不出值钱之物，唯有以此报恩，求公子成全。段冉冉急切地说道，眼中满是哀求。苏明神色坚定，语气诚恳：姑娘莫要如此，
我苏明绝非那种随便之人，救你不过是举手之劳，无需报酬。姑娘莫要有心理压力。段冉冉闻言，身子猛地一颤，脸上血色瞬间褪去，如遭雷击，她嘴唇哆嗦，却再也说不出话来。最终，她脚步踉跄，缓缓转身，那背影满是绝望，一步步离去，似被抽去了所有力气。苏明望着她离去的方向，心中轻叹，已然瞧出她心有死志，罢了，怎能眼睁睁看着她寻死？苏明暗自呢喃，眼神中闪过一丝无奈。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段冉冉身前，阻拦住她的去路。姑娘，莫要放弃生的希望。苏明沉声道。段冉冉抬起头，眼中满是迷茫与绝望，泪水不受控制的滚落。段家之人皆已死去，冉冉活着又有何意义？姑娘，逝者已逝，然生者当自强。你若就这般放弃，如何对得起那些逝去之人对你的期许？苏明目光灼灼，试图唤醒他心中的斗志。段冉冉身躯一震，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内心似在天人交战。苏明见状，继续说道：姑娘如此美貌，世间还有诸多美好未及领略，怎可轻易言弃？段冉冉咬着下唇，泪水依旧不断流淌，却不再像之前那般绝望。公子，他轻声呢喃，声音带着一丝迷茫与期待。苏明微微颔首，神色柔和。姑娘，且随我来，定助你找回生的希望。段冉冉犹豫片刻，终是缓缓点头，迈出了跟随苏明的脚步。一夜苦修，苏明只觉体内灵力如汹涌浪潮，疯狂翻涌，突破了，竟然达到巨元境6层。阴阳神诀果真是神奇。苏明满脸震惊，心中狂喜。此前吸收无数灵石，修为如顽石般纹丝不动，如今竟一招突破。第2日，晨曦微露，苏明准备赶回紫云宗杂役任务堂交接任务。他找到段冉冉，神色认真。冉冉，1月之后，紫云宗开山收徒，你可来紫云宗拜师求道，届时你会认识诸多同道之友，就不会感到孤独了。段冉冉抬眸，目光如水，轻声应道：好。可心底却一片苦涩，他深知自己毫无修仙资质，这拜师一事不过是镜花水月。苏明离去，背影逐渐消失在视线中。段冉冉呆立原地，忽然他心中一惊，竟察觉到体内有丝丝灵力流转。这是修为？段冉冉美目圆睁，难以置信。他急忙回忆昨晚苏明在旁，难道段冉冉抬眼望向苏明离去的方向，眼中满是复杂之色，有震惊，有疑惑，更有一抹难以言说的情愫。那目光深处仿若全是苏明的身影。紫云宗杂役任务堂，嘿，瞧啊，这不是苏明吗？可不是，这才过去不到3天，竟就回来了，指定是接的任务太难，搞不定了。哼，我就说嘛，就他也想完成那种任务，简直白日做梦，妥妥一废物。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嘲讽声在杂役任务堂内肆意回荡。苏明面色平静，仿若未闻，径直走向执事处。蒋墨风身为杂役执事，瞧着苏明走近，微微摇头，脸上浮现出一抹复杂神色，轻声叹道：苏明啊，这些难度颇高的任务本就不是给寻常人做的，你可知1年到头都没人能完成，但凡接取任务的最后都丢了性命。你此番没去，实乃明智之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苏明大步上前，手中亮出完成3个任务的标志，直直递到杂役执事蒋墨风面前。只是这3个任务我都完成了。蒋墨风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你竟真把3个任务都完成了？他心中翻涌，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不起眼的小子真能创造这般奇迹。周围那些平日里就看不起苏明的家伙，此刻也是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人群中，杂役弟子姜志鹏那具气近8层修为的家伙满脸不服，跳了出来。哼，谁知道你是不是作弊了？这绝不可能！姜志鹏扯着嗓子叫嚷，满脸的不屑与质疑。苏明眼眸一寒，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巴掌。老子是你能质疑的！啪的一声脆响，姜志鹏如断了线的风筝般，直接被扇飞出去，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你，姜志鹏满嘴是血，挣扎着爬起来，眼中怒火熊熊。你敢打我！他再次朝着苏明冲过去，可迎接他的又是一巴掌。苏明这一下力道更猛，姜志鹏再次倒飞出去，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这时众人这才惊觉，苏明身上那古巨元境强者才有的气息若隐若现。人群瞬间炸开了锅，一片哗然。这苏明居然是巨元境修为，什么时候的事？咱们竟一直没看出来。蒋墨风也是满脸意外，心中暗自惊叹，想不到今年咱们这杂役弟子中竟出了如此厉害的角色。苏明心下暗自盘算，自己手头的积分拢共才210分，要晋升为外门正式弟子还差整整90个积分。这般想着，
他忙凑到杂役执事蒋墨峰跟前，问道：“蒋执事，可有新任务派给我？”蒋墨峰抬眸瞥了苏明一眼，嘴角一勾，似是有一行方便，开口道：“倒有个活儿，不算难，积分给的却不少。啥任务？执事大人快讲讲。”苏明眼中瞬间迸射出炽热光芒：“去帮外门弟子红玉儿炼丹，你只需提供灵力就行，报酬120分。”蒋墨峰慢悠悠说道：“不过你要注意，这任务本来不该给你的。”苏明听闻，哪还听不懂这话外之音，大喜过望，忙不迭躬身道谢：“多谢蒋执事的栽培，今后小子定不会忘了大人的栽培。”“多谢多谢。”蒋墨峰点头道：“去吧，你的前途比很多人都要广，能从杂役弟子里面爬起来，难度可大咯。”苏明告退，心想着做完这一单，自己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正式弟子，怎不让人兴奋？届时自己甚至还能超越秦逸烟，比他还厉害。怀揣着满心期待，苏明脚步匆匆朝着红玉儿所在的大庭院奔去。外门弟子到底和他们杂役弟子不同，个个都有专属领地，不像杂役弟子住所随意安排，寒酸得很。踏入庭院，只见红玉儿身姿妩媚，正俯身专注整理着灵药，那眉眼如画，体态丰腴，肌肤胜雪，美得不可方物。来了，先候着。红玉儿头也不抬，随手甩来几枚聚气丹，服下，调整好状态，马上要用你。苏明接过聚气丹，看着红玉儿那冷艳模样，心底莫名涌起一丝紧张。不过白的几枚丹药倒也很爽，一言吞丹，于侧旁盘膝而坐，调息灵力。紫云城，于家，爹，您可要为我做主啊！于俊则满脸狼狈，那模样仿佛被霜打的茄子，凄惨无比。此刻正苦苦哀求着于以山。苏明那厮竟一剑将我重伤，此仇不报，孩儿难消心头之恨啊！于以山听闻，脸色瞬间阴沉的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周身气息陡然一震，屋内的桌椅竟都微微颤抖起来。岂有此理！这苏明简直是不把我于家放在眼里。于以山怒目圆睁，那眼神仿佛能喷出火来，心中暗自思忖：我于家在这紫云城内何时受过这般窝囊气？一个苏明竟敢如此张狂！莫叔，此番便有劳您走一趟了。于以山转头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于墨，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于墨身为于家通明境的强者，平日里便威名赫赫，此刻微微颔首，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家主放心，那苏明必死于我手。于墨声音低沉，仿若从九幽地狱传来，周身气息流转，隐隐有肃杀之意弥漫开来。于俊则听闻，眼中闪过一丝快意，咬牙切齿道：苏明啊苏明，这次看你还如何逃过一劫？他脑海中浮现出苏明可恶的面容，心中恨意更甚，暗暗想着：你既敢伤我，便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于以山负手而立，眼神望向远方，仿佛已经看到了苏明伏诛的场景，冷冷道：敢伤我儿，这便是下场。紫云宗外门，红玉儿一袭洁白炼丹袍，身姿婀娜，那曲线堪称火辣，尤其那丰腴挺翘之处更显妩媚动人。她美目流转，看向苏明，开口问道：你可清楚此番要求？苏明微微摇头，如实道：并不清楚。红玉儿瞬间柳眉倒竖，脾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娇声怒骂：那些任务堂的家伙简直就是一群废物，连这点事都不跟你讲清楚。随即他努力按捺住火气，耐心给苏明解释起来：我此番炼制的乃是融灵丹，这可是品阶颇高的丹药，炼制难度极大，一般人根本就驾驭不了。说罢，他顿了顿，神色变得严肃，美眸紧紧盯着苏明，郑重其事地说道：等会儿我炼丹之时，大概率会出现灵力不足的状况，到那时我让你注入灵力，你就得麻溜的注入，可别跟我说不行，哪怕你灵力枯竭了，也得给我咬牙坚持住，明白不？苏明毫不犹豫，当即应道：行。这融灵丹的炼制之法恰好存于师尊赐予我的传承里。他心底暗自思忖，不仅如此，那更高级的融神丹炼制之法也在其中。以我当下实力，融神丹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可区融灵丹对我而言，炼制起来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过这般想法，苏明自是不会宣之于口。他很清楚，自己此来不过是凭借灵力来打个工罢了。赶紧赚够积分，顺利成为正式弟子，这才是重中之重。其他的何须多言。红玉儿莲步轻移，来到丹炉之前，美目流转，透着几分专注，当即开始炼丹。她双手翻飞，法诀不断打出，可那炼化过程明显不够娴熟，动作稍显滞涩，不过勉强还能入眼。很快到了需精准把控火候之时，红玉儿朱唇轻启，声音娇柔，却带着几分急切：苏明，快输送灵力过来。苏明闻言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运转灵力，源源不断地朝着丹炉输送而去。一次、两次，连续10来次这般灵力输出，苏明顿感灵力有些捉襟见肘，气息也微微紊乱起来。苏明目光紧盯着丹炉内的情况，心中暗叫不好。赵红月这般炼制方法，火候掌控失准，原料融合偏差，妥妥就是要失败的节奏啊！这般想着，苏明心一横，直接切断了灵力供应。刹那间，丹炉内轰的一声，灵力失衡，火焰瞬间熄灭，丹药化为一堆废渣。红月俏脸瞬间变色，原本白皙的脸蛋因愤怒而染上一层嫣红。她猛地转头，美目圆睁，满是怒火地看向苏明，声音尖锐：“苏明，你搞什么？为何断了灵力？今日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否则这事没完。”苏明目光如炬，直指红月儿炼丹之物：“你这丹火空温有误，灵力注入节奏也乱了套，手法也不对，这般下去，丹药必废。”红月儿娇躯猛地一颤，美目圆睁，震惊之色溢满双眸，仿若被一道惊雷劈中。你为何知晓得这般清楚？他朱唇轻启，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诧异。苏明神色淡然，嘴角微微上扬，轻声道：“实不相瞒，我也算是个炼丹师，对这些门道碰巧略懂一二。你需要这样炼制，以回旋凝药之法。”红月儿心潮澎湃，仿若抓住了救命稻草。他当即定了定神，依照苏明所言，再次操控丹炉。只见那丹炉之中，火焰不再狂躁，灵力流转顺畅，竟真的无需额外灵力供应。一枚圆润饱满、散发着诱人光泽的融灵丹缓缓成型成了，而且还是上品的品质。这是我从来没炼制出来过的品质啊，真是不可思议。红月儿忍不住惊呼出声，满心皆是惊喜与震惊，看向苏明的目光中满是感激。没想到你真会，谢了。他玉手一挥，直接划转500积分至苏明账户。苏明见状，连忙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咱们事先约定好的120积分足矣。500个积分对于如今的苏明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红月儿却不依，美目一横，娇嗔道：“让你拿着就拿着，哪有那么多废话？你助我炼制出这融灵丹，其价值远超这区积分，这500积分你必须收下。炼丹这么挣钱。”苏明完全没想到，这一个融灵丹就管这么多积分，积分可是可以兑换成为灵石的，那是实打实的钱啊！看来我接下来也要炼丹挣钱了。我这炼丹技术、挣钱速度，那可不用多说了。而且如今我这修炼也越来越耗钱了，得多挣钱才是。一旁，红月儿一袭白袍加身，身姿妩媚动人，那挺翘的臀部更是勾勒出极致的曲线。她美目流转，看向苏明，轻声说道：“苏师弟，要不留下来继续和我一同钻研炼丹之术吧？”苏明心中早有打算，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多谢洪师姐好意，只是我另有要事，实在无法久留。”红月儿闻言，脸上闪过一丝不悦，那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但很快又舒展开来。“罢了罢了，若你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此次多亏了你给出的炼丹建议，我还得多谢你呢。”苏明拱手致谢，旋即转身大步离开了红月儿的住所。刚一踏出那扇门，苏明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警觉，他在心中暗自嘀咕：怪了，怎么感觉被人盯上了？他佯装无事，脚步却下意识地放慢，目光不着痕迹地朝着四周扫视，还真发现了一个始终将目光游离在他身上的路人。对方还一点都不担心苏明发现了他。苏明表面镇定，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深知，在这看似平静的背后，恐怕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瑜伽强者吗？先去成为正式弟子再说，不然对方杀我一个杂役弟子，估计还真敢在这种地方动手。苏明大步迈进外门任务堂，心中那股兴奋劲儿，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都快按捺不住了。他此刻手头攥着710个宗门贡献积分，远超晋升外门正式弟子所需的300积分。执事大人，我要晋升为外门正式弟子。苏明走到执事李运周面前，语气坚定，透着不容置疑的自信。李运周抬眸，目光在苏明身上扫了一圈，神色间带着几分审视。这时，周围那些外门弟子听闻此话，瞬间炸开了锅。啥？这杂役弟子想晋升正式弟子，怕不是在白日做梦吧？一个尖细的声音陡然响起：就是一个杂役怎么可能攒够300积分，简直是痴心妄想。另一个附和道，语气中满是不屑，还带着刺耳的嘲笑。这些家伙平日里就仗着自己是外门弟子，对外门杂役百般看不起。巧了，季红山竟也在任务堂，那身姿简直火辣到爆，胸前规模堪称雄伟壮观，一袭红色罗裙将他的曼妙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一举一动间风情万种尽显。此刻他目光触及苏明的瞬间，惊喜刹那间点亮了双眸。苏师弟，他热情呼喊，声音清脆的如同黄莺出谷，直钻人心。上次可多亏了你救我，不然呐，
我怕早就葬身妖兽之口了。我就说你咋这么厉害，竟然以杂役弟子的身份积攒了这么多的积分。这季红珊那可是外门顶流大美女啊，追求者那叫一个多，跟下饺子似的，乌泱乌泱全是。平日里他的心就跟被超级无敌护盾罩着似的，谁都甭想让他心动半分。可眼下呢，他竟对苏明这般热络。我没眼花吧？季师姐咋对那苏明这么热情？有弟子瞪大了眼睛，满是不可置信，声音都拔高了8度。就是啊，季师姐向来冷若冰霜，对咱们都爱答不理的，苏明何德何能？另一弟子满脸的羡慕嫉妒恨，牙齿咬得咯咯响。哼，指不定苏明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把季师姐给迷惑了。又有弟子满脸阴沉，语气里满是恶意。周围一众弟子眼睛都瞪得像铜铃，满满的全是羡慕嫉妒恨，那目光仿佛要把苏明千刀万剐。苏明表面神色平静，只是轻轻点头回应。好巧，又遇见了。话虽如此说，但苏明脑海之中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季红珊那傲然挺立、曲线玲珑的身材，怎么都挥之不去。这身材着实有些犯规了，让他心里也泛起了些许异样的波澜。苏明收敛心神，大步上前，将自己的积分递到执事李运周面前。李运周目光一扫，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失声惊呼：“700个积分！你竟攒了700个积分才来晋升？”他心中暗自惊叹，深知杂役弟子积攒积分的难度，那简直是难于登天。这般数量的积分，对于杂役弟子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早该来了啊！李运周忍不住又道，语气中满是感慨。周围众人听闻，瞬间炸开了锅。啥？一个杂役弟子能攒700积分？开什么玩笑？咱们这些正式弟子攒积分都费劲巴拉的，他一个杂役咋可能？众人交头接耳，满脸的怀疑与不信，看向苏明的目光中满是质疑与不屑。苏明仿若未闻，神色冷峻，只是平静问道：“执事，我这积分可够晋升？”李运周这才回过神来，忙不迭点头：“够，自然够。”说着，他迅速拿起登记册，当场为苏明登记晋升事宜。从今日起，你便是正式弟子了。李运周一边登记一边说道。随后，他郑重地将一枚正式弟子令牌递给苏明，令牌在阳光下闪烁着幽光，仿佛在宣告着苏明身份的转变。苏明心中那叫一个欣喜若狂啊，心想着得先去灵药阁溜达一圈，花些积分购置个新的炼丹炉，再囤上一批灵药。之前那炼丹炉品级低的可怜，以他如今的能耐，早就不够用了。苏明刚抬脚准备走，嘿，外门弟子曾汉跟个拦路虎似的出现了。这曾汉具元境7层的实力，还是季红珊的狂热追求者。只因嫉妒季红珊对苏明那热情劲儿，他便跳出来，直接拦住苏明，扯着嗓子喊道：“苏明，我要挑战你！”苏明眉头一皱，满脸不耐，直接回怼：“没兴趣。”可曾汉乃肯善罢甘休，跟个牛皮糖似的，不断辱骂道：“哼，就你这刚从杂役弟子爬上来的小角色，还敢在这装清高，怕了就直说！”苏明这下可真火了，双眼一瞪，怒喝道：“有种就上升死台，在这瞎嚷嚷算什么本事？”曾汉一听，脖子一梗，嚣张回应：“上就上，谁不上谁是孙子。”他心里那叫一个得意，暗自想着，苏明不过是个刚晋升的正式弟子，之前还只是个杂役，而自己都已经是正式弟子好几年了，这场比试自己赢定了。与此同时，苏明目光如电，脑中闪过一个想法，直接扫向四周那些正等着看笑话的家伙。哼，你们这群人不是一直瞧不上我吗？敢不敢跟我来一场对赌？要是没这胆子，往后见了我都给我乖乖夹着尾巴做人。这话一出，好似一把火，瞬间点燃了众人的怒火。这小子简直狂得没边了，就是还真以为自己有多大能耐呢，敢在这大放厥词。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满脸不屑，可那被挑衅后的恼怒也溢于言表。赌就赌，怕你不成？我押100块灵石，赌这小子今天必死无疑。我出5株灵草，就凭他也想翻身，简直是白日做梦。一时间，众人纷纷掏出灵石、灵药，毫不犹豫地压住。在他们看来，苏明今日踏入这险地，那就是自寻死路，绝无生还可能。他们心中想着，这不知死活的苏明竟还敢来挑衅，等他命丧于此，看他还怎么张狂。苏明瞧着那一堆没脑子般的下注，双眼瞬间亮得如同夜空中的星辰。嘿，正愁兜里没钱花你，这钱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心中暗喜，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笑意。好家伙，下注赌他在生死台战死的人，眼瞅着都快有50号了，一人压个10块8块灵石，那也有500块灵石进账啊！更别提好多人一出手就是几十块灵石的豪赌。此刻摆在眼前的灵石、灵药
七七八八加起来，价值都快逼近2000块零食了。苏明满脸春风，挨个上前将这些赌注收入囊中。有那么几个家伙心里不乐意了，一脸肉疼，却又不好发作。苏明见状，嘿嘿一笑，调侃道：“慌啥？等会儿我要是真战死在生死台，你们不就能把这些都拿回去了？”还有些人隐隐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可再一琢磨，苏明上了生死台，那还不是必死无疑？当下再多动作，可不就是跳梁小丑，自讨没趣吗？这般想着，他们也就闭嘴，任由苏明把赌注收走了。生死台上，曾汉手持长枪，周身气息狂暴涌动。哼，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曾汉眼眸中凶光毕露，巨猿近7层的磅礴凌厉，如汹涌潮水般肆意开来，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其中。曾汉师兄狠狠教训那不知天高地厚的苏明。台下那些压住的人纷纷叫嚷着，一个个脸上满是狰狞之色，仿佛与苏明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让他知道外门可不是他能肆意妄为的地方。又有人跟着大喊，声音中满是幸灾乐祸。此时苏明步伐沉稳地踏上生死台，神色平静的如同深不见底的幽潭。曾汉见状，长枪猛地一抖，枪尖如毒蛇吐信，直刺苏明咽喉，受死吧！他怒吼一声，这一枪裹挟着无尽的杀意，空气都被撕裂出刺耳的尖啸。苏明眼眸微眯，手中长剑随意一挥，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剑，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刹那间，一道璀璨的剑光划过，仿若一道闪电劈开苍穹。噗！曾汉的身躯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胸前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鲜血如泉涌般喷出。他满脸的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话未说完，便重重的摔落在地，没了气息。苏明看都未看一眼，长剑入鞘，转身迈着潇洒的步伐缓缓离去。台下众人先是一愣，随即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刚才发生了什么？有人喃喃自语，脸上满是震惊之色，眼睛瞪得滚圆，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剑就把曾汉给解决了。另一个人声音颤抖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骇然。众人面面相觑，此时才惊觉自己刚才那疯狂的叫嚣，此刻看来竟是如此的可笑，自己仿佛成了跳梁小丑。一时间，整个生死台周围弥漫着浓浓的惊愕与震撼的气息。苏明心中暗忖，脚步不停，手指在储物袋上轻点，心中默述着此番所得。这趟收获还算不错，诸多灵物入囊，日后修炼或有大用。他喃喃自语。忽的，他心中警兆突生，那感知如灵蛇般探出，哼，竟然还在跟着。他嘴角泛起一抹冷笑，眼中寒芒一闪。原来余家的某位强者正隐匿在暗处，目光如刀，死死锁定苏明。那家伙浑身散发着冷冽气息，如蛰伏的饿狼，只等时机扑杀。这余家之人还真是阴魂不散。苏明心中恼怒，脚步却依旧沉稳，内心却飞速盘算，看来是想趁我不备对我下杀手了。他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运转灵力，全身毛孔好似都在警惕，不放过丝毫异动。苏明心中焦急，火急火燎地朝着灵药阁奔去，得赶紧搞到一口灵气级别的炼丹炉，淬玉炉就不错，再弄些融灵丹的炼制材料。他暗自思忖。一踏入灵药阁，里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各种灵物散发着奇异的光芒。苏明快步上前，对负责售卖的弟子说道：“给我来一口淬玉炉，还有融灵丹的炼制材料，要大批量的。”那弟子瞧了瞧苏明，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不过还是麻利的去准备了。师兄，这淬玉炉可是咱灵药阁的精品，炼制丹药事半功倍，材料也都给您备齐了。弟子笑着递上。苏明付了灵石，又听闻灵药阁还出租地火炼丹室，当下毫不犹豫，给我租5天地火炼丹室。踏入那地火炼丹室，室内温度极高，地火熊熊燃烧，散发着炽热的气息。苏明深吸一口气，心中回忆着师尊传承的炼丹经验。这地火威力强大，正好用来炼制融灵丹。他眼神坚定，将淬玉炉安置好，开始有条不紊地投放材料。先放入这千年灰灵草，再加入那灵晶粉末。苏明一边念叨，一边操控着火候。那地火在他的掌控下，时而猛烈，时而柔和，不断淬炼着炉中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炼丹室内弥漫着浓郁的丹香。苏明额头满是汗珠，却丝毫不敢松懈。成了！苏明一声大喝，打开淬玉炉，只见一颗颗圆润的融灵丹散发着璀璨的光芒，正是真品融灵丹，比红玉儿炼制的上品融灵丹还要高级2个品级。苏明心中满是得意，数了数，一共38枚。不错，此番收获颇丰。苏明嘴角上扬，露出满意的笑容。苏明双目紧闭，盘膝而坐，神色凝重。这30枚丹药足以让我实力精进一番，且留下8枚，日后拿去换些银钱。
他心中暗自盘算着。说罢，他手中光芒一闪，30枚丹药瞬间浮现，丹药之上灵气氤氲，散发着诱人的光泽。苏明深吸一口气，运转起那神秘莫测的阴阳神诀。刹那间，周身灵气仿若汹涌的潮水，疯狂朝着他体内汇聚而来。嗡！苏明体内的灵力如决堤的洪水，肆意奔腾，修为境界也随之节节攀升。聚元境6层，突破；聚元境7层，再破；聚元境8层。苏明猛地睁开双眼，眼中金芒闪烁，仿若划破夜空的流星。然而他却皱起了眉头，一脸无奈。这丹药竟如此不经用，这般就消耗一空了。这修炼之路当真是艰难如攀登万仞高峰，每一步都需海量资源堆砌，往后还得多想办法挣些灵石才是。苏明微微仰头，目光深邃，似能穿透无尽虚空，心中满是对未来修炼之路的担忧与思索。稍作调整，苏明身形一闪，踏入那神秘的阴阳界中。九阴神行这步伐乃是应对危机的关键手段，正好现在有时间，先将其修炼至小成。苏明心中暗自笃定。在阴阳界中，苏明身姿矫健，仿若一只灵动的猎豹，在山林间飞速穿梭。他的身影时而虚幻，时而凝实，每一次移动都带起一阵强烈的劲风，吹得周围树叶沙沙作响。不知过去了多久，苏明猛地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终于是将这九阴神行修炼至小成了。如此，面对接下来的危机也多了几分把握。苏明结束了在地火室的修炼，缓缓走出。那余家的强者一直对我虎视眈眈，接下来便是解决他们的时候了。先将这8枚真品溶灵丹拿去卖了，换些灵石，再做打算。苏明眼中闪过一丝决然。苏明身形一动，带着剩下的8枚真品溶灵丹，朝着集市的方向疾驰而去，衣袂飘飘，仿若仙人临世。其实灵药阁也能卖，但是价格差了快30%，不然苏明就直接在这卖了。苏明踏入外门弟子的交易区域，此地名为四海方市。他一心准备摆摊卖货，刚寻到一处空位站定。嘿，小子！一道带着嚣张意味的声音骤然响起。苏明抬眸，只见一个外门弟子模样的家伙大摇大摆地走来，身后还跟着几个面露凶相的跟班。此人正是杜洪德。这地儿我罩着的，想摆摊，保护费拿来。杜洪德鼻孔朝天，一脸傲然，仿佛这四海方市就是他家开的。苏明心中冷笑，他之前可是仔细打听过，此地乃是宗门特意设立的自由交易区，压根就没有什么保护费一说。滚一边去，别在这瞎咧咧。苏明毫不客气地回怼，语气冷得能冻死人。哟呵，杜洪德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小子知道我是谁不？我可是这四海方市的管理者，在这摆摊就得听我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就要去抓苏明的货物。苏明眼神瞬间一寒，我管你是谁，这地儿不收保护费，别拿你那套唬我，不识好歹。杜洪德恼羞成怒，大手一挥，冲身后小弟喊道，给我砸了他的摊子。那些小弟们如饿狼一般，张牙舞爪地朝着苏明的摊子扑去。苏明心中怒火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谁敢断他财路，那就是与他不死不休。哼！他冷哼一声，身形一闪，如鬼魅一般欺身而上，砰砰砰，几拳挥出，那速度快的只留下一道道残影。啊！杜洪德的小弟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苏明一拳一个像破麻袋一样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疼得嗷嗷直叫。杜洪德见状，脸上一阵白一阵红，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苏明居然如此能打。你敢动手！杜洪德色厉内荏地吼道，声音都因为意外和愤怒而微微颤抖。苏明拍了拍手，冷冷地看向杜洪德，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再来招惹我，下一个就是你。杜洪德心中一凛，这苏明竟如此难缠。当下他恶狠狠地甩下狠话，哼，你给我记着，我可是少子墨师兄的人，你敢动我，有你好受的。言罢便想脚底抹油，赶紧溜之大吉。可苏明怎会轻易放过他？心中冷哼一声，这杜洪德屡次挑衅，今日若不给他个深刻教训，日后必定还会惹出更多麻烦。念头一闪，苏明身形如电，瞬间欺身而上，大喝一声，威胁我了还想走？没那么容易。紧接着砂锅大的拳头裹挟着滚滚灵力，仿若一颗出膛炮弹，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直直朝着杜洪德后背砸去。砰！这一拳势大力沉，直接将杜洪德砸得向前扑出数丈之远。杜洪德整个人如遭雷击，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重重地摔落在地，溅起一片尘土。啊！杜洪德发出杀猪般的惨叫，那声音凄厉无比，仿若夜宵啼鸣，在这天地间回荡。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发现浑身剧痛，骨头好似散了架一般，每挪动一下都好似有千万根钢针在扎。此刻的杜洪德心中满是懊悔与恐惧，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想在这新人面前耍耍威风，竟招惹到了这么一个狠角色。看着苏明一步步朝自己走来，杜洪德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他的嘴唇颤抖着，却再也说不出一句狠话。周遭众人皆似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呆立当场。他们的面庞之上尽皆写满了震惊，双目圆睁，嘴巴大张，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这杜洪德在这方氏作威作福，横行无忌许久了。平日里竟甘那以强凌弱，欺负弱小的阿杂勾当，可把咱这些平头百姓害惨了。今日总算是踢到铁板上了，这可真是老天开眼，大快人心啊！人群中此起彼伏的议论声悄然响起，每一个字里都饱含着对杜洪德平日恶行的痛恨，以及此刻见其碰壁的畅快。这时有好心人上前，神色关切，小声对苏明说道：“兄弟，这杜洪德可是内门弟子邵子墨的人呐，咱外门弟子可招惹不起，你可得小心着点，千万别被他给坑了。”苏明闻言心中一暖，赶忙拱手致谢：“多谢兄台提醒，在下铭记于心。”随后苏明忍不住好奇追问道：“兄台，不知这内门弟子晋升可有啥要求？”那好心人倒也耐心，细细解释道：“要想成为内门弟子，实力得达到通明境，这可是硬杠杠。除此之外，还得寻得一位内门师傅，人家愿意收你为徒才行。”苏明默默点头，心中暗自思忖，看来得先一门心思刻苦修炼，提升实力，等实力够了，再去寻觅合适的师傅。瞧一瞧，看一看嘞，真品融灵丹，绝对保真，1000积分一枚，嫌积分麻烦的话，10000灵石一枚也成。苏明扯着嗓子高声吆喝，那声音仿佛带着一股魔力，瞬间在这方室中掀起波澜。啥？真品融灵丹？这小子莫不是在吹牛吧？人群里一个尖细的声音带着满满的质疑冒了出来。这真品融灵丹那可珍贵的紧，岂是寻常人能炼制出来的？别是拿些假药来糊弄咱们。苏明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自信，哼，觉得是假的，无妨，随意鉴定。若是有假，我苏明愿意10倍赔偿。那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当下就有好事者上前，拿起一枚融灵丹，各种法宝秘术齐出，仔细鉴定起来。随着鉴定的深入，那人的表情从最初的怀疑逐渐变成了震惊，嘴巴张得老大，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这竟然真的是真品融灵丹！那人失声惊呼，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此言一出，周围瞬间炸开了锅。真的假的？这小子还真有这等本事！这真品融灵丹可遇不可求啊！众人议论纷纷，眼神里满是炽热，仿佛看到了天大的宝贝。一时间，众人蜂拥而上，8枚真品融灵丹如同风中残烛，瞬间被一抢而空。苏明看着手中那堆闪闪发光的灵石，心中乐开了花，粗略一算，好家伙，足足8万灵石，爽赚一笔！兄弟，还有没有这等好货啊？人群里一个大汉满脸期待地问道，那眼神仿佛饿狼看到了猎物。苏明摊了摊手，一脸无奈地说道：“暂时没有了，不过大伙放心，以后肯定还有，等下次我再来卖。”众人虽有些失望，但也只能无奈散去。下次可得多炼制一些带来啊！就是，这么好的东西多弄点。人群里不断传来这样的呼喊。苏明正要起身离去，一个妩媚至极的身影，身着白衣，那腰肢纤细，臀部却极为挺翘，仿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般，瞬间拦住了他的去路。来人正是红玉儿，她那绝美容颜仿若被上天精心雕琢，一颦一笑间风情万种尽显，身材更是火爆的令人啧舌。在这外门之中，那可是炙手可热的大美女一枚。平日里她却不怎么爱抛头露面，多数时候都窝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痴迷于炼丹之道。苏师弟，我可是找了你好几天了，都不见你人影，结果竟然在这里摆摊。红玉儿娇声说道，声音仿若黄莺出谷，带着几分嗔怪。说罢，她便伸出那如羊脂玉般的小手，做事要拉苏明一同离去。跟我去炼丹。苏明眉头微皱，毫不犹豫地拒绝道：“不去，我还得挣钱，好用来修炼呢，哪有闲工夫陪你炼丹？”红玉儿听闻，美目一瞪，却并未生气，反而咯咯娇笑起来：“你刚才不也在炼丹吗？跟我回去，我那儿的灵药随你挑，随你用，保准让你用得痛快。”苏明心中一动，那些珍贵的灵药对他的修炼和炼丹来说，可都是极大的助力啊。犹豫片刻后，终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周围众人瞧着这一来一回的拉扯场景，眼睛都直了。红玉儿这等绝色佳人，脸蛋美得倾国倾城，身材更是火辣的能让人心跳骤停，更何况人家还是一名炼丹师，在这宗门之中地位尊崇。如今竟与苏明关系这般亲密，可苏明这家伙一开始还不乐意，这怎能不让众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心底满是嫉妒的小火苗在窜动。
苏明竟被那红玉儿给强行拉走了。一众弟子瞧着，眼中满是羡慕之色，那目光仿佛要将苏明给生吞了一般。然而人群之中有一人却郁闷的不行，此人正是通明境的瑜伽强者于墨。他为了蹲苏明，那可是足足守了快小半个月啊！可结果呢，愣是连个苏明落单的机会都没捞着，更别提对苏明下手了。于墨心中那叫一个烦躁，就好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心头乱爬。哼！于墨暗自咬牙，心中恶狠狠地想着，等那苏明落单之时，定要将他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的双眼之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仿佛下一秒就要将苏明千刀万剐。此刻于墨的拳头紧握，那副模样仿佛苏明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任由他处置一般。红玉儿的院子里一片狼藉，那景象简直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0级风暴的洗礼。显然这是炼丹炸炉10几次才会有的壮观场面。红玉儿毫无扭捏，直接开口：苏师弟，上次多亏你的指导，我的炼丹水平那可是蹭蹭的往上涨。我的师尊是宗门炼丹长老于念桃，也因此给我布置了新任务，要炼制比溶灵丹还难的生息丹，这可是接近通明境级别的丹药，服下后能让体内灵力生生不息呢。红玉儿心里暗叹，自己之所以还只是外门弟子，就是实力没突破到通明境。可要是能炼制出通明境的丹药，晋升内门弟子，那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像他这般情况的弟子可不少，秦逸烟就是其中之一。秦逸烟有了内门师尊，却也卡在通明境之前，此刻正闭关冲击境界呢。苏明听闻，心中一动，在传承之中，他恰好找到了这生息丹的炼制方法，也就是说，炼制这丹药对他而言简直如同探囊取物。行，你且当面炼制一番这生息丹，我好给你详细指导。苏明神色平静，语气却透着十足的自信。红玉儿全神贯注，修长玉指轻扬，丹火轰地燃起，瞬间将丹炉笼罩。那绝美的脸蛋仿若被神功雕琢，在丹火映照下更是美得惊心动魄，明艳不可方物，恰似一朵盛开在火焰中的绝世娇花。时间悄然流逝，丹炉内的气息愈发紊乱。不好！苏明心中暗叫。果不其然，轰隆一声巨响，丹炉再度炸炉，狂暴的灵力如脱缰野马般肆意开来。又炸了！苏明眉头紧皱，目光如炬，瞬间捕捉到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这次情况却格外棘手。此前炼丹炉频繁炸炉，早已不堪重负，这一次竟直接被炸得粉碎，无数碎片如暗器般向着红玉儿疾射而去。红玉儿俏脸瞬间变色，想要躲避，却已然来不及。噗的一声，一块尖锐的碎片直直刺入她的肩膀，鲜血顿时如泉涌般汩汩流出，染红了她那洁白如雪的衣衫。平日里红玉儿一心扑在炼丹上，战力着实拉垮，这不刹那间便被那丹炉碎片给重创了。苏明见状，心急如焚，哪敢有丝毫耽搁，一个箭步冲上前，赶忙施救。情况危急，容不得多想，他大手一挥，撕拉一声，直接撕碎了红玉儿那身洁白的炼丹袍子。瞬间，红玉儿那诱人至极的身躯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她肌肤胜雪，身姿婀娜，曲线玲珑，美得惊心动魄。苏明此刻满心满眼都是救治，顾不上许多，动作麻利地帮他取出嵌入肉里的碎片，又迅速为他包扎伤口。红玉儿柔弱地躺在苏明怀中，脸色泛起一抹诱人的嫣红，她心中仿若有一股暖流在涌动，暖烘烘的。她抬眸看向苏明，眼神里满是亲切，轻声开口：多谢你，苏师弟。顿了顿，又接着说道：这里的灵药你随便用，千万别客气。苏明看向红玉儿，轻声说道：玉儿师姐，你先好好休息，我且给你演示一番这生息丹究竟该如何正确炼制。言罢，他抬手一挥，那翠玉炉便瞬间悬浮于半空之中。苏明动作如行云流水，不带丝毫拖沓，双手快速结印，一道道灵力如灵蛇般窜入翠玉炉内。须臾间，丹香四溢，一枚散发着柔和光晕的真品生息丹稳稳地落在了苏明掌心。红玉儿美目圆睁，满是不可置信，自己失败了那么多次，尝试了无数回，都未能成功炼制。可苏明呢，只是这般随意出手，竟就炼制出了传说中的顶级真品生息丹，这怎么可能？红玉儿忍不住惊呼出声，心中对苏明的敬佩如决堤之水，汹涌澎湃。苏师弟，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满是震撼与好奇。接下来的几日，苏明便一门心思扎在这里炼丹，这些灵药可都是免费的，不花白不花，多炼些丹拿去卖，那可不就跟白捡钱似的。苏明心中暗喜，嘴角不禁上扬。他一头扎进炼丹房，日夜忙碌。丹炉之中灵焰熊熊燃烧，映照着他专注的面庞。溶灵丹这玩意儿
需求量大，得多练点儿。苏明一边想着，一边熟练地操控着灵焰，将一株株灵药投入丹炉。数日后，成果斐然。哈哈，融灵丹整整100枚！苏明兴奋地大喊，眼中满是喜悦的光芒，手中捧着那一瓶瓶圆润的丹药，仿佛看到了大把的灵石在向他招手。还有这生息丹也炼出了32枚。他轻轻拿起一枚生息丹，放在眼前仔细端详，丹药散发着柔和的光泽，弥漫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药香。这下可赚大了！苏明握紧拳头，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不过红月儿的灵药多，那是因为他师尊给的，但是再多也架不住苏明这么炼制。苏明瞧着本来堆积如山的灵药，已然消耗殆尽，心下便决计离去。他抬手将一部分灵药递向红月儿，说道：“这是30枚融灵丹，10枚生息丹，你拿着。”红月儿美目轻眨，贝齿轻咬下唇，赶忙摆手拒绝：“这可使不得，都是苏师弟你炼制的，我怎能收下？”苏明剑眉微蹙，认真劝道：“你若不收，如何跟你师尊交差？”红月儿闻言，神色间闪过一丝犹豫，最终还是轻轻点头，接过了灵药，低声道：“那就多谢师弟了。”这几日相处下来，红月儿与苏明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了。红月儿听闻苏明要走，美眸中瞬间闪过一抹不舍，赶忙开口挽留：“师弟，过几日师尊便会让人送下个月的灵药过来，你那时再来，可好？”苏明微微颔首，应道：“好。”说罢，他主动上前要帮红月儿更换肩膀上的药。红月儿也习惯了，任由苏明脱掉她的衣裙。随着绷带缓缓拆下，红月儿那婀娜多姿、诱人至极的身姿瞬间展露无遗。只见她肩头的伤口已然好了不少，粉嫩的肌肤上那愈合的痕迹清晰可见。快好了，接下来你暂时多休息，就别炼丹了，不然会留疤的。有事可以联系我，我住。对了，我还没住处，等我有住处了再跟你说。回见。苏明换好药，又仔细叮嘱了几句，这才转身离去。苏明才刚踏出红月儿的住处，心情爽快，正欲寻个清静之地，好好提升一番修为，却猛地心头一跳，一种被猛兽盯上的森冷寒意从脊背直窜脑门。哼，又是瑜伽内斯吧，3番5次纠缠，真当我苏明怕了你不成？苏明心中冷哼，面上却毫无惧色，眼眸之中反倒燃起炽热战意。他这次可不像从前那般慌乱，如今的他腰缠万贯，底气十足。8万多灵石在储物袋里碰撞出清脆声响，宛如奏响的战歌，还有那100多枚丹药，每一枚都灵气氤氲，皆是助力修为精进的无上妙品。苏明脚下步伐不停，目标明确，径直朝着炼气塔奔去。这炼气塔乃是紫云宗耗费无数资源，专为弟子打造的修炼圣地。塔高入云，周身符文闪烁，似在展示着岁月沉淀下的神秘与强大。苏明此刻满心想着，自己现在有钱，定要租下那最豪华的修炼室享受一下，在那里隔绝外界纷扰，全力冲击更高境界，肯定很爽。站住！一声厉喝在苏明即将踏入炼气塔之际骤然响起。苏明眉头一皱，抬眸望去，只见一人横在身前，满脸倨傲。此炼气塔已被内门冯玉荣师姐包场，闲杂人等速速离去。冯玉荣，他内门弟子不去内门炼气塔，跑来外门凑什么热闹？苏明心中怒火噌的一下冒起，这不是故意刁难吗？我管他什么冯玉荣、冯金荣，我今日非进这炼气塔不可。苏明牙关紧咬，眼神中满是决绝。我今天要修炼，谁也拦不住我。他心中暗自腹诽，退凡境，那是说突破就能突破的。来自内门的冯玉荣选在这外门炼气塔突破，指不定憋着什么坏呢。自己可不能被他坏了大事，当务之急是赶紧突破通明境。想起前几日与红月儿交谈，苏明神色愈发凝重。红月儿无意间提及秦家的秦逸烟正在全力冲击内门弟子之位，所以暂时无暇顾及与秦家冲突的苏家。但自己若想与秦逸烟抗衡，唯有尽快提升实力。哼，秦逸烟有师尊庇佑，我苏明却只能靠自己。苏明拳头紧握，指甲几乎嵌入掌心，今日便是我破镜之时。阻拦之人见状，竟还想上前拉扯。苏明眼中寒芒一闪，给我滚开！伴随着一声怒吼，他一巴掌狠狠拍出，磅礴灵力汹涌而出，那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撞在一旁石柱上，吐出一口鲜血。苏明大踏步向前，径直走向炼气塔最高级的修炼室。众人被他这气势所慑，虽有心阻拦，却无人敢再上前。这家伙是谁啊？也太嚣张了！就是竟敢冒犯冯玉荣师姐，看他待会儿怎么收场。不过也不用担心，这家伙现在进去纯粹就是找罪受，接下来冯玉荣师姐会把整个炼气塔的灵力全给吸收过去，他能吸收得过冯玉荣师姐？身后议论声此起彼伏，苏明仿若未闻，租下修炼室后身影一闪，便没入其中。门砰的关上，将外界的喧嚣隔绝在外。
苏明踏入修炼室，嚯，这就是有钱的世界！他不禁啧舌，灵气浓郁的不像话，外面与之相比，简直弱爆了。这般充裕的灵气，于修炼而言，无疑是绝佳助力。苏明深吸一口气，试图将周遭浓郁的灵气尽数纳入体内，他心中暗自惊叹，在这儿修炼效率不得飙升好几倍。有钱果真能为修炼之路铺就一条康庄大道啊！苏明盘膝而坐，双眸紧闭，周身气息逐渐内敛。他抬手间，70枚真品融灵丹与10枚真品生息丹，如星辰般悬浮于身前，散发着氤氲宝光。今日定要借着丹药之力冲破境界桎梏。苏明心中暗存，神色坚定。随着他运转阴阳神诀，功法运转之声，仿若太古巨兽的低吟，在其体内轰鸣。灵力仿若汹涌的江河，奔腾着涌入苏明的经脉，冲击着他的窍穴。时间缓缓流逝，小半天转瞬即过。苏明体内灵力疯狂涌动，竟一举冲破巨元境8层的壁垒，成功踏入巨元境9层。好得很！苏明心中狂喜，这阴阳神诀果真是逆天功法，配合着真品丹药，提升实力竟如此之快。但苏明不知足，他的目标是那更高的通明境。此刻他周身灵力的消耗如同一个无尽的黑洞，疯狂吸纳着外界的力量。手中的丹药一枚接一枚地化为精纯灵力，融入他的身躯，灵石也在快速的暗淡，其中的灵气被鲸吞殆尽。不仅如此，整个炼气塔的灵气都仿若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引，朝着苏明疯狂汇聚，形成了一道道灵力漩涡。不够，还远远不够！苏明牙关紧咬，心中呐喊：我一定要突破到通明境！可随着最后一枚丹药、最后一块灵石的灵力被耗尽，苏明体内的灵力却如强弩之末，渐渐平息。他缓缓睁开双眼，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茫然。为何我还是突破不了通明境？苏明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甘。我耗费了如此多的丹药、灵石，吸收了这炼气塔近乎全部的灵气，怎么还是差了这临门一脚？苏明满心不解，整个人都懵在了原地，好似坠入了迷雾之中，找不到方向。片刻后，苏明心中虽然满心无奈，但是既已踏入此地，且尚有时间可用，来都来了，岂能空耗这大好机缘？他喃喃自语。炼气塔内灵力充沛，宛如无尽的灵海，散发着诱人的光芒。花费了这般代价，若不汲取灵力，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苏明眼神炽热，仿佛看到了灵力在向他招手。虽说突破至通明境难度颇高，犹如攀登那耸入云霄、荆棘满布的险峰，但哪怕无法一蹴而就，成功登顶，持续吸纳灵力，亦能令自身实力稳步增长，逐步蜕变，如那破茧前的蝶蛹，在黑暗中默默积蓄力量。苏明心意已决，当即运转功法，周身气息流转，准备尽情地吸纳着炼气塔内浓郁的灵力。与此同时，在隔壁修炼的冯玉荣如玉般的大长腿盘膝而坐，容颜堪称倾城绝色。他正全力冲击退凡境，本一路顺遂，通明境的瓶颈眼看就要突破，怎奈变故突生。他修炼室内的灵力竟如决堤洪水，疯狂流逝。冯玉荣美目圆睁，脸上满是难以置信。搞什么鬼？我积攒了那么多丹药、灵石，就盼着今日冲破通明境，踏入退凡境，这灵力咋还越来越少了？他运转功法，试图留住灵力，可无济于事，灵力依旧如沙子般从指缝溜走，流逝的方向正好就是苏明所在的隔壁。这势头莫不是被隔壁那家伙吸走了？冯玉荣银牙紧咬，气得俏脸通红。哪个混蛋啊！我都躲到外门了，还阴魂不散，我容易吗？我为了这突破费了多少心血，这下全泡汤了。冯玉荣一跺脚，直接放弃修炼，如一阵风般冲向隔壁修炼室。他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坏了他的好事。砰！冯玉荣猛地一脚踹在苏明修炼室的门上，大声吼道：里面的人给我滚出来！修炼室的门猛地一震，好似被一道狂猛之力撞击，剧烈晃动起来。苏明正在修炼，心神瞬间被这突兀动静惊动。他满心疑惑，脑海中念头急转，转瞬便有了猜测，大概率是内门的冯玉荣师姐在外面踹门，毕竟其他外门弟子的修为根本踹不动这炼气塔修炼室的门。苏明心中泛起了嘀咕，自己啥时候招惹到他了？他可没傻到第一时间去开门，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当下苏明迅速在阴阳丹尊给予的传承里疯狂寻找应对之法。要知道冯玉荣可是通明境巅峰修为，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压根不是对手。一番探寻，苏明眼睛陡然一亮，从阴阳丹尊的传承之中寻到一门神级幻术阴阳神幻。这幻术可不得了，能迷惑对方心智，扰乱女人芳心，简直是绝境之中的一线生机。苏明也不犹豫，闷头就开始钻研学习起来。好在炼气塔内灵气海量，浓郁的好似实质化的灵物，在这般灵气的助力下，苏明开始了快速的修炼掌握。
只要能掌握这一门神级幻术，自己应该就能够出奇制胜。与此同时，冯玉荣那叫一个怒啊！门外的他，白玉般的大长腿砰砰砰的连续朝着门踹了好几下，可这门愣是纹丝不动，这可把他给气炸了，怒火蹭蹭直冒。好你个家伙，坏了老娘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冯玉荣咬着银牙，心中怒吼。他心里那叫一个笃定，能影响整个炼气塔的，绝对不可能是外门那些小喽啰，铁定是哪个跟他作对的内门弟子。这口气他怎么可能咽得下去？势必要堵住这个罪魁祸首。一时间，冯玉荣进又进不去，走又不甘心走，就这么在门外僵持着。而修炼室内的苏明呢，仿若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全身心沉浸在修炼阴阳神幻之中，双眸紧闭，周身气息流转阴阳神幻，今日定要入门。苏明心中暗暗发誓，面色坚毅，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却浑然不觉。苏明正沉浸在神级幻术阴阳神幻的修炼之中，周身气息流转，神秘而玄奥。谁能料到修炼室的时间竟猝不及防的到了？嘎吱，那紧闭的门轰然打开，冯玉荣宛如一阵狂风，猛地冲了进来。毫无防备的苏明，修炼瞬间被迫中断，一股诡异而强大的阴阳神韵，如汹涌的潮水般，瞬间向四周席卷而去，直接波及到了冯玉荣。原本满脸愤怒，眼神仿佛要吃人一般的冯玉荣，那眼神陡然间发生了惊天逆转。刹那间，他的眼中满是疯狂、热烈、大胆，甚至带着原始的冲动，就好似一头猛虎看到了小羔羊，那目光炽热的能把人点燃。卧槽！不要！苏明惊恐的惊呼。可那冯玉荣生得容颜绝美，身姿婀娜，一双大长腿迈动间，整个人已完全丧失了理智，如同一头发狂的凶兽般朝着苏明疯狂扑来。冯玉荣身为通明境巅峰强者，那强大无匹的气息瞬间爆发，如同一片沉重的乌云，将苏明死死地压制在下方。苏明心中满是绝望，他怎会愿意如此被动？这般局面简直让他欲哭无泪。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苏明眼眸瞪得滚圆，满是惊惶与抗拒，疯狂挣扎着，手脚并用，试图挣脱那禁锢他的力量。放开我！冯玉荣，你是内门弟子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这是何意？他嘶吼着，声音中满是愤怒与不甘。然而冯玉荣仿若未闻，那葱白如玉的小手动作没有丝毫停滞，如临小鸡一般轻松就将苏明制住，接着双手如疾风般开始扒苏明的衣服。苏明此刻内心犹如翻江倒海，惊恐、愤怒、屈辱交织在一起，可无论他如何发力，如何扭动身躯，都无法摆脱冯玉荣那看似柔弱却充满力量的掌控。该死，怎么又是这样？苏明在心底疯狂咆哮，满心懊悔自己怎么就陷入了这般绝境。而冯玉荣身姿婀娜，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那两条修长笔直的大长腿在光线的映照下，仿若散发着迷人的光泽，白皙且充满力量感。她的面容宛如精心雕琢的美玉，眉眼如画，琼鼻挺翘，嘴唇不点珠，这般容颜在内门众多女弟子中亦是名列前茅，令人过目难忘。此刻她嘴角噙着一抹神秘的笑意，眼神中闪烁着让人捉摸不透的光芒，继续着手中的动作，对苏明的挣扎恍若未见，甚至还有些兴奋。苏明悠悠转醒，入目之处哪还有冯玉荣的半点影子？那疯狂貌美的女子就好似一阵风吹过便了无踪迹，唯有那刺目的一抹鲜红，似在诉说着方才发生的一切。还有一旁静静躺着的储物袋，里面装着约莫10万块零食，这冯玉荣简直不是人啊！苏明忍不住破口大骂，脸上满是愤怒与不甘，心中更是五味杂陈，自己又被女人欺负了，真丢人啊！片刻后，苏明反应过来，满心震惊，他清晰感知到自身修为竟已突破，一举达到了通明境，这等惊喜瞬间将他淹没。这真的是我如今的修为，通明境，我竟踏入了这等境界。苏明喃喃自语，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他开始在脑海中疯狂回溯，试图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如何突破的。对了，一定是阴阳神诀。苏明猛地一拍脑门，眼中光芒大盛。那阴阳神诀运转之时，神秘而玄奥，我沉浸其中，周身灵力似被一股无形之力牵引锤炼，想来就是在那时，我的修为悄然突破。这阴阳神诀果然神妙无双，助我冲破桎梏，踏入这通明境。苏明内心满是对阴阳神诀的惊叹与感激。此刻苏明身形略显孱弱，他在炼气塔内全力炼化了好些灵石，方才踏出。呼，可算出来了。苏明轻喘一声，抬手揉了揉酸涩的眉心。远处阁楼之上，冯玉荣身姿高挑绝美，宛如空谷幽兰，亭亭玉立。此刻他正五味杂陈地凝视着苏明，算是便宜这家伙了，苏明是吧？我记住你了。冯玉荣朱唇轻启，喃喃低语。他亦成功突破，可这突破所付出的代价
却是他此前从未设想过的。一念及此，冯玉荣那绝美的脸庞上不自觉地泛起一抹红晕，恰似天边的晚霞。我连男人都未曾碰过，此次却……冯玉荣心中满是纠结与羞赧，贝齿轻咬下唇，神色苦恼。这般突破，还不如不突破呢。冯玉荣悠悠叹息，美目之中闪过一抹怅惘。现在确认了苏明没事，以及再次记下了苏明的面容之后，冯玉荣才转身离去。苏明寻到外门执事，重新安排了一处在外门弟子区域的住所，也算是有了一个像样的房子。稍作休憩后，苏明便打算前往方氏售卖丹药。而那余家派遣来的通明镜强者于墨，此刻已然按捺不住，心中暗忖，索性冒险一搏，就在这紫云宗外门将苏明直接给宰了。刹那间，一股森冷危险的气息，仿若九幽寒风，从门外悄然袭来。原来是于墨，已如鬼魅般潜入到苏明住所的院子内。他目光阴冷，如饿狼盯着猎物，周身灵力悄然涌动，似要将这方天地都冻结。哼，苏明小儿，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于墨低声呢喃，声音中满是怨毒。苏明在屋内本正整理着丹药，忽觉一股寒意透骨，心中一惊，何方宵小，敢来我这撒野？苏明双眸瞬间锐利如鹰，低喝一声。说时迟那时快，于墨身形一闪，直接破窗而入，周身灵力化作一道道黑色的雾气，缭绕周身，仿若魔神降世。苏明，受死吧！于墨暴喝，抬手间，一道黑色灵力光束裹挟着无尽的毁灭之力，朝着苏明轰杀而去。苏明反应堪称神速，刹那间便抽剑在手。此刻的他已然踏入通明境，斩心剑诀。苏明低喝，只见一道灵力剑光闪过，如流星赶月般朝着于墨斩去。那于墨同样是通明境修为，却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防御，眨眼间四肢便被这一剑齐齐斩断。于墨瞬间失去战斗力，整个人瘫倒在地。他满脸写满了难以置信与震惊，双眼瞪得滚圆，内心疯狂咆哮：这怎么可能？苏明何时进阶的通明境？之前他不还只是聚元境吗？他的嘴唇颤抖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呆呆地看着苏明，眼神中满是恐惧与迷茫。苏明目光如炬，死死盯着于墨，寒声道：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是于俊泽，还是于家？于墨牙关紧咬，一声不吭，眼神中透着决绝。苏明心中怒火更盛，冷笑道：哼，你以为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了？看你这反应，我岂会猜不出来？他心中暗自思忖，自己与于家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竟这般赶尽杀绝，实在可恶至极。既然你不肯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苏明怒喝一声，手中长剑瞬间出鞘，寒光一闪，带着无尽的杀意斩向于墨。于墨眼眸骤缩，满脸惊恐，想要躲避，却已然来不及。噗！长剑入体，于墨瞪大了双眼，缓缓倒下，至死那惊恐的表情都凝固在脸上。苏明收起长剑，心中满是愤懑，他怎会不知，凭自己现在的实力，绝对有机会将那于家一锅端了。自己从未招惹过他们，他们却三番五次下黑手，非要置自己于死地。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苏明怀揣着剩下的12枚生息丹，直奔方氏而去。他一边疾行，脑海中却不受控地浮现出那内门师姐冯玉荣的模样。那冯玉荣身姿曼妙，一双大长腿简直逆天，漂亮的让人挪不开眼。这冯玉荣实在是太疯狂霸道了，竟对我如此无礼。苏明心中暗自腹诽，可他那模样当真是美得惊心动魄啊。他又忍不住感叹，哼，此仇不报非君子，日后定要找机会无理回来。苏明咬咬牙，暗暗下了决心。不多时，方氏的热闹喧嚣已隐隐传来。苏明刚踏入四海方氏，正寻着空位打算摆摊呢。哼，小子，可算让我逮着你了。一道带着怨愤的声音骤然响起。苏明抬眸一瞧，只见杜洪德那家伙正领着一人气势汹汹而来。这杜洪德上次找他收保护费，被揍得重伤，如今怕是来寻仇了。苏明知道这是谁不？杜洪德满脸得意，这可是咱内门的少子墨师兄，你今日得给我把事情交代清楚，还得给师兄磕头认错。少子墨神色倨傲，目光在苏明身上一扫，听闻你伤了我的人，还会炼制珍品融灵丹，不错，今日你便把身上的好货都交出来，往后炼制的珍品丹药也都得乖乖上供给我，若不然，哼！周围众人听闻，皆是一惊。这少子墨在内门实力强大，地位颇高，可不是他们这些外门弟子能招惹的。不少人心中暗叹，这苏明怕是要倒霉了。苏明眉头一皱，冷冷道：哪来的苍蝇，别在这碍事，赶紧滚一边去，不然连你一块收拾。你！少子墨顿时大怒，周身灵力瞬间爆发，通明境2层的威压汹涌而出。小子，
不知死活。今日你若不跪下，我定打到你跪。苏明眼中寒芒一闪，心中暗自思忖：这邵子墨仗着内门身份便如此嚣张，今日若不给他点颜色瞧瞧，往后怕是麻烦不断。那就试试看。苏明一声低喝，同样展现出通明镜的实力，周身灵力环绕，如同一尊战神般气势磅礴。邵子墨见状，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但更多的是愤怒。区外门弟子，竟也敢与我抗衡，找死！说罢，他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影朝着苏明扑去，手掌舞动间带起一阵呼啸的风声。苏明毫不畏惧，身形不退反进，右拳紧握，灵力疯狂汇聚，恰似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轰然砸出。轰！一声巨响，如同晴天霹雳，两人的攻击在半空中碰撞，灵力四溢，周围的地面都被震得微微颤抖。邵子墨只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袭来，根本无法抵挡，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众人见状，皆是倒吸一口凉气，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满是震惊之色。谁能想到，这外门弟子苏明竟如此强悍，一拳就将内门的邵子墨给轰飞了。邵子墨心中那叫一个不服，怒火噌的一下就窜上了脑门。哼，苏明，你别太得意，刚才是我大意了。他一边怒吼，一边猛地从地上爬起，周身灵力疯狂涌动，直接朝着苏明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杀招。看我这招，定要让你知晓我的厉害。可苏明哪会把这放在眼里，只是冷哼一声，抬手随意一挥，一道磅礴的灵力瞬间汹涌而出。砰！邵子墨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被瞬间轰飞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重重的摔落在地。苏明岂会放过这大好时机，脚下轻点，如鬼魅般瞬间欺身而上，周身光芒闪耀，各种神通秘术接连施展。今日老子就让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场。每一招落下，似乎都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邵子墨在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身上的衣衫早已破碎不堪，鲜血鼓鼓的从嘴角溢出，整个人凄惨无比。他满脸惊骇，眼睛瞪得滚圆，心中满是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我可是通明境2层，怎么会被这通明境1层的苏明如此轻易的碾压？这绝对不可能。而一旁的跟班杜洪德早已看傻眼了，他张着嘴，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我靠，这什么情况？我好不容易找来的那门师兄，就这么被苏明随手给收拾了。这苏明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再看周围的众人，一个个也是被惊得合不拢嘴，有的人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有的人甚至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这苏明也太牛掰了吧，明明只是个外门弟子，可这实力简直不弱于寻常内门弟子啊，太离谱了。就是，这也太让人震惊了，以后可得离这苏明远点，这要是不小心得罪了，还不得被他一巴掌给拍死。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满脸的震惊之色，久久无法消散。一旁苏明手脚麻利的拾掇一番，便将摊位支了起来。旋即他扯开嗓子大声吆喝：珍品生息丹类，每枚只需2万灵石，或者2000宗门贡献积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话一出口，周围众人瞬间炸开了锅。啥？珍品生息丹？比之前那珍品融灵丹还牛掰的玩意儿？一人满脸震惊，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我滴个乖乖，这苏明从哪儿搞来的这等宝贝？另一人也是张大了嘴巴，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上次的珍品融灵丹就够逆天了，这生息丹更是了得，能重塑生机，疗伤圣药啊！人群中议论纷纷，惊叹声此起彼伏。兄弟们，还愣着干啥？抢啊！这等好东西，错过可就没了。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刹那间，众人如饿狼扑食一般，疯狂朝着苏明的摊位涌来。给我来1枚，我要2枚，先卖给我，我出双倍价钱。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疯狂争抢，现场乱成了一锅粥。苏明看着这疯狂的场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心中暗自思忖：这生息丹果然受欢迎，看来这次又能大赚一笔了。四海方士，苏明的12枚珍品生息丹瞬间被抢购一空，爽赚24万灵石。哎呀，这次又没买到苏师兄炼制的丹药，太气人了。一人满脸气馁，忍不住抱怨道：就是苏师兄炼制的东西那效果，谁用谁知道啊，这次没抢上，亏大了。旁边有人附和：真希望下次苏师兄能多炼制一些来卖，不然这机会太难得，抢不过别人啊。又一人满脸期盼，眼神中满是渴望。苏明闻言微微点头，声音沉稳有力：行，下次我多炼这些。苏明起身离去，心中暗喜，如今身上灵石颇丰，冯玉荣给了10万，加上原本的，竟足足有34万之多。
这般数额定能购置一柄趁手的灵剑。且自己近来境界提升如火箭蹿升，快得惊人，是时候外出历练，打磨一番了。说不定还能瞅准时机接取宗门长老派发的任务。若能如此，便能与长老近距离接触，寻得拜师契机，成功晋升为内门弟子，那可就牛掰大发了。怀揣着这般心思，苏明脚步匆匆，径直来到宗门灵气阁。阁内灵气氤氲，宝光闪烁，各类灵气琳琅满目，散发着诱人的气息。苏明目光如炬，在众多灵气中穿梭，最终定格在一柄灵剑之上。掌柜的，这柄灵剑多少灵石？苏明开口问道。那掌柜的抬眸瞧了瞧苏明，又看了看灵剑，慢悠悠道：客官好眼力，此乃通明境级别的灵剑陨星剑，传闻由陨铁打造而成，珍贵非凡，需30万灵石。苏明心中一喜，这剑竟与自己修炼的斩星剑诀无比匹配，简直就是天作之合。略一思索，苏明果断道：行，我买了。说罢，苏明掏出30万灵石递与掌柜。接过陨星剑的瞬间，苏明只觉一股磅礴之力自剑身传来，仿若握住了一片浩瀚星空。剑身通体晶莹，寒光闪烁，似有星辰隐匿其中，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苏明轻抚剑身，心中满是欢喜与期待。真锋利啊！苏明大步踏入任务堂。哟，苏明，你咋来了？执事李运周瞧见他，开口问道。苏明目光扫向任务板，说道：来接长老派发的任务。李运周眉头一皱，赶忙劝道：苏明啊，你瞅瞅，这些任务可都是长老们未挑弟子特意派发的，那难度简直逆天了，比登天还难啊！你还是选别的吧，省得折了锐气。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笑意。多谢李执事提醒，我啊，还就冲着这种任务来的。说着，周身气息微微涌动，一丝通明境的磅礴气息悄然泄露。李运周瞬间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失声惊呼：这怎么可能？你提升的也太变态了吧！刚从杂役弟子进阶成外门弟子，这就要朝着内门弟子冲了。周围其他弟子原本还带着几分轻视，此刻全都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脸上的不屑瞬间化作了满满的推崇与羡慕。哼，没想到这苏明竟如此深藏不露。是啊，这实力提升速度简直绝了，咱拍马都赶不上。弟子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苏明没理会众人，径直走向任务板，目光锁定在一则任务上。此任务乃是宗门长老白威所派，要求前往10万妖山猎杀10头通明境级别的妖兽，完成便可获得一次白威长老收徒考核的宝贵机会，就他了。苏明沉声道：苏明，这任务太凶险了，10万妖山啊，那可是妖兽横行的恐怖之地，到处都是危险，你真要去？李运周满脸担忧，再次劝道。苏明神色坚定，语气斩钉截铁：去，这对我而言既是挑战，更是磨砺。说罢，苏明成功接取到任务，转身大步离去。他心中暗自思忖，此次外出做任务，正好能好好锤炼自己的剑道，让其更上一层楼。苏明正于外出途中疾行，恰在此时，前方风姿绰约的2道倩影映入眼帘。妹妹季木青，那容颜仿若春日绽放的娇艳繁花，美得惊心动魄，身姿玲珑有致，曲线堪称妙绝，胸脯高耸，仿佛蕴藏着无尽的诱惑。姐姐季红珊亦是美得不可方物，一头乌发如瀑般倾泻而下，双眸仿若夜空中璀璨的星辰，顾盼间风情万种，那身段同样火辣的让人移不开眼。嘿，苏明！季木清脆生生地喊道，声音甜得如同进了蜜。苏明抬眸，见是季家姐妹，微微颔首示意。苏师弟，你这是要去哪啊？季红珊莲步轻移，袅袅婷婷地走近，那摇曳的身姿勾人心魄。苏明神色淡然，简洁回应：外出做任务。巧了。季木清眼睛一亮，兴奋道：我们姐妹俩正打算外出历练呢，要不一起呗？有个照应。苏明微微摇头说道：不必了，我此番要去甚远之地，10万妖山。10万妖山，那地方可是凶险万分啊。季红珊柳眉微蹙，面露担忧之色。是呀是呀，苏明，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和我们一道也安全些。季木清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满是期待地看着苏明。苏明心意已决，再度婉拒：多谢好意，我自会小心。一番简单闲聊后，那好吧，苏师弟，你万事小心。季红珊轻声说道：若是在外面碰到什么难处，记得来找我们姐妹俩哦。季木清俏皮地眨眨眼。苏明拱手与季家姐妹告别，而后转身大步朝着10万妖山的方向赶去。季家的强者守在2姐妹身旁，望着苏明离去的背影，忍不住感慨道：这小子可真是强得离谱。
纪洪山美目流转，一脸好奇，看向身旁的三叔，脆生生问道：“三叔，他到底强到啥地步了？”三叔神色凝重，缓缓吐出几个字：“若是我没看错，已然踏入通明境了。”这话一出，两姐妹瞬间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啥？之前苏明不是才聚元境吗？这眨眼间就通明境了？这也太夸张了吧，妥妥的绝世天才啊！三叔微微颔首，目光中透着几分深思，沉声道：“此等天才，潜力无穷，咱们季家务必得和他好好结交一番，日后说不定能成我季家的一大助力。”与此同时，于家家主于以山听闻于墨身死的消息，刹那间，他脸上的神情骤变，双眸之中怒火疯狂翻涌，仿若两团能焚尽天地的烈焰。什么？墨叔竟死了？于以山猛地一拍桌子，那坚硬的桌案瞬间崩裂，木屑飞溅。他心中的愤怒如决堤的洪水，汹涌澎湃，难以遏制。于墨，那可是家族中通明境级别的强者，竟折在了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小子手里。此子不除，日后必成大患。于以山咬牙切齿地自语道，声音中满是森冷的杀意。他在房间中来回踱步，每一步都似要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必须得找更多强者，将那苏明扼杀在摇篮之中。于以山眼中寒芒闪烁，若等他成长起来，以他这狠辣果决的性子，我于家怕是要遭受灭顶之灾。旋即他高声喊道：“来人！”很快，一名家族护卫匆匆赶来，单膝跪地，躬声道：“家主，速去召集家族中所有长老，就说有紧急要事商议。”于以山沉声道，语气不容置疑：“是。”护卫领命，迅速退下。于以山站在窗前，望着远方，周身气息狂暴涌动，眼神冰冷的如同万年玄冰。苏明，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有多大能耐，这一次我定要让你粉身碎骨。我于家立足紫云成数百年，强者无数，岂是你一个小小少年能撬动的？10万妖山广袤无垠，其间盘踞着无数强大无匹的妖兽。苏明踏入此地后，一心寻觅妖兽练剑，可这儿的妖兽实在是弱爆了，每一回碰上，在苏明眼中，他们就如同待宰的羔羊。哼！苏明冷哼一声，手中长剑瞬间出鞘，化作一道寒芒，唰！仅仅一剑，那妖兽便轰然倒地，血溅当场。周围路人见状，瞬间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喃喃自语：这怎么可能？我们平日里难以抗衡的妖兽，在他这儿竟跟砍瓜切菜一般，随意屠戮。另一人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指着苏明，声音都在颤抖。这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如此恐怖的实力，简直逆天了呀！苏明仿若未闻，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屑，心中暗自思忖：都是些低阶的妖兽，就这等货色，实在是太弱了，也配称作妖兽？在我剑下，不堪一击。说罢，他收剑入鞘，大步朝着10万妖山更深处走去。苏明心中燃烧着炽热的渴望，向着10万妖山那神秘莫测、危机四伏的深处大步迈进。他的目光仿若鹰隼，在那山林的幽密暗影中锐利地搜寻着。蓦地，一抹幽邃的天青色映入眼帘，苏明顿时眼眸大睁，呼吸急促起来。天青灵芝，他心底忍不住狂呼：这可是稀世的灵药啊！一旦被通明境强者服下，便能强势提升一个境界，堪称逆天的机缘。可还未等苏明狂喜，一道森冷的气息便如鬼魅般悄然笼罩过来。一头身形庞大的妖兽噬骨狼魔正盘踞在灵芝旁，周身散发着通明境7层的恐怖威压，其周身魔纹闪烁，幽绿的眼眸中满是凶狠与残暴。苏明眉头瞬间拧紧，暗自忖道：虽说我如今战力不俗，可面对这等恐怖的妖兽，实难揣度胜负，大概率是不敌的。恰在此时，一道轻盈的身影仿若紫电般掠至，竟是一个身着紫衣的小萝莉谭佑南。她那灵动的眼眸中闪烁着势在必得的光芒，周身亦是散发着通明境7层的强大气息。谭佑南朱唇轻启，满是傲然。为了这株天青灵芝，本姑娘可是精心筹备了大半个月，今日她必属于我。苏明心中一动，暗自盘算，此处乃野外之地，宝物向来是谁能夺取便归谁，我何不来个守株待兔？于是他悄然隐匿身形，屏息敛气，静静等待时机。谭佑南毫不畏惧，娇躯一闪，便如同一道紫色的闪电般朝着噬骨狼魔悍然攻去。刹那间，天地变色，灵力肆虐。谭佑南手中光芒闪烁，一柄紫金长剑瞬间凝现，剑影纵横，每一道都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噬骨狼魔亦不甘示弱，仰天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浪滚滚，仿若实质般冲击着四周的山林，树木纷纷断裂。他四爪舞动，爪影如刃，撕裂虚空。苏明躲在暗处，
心脏剧烈跳动，眼睛紧紧盯着战场。就在谭佑南与噬骨狼魔激战正酣，难解难分之际，苏明瞅准了那稍纵即逝的间隙，他浑身灵力瞬间爆发，如同一道黑色的流光般急射而出，瞬间来到天青灵芝旁。他大手一伸，如饿虎扑食般将天青灵芝牢牢攥在手中，而后转身毫不犹豫地朝着远方遁去。小贼，哪里逃！谭佑南察觉到动静，美目瞬间瞪圆，眼眸中燃烧着熊熊怒火，厉声喝道。可此刻噬骨狼魔再次凶狠地扑来，谭佑南不得不回身全力抵挡。待他终于成功击杀噬骨狼魔，再转头寻找天青灵芝时，却发现那珍贵的宝物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谭佑南气得浑身颤抖，粉嫩的小脸涨得通红，银牙紧咬。可恶，这小贼竟敢如此！我谭佑南发誓，定要将你抓住，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苏明怀揣着天青灵芝，那叫一个心花怒放。得寻个绝对安全之地，这宝贝可容不得半点闪失。他喃喃自语。很快，他觅得一处隐蔽之所，闪身进入阴阳界空间。嘿嘿，宝贝，就等这一刻啦！苏明满脸期待，迫不及待地将天青灵芝服下。紧接着，他运转起阴阳神诀，周身灵气疯狂涌动。给我冲！苏明咬牙低喝。随着灵气的不断汇聚与爆发，他成功进阶到通明境2层，这感觉爽爆了！苏明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忍不住握拳欢呼。不过，任务还远未完成。苏明目光坚定，得去找通明境1、2层的妖兽，狠狠猎杀一番。说干就干，苏明出了阴阳界空间，开启猎杀之旅。没费多大劲，他便锁定了一头通明境1层的妖兽。哼，小崽子，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苏明大喝一声，身形如电般冲向妖兽。那妖兽也不甘示弱，张牙舞爪地扑来。苏明师展出拿手神通，一时间光芒四溢，灵气纵横。受死吧！苏明猛地一击，直接将那妖兽轰杀，一头搞定。苏明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满脸兴奋。紧接着他又盯上了另外2头，一番激烈厮杀，苏明成功将3头妖兽猎杀。呼，已经3头了，距离完成任务还差7头。苏明微微喘气，眼中满是斗志。剩下的7头一个都别想跑，统统都得成为我完成任务的垫脚石。苏明握紧拳头，再次踏上征程。只见前方一头通体散发着幽光的通明境后期妖兽正张牙舞爪，而与之激战的竟是那身姿灵动的紫衣小萝莉谭佑南。她那绝美的脸蛋因战斗的专注而泛起一抹嫣红，双眸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哼，今日这凝神草，本姑娘势在必得。谭佑南轻喝，手中法器光芒流转，划出一道道绚丽的弧线，直逼妖兽要害。原来这妖兽盘踞之地生长着一株神魂类灵药凝神草，吞服之后，神魂强度能得到大幅度强化。此时，在一旁隐秘身形的苏明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嘿嘿，又让我撞上这等好事，对不住了，这凝神草我就收下喽。苏明心中暗喜，兴奋无比。在谭佑南与妖兽激战正酣之时，苏明瞅准时机，就在双方招式交错的间隙，他如鬼魅般一闪而出，嗖的一声，瞬间便将那凝神草夺在手中。什么人？谭佑南察觉到异样，猛地转头，却只看到苏明离去的背影。待他解决掉妖兽，气得直跺脚，那精致的小脸涨得通红。可恶，定是有人故意从宗门内跟来，针对本姑娘。这个小贼，我定要他好看！谭佑南银牙紧咬，心中恨意翻涌，暗暗发誓。苏明满心畅快，轻轻松松又得了一株珍稀灵药，这可太妙了，得赶紧寻个安全地儿。旋即，他一闪身进入了阴阳界空间，二话不说，掏出那凝神草，直接吞服而下，而后盘膝而坐，开启修炼。随着时间缓缓流逝，他只觉神魂强度如火箭般蹭蹭往上涨，那感觉简直不要太爽。苏明在阴阳丹尊的传承里一通翻找，还真让他寻到一门神级神魂秘法神剑术。这神剑术可不得了，能将神魂之力化作锋利无比的利剑，用来击杀对手，简直是杀人越货之必备神技。他也不含糊，当即就开始修炼。小半天过去，成功入门。刚出阴阳界空间，好家伙，一头通明境4层的妖兽就出现在眼前。那妖兽长得张牙舞爪，浑身透着一股凶悍劲儿，瞧见苏明还发出一声震天怒吼，仿佛在说：小子，今儿个你可算撞到本大爷手里了。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心想着来得正好，正好拿你试试我刚练成的神剑术。说时迟那时快，苏明意念一动，神魂之力瞬间凝聚，眨眼间一柄由神魂之力形成的利剑出现在他手中。那利剑光芒闪烁，散发着凛冽的气息，仿佛能撕裂空间。去！
苏明低喝一声，手中神剑术化作一道流光，直刺向那妖兽。那妖兽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想要躲避，可哪里还来得及？神剑术的速度太快了，几乎是瞬间就穿透了妖兽的身体。嗷！妖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后轰然倒地，没了气息。苏明看着死去的妖兽，不禁感慨道：这神剑术也太牛掰了吧，就这简直无敌啊！任务10头通明镜妖兽，现在只差6头了。苏明全神贯注，正收取着妖核。小贼，你给本姑娘滚出来！一道娇喝猛地传来。只见那紫衣小萝莉谭佑南此刻像发了疯一般，眼神中满是怒火，四下疯狂搜寻着。她身姿灵动，却难掩焦急，那精致的小脸因愤怒而微微泛红，宛如一朵盛开却被狂风肆虐的娇花。谭佑南一眼瞥见苏明，先是上下打量一番，见他身着紫云宗服饰，顿时眼睛一亮，大声喝道：喂，你也是紫云宗外门弟子吧？我是内门弟子谭佑南，是你师姐，别愣着，赶紧跟本姑娘一起找那小贼苏明。苏明心中暗自叫苦，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微微点头，心想着这麻烦可找上门了，且先应付着。随后默默跟在了谭佑南身后。二人找了大半天，四处翻找，就连路边的草丛、小树林皆不放过，可哪有小贼苏明的影子？可恶，那小贼到底藏哪儿去了？谭佑南气得直跺脚，胸脯剧烈起伏，那模样似要将苏明生吞了。恰在此时，谭佑南目光一凝，前方一头通明镜7层的妖兽赤焰魔牛正守着一株散发奇异光芒的灵药。那妖兽浑身散发着强大气息，周围灵气都为之紊乱。竟然是一株血玉兰，这也是上等灵药啊！若是服用了，对体魄有着极大的提升。哼，正好，这妖兽守着的灵药我要定了。你给本姑娘搭把手，在一旁帮我盯着，看那个小贼还敢不敢来抢本姑娘的灵药。谭佑南扭头看向苏明，眼神中满是气愤，恨不得现在就把抢了他2株灵药的苏明给抓出来。苏明心中泛起了嘀咕，暗自思忖，又碰上这事儿，这次我还要不要抢呢？若是抢了，这实力强劲脾气暴躁的小萝莉指定跟我没完，可不抢，这稀有灵药实在诱人啊！谭佑南此刻正与一头通明镜7层的赤焰魔牛杀得昏天黑地，那赤焰魔牛周身烈焰腾腾，宛如一座移动的火山，每一次咆哮都震得四周空间好似要崩塌一般。谭佑南手中长剑闪烁寒芒，在烈焰的映照下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弧线，与那赤焰魔牛的攻击硬汉。哼，区区蛮牛，今日便要将你斩于剑下！谭佑南怒吼，眼中满是决然。就在此时，一道黑影如鬼魅般一闪而过。苏明，他瞅准时机，瞬间冲向那血玉兰，一把将其捞起。哈哈，这灵药归我了！苏明大笑着，身形一转，便要逃离。谭佑南眼角余光瞥见这一幕，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小贼，竟然是你！谭佑南嘶吼，那声音仿佛要将天空撕裂。等我解决了这孽畜，定要你好看！你敢连续夺我之物，简直罪该万死！谭佑南心中怒火熊熊燃烧，这血玉兰对他而言至关重要，本是志在必得，却被这苏明半路杀出截胡，怎能不让他愤怒？而苏明哪管谭佑南的叫骂，脚下步伐加快，转瞬便消失在远方。你给我等着！谭佑南咬牙切齿，再度将目光转向赤焰魔牛，手中长剑光芒大盛，仿佛要将心中的怒火都倾泻在这妖兽身上。今日便先拿你开刀，再去找那小贼算账！谭佑南怒吼一声，身形如电，朝着赤焰魔牛扑去。赤焰魔牛似也被谭佑南的气势激怒，牛蹄重重踏地，地面瞬间皲裂，随后带着滚滚烈焰迎着谭佑南冲了过去。二者再度交锋，一时间光芒闪耀，轰鸣声震耳欲聋。苏明怀揣着那株血玉兰，心潮澎湃的如同翻江倒海。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他嘴角上扬，眼中满是难以抑制的兴奋。旋即他意念一动，整个人瞬间没入阴阳界空间之中。就趁现在服下血玉兰，定能让我的体魄迎来蜕变。苏明喃喃自语，毫不犹豫地将血玉兰送入口中。刹那间，一股磅礴的力量在他体内汹涌爆发，好似无数条奔腾的巨龙在横冲直撞。啊！苏明忍不住发出一声嘶吼，浑身肌肉紧绷，血管如同一条条蚯蚓般凸显出来。他只觉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块骨骼都在被这股力量疯狂淬炼，这感觉太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明感受到自己的体魄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强化着，力量在体内不断汇聚，仿佛要将这方空间撑爆。紧接着，苏明又决定修炼神级战法雷霆万钧和神级武技浩阳13拳。先从雷霆万钧开始，苏明目光坚定，口中念念有词，雷动9天，电芒闪耀，雷霆万钧破。只见他双手快速结印，
一道道雷光从他指尖闪烁而出，初始如丝线般纤细，可眨眼间就化作粗壮的雷柱，在他周身轰鸣炸响。之前修炼着雷霆万钧，总是差了些火候，如今体魄强化，看我如何掌控。苏明咬着牙，额头上满是汗珠，却依旧全神贯注地操控着雷光。随着一次次施展，雷光愈发凝练，威力也愈发恐怖，所过之处，空间都好似被撕裂出一道道细微的裂缝。好，这熟练度蹭蹭的往上涨啊！苏明感受着自身对雷霆万钧的掌握度不断提升，心中满是畅快。随后，他又将目光投向神级武技浩阳13拳。浩阳之力汇聚无权，13拳出，天地震荡。苏明大喝一声，身形瞬间拔地而起，一拳轰出，炽热的光芒瞬间笼罩了他的拳头，好似一轮小太阳在他拳上燃烧。轰！这一拳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砸在空间中的一座巨石之上，那巨石瞬间化作齑粉，消散于无形。哈哈，这浩阳13拳，如今在我手中，威力更胜往昔。苏明放声大笑，继续挥舞着拳头，一招一式都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每一次出拳，都有炽热的气流激荡开来，将周围的空间都扭曲变形。继续，我要让这浩阳13拳的熟练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苏明目光如炬，不知疲倦地修炼着，在这阴阳界空间中，他的身影如同鬼魅般闪烁，一次次地施展出雷霆万钧和浩阳13拳，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实力。3天过去，苏明收了功，周身气息瞬间内敛，还差6头通明镜妖兽，任务便能了结。他喃喃自语，目中寒芒一闪，当即他身形如电，切换起自身能力。且看我这崭新剑诀！他低喝一声，手中长剑挽出朵朵剑花，剑气纵横，恰似星辰破碎，向着一头妖兽刺去。那妖兽嘶吼着，欲要躲避，却哪里来得及？哼，想逃？苏明冷哼，脚下施展九阴神行，身形鬼魅，瞬间欺近妖兽。紧接着，雷霆万钧，苏明周身雷霆闪耀，雷光如蛟龙狂舞，噼里啪啦作响，向着妖兽轰去。与此同时，神级神魂秘法神剑术发动，一道凌厉的神魂剑气直接刺向妖兽识海。妖兽吃痛，疯狂挣扎，可苏明怎会给他机会？浩阳13拳，苏明大喝，拳风呼啸，带着炽热的力量，一拳又一拳砸在妖兽身上。终于，这头通明镜妖兽轰然倒下。苏明没有丝毫停歇，继续奔赴下一个目标，一路杀伐，剑影、雷光全境交织。不知过了多久，随着最后一头通明镜妖兽倒下，苏明长舒一口气，第10头了，任务终于是完成了。他弯腰，熟练地收取妖核，眼神中满是坚定。该回去交差了，若是能拜师成功，成为内门弟子，那便再好不过。苏明心中想着，身影一闪，朝着宗门方向疾行而去。站住！一声娇喝陡然响起，苏明正往回走着呢，就见一道紫衣身影如鬼魅般闪现，拦在了他的面前。定睛一瞧，竟是那谭佑南。这小萝莉今儿身着一袭紫衣，愈发显得俏皮可爱，可此刻那粉嫩的脸蛋上却满是寒霜。苏明，把那3株灵药统统交出来。谭佑南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否则有你好受的。苏明眉头一挑，心中暗自叫苦，面上却不动声色，摊开双手，无奈道：都吃了灵药吗？没有了，不过人倒是有一个，你要？你！谭佑南气得小脸通红，美眸中仿佛要喷出火来。你这无赖，竟敢把灵药独吞！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如同一道紫电般朝着苏明扑了过去。那粉嫩的拳头裹挟着一股凌厉的劲风，直逼苏明面门。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不慌不忙，低喝一声：阴阳神幻！刹那间，天地间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动，四周景象陡然变幻，五彩光芒交织闪烁。谭佑南只觉眼前一花，原本清晰的苏明身影瞬间变得模糊不清，无数幻影在他眼前交错，迷得他双眼发花。这是什么妖法？谭佑南慌乱地挥舞着双手，试图驱散眼前的迷雾，可那幻术愈发浓烈，他只觉头晕目眩，脚步踉跄。趁着这功夫，苏明身形一晃，如同一缕青烟般从谭佑南身旁掠过，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远处。苏明，你给我回来！谭佑南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气得直跺脚，精致的小脸上满是不甘与愤怒。此仇不报，我谭佑南誓不为人。说罢，他脚尖轻点，朝着紫云宗的方向疾驰而去。那紫衣在风中猎猎作响，宛如一朵愤怒的紫色火焰。苏明踏入紫云宗外门任务堂，只是我来交接白薇长老的任务。他神色平静，将储物袋递了过去。只是李运周抬眸，漫不经心地接过，可当他神识探入储物袋的刹那，眼睛瞬间瞪大，满是不可置信。你竟这么快就击杀了10头通明镜级别的妖兽？
李运周声音拔高，尖锐的好似要冲破屋顶，这怎么可能？周围一群外门弟子原本各自忙碌，听闻这话瞬间围拢过来。啥？10头通明境妖兽？那可是相当于咱们外门顶尖高手的实力啊！这苏明是吃了什么逆天丹药，这么猛？众人交头接耳间，苏明已将10枚妖核取出，摆放在桌上。妖核散发着莹莹光泽，似在诉说着猎杀的艰难。这真的是通明境妖核？外门弟子们倒吸凉气，看向苏明的目光瞬间从好奇转为了极度推崇。这家伙妥妥的未来内门师兄啊！羡慕死了，咱在这累死累活，人家轻轻松松就完成高难度任务。就在这时，执事李运周的传音符亮起，他脸色微变，急忙看向苏明。白薇长老有令，让你即刻前往内门演武场，准备接受考核。李运周的声音不自觉带上了几分敬畏。苏明微微点头，神色未改，转身大步朝着内门演武场走去。而身后，外门弟子们的议论声依旧此起彼伏。这一去，苏明怕是要一飞冲天了。是啊，今后想必再见面，人家就是内门师兄了。苏明踏入内门演武场。哼！一道冷哼传来，正是之前被他揍过的内门弟子邵子墨。邵子墨满脸厌恶，指着苏明吼道：哪来的外门狗也敢踏入内门演武场，赶紧给老子滚出去！这儿可是内门弟子的地盘，外门的杂碎没资格进。苏明眉头一皱，心中暗忖，这邵子墨还真是阴魂不散，之前揍他一顿，看来没长记性。邵子墨见苏明没反应，更是火冒三丈，转身跑到一旁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身边，谄媚道：杜师兄，您可得为小弟做主啊！之前就是这外门小子把小弟揍得那叫一个惨，您看这伤现在都还没好利索呢。被称作杜君浩的青年抬眼打量苏明，眼中满是不屑，周身通明境5层的灵力波动肆意扩散，冷声道：外门弟子也敢在内门撒野，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内门可不是你能乱来的地方。杜君浩摩拳擦掌，正准备出手，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磅礴灵力波动，仿若海浪翻涌。紧接着，一道洪亮声音响彻四方：无图秦一烟成功进阶通明境，今日位列内门弟子，望各方周知。此乃吾这些年所收最具天赋之弟子。发声之人正是秦一烟的师尊徐景轩。什么？秦一烟进阶通明境了？邵子墨满脸惊愕，嘴巴张得老大，能塞下一个鸡蛋。杜君浩也是一脸震惊，喃喃自语：徐长老之前多少年都不收徒了，居然为了这秦一烟破例，这秦一烟到底什么来头？此刻苏明心底那股紧迫感好似汹涌浪潮，不断翻涌拍打着心壁。我都如此拼命了，竟还是慢了一步。他暗自咬牙，满心不甘。这一路修行，他付出的汗水与艰辛只有自己最清楚。每一次在修炼中闭关，忍受着灵力冲击经脉的剧痛，每一回在险地历练，与凶狠妖兽生死相搏，皆是为了能让自己更强。可如今现实却如一盆冷水，狠狠泼下。接下来我必须得一次性成功拜师，成为内门弟子，绝不能出半点差错。苏明目光坚定，透着决绝之意。他太明白其中利害关系了。若只是以外门弟子身份对上内门弟子秦一烟，那处境简直不堪设想。苏明倒不是担心秦一烟，而是秦一烟有长老作为靠山，自己什么都没有，完全就不是一位长老级别的强者的对手。演武场上，随着秦一烟晋升内门弟子的波澜散去，气氛仿若被点燃的火药桶，一触即发。杜君浩那内门中的狠角色，此刻正斜睨着苏明，眼中满是不屑，仿若苏明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只蝼蚁，随时可踩死。哼，你这外门的废物也敢欺负我的人，今儿个定要让你知道，内门可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儿。杜君浩扯着嗓子，那声音仿若破锣，在演武场上回荡。苏明也不含糊，胸膛一挺，眼中闪烁着坚毅的光，回怼道：内门弟子怎么了？少在这拿内门身份压人，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别在这瞎咧咧。就在两人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时，肃静！一声娇喝，仿若黄钟大吕，瞬间让演武场安静下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道倩影飘然而至，来人正是长老白薇，身着天蓝色罗裙，那罗裙仿若流动的星河，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摆动。他身姿婀娜，曲线玲珑，每一步都踏出万种风情。那绝美的面庞仿若精心雕琢的美玉，肌肤胜雪，双眸仿若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透着一股高贵与冷艳。白薇目光如电，扫视全场，随后落在苏明身上，轻声说道：苏明，上前一步，接受拜师考核。此言一出，周围内门弟子瞬间炸开了锅。啥？今儿还有人参加内门弟子考核？这考核难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哪能像秦一烟那般轻松过关哟？
是啊，是啊，也不知道这苏明哪来的勇气。弟子们交头接耳，那议论声仿若嗡嗡的苍蝇，不绝于耳。邵子墨心中暗自盘算，本欲狠狠收拾苏明一番，可一想到那长老白威，心底不禁发怵。哼，算这苏明运气好，碰到白威长老，咱先收手，看他待会儿怎么出丑。邵子墨对杜君浩低声说道，脸上带着一丝不甘的冷笑。杜君浩点头，眼中闪过一抹怨毒，就是那白威长老的收徒考核，在众多长老里可是出了名的难如登天，苏明这小子绝对通不过。两人站到一旁，双臂抱胸，一副看好戏的姿态。邵子墨脑海中浮现出苏明待会儿在考核中狼狈的模样，忍不住又开口。那白威长老人虽然好看，但眼光高的离谱，对弟子的要求近乎苛刻，苏明上去指定被虐得体无完肤。杜君浩跟着附和，脸上满是幸灾乐祸。没错没错，等会儿有他哭的，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还想通过白威长老的考核。此次无知拜师考核分作两部分，白威长老那清冷的声音悠悠响起，仿若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威严。其一，境界须达通明境。苏明心中一凛，他恰好是通明境2层，这一条件自己已然满足苏明。通明境2层，不错。白威长老目光如电，扫过苏明，平静宣布。什么？邵子墨瞬间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嘴巴都不自觉地微微张开。他心中那叫一个震惊，之前苏明分明还是通明境1层啊，怎么眨眼间就突破到2层了？这修炼速度简直逆天了吧？这怎么可能？邵子墨忍不住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惊愕与不解。其二，白威长老并未理会邵子墨的失态，继续说道，吾将当场随意挑选一位内门弟子，你与之战斗，若能取胜，便可加入。可有意见？苏明拱手回答，弟子无意见。白威长老这随手一点，可太关键了，这一环节的难度恰恰就在于此。毕竟白威长老随手点，极易点到那些实力超强的内门弟子，而此次他竟随机点到了通明境5层的杜君浩，这不就是方才跟苏明起冲突的那位内门弟子吗？杜君浩瞬间狂喜，内心那叫一个激动。苏明这家伙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居然能轮到跟我对上，简直是天助我也。他心中暗自思忖，通明境界5层对上2层，这差距简直就是云泥之别，自己绝对能轻松完胜。哼，苏明，看你这次还怎么蹦跶，遇上我，你算是栽了。杜君浩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得意的冷笑，心中满是对这场比试胜利的笃定。还想晋升成为内门弟子，我看你做梦去吧你！杜君浩那叫一个嚣张，鼻孔都快朝天了。白威长老瞧着这场面，神色平静，缓缓开口，若觉得打不赢，直接认输便可。他心里头其实是有意想探探苏明这小子的底，瞧瞧他的锐气，瞅瞅他的品性，更想看看面对这等强敌，他究竟有没有那股子勇气。苏明呢，眼神坚定，毫无半分胆怯，昂首扬声，普通的我还真不打，就怕一不小心把对面给打死了，那可咋整？这话一出口，全场皆惊。白威长老也不禁微微一怔，眉目之中闪过一丝惊讶，道：若杜君浩答应，倒是可上升死台一决高下。苏明，你这简直是在找死！杜君浩眼眸充血，面庞因愤怒而扭曲，那模样好似一头发狂的凶兽。在他心中，苏明这等蝼蚁竟敢主动挑战自己，简直是自不量力到了极点，这无疑是对他尊严的极大践踏。哼，我既敢应下，便不惧你。苏明神色冷峻，双眸中透着决然，那眼神仿若能看穿一切，毫无惧色地直视杜君浩的狂怒。他内心清楚，这场挑战若不应，日后在这宗门，他怕是永无抬头之日。好得很。既然如此，那就生死台上见真章，生死由天，签下这生死契约。杜君浩怒极反笑，大手一挥，一份散发着古朴气息的契约凭空浮现，其上符文闪烁，透着神秘与威严。他心中满是杀意，想着定要在生死台上将苏明这不知死活的家伙挫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消息传开，内门仿若炸开了锅。听闻了吗？外门那苏明竟要挑战内门的杜君浩，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就是杜君浩师兄可是通明境5层的强者，苏明不过通明境2层，这差距犹如天堑。而且杜师兄在内门习得的功法武技精妙绝伦，岂是外门能比的？苏明此战必败无疑。众多内门弟子一边议论纷纷，一边朝着生死台涌去，他们眼中大多带着看笑话的意味。生死台边人群如潮，将整个台子围得水泄不通。杜君浩昂首而立，身姿挺拔，眼神中满是轻蔑，扫视着台下众人，仿若自己已然是无敌的存在。苏明则静静站在一旁，身形略显单薄，可那骨子坚毅却如同一柄利刃，隐隐散发着锋芒。此刻生死台上风云涌动，一场惊世之战
即将展开。内门师姐冯玉荣那叫一个风华绝代，她身姿婀娜，迈着修长笔直的大长腿，恰在此时路过此地，一眼便瞧见了苏明，心中猛地一动，这可不就是之前与自己有过亲密接触的苏明吗？当下他美目一凝，朱唇轻启，出声阻拦：这般打斗可着实不公平，你二人实力相差悬殊太多。这话音刚落，一旁的杜君浩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冯玉荣那可是内门弟子中艳名远扬最漂亮的几人之一啊，自己追求她许久，各种殷勤手段都使尽了，可冯玉荣连个正眼都未曾给过自己。如今他竟对苏明如此关切，杜君浩只觉内心好似被千万只蚂蚁啃噬，那叫一个不平衡。哼，冯师姐，这生死台规矩既定，他苏明自己选的，怨不得旁人。杜君浩咬着牙冷冷说道，眼中满是嫉恨。苏明抬眸见是冯玉荣，嘴角不自觉上扬，露出一抹温和笑意。师姐，多谢上次那10万灵石，这生死台是我自己选的，师姐莫要担心，我定要将对面这小子速速宰了。冯玉荣柳眉轻蹙，美目之中满是担忧。苏明，你莫要冲动，这杜君浩实力，师姐放心，我心中有数。苏明打断他的话，眼神坚定，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杜君浩见状更是怒不可遏。苏明，你莫不是被冯师姐迷了心智，大言不惭，今日便要你知道，在这生死台上实力才是王道。言罢，杜君浩周身灵力翻涌，一股强大的气息弥漫开来，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震荡。他手中法诀一变，一柄散发着幽光的长剑瞬间浮现，剑身之上符文闪烁，一看便知非凡品。哼，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我杜君浩的厉害。杜君浩大喝一声，挥剑便朝着苏明斩去，那剑刃划过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好似要将空间撕裂一般。杜君浩眼眸泛红，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如汹涌的浪涛般朝着苏明拍去，嘶吼道：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就凭你！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手中陨星剑光芒大盛，宛如一颗即将坠落的星辰，散发着无尽的威压。斩星剑诀！苏明暴喝一声，身形如电，剑影漫天，恰似繁星坠落，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朝着杜君浩斩去。杜君浩面色骤变，手中法器匆忙抵挡，然而那汹涌的剑势竟如摧枯拉朽般轻易地突破了他的防御。怎么可能？你不过是通明境2层，为何如此强横？杜君浩心中满是惊恐，一边抵挡一边怒吼道。苏明却仿若未闻，手中剑招愈发凌厉，每一剑都带着无与伦比的霸气。哼，想杀我，你还不够资格。杜君浩只觉压力如山，越打越觉得力不从心，原本的自信在苏明的强势攻击下已然消散殆尽。他心中暗自叫苦，这苏明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恐怖？自己堂堂通明境5层，竟被他压着打，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生死台下，内门弟子们早已看傻眼，人群中一片哗然，惊呼声此起彼伏。这苏明也太猛了吧，以通明境2层压着通明境5层打，这简直逆天了。是啊，之前还没发现他如此厉害，这几日不见，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师姐冯玉荣美目圆睁，那绝美的容颜上满是震惊之色。她轻捂着小嘴，心中满是不可置信，这才几日不见，苏明竟然已经如此厉害了。她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惊讶，有赞赏，亦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情愫。台上，苏明攻势不停，手中陨星剑光芒璀璨，每一次挥动都带起一片耀眼的光芒，仿若要将这天地都斩破。杜君浩节节败退，身上已经出现了多处伤痕，狼狈不堪。苏明，你别太过分。杜君浩又惊又怒，却又无力改变这一面倒的局势。苏明眼中寒芒一闪，过分，这不过是你自找的。言罢，手中剑势更盛，朝着杜君浩再次攻去，是要将他彻底击败。苏明手中长剑裹挟着磅礴剑气，眼看就要将杜君浩砍杀当场。杜君浩面色惊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璀璨光芒从他怀中绽放，原来是孔家右长老赐予杜君浩的保命玉符生效了。那光芒化作一层光幕，将杜君浩牢牢护住。苏明这必杀一剑竟被光幕轻松挡下。杜君浩缓过神来，脸上惊恐瞬间化作怨毒与不服，朝着苏明大声嘲讽道：哼，苏明，就算在这生死台上，你也杀不了我，有这保命玉符在，你能奈我何？周围众人见状纷纷交头接耳。这杜君浩命可真大，有长老赐予的护符，苏明这一剑算是白砍了。是啊，事情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过这苏明确实强得离谱，换做旁人，杜君浩早就凉透了。苏明眉头紧皱，目光中寒芒闪烁，盯着杜君浩，心中暗自思忖：这孔家右长老赐下的保命玉符确实棘手，可杜君浩这等小人，今日若不除，日后必成大患。
杜君浩见苏明没有立刻动手，愈发嚣张，继续挑衅。苏明，你不是很能打吗？来啊，再砍我试试，看你能不能破得了这护符。苏明深吸一口气，周身气息陡然一变，强大的灵压四溢而出，他低喝一声：杜君浩，你莫要得意太早。说罢，苏明双手结印，身上光芒大盛，斩心一剑。随着他一声怒吼，一道耀眼的星辰剑气冲天而起，瞬间凝聚成一道巨大的剑影。这剑影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朝着杜君浩的护符斩去。那保命玉符所化光幕，在这星辰剑气之下，竟开始剧烈颤抖，光芒也愈发暗淡。杜君浩脸色大变，眼中满是恐惧。不可能，这怎么可能？长老赐予的护符怎么会挡不住？轰！一声巨响，星辰剑气瞬间斩碎光幕，余威不减，直接将杜君浩笼罩其中。杜君浩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剑气撕成碎片，魂飞魄散。众人见状，皆是目瞪口呆，全场一片死寂。这苏明也太恐怖了吧，连长老赐下的护符都能斩碎。是啊，他这实力简直逆天了，这等实力日后必成大器。可也有人低声议论起来，苏明此举怕是不给孔长老面子啊，在这紫云宗内公然破了长老赐予的护符，接下来肯定要被孔长老针对。没错，孔长老是出了名的小心眼，苏明这次怕是要惹上大麻烦了。长老白薇目光中满是赞赏，声音清脆悦耳，仿若山间清泉流淌。其身姿婀娜，一袭白衣随风轻舞，宛如谪仙灵士，绝美面庞上笑意浅浅。不错，遇强敌竟毫不退缩，有种。从今日起，你便为我白薇的第6位亲传弟子了。白薇长老朱唇轻启，话语中满是不容置疑的霸气。苏明心中一震，激动之情瞬间涌上心头，扑通一声跪地，高声道：弟子苏明拜见师尊。起来吧。白薇长老微微抬手，一股柔和之力将苏明扶起。为师赐你功法紫云星诀，此功玄妙非常，修炼至深处可引紫云之力入体，威力无穷。说罢，一玉简光芒闪烁，飘至苏明手中。还有这紫云求天剑，剑法凌厉至极，以紫云之力御剑，可求天困地。话音刚落，一柄散发着紫色光芒的长剑嗡嗡作响，悬于苏明面前。再者，这5万灵石便作为你前期的修炼资源，好生利用。储物袋光芒一闪，稳稳落在苏明掌心，沉甸甸的，满是希望。还有这个我白云峰一脉的亲传弟子令牌，3日后到白云峰听我授课，不可迟到。白薇长老神色一怔，郑重说道。苏明紧紧握着手中的宝物，心中热血沸腾，高声应道：弟子谨遵师命。众多内门弟子那叫一个眼热啊，他们心里那叫一个不平衡，就算拜了长老为师，也不过是长老门下平平无奇的普通弟子罢了，想要成为亲传弟子，那简直是做梦，门儿都没有。再瞧瞧人家苏明被白薇长老收为亲传弟子，这白薇长老给苏明的功法剑诀，那可都是紫云宗的顶级功法剑法，他们平日里连这些功法剑法的皮毛都接触不到。此刻看着苏明，一众内门弟子心里就像猫抓似的，羡慕嫉妒的火苗蹭蹭往上冒。凭啥他苏明就能被白薇长老看中，成为亲传弟子？这等好事咋就落不到咱们头上？有弟子小声嘟囔着，满脸的不甘。哼，人家苏明指不定有啥过人之处呢，不然长老咋会青睐于他？另一弟子酸溜溜的回应，眼中满是复杂之色。那可是紫云宗的顶级功法剑诀啊，咱们做梦都想得到。苏明倒好，轻轻松松就到手了。又有弟子唉声叹气，满脸沮丧。苏明接过那递来之物，目光一扫，心里忍不住吐槽，这所谓的功法剑法哪能和自己修炼的相提并论，简直弱爆了。不过那5万灵石倒是货真价实，实打实摆在眼前。尽管内心这般想，可面上苏明瞬间堆满欣喜，一脸恭敬的拜倒，朗声道：拜谢师尊赐宝，徒儿定当全力以赴，刻苦修炼，日后绝不给师尊您老人家丢脸。白薇点头，起身离去。师姐冯玉荣见白薇离去，当即拉住苏明，往那无人之地走去。苏明，你进入了内门，为何都不来寻我？冯玉荣柳眉轻蹙，眼中满是嗔怪。苏明微微一怔，神色平静：师姐，我与师姐不过一面之缘，实在谈不上多熟络。冯玉荣一听，顿时气得跺脚，美目圆睁：你说什么？我第一次都给你了，你竟说不熟？苏明听闻，顿时语塞，双唇紧闭，愣是不敢再接话，心里头却也清楚，自己这般确实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味。冯玉荣见状，轻哼一声，那玉手如灵蛇般优雅一翻，一块散发着淡淡幽香的玉佩便出现在了掌心。他直接将玉佩塞到苏明手中，脆声道：拿着，这玉佩能随时联系我，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知道不？
紧接着，冯玉荣一脸郑重叮嘱苏明道：“那孔家佑长老可是个极其小心眼的主儿，你务必得小心，谨防他暗中下毒手。依我看，你最好直接去白云峰闭关。你师尊白为长老在那儿，谅那孔长老也不敢肆意妄为。”苏明神色从容，开口道：“师姐不必担心，我心中自有分寸。”冯玉荣几番叮嘱后，这才与苏明告别。苏明望着手中冯玉荣给的玉佩，心中不禁泛起丝丝涟漪，对冯玉荣当初的那股子粗鲁劲儿，竟也有了几分改观。恰在此时，一道灵动身影如鬼魅般闪现，正是那紫衣小萝莉谭佑南，追杀而来，直接堵住了苏明的去路。谭佑南双手叉腰，气鼓鼓地娇喝道：“你个小毛贼，可算是被我堵住了吧？我看你这下还往哪里逃？赶紧把抢了我的那3株灵药交出来！”苏明目光如炬，直视眼前那拦路的紫衣小萝莉谭佑南。这谭佑南身着一袭紫衣，身姿婀娜，小脸精致的如同上天精心雕琢的美玉，双眸灵动，恰似夜空中闪烁的星辰，顾盼间风情万种。哼，今日你别想轻易离去！谭佑南轻哼一声，声音清脆如铃，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苏明心中暗自叫苦，他清楚这谭佑南乃是通明境7层的高手，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压根不是对手。看来只能用那招了。苏明心中默念，刹那间周身泛起一层奇异的光芒，正是他的拿手幻术阴阳神幻。这幻术一出，天地间仿佛都被一层神秘的色彩所笼罩，光芒闪烁，如梦如幻。谭佑南只觉眼前光芒一闪，脑袋瞬间一阵眩晕，意识逐渐模糊。苏明趁着这机会，脚尖轻点，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消失在原地。待谭佑南悠悠转醒，发现苏明早已没了踪影，顿时气得小脸通红，娇躯颤抖。苏明，你给我等着！他咬牙切齿地怒吼道：“本姑娘一定要暴捶你一顿，让你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而此刻已经远去的苏明却浑然不知，这阴阳神幻对同一人使用多了，竟会让对方悄然爱上自己。苏明正打算提前奔赴白云峰报道，毕竟内门弟子有2种选择，要么接受宗门分配的洞府，要么于师尊所在灵峰山脚自行开辟洞府。苏明寻思着，选后者更稳妥些，安全系数高。恰在此时，他路上撞见红月儿。红月儿正被他的师尊炼丹长老于念桃训得狗血淋头，甚至还被打屁股。这于念桃身着桃花道袍，身姿婀娜，那屁股比红月儿的还要翘，还要浑圆，简直是风姿绰约，令人侧目。于念桃满脸怒容，大声呵斥：“月儿，你怎能如此糊涂？那么多珍贵灵药，怎能随意给一个外人用？”红月儿低着头，委屈巴巴，小声嘟囔：“师尊，他真的很厉害的，我觉得苏师弟应该比我更需要那些灵药。”于念淘气的柳眉倒竖，继续数落：“他炼丹技术再厉害，跟你又有何干系？你当务之急是赶紧炼制出通明境级别的丹药，继而成为内门弟子，这才是正途。”红月儿紧咬下唇，眼眶泛红，心里委屈极了：“师尊，我只是觉得什么觉得？”于念桃直接打断他的话，莫要再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于念桃正训斥呢，红月儿美目一亮，一眼便锁定了苏明的身影。他急忙跑到师尊身旁，语气中满是急切与兴奋：“师尊，就是那个人，他炼丹之术极为厉害，堪称惊艳，师尊您一定要将他收为弟子啊！”于念桃闻言，目光如电，朝着苏明所在之处打量而去。他那秀眉微微一蹙，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之色，心中暗自惊叹：这苏明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竟拥有通明境2层的修为，这等修为在那外门弟子之中简直是鹤立鸡群，完全不像是外门弟子该有的啊！于念桃柳眉轻蹙，美目流转，心中思忖一番后，终是忍不住，莲步轻移走到苏明面前：“苏明，我且问你，那真品融灵丹与真品生息丹可是出自你手？”他声音清脆，宛如黄莺出谷。苏明神色坦然，微微拱手恭敬道：“回于长老，正是晚辈所炼，还得多谢于长老此前赐予的灵药，助我突破瓶颈。”于念桃闻言，美眸中闪过一丝狐疑，他素闻苏明之名，却未曾想其炼丹术境如此了得，心中实在难以静心。哼，口说无凭，今日你便当着我的面，用这炼丹炉与这些灵药再炼一次。他长袖一挥，一座古朴的炼丹炉瞬间出现在苏明面前，炉身上符文闪烁，透着强大而神秘气息，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同时，数株灵草药也被他轻轻一抛，悬浮在空中。苏明见状也不慌乱，双手快速结印，一股磅礴的灵力瞬间包裹住那些灵草药。他手法娴熟，如行云流水一般，快速将灵草药投入炼丹炉中。紧接着，他掌心符现出一团阴阳神诀的凌厉凝练的火焰，那火焰跳跃间竟隐隐有龙吟之声传出。随着苏明的控制，火焰精准地包裹住炼丹炉，开始淬炼草药。
余念桃美目圆睁，紧紧盯着苏明的一举一动。只见苏明时而双手飞速变换印诀，时而口中念念有词。那炼丹炉中的灵草药在他的操控下，以一种极为玄妙的方式融合升华。他心中震撼不已，这般精妙绝伦的炼丹手法，自己身为宗门炼丹长老，竟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炼丹炉中散发出一股浓郁的丹香，弥漫开来，引得周围的灵气都为之沸腾。成了！苏明轻喝一声，炼丹炉轰然开启，数颗圆润的丹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悬浮在空中。余念桃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美目闪烁着异样的光彩。他走到苏明面前，急切道：“苏明，你这炼丹水准，实乃罕见，可愿拜我为师？日后我定倾囊相授，保你在炼丹一途大放异彩。”苏明微微一愣，旋即面露难色，再次拱手躬声道：“余长老厚爱，晚辈感激不尽。只是晚辈已然拜入白薇长老门下，施恩如山，恐怕不能如余长老所愿，还望余长老谅解。”余念桃听到这话，神色一滞，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淡然。红玉儿美目圆睁，满是惊讶之色，脱口而出：“苏明，你咋一转眼就成内门弟子了？我勒个去，我可还在外门苦苦挣扎呢。”他跺了跺脚，佯装嗔怒：“你这家伙也太不仗义了吧！飞黄腾达了，竟不带我！哼！”余念桃站在一旁，考虑再三，此刻柳眉轻挑，心中暗道：苏明这炼丹天赋简直逆天了呀！拜入白薇门下，着实有些浪费。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然，心中有了决断。不行，我得回头跟白师姐要人去，这么好的苗子，可不能就这么被埋没了。余念桃有了想法，便直接转身离去，朝着白云峰而去。苏明，今日多亏你为我解围，以后我是不是得叫你师兄了？红玉儿巧笑嫣然，那模样仿若春日盛开的繁花，娇俏动人。举手之劳罢了。苏明淡然回应，目光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师尊方才又给了我好多珍贵的灵药呢，苏师兄，你随我回去一同炼丹如何？红玉儿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满是期待。而且啊，这些灵药还是都免费给你用，只要你教我一点你的那种厉害的炼丹技术就好了。苏明心中一动，自己如今虽说身上有点钱财，可接下来的修炼之路堪称吞金巨兽，资源消耗极大。若能去红玉儿那儿搞些丹药，那可真是雪中送炭。好，我答应你。苏明微微颔首，语气坚定。红玉儿听闻，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她蹦蹦跳跳的样子，恰似灵动的小鹿，挺翘的体态，随风荡漾。那我们快些回去，莫要辜负了师尊给的这些好宝贝。说罢，二人并肩朝着红玉儿的居所走去，只留下两道身影在那渐渐西斜的日光中越行越远。而在两人没注意到的地方，余家强者外门长老余泰气息低沉，朝着身后几位余家强者吩咐道：“务必一击得手，斩草除根，不给那小子活路。”苏明与红玉儿一同踏入他的庭院。今日的红玉儿身着一袭明艳的红色罗裙，那罗裙勾勒出她堪称火爆的身材，尤其是那挺翘浑圆的臀部，曲线迷人至极。苏师兄，今日又要辛苦你教我炼丹了。红玉儿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声音娇柔。苏明笑了笑，无妨，炼丹之术需耐心钻研，你既想学，我自当倾囊相授。二人走到丹炉前，苏明开始讲解炼丹步骤，边说边拿起药材示范。这一味药需在火候初起时放入，方能激发其最大药效。苏明手持药材，神色专注，红玉儿在一旁认真看着，时不时提出疑问：“那若是放早了会怎样呀？”红玉儿歪着头，模样俏皮可爱：“放早了，药力未明，丹药便会失了功效。”苏明耐心解答。讲解完理论，便要实际操作了。苏明站在红玉儿身后，手把手教她控制火候，手要稳，感受丹炉内温度的变化。苏明轻声说道，大手附上红玉儿的细滑小手。二人触碰瞬间，红玉儿只觉一股电流划过，脸颊瞬间泛起红晕。她微微低下头，心跳如鼓：“苏师兄，我好像感受到了。”苏明察觉到红玉儿的异样，却只当她是紧张，依旧专注于炼丹教导。很好，继续保持，注意温度的细微变动。苏明语气沉稳，眼神紧盯丹炉。庭院中微风轻拂，吹动着红玉儿的发丝与裙摆。二人专注于炼丹，气氛微妙而又温馨。转眼3日已逝，炼丹终告一段落。苏明这3日竟炼制出了真品溶灵丹150枚，真品生息丹180枚，这般成果堪称恐怖。丹成之后，苏明便要将一半丹药分给红玉儿。玉儿，这丹药你定要收下一半，灵药皆是你所出，若无你，哪有这些丹药？苏明神色诚恳，语气坚决。红玉儿美目流转，贝齿轻咬下唇，娇声道：“苏师兄，
这丹药是你辛苦炼制，我怎能要这么多？他身姿婀娜，站在那里如同一朵盛开的幽兰，美得不可方物。不行不行，说什么都得收下。苏明连连摆手，态度强硬得很。二人一番拉扯，红玉儿最终各收下了50枚。此时他看向苏明的眼神中好感度再度飙升，那眼眸里仿佛藏着璀璨星辰。苏师兄，这边要走了吗？红玉儿轻声挽留，神情中满是不舍。苏明心中感慨，此番他耗费3天时间白得了100枚真品融灵丹，还有130枚真品生息丹，这些可都是提升修为的绝佳丹药啊，有了它们，自己修为突破有望。但此刻面对红玉儿的挽留，他竟也有了一丝犹豫。正当这时，门外有声音响起：苏明，长老让我来通知你，说有事需你前往外门管事方处理。苏明心中满是疑惑，外门长老找自己所谓何事？这管事方自己从未踏足，位置偏僻，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带着满腹狐疑，朝着管事房赶去。踏入管事方，周遭一片寂静，气氛透着诡异。苏明暗自警惕，目光扫视四周。就在此时，于泰现身，脸上挂着看似善意的笑容，说道：苏明啊，你之前误伤外门弟子，可招惹到大麻烦了。那弟子背后可是某个大家族，你处境堪忧啊。老夫身为中间人，此番便是来为你平息此事。苏明闻言，心中一凛，脑海中飞速思索，自己究竟招惹到谁了？一时间竟毫无头绪。他暗自揣测，难道是内门孔长老的人自己之前的举动，莫不是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还没等苏明理清思绪，于泰脸色陡然一变，眼中凶光毕露。哼，小子，受死吧！于泰一声暴喝，刹那间，于家众多通明境强者从四面八方涌出，强大的气息瞬间锁定苏明，如同饿狼围住猎物。长老，你这是何意？苏明怒目而视，心中怒火熊熊燃烧。何意？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于泰冷笑，那笑容仿若恶魔般狰狞。就凭你们也想杀我？苏明周身灵力涌动，战意冲天，他绝不甘心就这么任人宰割。动手！于泰猛地大手一挥，声若洪钟，震得四周空气都跟着颤了几颤。刹那间，于家的一众强者们浑身气势暴涨，纷纷施展出看家神通。一时间，法术光芒铺天盖地，那绚烂刺目的光辉将整个管事房照得仿若白昼一般，亮如烈日高悬。玄奥符文闪烁不停，似星辰坠落人间，在空中交织出神秘莫测的图案。强大灵力波动疯狂肆虐，四周空气被搅得嗡嗡作响，仿佛在承受着千钧重压。苏明心中一凛，他早有防备，哪敢有丝毫懈怠，当即运转体内灵力，施展出那精妙绝伦的九阴神行步伐。他身形鬼魅，如暗夜幽灵般左闪右避，试图在这重重包围中寻得一线生机。可奈何对手实在太多，且个个实力强悍的离谱，整整9名通明境强者，甚至不乏通明境后期的强者，那股子压迫力好似一座巍峨大山，压得苏明几近窒息。在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苏明终究是寡不敌众，一个不慎被一道凌厉的法术击中，身体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口吐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下来。不行，不能就这么栽在这。苏明心中怒吼，他强忍着剧痛，仿若不要命一般，大把大把地将丹药往嘴里塞。与此同时，他慌乱之中赶忙激活了师姐冯玉荣所赠的玉佩。咔嚓一声脆响，玉佩瞬间碎裂，一道晶莹璀璨的护盾瞬间生成，如同一尊守护神，稳稳地将苏明护在其中。那护盾散发着柔和却坚韧的光芒，堪堪抵御住了于家强者们接下来那足以致命的一波伤害。什么？苏明遇袭了？冯玉荣柳眉倒竖，美眸中寒芒一闪，手中的另一枚玉佩已然碎裂，当即身形如电，向着事发之地飙射而去。冯玉荣竟然不知道为何自己这一刻会如此的担心。他身为通明境巅峰强者，此刻心中的怒火简直能将天都给烧穿。转瞬之间，冯玉荣便杀到了现场。于泰，你们好大的狗胆！他声若寒霜，娇躯凌空而立，衣袂飘飘，宛如9天玄女降临，绝美面容上满是怒容。于泰等人脸色骤变，惊恐地看向这位突然出现的内门巅峰弟子。哼，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动苏明，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冯玉荣话音刚落，手中长剑一抖，顿时剑气纵横，如匹练般向着于泰等人斩去。不，怎么可能？于泰等人亡魂皆冒，想要躲避，却发现周身已被恐怖的剑气锁定，根本无处可逃。噗噗，几声闷响，于泰等于加强者满脸惊骇地倒下，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他们到死都不敢相信，苏明竟能瞬间招来如此强大的元首。冯玉荣身形一闪，来到重伤的苏明身旁，美目中满是心疼。他轻轻抱起苏明，脚尖轻点，
向着自己的洞府疾驰而去。回到洞府，冯玉荣急忙将苏明安置在床上。苏明，你一定要撑住啊！他喃喃自语，贝齿轻咬下唇，神色间满是焦急。随后他转身拿起一个玉盒，从中取出一枚散发着奇异光芒的疗伤丹药。这可是本姑娘珍藏的顶级疗伤药，苏明，你快服下。冯玉荣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将丹药喂入苏明口中。看着苏明苍白的脸色，冯玉荣心中暗暗发誓，敢伤苏明的人，我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小半日后，苏明轻舒一口气，勉强地睁开了眼，伤势总算是稳住了。抬眼一瞧，师姐冯玉荣那修长笔直的大长腿映入眼帘，心中顿时明了，定是师姐出手，才将自己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师姐，此番多亏有你，不然我这条小命可就没了。苏明满脸感激，看向冯玉荣的眼神中满是敬意。哼，跟我还客气什么？倒是你，怎么会被余家那些家伙盯上，遭此毒手？冯玉荣柳眉轻蹙，语气中带着一丝嗔怪，又满是关切。苏明眼神瞬间变得阴鸷，一字一顿道：余家，他们竟敢对我下手，此仇不报，我苏明誓不为人。我定要将那余家彻底灭了。冯玉荣听闻，秀目微睁，连忙劝道：师弟，不可冲动，那余家可不简单，族中有着退凡境的强者坐镇，在这紫云宗内，想要动他们，谈何容易？苏明目光如炬，盯着冯玉荣，突然问道：师姐，我听闻你如今距离退凡境似乎只差一步之遥，若是你突破了退凡境，这样不就不用担心余家这个退凡境的家伙了？冯玉荣微微一怔，旋即苦笑着点头：是啊，卡在这一步都好几年了，一次次全力冲刺，却始终难以跨越这道鸿沟。苏明嘴角微微上扬，神秘一笑：师姐，我有办法助你突破这层桎梏，不过这法子有些特殊，还得师姐你配合我才行。啊！冯玉荣美目圆睁，满是惊讶与意外：你真有办法？行，只要能突破，我配合你便是。师姐，你且把衣服脱了。苏明深吸一口气，神色认真，说出了这句让冯玉荣瞬间愣住的话。冯玉荣呆立当场，一双美目满是疑惑，脸蛋也不自觉地红了起来。师弟，你认真些，你还重伤呢，怎么脑子里面这么使坏？虽然说上次有过接触，但是他觉得自己跟苏明的关系还没到那种程度。洞府内，苏明身受重伤躺着，目光灼灼，望向师姐冯玉荣，开口问道：师姐，可曾想过进阶退凡境？冯玉荣美目一亮，不假思索地回应：自然想，做梦都想。苏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神秘笑意：若想进阶，便得听我的，依我所言行事。冯玉荣心中虽有些许疑惑，但对进阶的渴望还是让他咬了咬下唇，轻轻点头：好，我听你的。苏明目光示意，沉声道：师姐，脱掉衣服，而后坐下。冯玉荣瞬间脸色羞红，宛如熟透的苹果，娇艳欲滴。她那绝美的容颜此刻满是羞涩，双眸似蒙上一层水雾。犹豫片刻，她缓缓抬手，开始褪去衣物。不得不说，冯玉荣身材堪称绝美，那一双大长腿笔直修长，线条流畅，仿佛能吸引世间所有目光，肌肤如雪般晶莹剔透，在这略显昏暗的空间中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她身姿婀娜，一举一动皆风情万种，即便是在这般羞涩尴尬的情境下，也难掩其动人姿态。苏明周身气息流转，阴阳神诀不受控制般自行运转起来，那神诀仿若有灵，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波动。这阴阳神诀功效堪称逆天，如同一股无形却磅礴的力量，正悄然作用于师姐冯玉荣身上。冯玉荣本处于通明境9层巅峰，4被一层无形壁障所阻，难以寸进。此刻在阴阳神诀之力的催化下，那层壁障竟出现了松动迹象。咔咔，仿若有细微的破碎声在冯玉荣体内响起，紧接着一股更为强大的气息自他体内爆发而出。这是冯玉荣心中震惊不已，美目圆睁，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他感受着自身实力的攀升，已然成功从通明境9层进阶到了退凡境。他完全没想到苏明这被动运转的阴阳神诀竟真有如此神效，助他打破瓶颈，实现突破。苏明，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冯玉荣声音发颤，看向苏明的目光中，震惊之余还多了几分复杂的情绪。冯玉荣心中暗忖，若能再来一次，能否再度突破？这般念头一起，他俏脸微红，神色间满是羞怯，却又带着几分决然。这般主动令苏明大为惊讶，这一次他竟与前2次截然不同。苏明心中诧异，暗自思量，头一回他那般疯狂，似要将天地都搅个天翻地覆；第2次又温柔似水，能将人的心都给融化了。可这第3次温柔之中竟又暗藏疯狂之意，实在叫人捉摸不透。
而苏明更惊觉自己此番竟未如先前那般难以招架，定是阴阳神诀起了作用。他心中笃定纯阳霸体怕是已然小成。这阴阳神诀当真神妙无比，苏明只觉体内力量似有源源不断之感，每一次运转都仿佛有万千星辰在体内轰鸣。冯玉荣美目流转，那娇羞之态恰似春日里初绽的桃花，柔美动人。苏明瞧着冯玉荣这动人模样，心中感慨，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绝美的女子，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能勾人心魄。此刻他周身气息流转，纯阳之力澎湃翻涌，隐隐有突破之兆。那纯阳霸体的威力似乎要将这一方天地都给震得摇晃起来。轰！这般雄浑力量的冲击下，苏明的伤势竟如冰雪遇骄阳，迅速恢复。不仅如此，其修为更是如同火箭般蹿升，顺势突破了一个小境界，稳稳踏入通明境3层。苏明一脸感激，望向冯玉荣，诚挚开口：“师姐，此番多亏有你，大恩不言谢，铭记于心。”冯玉荣美目流转，身姿婀娜，嘴角噙着一抹浅笑，柔声道：“师弟，你我之间何须如此客气？”话锋一转，他神情认真，目光坚定地看着苏明，又道：“往后师姐定会对你负责到底。”苏明一听，内心不禁一阵无语。师姐这负责二字莫名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挠了挠头，面上露出一丝尴尬，心中暗自腹诽：师姐这话说的怎么好似我是个需要处处照料的孩童一般。可抬眼瞧见冯玉荣那一脸郑重的模样，苏明又不好多说什么，只能硬着头皮应道：“多谢师姐好意。”冯玉荣瞧着苏明那窘迫的模样，不禁扑哧一笑，那倾国倾城的面容愈发显得娇俏动人。看你这模样，莫不是师姐这话吓到你了？他笑语盈盈，眼神中满是调侃。苏明忙不迭摆手，干笑道：“师姐说笑了，只是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师姐这份情谊。”冯玉荣轻轻摇头，眼中流露出一抹别样的温柔，轻声呢喃：“师弟，你莫要多想，师姐既许下诺言，便不会食言。”苏明望着眼前风姿绰约的冯玉荣，心中五味杂陈。师姐，师姐。洞府外，冯玉荣的追求者之一内门弟子曲墨同扯着嗓子大喊，满脸焦急，手中还紧攥着一株泛着奇异光泽的珍稀灵药，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寻来，打算讨好冯玉荣的宝贝。听闻师姐抱了个男人回洞府，都2日了还未现身，我实在放心不下，特来探望，还带了这株千年灵兰，师姐定能用得上。曲墨同扯着嗓子喊道，眼睛死死盯着紧闭的洞门，似要将其看穿。滚！洞内，冯玉荣那清冷的声音传出，仿若裹挟着一层寒霜：“本姑娘没闲工夫搭理你。”曲墨童却好似牛皮糖一般，死活不走。师姐，您就开门吧，您到底带了谁进洞府啊？这事儿关乎师姐清誉，我怎能不管？与你何干？冯玉荣的声音愈发冰冷，仿若能冻死人躯。墨童心中那股怒火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脸瞬间涨得通红，心下暗忖：哼，怎么可能没关系？这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师姐这般维护？不行，我今日非得弄个明白。师姐，您莫不是真藏了个野男人在里头吧？曲墨童咬着牙，阴阳怪气地说道：“师姐您一向洁身自好，这般反常，实在让人起疑啊！”住口！冯玉荣怒喝一声，洞门都跟着震了几震。曲墨童，你莫要再胡言乱语，信不信本姑娘现在就出去扒了你的皮？曲墨童心中一凛，脸上却依旧强撑着：“师姐，我这都是为您好，您若真没做什么，又何必怕我问？”冯玉荣实在不想理会这无赖，索性不再言语。曲墨童在洞外徘徊了几圈，眼珠子滴溜乱转，心中盘算着：哼，我就不信你俩能抑制不出来。等那男人现身，看我不好好收拾他，敢跟我抢师姐，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这般想着，曲墨童扬装叹了口气：既然师姐不愿见我，那我便先回去了。师姐若有需要，随时唤我。说罢，他一步3回头，缓缓朝远处走去，可那目光却始终紧紧盯着洞府，满心期待着那扇紧闭的门能快点打开，好让他揪出那个让他妒火中烧的男人。洞府内，苏明神色匆匆，看向冯玉荣，开口道：“师姐，我得去白云峰了，去那儿做甚？”冯玉荣秀眉轻蹙，美目流露出不舍：“我师尊白尾长老要授课了，之前特意叮嘱我按时前往，我得与你告别。”苏明解释道。冯玉荣一听，顿时急了，他柳腰轻摆，连步快速上前，一把拉住苏明，娇嗔道：“不行，我不许你走！”他那如羊脂玉般的小手紧紧拽着苏明，眼神中满是依恋。此刻的冯玉荣肌肤胜雪，双眸似秋水含情，朱唇不点赤，一头乌黑长发如瀑般垂落，身姿婀娜，宛如仙子下凡，却又带着几分小女儿的娇态。“师姐，别闹，这是第一次授课，关乎重大，我不能不去。”苏明一脸无奈，试图挣脱冯玉荣的手，
然而冯玉荣却好似铁了心一般，不仅没松开，反而抓得更紧了。我不管，我不让你走。冯玉荣声音带着哭腔，那绝美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倔强。说罢，他也不管苏明愿不愿意，直接就朝着苏明扑了过去。苏明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愕，想要反抗，却发现自己在冯玉荣这近乎蛮横的举动下根本无力挣脱。怎么又是这样？不要！苏明踏出冯玉荣洞府，手中多了个乾坤袋，馥郁香气扑面而来。这里面可都是好东西啊！苏明喃喃自语，嘴角不自觉上扬。他打开乾坤袋，目光扫过，好家伙，灵药成百株，每一株都灵气氤氲，透着蓬勃生机。这得是多少年才孕育出的灵物？师姐对我可真大方。苏明心中感慨。再瞧，灵石堆成小山，足有几十万之多，颗颗圆润，灵力流转，光芒夺目。这么多灵石，修炼资源一下子充裕起来了。苏明眼神中满是惊喜。还有那通明镜级别的灵气，好几件呢，造型各异，或剑或盾，皆散发着凛冽气息。这些灵气在战斗中可都是大杀器啊！苏明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更别说那几十枚保命的高阶玉符了，每一枚都符文闪烁，神秘莫测。有了这些玉符，关键时刻能保我一命。苏明深知其珍贵，冯玉荣啊，几乎把自己的身家都给了他。苏明心中五味杂陈，既感动又有些许愧疚。师姐对我这般好，倾其所有，我何德何能？苏明内心满是波澜，一时间幸福之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将他整个人都包裹其中。不行，我日后定要好好报答师姐。苏明暗自握拳，眼神坚定，似是要将这份决心刻入灵魂深处。曲墨彤瞧见从冯玉荣洞府出来一人，那厮面生得很，实力瞅着竟还在自己之下。哼，哪来的小喽啰？曲墨彤心中不爽，顿起歹意，看我不好好收拾你。刹那间，他周身灵力翻涌，抬手便朝着苏明攻去，那架势好似要将苏明瞬间碾碎。可他万万没想到，冯玉荣早有防备。你敢！冯玉荣柳眉倒竖，美目含煞，一声娇喝，玉手如电般探出。轰！这一巴掌裹挟着磅礴的力量，直接将曲墨彤扇得倒飞出去。曲墨彤在空中划出一道狼狈的弧线，重重摔落在地，满脸的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曲墨彤心中大骇，冯玉荣何时变得如此厉害？他定睛一看，冯玉荣周身气息内敛，却又隐隐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的威压，竟已是进阶到了退凡境。完了完了，这下踢到铁板了。曲墨彤心中叫苦不迭，退凡境，那以后可是长老级别的人物啊！他虽满心愤怒，却也只能强压下来，脸上堆满了苦涩与不甘。冯师姐，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还望师姐恕罪。说罢，他灰溜溜的退去，那背影满是狼狈。冯玉荣望着苏明远去的身影，眼神柔和下来，轻声喃喃：从今往后，这世间再没人敢动你分毫。苏明匆匆赶到，此时的白云峰已然人头攒动，只因白薇长老在此开讲，众多弟子皆慕名而来。那些普通弟子见苏明一来，便被白薇长老收为亲传，心中满是嫉妒。哼，这家伙何德何能，刚入门就成了长老亲传。就是我等苦熬许久都没这待遇，他倒好，一步登天。一道道嘲讽声如冷箭般射向苏明。费明宇身为通明境6层的强者，此刻也站了出来，满脸不屑。苏明，你修为远不如我，凭什么成为师尊亲传弟子？我不服。苏明目光一凛，心中暗忖，这费明宇还真敢跳出来，面上却毫不示弱，冷笑道：不服，那你大可出手，看我不把你揍趴下。费明宇怒极反笑，周身灵力瞬间爆发，强大的气息席卷四方。好，今日便让你知道，我费明宇不是好惹的。他这一展露实力，周围弟子顿时惊呼出声。天啊，费明宇师兄竟已进阶到通明境6层了，难怪他如此气愤。他本就是最有望成为亲传弟子之人，却被苏明截了胡。费明宇心中的不甘如汹涌的潮水，他一直苦心修炼，满心期待能成为白薇长老亲传，如今却被苏明横插一脚，这让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当下，费明宇脚下一跺，身形如电般冲向苏明，周身灵力化作一道道光芒，环绕其身，煞是夺目。周围人几乎都不看好苏明，纷纷出言。听闻苏明也不过是通明境2层，如何是通明境界6层修为的费师兄的对手？是啊，修为不强还这么嚣张，这下怕是要丢人了。战斗很快开始，费明宇眼眸中闪过狠厉之色，猛地大喝一声：今日定要让你知晓我费明宇的厉害。紧接着，他周身紫气弥漫，赫然施展出了紫云宗内那小有名气的紫气拳法。哼，此拳法我已修炼至大成，威力绝伦，你拿什么跟我斗？
费明宇一边疯狂输出，一边口中叫嚣着。只见他的拳头裹挟着浓郁紫气，好似一条条紫色的蛟龙，朝着苏明汹涌扑去。苏明神色淡然，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攻击，不慌不忙，周身气息瞬间爆发，赫然展露通明境3层修为。就凭你也想拦我？且看我这浩阳13拳！苏明一声暴喝，声音仿若洪钟，响彻四方。刹那间，他的拳头上燃烧起金色的火焰，那火焰光芒耀眼，仿若烈日降临。每一拳轰出，都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拳势如汹涌澎湃的海浪，一层高过一层，直接碾压向费明宇。费明宇脸色骤变，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如此强大？费明宇内心疯狂嘶吼着，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苏明的拳头已然到了眼前。砰！一声巨响，仿若晴天霹雳。费明宇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被轰飞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重重的摔落在地，扬起一片尘土。费明宇满脸惊骇，嘴角一血，心中满是不可思议。我竟然完全不是对手，一拳都挡不住，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费明宇心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眼神中满是绝望与不甘。周围众人早已看傻眼了。我的天哪，费明宇竟然这么快就败下阵来了。是啊，而且还是被一拳轰飞，这苏明也太恐怖了吧！前些时日他还是通明境2层呢，怎么这眨眼间就进阶到3层了？不仅如此，还如此轻松就暴打了通明境6层的费明宇，这实力提升的也太夸张了。众人交头接耳，脸上满是震惊之色。片刻后，众人纷纷回过神来，看向苏明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苏师兄威武！苏师兄，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众人齐声高呼，纷纷改口称呼苏明为师兄。那一声声呼喊，仿若海浪一般，此起彼伏，在这片天地间回荡着。苏明一步跨出，强势无比，一把揪住被自己一拳轰飞的费明宇。起来！苏明沉声道。费明宇满脸惊惶，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他怎么也没想到，苏明竟有这般恐怖实力，一拳就将自己轰飞。苏明目光灼灼，盯着费明宇，说道：咱们都是师尊的弟子，也都是一家人，你质疑我，本也正常。在这修行路上，有胜负再平常不过，但咱可不能输不起，更不能心怀坏心思。费明宇听闻，心中震撼，这苏明实力强得离谱，心胸竟如此宽广。他满心懊悔，扑通一声直接跪地，恭恭敬敬行了个大礼，喊道：师兄，我错了。就在这时，一道婀娜倩影缓缓走来，正是师尊白薇。她莲步轻移，身姿摇曳，宛如仙子临世。那绝美的容颜，清冷中带着几分温柔，令人看一眼便难以忘怀。白薇目睹苏明主动握手言和这一幕，美目之中闪过一丝赞许。她微微点头，轻声呢喃：苏明此举倒有几分大家风范了。白薇依旧是一袭天蓝色罗裙，身姿婀娜动人，那绝美的面容仿若9天仙子临世，肤若凝脂，眼眸灵动间散发着清冷与高贵，身材更是堪称一绝，曲线玲珑，每一步迈出都摇曳生姿。此刻她神色较往日多了几分严肃，启唇授课。白云峰自建峰至今，悠悠已历300年风云变幻。这800年间，峰中先辈们于修行意图不断向上，才铸就如今的辉煌。白薇声音清脆，在这授课场中悠悠回荡。至于通明境修行，其中门道众多。须知通明境乃开启灵智、通明本心的关键境界。修行时务必凝神静气，感受周身灵气潮汐。引灵气入体时，切不可操之过急，稍有不慎便会灵气紊乱，经脉逆行，危及性命。他柳眉轻蹙，神色凝重地告诫着。苏明静静聆听，心中明了，这些内容显然是师尊特意为他这个新收的亲传弟子所讲。那些围坐一旁的普通弟子，不过是跟着沾光罢了。苏明暗自思忖，其他5位亲传弟子此刻为何不见踪影？想来定是外出历练去了。许久，白薇授课完毕，苏明赶忙上前恭敬行礼，诚挚说道：多谢师尊教诲，此番授课弟子受益匪浅。白薇轻点琴手，玉容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柔声道：你且好生修炼，7日后便是宗门开山大典，届时你与另外几位亲传弟子带白云峰出席。为师这段时间需闭关修行，若修行中有任何问题，可寻你师兄师姐解惑。苏明拜谢师尊。苏明恭恭敬敬地说道。言罢，白薇转身离去。那些普通弟子此前的事儿已彻底扭转了他们对苏明的看法。苏师兄，苏师兄慢走！一声声师兄此起彼伏，他们满含敬意，目送苏明远去。苏明心中思考，7日后就是开山大典，那么自己肯定提前就要去任务堂，争取到前往洛安城的外出挑选弟子收徒的名额，
不然被秦家的秦一烟占据了这个名额就麻烦了。先暂且安顿好，就去任务堂。苏明一路疾行，终至那白云峰山腰处。他心里清楚，在这宗派之中，亲传弟子才有资格于山腰开辟洞府，尽享天地灵气滋养，而非亲传弟子便只能屈居山脚下，眼巴巴望着山腰，涂炭奈何。此刻，身为亲传弟子的苏明正摩拳擦掌，准备寻个绝佳之地，开辟属于自己的修行洞府。恰在这时，一道倩影仿若轻盈的蝴蝶翩然而至，来者正是那萧秘密。作为门派的第5位亲传弟子，其姿容绝美，仿若那9天玄女下凡，倾国倾城之色，足以令世间万物失色。她那身材更是堪称一绝，前凸后翘，曲线玲珑，胸前那饱满之处呼之欲出，让人看一眼便难以忘怀。只见萧秘密手里握着一柄刚锻造完的灵器，那灵器之上符文闪烁，宝光流转，一看便知非凡品。萧秘密莲步轻移，瞬间来到苏明身旁，而后伸出那如羊脂玉般白皙的手臂，热情地搂住苏明的肩膀，娇笑着说道：哟，小师弟，可算碰到你了。瞧瞧师姐我刚锻造出这柄超厉害的灵器，就想着一定要送给小师弟你呢。苏明微微一愣，心里满是惊讶，他怎么也没想到刚见面这位师姐竟会主动送自己灵器。他下意识地挠了挠头，脸上露出一丝腼腆的笑容，说道：师姐，这太贵重了吧，我怎能收下？萧秘密佯装嗔怒，轻轻拍了一下苏明的肩膀，那嗔怪的模样愈发显得娇俏动人，说道：小师弟，你这是瞧不起师姐我吗？师姐送你东西，你就乖乖收下，莫要再推辞了，不然师姐可要生气了。苏明见萧秘密这般坚持，心中感动不已，犹豫片刻后，终是双手接过那柄灵器，是一把刀，品相极佳，一看就价值不菲，结果却说送就送给了自己，感激道：师姐大恩，苏明没齿难忘，日后若有差遣，定当万死不辞。萧秘密看着苏明那认真的模样，忍不住咯咯笑出声来，笑声清脆悦耳，仿若银铃一般在这山腰处回荡。小师弟，瞧你这话说的，这般生分作甚。日后呀，你在咱这紫云宗之中，若有人敢欺负你，尽管告诉师姐，师姐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咱白云峰一脉人虽然不多，但是咱就是护犊子，好不容易萧秘密不是最小的了，他自然要好好的表现一番。苏明全力施为，周身灵力翻涌，不过眨眼间，一座洞府便在眼前开辟而成。五师姐，多谢你前来帮忙。苏明转头看向身旁的萧秘密，眼中闪过一抹感激。萧秘密一袭罗裙，身姿曼妙无双，容颜绝美，仿若仙子临视她轻启朱唇，笑语嫣然。自家师弟说什么谢字？说话间，他莲步轻移，开始帮忙装饰洞府，丰腴的身姿随之微微颤动，傲然的身姿惹人眼球。只见他玉手轻挥，几枚灵晶嵌入洞壁，刹那间柔和光芒绽放，将洞府映照得温馨满意。师弟，往后这便是你的修行之地了，可要好好努力。萧秘密一边布置一边开口说道。苏明重重点头，目光坚定。师姐放心，我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随着装饰的推进，原本简陋的洞府渐渐多了几分家的味道。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洞府中是焕然一新，温馨之感扑面而来。萧秘密满意的看了看，才告别转身离去。苏明望着满桌堆积如山的灵石与灵丹，心中满是决绝。今日便要闭关苦修一番，这些资源可都是我积攒许久所得，定要发挥最大用处。他暗自呢喃，眼中满是坚定。说罢，他一把抓起大把的灵石，又将数颗灵丹丢入口中，仿若这些珍贵无比的资源真如不要钱一般。哼，且看我如何借他们之力突破自身。苏明低喝一声，盘膝而坐，运转起那神秘莫测的阴阳神诀。灵力在他体内疯狂运转，似两条相互交织的巨龙，咆哮着，翻滚着，疯狂炼化着刚入体的灵石与灵丹之力。给我化！苏明牙关紧咬，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却浑然不觉。随着灵力不断在体内汇聚压缩，他周身气息也愈发狂暴，衣衫猎猎作响。不知过了多久，苏明体内传来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仿若禁锢他的枷锁被生生挣断。突破了，从通明境3层提升到通明境4层了。苏明猛地睁开双眼，眼中爆射出一道金芒，兴奋的低呼。可当他看向周围一片狼藉，那堆积如山的资源已然消耗一空时，不禁长叹一声。提升修为实在太难，每一次突破所需资源竟如此海量，往还要准备更多的资源才行。苏明刚闭关而出，心中盘算着得去人物堂领那回洛安城的收徒任务，也好趁机回苏家看看，还得找个时间把之前对自己动手的瑜伽好好处理一番。恰在此时，五师姐萧秘密翩然而至，只见她身姿婀娜，面容绝美，
双眸如星般闪烁。苏明师弟，萧秘密笑语嫣然，师姐练气，差了一份主材料，想邀你一同外出做个任务。苏明面露难色，师姐，我本打算去人物堂领个回洛安城的任务，还有些事要处理。萧秘密却不依不饶，依旧热情似火，跟着师姐出去肯定大有好处，就2天，回来也不耽误你事儿。苏明心中一动，想起之前萧秘密送了自己一柄上好的灵器，实在不好负了师姐的热情。犹豫片刻，终是点头，好吧，师姐，那就随你走一趟。萧秘密大喜，美目流转，师弟爽快，咱们此次要去的乃是熔岩山脉，寻找熔岩之心，用来锻造一柄火系灵剑。苏明与萧秘密正朝着熔岩山脉前行，忽然前方出现2道略显狼狈的身影，竟是季红山与季慕清2姐妹。季红山身姿婀娜，即便此刻衣衫沾染尘土，也难掩那傲人的曲线，胸前饱满呼之欲出，每一步都带着别样的风情。季慕清更是美得不可方物，双眸含着泪，如雨中梨花，柔弱动人，那盈盈一握的腰肢仿佛风一吹便能折断。苏明见状，立刻快步上前，关切问道：红山、慕清，这是遭遇何事，如此狼狈？季红山神色悲戚，眼眶泛红，声音带着几分哽咽：苏师兄，我三叔为了给我们争取逃生时间，被那帮恶徒困杀了，眼下还有好几个血煞门的强者正追杀我们姐妹俩，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听闻此言，一旁的季慕清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直接扑向苏明，那柔软的娇躯，胸前饱满，一不小心撞击在他胸膛，令苏明瞬间有些不知所措。季慕清哭喊道：我还以为自己要命丧于此，再也见不到天日了。苏明下意识地看向师姐萧秘密，眼神中满是询问之意。师姐，这血煞门是什么势力？萧秘密柳眉微蹙，神色凝重，缓缓说道：血煞门那可是与我们紫云宗实力相当的强大势力，但他们行事狠辣，修炼更是不择手段，毫无底线，一直以来与我们紫云宗都是水火不容，矛盾极深。苏明心底那股侠义之气瞬间翻涌，哪能见死不救，当下就铁了心要救夏季红山2姐妹。可这事儿哪能这般顺遂？血煞门的4个狠角色竟如阴魂般追杀而至，其中2个巨元境9层的，气息狂暴的好似随时要掀翻天地，一个通明境2层，一个3层的，周身邪气缭绕，一看就不是善茬。哈哈哈哈！那为首的巨元境9层家伙脸上挂着贪婪又猥琐的笑，这绝色姐妹花本就该落入咱们手中，如今倒好，又多了个这般貌美的大美妞。另一个巨元境9层的舔了舔嘴唇，附和道：师兄，咱先宰了这不知死活赶坏咱们好事的小子，再把这3个美人求了，到时候嘿嘿。苏明一听这话，心头怒火噌的一下就冒起来了，眼神瞬间冷得能冻死人。他二话不说，周身灵力瞬间爆发，通明境4层的强大气息汹涌澎湃，好似一座巍峨巨峰，压得四周空气都簌簌作响。哼，就凭你们也敢觊觎我要护之人？苏明冷哼一声，手中长剑瞬间出鞘，剑身光芒闪烁，犹如一道璀璨流星划过夜空。只见他身形一闪，快若鬼魅，长剑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那4个血煞门强者狠狠斩去。噗噗噗噗，4声闷响，干净利落。那4个血煞门的家伙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被苏明这凌厉一剑直接斩成了2半。季红山和季慕清瞪大了眼睛，满脸都是不可置信。方才还在为苏明的安危揪心，可一转眼，苏明竟展现出这般恐怖实力，直接解决了4个强敌。季红山嘴唇微张，眼中满是震惊与复杂，喃喃自语：这还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师兄吗？短短10日，他竟已经强大到了如此地步。季慕清也是一脸呆愣，下意识地掐了掐自己的胳膊，确认不是在做梦。姐，他这实力简直太逆天了啊！一旁苏明神色一凛，朝着身旁2人沉声道：你2人先回宗门，速禀告血煞门在我紫云宗势力范围肆意妄为之事，交由宗门定夺。季红山柳眉微蹙，美目满是担忧，急切说道：苏师兄，血煞门此番来势汹汹，远不止眼前这些小喽啰，听闻他们还有更为强悍的内门弟子，比这4人可厉害太多了。苏师兄，你务必多加小心啊！苏明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弧度，眼神中透着决然，朗声道：莫要忧心，若真碰上，宰了便是，定要为你们出这口恶气，报此大仇。言罢，季红山2人快速离去，苏明与萧秘密并肩，继续朝着熔岩山脉进发。经过小半天的急速赶路，远远的就可瞧见熔岩翻滚、热浪滚滚的景象。刚踏入熔岩山脉，咦，那是火灵草。苏明眼眸一亮，一个箭步上前，小心翼翼地将那株摇曳在炽热岩缝间的火灵草收入囊中。
嘿嘿，运气不错嘛，刚进来就有收获。肖秘密莲步轻移，身姿婀娜地走到苏明身旁，美目流转，嘴角噙着一抹动人笑意。小师弟啊，你可知道这熔岩山脉可不简单。肖秘密朱唇轻启，娓娓道来，这里面炼器材料多如繁星，火系灵药更是漫山遍野，还有无数稀世珍宝隐匿其中，这便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好处了。此次多亏小师弟你陪我前来。肖秘密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神色颇为大方，所以一路上碰到的火系灵药，姐姐我全都送给你这个乖巧的小师弟。苏明心中一暖，挠了挠头，憨笑道：师姐，这怎么好意思，太贵重了。哎呀，跟师姐还客气什么。肖秘密佯装嗔怒，玉手轻轻一摆，你都答应跟着师姐出来了，这些不过是小意思罢了。况且以师姐我的本事，往后还怕寻不到更多宝贝。正说着，一阵炽热的罡风呼啸而过，携着滚滚热浪扑来。肖秘密下意识地拉住苏明往自己身后躲了躲，那柔弱无骨的小手稳稳地拽住苏明的衣角。小师弟，这熔岩山脉虽说宝物很多，但是危险也多，你第一次来，跟在我身后就行。肖秘密挺了挺傲然胸脯，大气地说道。以前都是肖秘密被照顾，现在有了小师弟，他可不得好好的装一装，玩一玩。苏明与师姐肖秘密在熔岩山脉内一路前行，四周热浪滚滚，岩浆汩汩流淌。看前方那只岩狼，肖秘密眉指轻抬，指向一头浑身燃烧着火焰的巨狼。苏明眼眸瞬间锐利，师姐，看我斩了他。说罢，他身形如电，瞬间欺进岩狼，长剑出鞘，寒光闪烁，剑影纵横间带着凛冽剑气。岩狼咆哮，喷出熊熊火焰，试图阻挡苏明。哼，不过如此。苏明冷哼一声，身形鬼魅般穿梭于火焰之中，手中长剑猛地刺出，直取岩狼要害。岩狼挣扎几下，轰然倒地。师弟好身手，记得把妖核收了哦。肖秘密笑颜如花，赞道。此后他们一路击杀妖兽，每一场战斗都惊心动魄。苏明在战斗中对自身修为与实力的掌控愈发娴熟，之前因提升过快而生的虚浮之感正逐渐消散。师姐，你看那边是火灵草。苏明惊喜道。肖秘密望去，见那火红色的龙火灵芝在炽热的岩浆旁摇曳，散发着诱人的灵气。二人赶忙上前采摘，收入囊中。在这熔岩山脉中，他们就这样一边战斗，一边采摘火系灵药，向着山脉深处不断前行。转眼间，苏明竟然已经收获了足足上百株的灵药。苏明与师姐肖秘密历经跋涉，终至目的地九龙死火山。师姐肖秘密那可是风华绝代，身姿婀娜，一双美目顾盼生情，举手投足间尽显动人姿态。小师弟，此处便是九龙死火山。肖秘密开口，声音清脆悦耳。听闻这九龙死火山，往昔曾有9头真龙栖居，真龙飞升后，火山才死寂下来。如今这熔岩山脉也不似传说中那般是禁地了。肖秘密轻点琴手，接着说道：而我所需的炼器材料，熔岩之心，便在此处。苏明微微皱眉，问道：师姐，那这熔岩之心具体在何处？在这九龙死火山的核心位置，据说孕育有9枚，咱们摘取1枚便足够。肖秘密解释着，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不过小师弟，你须知晓，这里面潜藏着毒火胶，极为危险。待进入后，你得配合我，我引开毒火胶，你趁机前去摘取熔岩之心。苏明心中一凛，暗暗握紧了拳头。师姐放心，待会定不会让您失望。这毒火胶皮糙肉厚，且擅长操控毒火，实力不容小觑。咱们此去务必小心谨慎。肖秘密再次叮嘱。苏明深吸一口气，师姐，我明白。不过有师姐在旁，我心中也有底。好，那咱们这边出发。肖秘密美目闪过一丝决然，率先朝着九龙死火山内部走去。苏明紧跟其后。这九龙死火山内怎会有如此打斗之声？肖秘密柳眉微蹙，绝美的容颜上闪过一丝警惕。苏明目光一凝，沉声道：看来有人抢在咱们前头了。二人小心翼翼地前行，很快便瞧见一群人正与一头毒火蛟激战正酣。为首一人周身气息仿若实质化的热浪滚滚翻涌，赫然达到了通明境9层之境。此人实力竟比我还强上一层。肖秘密俏脸微变，美眸中闪过一抹凝重。小师弟，咱们暂且按兵不动，不可贸然行事。苏明却目光灼灼，犹如饿狼盯上了猎物。师姐，来都来了，这熔岩之心近在咫尺，怎能轻易放过？你瞧，他们正与毒火蛟缠斗，这可是天赐良机啊。肖秘密咬了咬粉嫩的嘴唇，面露犹豫之色，可这般趁人之危，会不会不太好？苏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师姐，好东西向来都是能者得之，
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萧秘密思索片刻，终是轻轻点头。也罢，那咱们便分头行动。苏明如鬼魅般穿梭在战场边缘，凭借着敏捷的身法，巧妙地避开了战斗余波。萧秘密则以自身灵力护着苏明的同时，干扰着毒火蛟和其他人的行动，为苏明创造机会。在众人激战正酣之际，苏明瞅准时机，猛地出手。他手中光芒一闪，灵力凝聚成一只大手，径直探向熔岩之心。成了！苏明低喝一声，成功摘取到一枚熔岩之心。紧接着，他再接再厉，又连续摘取了3枚，竟有4枚，比预期多了3枚。萧秘密美目圆睁，满是震惊与惊喜。小师弟，你可真是厉害！苏明手持熔岩之心，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师姐过奖了，这还多亏了师姐的协助。见到熔岩之心被人绊倒夺了去，场中顿时混乱不堪。可恶！对方为首那人气的暴跳如雷，眼睛都快瞪出血来。老子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要搞到这熔岩之心，竟然被这小子横插一杠，把桃子给摘了。心中那股恨意如汹涌的潮水，疯狂翻涌，是要将苏明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你给老子等着，等会就宰了你！敢抢我宋岩的东西，活得不耐烦了。然而就在此时，变故突生。死寂的火山内陡然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一头恐怖至极的毒火蛟王周身缠绕着诡异且强大的退凡境气息，张牙舞爪地杀了出来，所过之处一片腥风血雨。苏明和萧秘密对视一眼，两人手中紧握着熔岩之心，神色凝重。跑！苏明大喊一声，二人拔腿就跑。那毒火蛟王岂会善罢甘休，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紧紧追在他们身后，速度奇快，眼看距离越来越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分头跑。萧秘密咬了咬红唇，绝美的脸上满是决然。苏明心中一紧，刚要开口反对，却见萧秘密又急切说道：你带着熔岩之心快走，我引开他。苏明望着萧秘密那坚定的眼神，还有那倾国倾城却又满是坚毅的面容，心中五味杂陈，可此时容不得他犹豫。师姐，你千万小心！苏明眼眶微红，一跺脚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萧秘密深吸一口气，调整好状态，转身面向那气势汹汹扑来的毒火蛟王，手中长剑一横，身姿婀娜却又充满无畏的战意，娇喝一声：孽畜，来追本姑娘！毒火蛟王似是被彻底激怒，巨大的身躯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猛地朝着萧秘密扑去，带起一阵狂风，卷起漫天尘土。苏明拼尽全力，终是成功逃脱。他一路疾驰，来到了一处山谷，此地处于熔岩山脉，四周热浪滚滚，弥漫着浓郁的火属性灵气。苏明知晓此处极为隐蔽，是绝佳的修炼恢复之地。正寻觅间，他竟意外发现了一处洞府。这洞府静至如此残破，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好东西。苏明心中一动，仔细打量，只见洞府外的静止早已年久失修，光芒暗淡，仿佛随时都会消散。苏明略一沉吟，当即施展手段，不多时便顺利破开了那摇摇欲坠的静止，踏入洞府之中。府一进入，苏明便被一道耀眼的火光吸引，定睛看去，竟是一柄阔刀。此刀周身散发着炽热的气息，刀身上隐隐有龙纹浮现，仿佛一条沉睡的炎龙。这气息远超通明镜，这莫不是退凡境的火系灵刀？苏明惊喜交加，他细细感知，确认这刀不凡，竟是名为烈龙阔刀。今日得此神物，实乃天助我也。苏明心中狂喜，当下他便开始尝试收服这柄灵刀。灵刀似有灵智，起初剧烈反抗，一道道火浪汹涌而出，试图将苏明逼退。苏明咬着牙，运转体内灵力与之抗衡，想挣脱，可没那么容易。苏明目光坚定，丝毫没有退缩之意。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灵刀渐渐被苏明的毅力与灵力所折服，光芒逐渐柔和，不再抗拒。苏明见状，立刻抓紧时机，开始炼化。他盘坐于地，双手结印，将灵力源源不断地注入烈龙阔刀之中。随着炼化的深入，苏明与灵刀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终于，苏明成功将烈龙阔刀炼化，收为己用。如今有了这烈龙阔刀，实力大增，但想要发挥出它的全部威力，还需一门强大的刀法。苏明暗自思忖，思索间，他进入了阴阳界内。在阴阳丹尊的传承之中，苏明寻到了一门神级刀法——火皇裂空刀法。就它了。苏明目光灼灼，下定决心修炼此刀法。修炼伊始，苏明便遭遇了巨大的困难。这火皇裂空刀法极为复杂，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深奥的火属性能量运转之法。哼，越是艰难，越能激发我的斗志。苏明紧握着拳头，眼中满是不屈。他一遍又一遍地研读刀法秘籍，尝试着施展。起初他施展出来的刀法毫无威力，
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难以撼动。但苏明没有气馁，不断调整灵力的运转方式，改进刀法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明对火黄裂空刀法的领悟越来越深。火、黄、裂空，他猛地暴喝，声若惊雷滚滚。轰！恰似天地间的一声怒吼，苏明手中烈龙阔刀斩出，竟是完美的施展出了第一刀。成功了！他终于将这火黄裂空刀法修炼入门。此刻的苏明周身好似被太古炎龙环绕，熊熊火焰肆意翻涌，手中烈龙阔刀更是被这火焰之力加持，散发着让人心惊胆寒的气息，威力大增。是时候出关了，师姐还等着我去救她。苏明扛着烈龙阔刀，毅然踏出阴阳界。苏明心急如焚，一路狂奔，终于寻到了师姐萧秘密。此刻，萧秘密正与毒火蛟王杀得难解难分，她那绝美的容颜因奋力抵抗而泛起一抹苍白，发丝在劲风的吹拂下肆意飞舞，身姿却依旧坚韧如松，散发着令人心动的魅力。毒火蛟王身形如山岳般庞大，周身涌动着熊熊火毒，那火毒呈诡异的墨绿色，仿若来自九幽地狱的邪火，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所过之处空间都隐隐扭曲。它乃是最凡境的恐怖存在，气息强势到令人窒息，每一次吐息都仿佛能掀起一场灭世风暴。区区蝼蚁也敢来送死！毒火蛟王那如洪钟般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他眼中满是不屑，看向苏明就如同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爬虫。在他眼中，苏明不过是个通明境4层的小角色，实力弱得可怜，连他的鳞甲都无法撼动分毫。等你靠近了，本王一口吞了你！他发出一声充满戏谑的咆哮。萧秘密瞧见苏明赶来，美目瞬间瞪大，焦急之色溢于言表。小师弟，快走！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声音中带着几分颤抖。这毒火蛟王太强了，我通明境8层都挡不住，你来了只有死路一条。他一边说着，一边挥动手中长剑，带起一道道灵力剑气，试图阻挡毒火蛟王的进攻，但每一次攻击都被毒火蛟王轻易化解。苏明却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紧咬着牙关，眼神坚定得如同磐石。师姐，我绝不会弃你不顾，今日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护师姐周全。此刻他周身灵力涌动，通明境4层的灵力虽然在毒火蛟王面前显得极为弱小，但那股决然的气势却丝毫不输。苏明心中犯嘀咕，真对上那毒火蛟王，自己到底能不能扛住，实在没底。可此刻师姐萧秘密已然岌岌可危，那毒火蛟王的爪子寒光闪烁，眼瞅着就要将师姐撕碎。管他娘的！苏明一咬牙，一把丹药直接塞进嘴里，丹药入腹，瞬间化作磅礴灵力。他双手紧握住那柄退凡境的火系灵刀，烈龙阔刀，刀身之上火焰纹路流转，仿佛一条沉睡的火龙即将苏醒。火黄裂空刀法！苏明暴喝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火光，朝着毒火蛟王猛冲而去。他目光紧紧锁定毒火蛟王的下腹，那是他相对薄弱之处。此刻的苏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师姐。毒火蛟王似乎没料到这小子敢主动攻击，一时大意。苏明瞅准时机，手中烈龙阔刀裹挟着熊熊火焰，带着一往无前之势狠狠砍了下去。轰！这一刀仿佛要将空间撕裂，火焰四溢，光芒夺目。毒火蛟王发出一声凄厉惨叫，硕大的身躯轰然倒下，鲜血染红了地面。萧秘密呆立当场，美目圆睁，绝美的脸庞上满是震惊之色。他那原本因为紧张而紧握的双手，此刻也缓缓松开。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在他眼中偶尔还带着几分稚嫩的小师弟苏明，竟真的斩杀了这让人闻风丧胆，本以为不可能击杀的毒火蛟王。苏明喘着气，快速地取了蛟王龙筋、龙珠，这些都是龙类妖兽特有的珍贵玩意儿。这等珍宝珍贵无比，要是拿去卖，指定能换不少钱。此刻他抱着受伤的师姐萧秘密，一心只想寻个安全之地，好让两人落脚疗伤。在寻找的过程中，变故突生，萧秘密火毒发作了。只见他浑身滚烫的好似要燃烧起来，那身上衣物竟也被这火毒灼烧殆尽。苏明看着萧秘密那绝美到令人窒息的身体，瞬间傻眼。眼前的萧秘密肌肤胜雪，身姿纯白动人，还带有些许的热烈。平日里端庄的她，如今这般模样，实在是让苏明不知所措。萧秘密意识已然迷糊，双手胡乱抓着苏明，竟还不断地脱自己的衣服，完全就拦不住。苏明满脸无奈，心中慌乱无比，忙惊呼：师姐不要啊！可火毒发作的萧秘密哪里还听得进去他的话，完全拦不住。苏明心中叫苦不迭，这可如何是好？师姐如今这状态，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出大事。苏明望着那一点刺目的鲜红，心中仿若打翻了5味瓶，情绪复杂到了极点。谁能想到事情竟会演变成这般模样，真是世事无常啊！蓦地他察觉到体内灵力流转，
竟意外的又提升了一层修为，已然达到了通明境5层。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瞬间瞪大了眼睛，嘴角忍不住上扬，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师姐萧秘密悠悠转醒，感知到自身状态，顿时双颊绯红，娇羞的如同春日里盛开的最娇艳的花朵。她那绝美的容颜上满是不知所措，眼眸中闪烁着慌乱的光芒。她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小师弟苏明，内心纠结万分，手指不自觉地揪着衣角。犹豫再三，她还是咬了咬下唇，轻声开口：“小师弟，我定会对你负责的。”忽然，萧秘密发现了自己的修为变化，美眸圆睁，满脸尽是不可置信之色。天啊！我竟从通明境8层一举突破到了通明境9层。要知道，他卡在这瓶井处许久，毫无寸进，没想到此次受伤竟成了意外突破的契机。喜悦瞬间如决堤洪水，将他彻底淹没。他兴奋得忘乎所以，浑然未觉自己衣衫不整，那如雪般的肌肤透着粉嫩，一对傲然，随着他的动作不断轻轻跳动。苏明站在一旁，早已看呆了眼。眼前的萧秘密美得不似凡人，那精致五官仿佛是上天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双眸灵动如水，顾盼间秋波流转，琼鼻秀挺，唇若樱桃，不点儿珠，一头乌黑长发如瀑，随意散落，更添几分风情。身姿傲然，曲线玲珑，此刻这般模样，更是散发着致命的诱惑。萧秘密察觉到苏明炽热目光，一抹红晕瞬间飞上脸颊，恰似天边的晚霞，娇艳动人。他微微咬唇，眼眸含情，轻声问道：“小师弟，是不是想要摸摸？来，我给你摸摸。”话一出口，他的脸愈发滚烫，仿佛能滴出血来。苏明内心一阵纠结，他其实之前就已摸过，此刻面对这般邀请，理智却让他强行按捺住冲动。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声音平稳，开口拒绝：“师姐，不可。”苏明心想着得去把前往洛安城收徒的任务接了，接下来要处理的事情可太多了。师姐，咱先回紫云宗。苏明看向身旁的师姐萧秘密说道。萧秘密轻点琴手，羞涩自然收敛，那绝美的容颜在阳光照耀下，仿若谪仙临世，动人至极。她身姿婀娜，莲步轻移，与苏明一同踏上归程。然而，就在两人赶路途中，哼！一声冷哼突兀响起，仿若平地炸响的惊雷。只见宋妍如鬼魅般现身，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此刻的宋妍满脸怒容，双眼似要喷出火来，周身气息紊乱，显然愤怒到了极点。总算是让我找到你们了，你们二人抢了我费尽心机谋划的容颜之心，今日必须给我个说法。宋妍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吼道。苏明心中暗忖，这家伙果然不肯善罢甘休，之前夺了那容颜之心，就料到他定会寻来麻烦。那容颜之心本就无主，谁有本事谁得，你这般纠缠是何道理？苏明神色平静，目光如炬，直视宋妍的眼睛说道。萧秘密美目流转，黛眉微蹙，轻声道：“就是这天地灵物，各凭机缘，你莫要坏了规矩。”他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宋妍听闻更是怒不可遏，双手紧握成拳，关节泛白，身上的灵力疯狂涌动，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震荡。好一个各凭机缘！你们可知道我为了那容颜之心耗费了多少心血，动用了多少人脉，如今被你们轻松夺走，岂能善罢甘休？今日要么归还容颜之心，要么就拿命来偿。苏明面色一冷，周身灵力瞬间运转起来，强大的气息逐渐攀升。莫要逼人太甚，真要动手，我苏明又岂会怕你？一时间剑拔弩张，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大战一触即发。师姐萧秘密宛如一道倩影，瞬间闪至苏明身前，将他牢牢护在身后。那身姿轻盈却又透着决然，一头乌黑长发随风轻舞，美目流转间满是护犊之意，恰似一朵绽放在风雨中的铿锵玫瑰，绝美而坚韧。休要放肆！萧秘密朱唇轻启，声音清脆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宋妍见二人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顿时恼羞成怒，周身气息瞬间暴涨，通明境9层的强大气息如汹涌的海浪般澎湃而出，周遭的空气都为之震荡，似要将眼前二人吞噬。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宋妍咬牙切齿，脸上满是狰狞之色。然而就在此时，萧秘密一时周身光芒一闪，同样释放出通明境9层的气息。那气息丝毫不弱于宋妍，二者在空中相互碰撞，发出阵阵轰鸣。宋妍见状，不禁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你竟然突破到9层了！他心中暗自震惊，原本以为萧秘密不过是通明境8层，自己定能轻松拿捏，可如今这变故却让他始料未及。苏明趁着这间隙，毫不犹豫地取出了烈龙阔刀。此刀一出，炽热的火系灵力瞬间弥漫开来，刀身上雕刻的龙纹仿佛活了过来，
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这可是退凡境的火系灵刀啊！在阳光的照耀下，刀身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宛如一条即将腾飞的炎龙。宋妍的目光落在那灵刀之上，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等灵气，他怎会有？他心中满是忌惮，原本的嚣张气焰瞬间消散了大半。他深知，若是继续纠缠下去，自己未必能讨到好果子吃。今日暂且放过你们，后会有期。宋妍咬了咬牙，准备灰溜溜的离去。可苏明与萧秘密怎会轻易放过他？二人对视一眼，眼神中默契十足。想走，没那么容易。苏明大喝一声，手持烈龙阔刀，率先朝着宋妍冲了过去。那刀是带着滚滚热浪，仿佛要将前方的一切都化为灰烬。萧秘密也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紧随其后。他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柄长剑，闪烁着寒光，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剑气。宋妍瞧着脱身无望，眼中闪过一丝狠戾，猛地转头，恶狠狠地盯着苏明与萧秘密，嘶吼道：“哼，你们可听好了，老子乃是万气宗的子弟，若是不让我走，万气宗诀对饶不了你们，到时候你们就等着被灭宗吧。”萧秘密闻言，秀眉轻蹙，美目之中闪过一抹凝重，开口解释道：“这万气宗，那可是以炼气之术闻名四方的超级宗门，底蕴深厚的很，远比咱们紫云宗强大无数倍。”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中满是决然，沉声道：“师姐，正因如此，才更不能让这家伙走了。放他离去，往后紫云宗怕是永无宁日。”说罢，苏明周身灵力瞬间爆发，炽热的火系灵力汹涌澎湃，退凡境灵刀烈龙阔刀瞬间爆发。那灵刀之上，仿佛有一条炎龙蛰伏，随时欲要腾空而起。火皇裂空刀法。苏明暴喝一声，身形如电，手中烈龙阔刀裹挟着滚滚火焰，朝着宋妍斩去。每一刀挥出，都好似要将虚空撕裂，一道道火红色的刀芒纵横交错，带着毁天灭地之势。与此同时，萧秘密也动了，他身姿曼妙，如同一朵盛开在战场之上的娇艳之花，手中灵剑光芒大盛，施展起紫云剑法。那剑法精妙绝伦，剑影闪烁间，仿佛有一片片紫色的云霞飘动，将宋妍笼罩其中。宋妍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脸上的嚣张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绝望。他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试图抵挡苏明和萧秘密的攻击，可终究是徒劳。在苏明的火皇裂空刀法与萧秘密的紫云剑法双重攻击之下，宋妍的防御逐渐被攻破，他的身体被一道道刀芒和剑影划过，鲜血四溅。不，我不甘心！宋妍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惨叫，随后身体如同一滩烂泥般缓缓倒下，气息全无。苏明翻手取出宋妍的储物戒指，临时探入，一番搜寻后，从中找出了数卷炼气功法。师姐，这是我从那丝戒指里找到的炼气功法，正适合你。苏明将功法递向萧秘密，萧秘密美目瞬间亮了起来，玉手接过功法，贝齿轻咬下唇，美眸中满是感动。小师弟，多谢你，这般贴心，知晓我痴迷炼气，竟特意为我寻来。萧秘密心中泛起丝丝涟漪，不自觉想起之前与苏明相处时那些令他害羞的事儿。刹那间，那绝美的脸庞上一抹绯红悄然浮现，恰似天边绚丽的晚霞。苏明瞧得萧秘密这般异样，不禁关切问道：“师姐，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般红，莫不是身体不适？”听闻此言，萧秘密更是害羞的不行。他低垂琴手，那如瀑的青丝滑落，遮住了他羞红的脸颊，声音细若蚊蝇：“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趣事。”苏明与师姐萧秘密一路顺遂，终是回到了紫云宗。小师弟，你早些将事办完，便回白云峰。萧秘密朱唇轻启，柔声道：“到时候咱们一同修炼。”话一出口，他那如杨枝玉般的脸颊瞬间飞起一抹红晕，恰似春日里绽放的娇艳桃花。他似是意识到这话有些不妥，脚尖轻点，身形一闪，便如受惊的小鹿般匆匆溜走了。望着师姐离去的曼妙背影，苏明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那萧秘密师姐往日里端庄优雅，如今这般亲近的言语，怎就让彼此关系进展得如此之快呢？苏明挠了挠头，喃喃自语：“这师姐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苏明踏入内门任务堂，心想着赶紧接取前往洛安城的纳新任务。恰在此时，一道倩影翩然而至，正是秦逸烟。秦逸烟那美眸瞬间瞪大，满是难以置信：“苏明，你竟在紫云宗？”他失声惊呼，语气中满是意外。苏明抬眸看到秦逸烟的瞬间，心中也是一凛。秦逸烟脑海中瞬间闪过弟弟惨死的画面，俏脸瞬间变得煞白，而后转为一片怒红。好你个苏明，我倒是在哪，竟在这紫云宗撞上你！他柳眉倒竖，美目含煞，
死死盯着苏明。当初你杀我弟弟，这笔血债今日便要你还。秦一烟怒声咆哮，周身灵力竟因盛怒而微微翻涌。苏明心中暗叫不妙，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这秦一烟。秦一烟，你莫要胡言乱语，当日之事本就是你弟弟挑衅在先。苏明沉声道。放屁！秦一烟娇喝一声，我弟弟再如何也轮不到你这恶徒动手，今日你必须拿命来赔。说罢，他双手迅速结印，灵力光芒在其掌心闪烁。任务堂内众人见状，纷纷露出惊愕之色，有的甚至忍不住后退几步，生怕被这即将爆发的冲突波及。苏明也不敢大意，体内灵力瞬间运转起来，目光紧紧锁住秦一烟，时刻防备着他的攻击。秦一烟，此处乃紫云宗内门任务堂。苏明神色一凛，试图搬出宗规来压制眼前这已然暴走的女子，莫要冲动，若你胆敢在此动手，紫云宗那严苛规矩怕是你难以担待。规矩？秦一烟仿若听到了世间最可笑之事，状若疯狂地嘶吼道，我弟弟的命都没了，我还管什么狗屁规矩？今日你若不死，我秦一烟难消心头之恨。此刻的他，那绝美娇躯因愤怒而微微颤抖，一头青丝随风狂舞，往昔动人的眼眸中此刻满是熊熊燃烧的仇恨之火。秦一烟身旁跟着一位内门师兄，此人名叫徐永祥，妥妥的一条舔狗，同时也是秦一烟的师尊徐景轩长老的孙子，实力堪称强悍。他一脸关切，赶忙问道，一烟师妹究竟为何突然如此生气？秦一烟咬着银牙，一字一顿道，就是这苏明，他杀了我亲弟弟，我此次特意要回洛安城，也全都是因为这家伙。秦一烟，你莫要血口喷人！苏明当即脸色一沉，大声反驳，说话可得拿出证据来。说罢，他身形一闪，抢先一步，伸手便接取了回洛安城纳新的宗门任务。苏明，你……秦一烟见状，气得狠狠跺脚，那模样仿佛要将眼前这地面跺出个窟窿来，有种你就跟我上升死台，今日我定要你给我弟弟偿命。苏明心中冷笑，压根没把眼前这女子放在眼里，只淡声道，我接了任务，须回洛安城去，你就安心待在这紫云宗吧。秦一烟一听，顿时气得柳眉倒竖，眉目圆睁，心中暗存，这苏明一回城必定会针对我秦家，那还得了。当下便忍不住出口挑衅，哼，苏明，你就是个没种的，算什么男人，连与我一个女子动手的勇气都没有，真是窝囊废。苏明眼中寒芒一闪，毫不示弱地回怼，既然你一心找死，那就上生死台，在那生死台上便是将你打死，你师尊也挑不出半分理来。这时秦一烟身旁的徐永祥连忙上前一步，拱手道，秦师妹，此事交给我吧，我替你上场。秦一烟却一甩衣袖，眼神中满是决然，娇喝道，不，我定要亲手打死这苏明，为我那可怜的弟弟报仇雪恨。徐永祥眉头紧皱，一脸担忧地提醒道，秦师妹，你可要想清楚啊，如今这苏明已然达到通明境5层修为了，以你之力绝非他的对手啊。秦一烟听闻此言，顿时如遭雷击，眉目圆睁，俏脸满是震惊之色，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什么？苏明竟已如此强大了？想当初他不过是一个被众人唾弃的废物啊，怎么可能短短10日便有这般翻天覆地的变化？苏明神色冷峻，目光扫过两人，毫无惧色的开口，我不在乎跟你们俩谁打，你们谁想上都行。他话语一顿，眼中闪过一抹决然，接着说道，但丑话说在前头，输的必须把身上所有资源交出来。秦一烟，你既然找人代打，那你的资源也得一并交出来，否则这架我不打。徐永祥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像是吞下了一只苍蝇般恶心。他紧攥拳头，怒视着苏明，却又不敢轻举妄动。秦一烟身姿婀娜，容颜绝美，此刻黛眉紧蹙，眼中满是不甘。他咬着下唇，那娇艳的模样让人心生怜惜，可他的语气却透着强硬。苏明，你莫要太过分。苏明嘴角上扬，扯出一抹嘲讽的笑，过分？这规则本就如此，你们若不愿，那便作罢。徐永祥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我们答应。秦一烟心中虽有万般不愿，但是已至此，也只能无奈点头。苏明见状，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先把东西交给我，若是我死在这台上，你们再拿回去便是。不行！徐永祥立刻拒绝，神色警惕，凭什么要先给你？万一你拿了东西跑了怎么办？苏明冷哼一声，满脸不屑，哼，我苏明行事岂会如此龌龊？你们若信不过，这架还是打不成？秦一烟与徐永祥对视一眼，眼中皆是犹豫，最终他们还是不情不愿地将储物袋递了过去。苏明接过那2个沉甸甸的储物袋，
只觉一股强烈的兴奋感瞬间涌上心头。他将储物袋往腰间一挂，大步迈向生死台，同时口中高呼：“徐永祥、秦一烟，你们二人上来受死吧！一起上都行，这样给我省事儿。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那嚣张的模样，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脚下，无人可敌。苏明，生死台上，徐永祥双眸瞪得滚圆，如遇责人而噬的凶兽，满脸怒容的死死盯着苏明。其周身气息翻涌，仿若平地卷起的黑色风暴，将周遭空气都搅得呼呼作响。今日我定要你血债血偿！徐永祥咬着牙，从齿缝中挤出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裹挟着无尽的恨意。说罢，他一把抓过生死状，手中灵力涌动，笔锋如刀，刷刷几下便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他偏过头，对着台下的秦一烟高声喊道：“一烟师妹，你且放宽心，此寮害死你弟弟，我徐永祥在此立誓，定要将他斩杀于此，为你弟弟讨回公道。”苏明见状，嘴角微扬，不紧不慢地拿起笔：“真可惜啊！”他摇了摇头，脸上满是故作惋惜之色。本想着能在这生死台上将你和那秦一烟一块给解决了，如此一来，倒也省得我再费一番手脚。只可惜他不敢上场，真是扫兴。说话间，他手中笔锋游走如龙，潇洒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那字迹狂放不羁，恰似他此刻肆意的心境。下方，内门弟子们密密麻麻汇聚于此，人群里大多都认得徐永祥。瞧见那家伙没？他可是徐长老的亲孙子，如今已是通明境7层的修为，这场战斗他赢定了。一人满脸笃定，大声嚷嚷着，另一人点头附和：“没错没错，就凭这身份和修为，此战他不赢都难。”也有人目光一转，看向另一处，那个叫苏明的，咱也有印象，前些时日才刚晋升为内门弟子，实力倒也说得过去，通明境2层修为罢了。嘿，这苏明哪是徐永祥的对手啊，必死无疑。人家徐永祥修为比他高，底牌更是多如牛毛。有人不屑地撇嘴，话语里满是对苏明的轻视。可不是吗？修为差距摆在那儿，苏明要想赢，简直是白日做梦。又一人跟着嘲笑起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皆认定苏明毫无胜算。在他们眼中，这场战斗胜负早已注定。战斗瞬间开始，徐永祥暴喝一声，周身灵力翻涌，瞬间施展出那紫云破天剑法。剑影纵横，紫云缭绕，威势惊人，仿若要将这天地都给撕裂开来。哼，今日便让你知晓我的厉害！徐永祥满脸傲然，眼神中尽是对苏明的不屑。苏明神色冷峻，毫无惧意，体内灵力澎湃运转，赫然展现出通明境界5层的修为。就凭你也想压制我？苏明冷哼一声，周身气势节节攀升，毫不畏惧地朝着徐永祥对冲而去。下方围观的众人瞬间炸开了锅。我的天呐，苏明短短10日竟从通明境2层进阶到了5层，这修炼速度简直逆天了。是啊，这也太夸张了，这还是人能做到的吗？众人交头接耳，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苏明手中光芒一闪，一柄退凡境的火系灵刀烈龙破刀已然在手。此刀一出，热浪滚滚，刀身之上似有一条炎龙蛰伏，隐隐发出咆哮之声。苏明师展出神级刀法火黄裂空刀法，只见他猛地挥刀，一道耀眼的刀芒裹挟着无尽的火焰，如同一道奔腾的火河，朝着徐永祥席卷而去。给我死！苏明怒吼道。徐永祥脸色骤变，他怎么也没想到苏明竟如此厉害，想要抵挡却已然来不及。那恐怖的刀芒瞬间击中他，他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口吐鲜血，身受重伤。这怎么可能？徐永祥满脸震惊，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他完全没想到苏明不仅修为提升如此之快，手中竟还有退凡境灵气，这可是他都不曾拥有的宝贝啊！众多内门弟子同样震惊得合不拢嘴。我的乖乖，通明5层的苏明竟然一刀就砍翻了通明7层的徐永祥，这苏明的实力也太强横了吧，简直超乎想象。众人纷纷惊叹，看向苏明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与震撼。宗门炼丹长老于念桃恰好路过，他身姿婀娜，仿若春日随风轻摆的柔柳，每一步都踏出万种风情。那丰腴挺翘的臀部被合身的衣衫勾勒出极致诱惑，引得旁人侧目，却又不敢直视，只觉亵渎了这份美。此刻他美目圆睁，眼眸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苏明战斗力竟如此逆天，竟与我此前所知他那超绝的炼丹水准不相上下。于念桃心中暗自惊叹，本以为苏明只是炼丹一道的绝世天才，谁能想到在这战斗之上，他同样有着这般恐怖的实力。生死台下，秦一烟俏脸一片煞白，美眸之中尽是惊骇之色，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
苏明他怎么变得这般强大了？如今的我在他面前恐怕已经毫无还手之力，这怎么可能？生死台上，苏明眼中寒芒闪烁，手中长刀高高举起，刀锋直指重伤倒地的徐永祥。苏明，你敢！徐永祥强撑着最后一丝硬气，吼道：“我爷爷可是宗门长老，你若杀我，绝没好果子吃。”苏明冷哼一声，那冷笑仿若来自九幽地狱。生死台签了生死状，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徐永祥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刚刚那股子硬气瞬间烟消云散。苏明，我错了，饶命啊！我真的知道错了。苏明仿若未闻，手中长刀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眼看就要落下，取了徐永祥的性命。就在这时，一道磅礴气息仿若汹涌海浪般席卷而来，只见一道身影如流星赶月般强势登上生死台。此人正是退凡境内门长老孔家佑，他抬手便是一道雄魂凌厉，如同一道璀璨光炮轰向苏明。苏明躲避不及，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摔落在地，略显狼狈。他体内气息瞬间紊乱，五脏六腑好似都移了位，疼痛难忍。苏明咬着牙，目光紧紧盯着孔家佑，心中满是疑惑，开口问道：“你是何人？为何无故对我出手？”孔家佑居高临下的看着苏明，神色冷峻，语气不善道：“哼，小崽子，连老夫都不认识。老夫乃内门长老孔家佑，今日便要保下这徐永祥。”苏明心中一凛，随即恍然，冷笑道：“原来是你，我当是谁呢？我宰了你那宝贝弟子杜君浩，你这是来寻仇了？”顿了顿，苏明又挺直脊梁，毫无惧色道：“但这里是生死台，长老也不能随意插手。今日这徐永祥我杀定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你最好赶紧让开，莫要自误。”说罢，苏明也不是真的盲子，暗中运转灵力，通过特殊法门向师姐冯玉荣发出求救讯息。孔长老眼眸冰冷，仿若能洞煞万物，寒声道：“哼，老夫此刻不宰了你，便是对宗门规矩最大的尊重。此事便到此为止，否则老夫定要将你这宗门逆徒轰杀至渣。”苏明心中怒火翻涌，冷哼一声，毫不示弱道：“哼，谁还没个靠山咋地？”恰在此时，一道倩影翩然而至，正是冯玉荣。他身姿婀娜，肌肤胜雪，双眸宛如秋水，顾盼间风情万种，一双大长腿更是惹眼万分。此刻他周身散发着退凡境的恐怖威势，那股磅礴之力如汹涌海浪，直逼同为退凡境的孔长老。孔长老神色巨变，满脸震惊，心中暗忖：这冯玉荣竟已进阶到退凡境了。他狠狠地瞪了苏明一眼，咬牙切齿道：“好，咱们走着瞧。”言罢，拂袖而去。苏明赶忙转身看向冯玉荣，急切问道：“师姐，咱能把那老匹夫给宰了不？”冯玉荣微微摇头，轻声安抚道：“师弟这恐怕不行，他实力在我之上。不过这孔长老已然犯了门规，我自会将此事如实禀告宗主，师弟但可放心施展，无需担忧。”苏明闻言，抬手就是一刀，直接朝着徐永祥砍去。“苏明，你敢！”徐永祥惊恐大叫，声音都带着颤音，但苏明哪管这些，手中长刀裹挟着凛冽刀意，仿若开天辟地的锋芒，直逼徐永祥。噗！血光迸溅，徐永祥的身躯直接被这一刀砍中。周围一众弟子全都瞪大了眼睛，嘴巴大张，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我的天哪，苏明他真敢砍徐长老的孙子！有弟子惊呼，声音中满是不可思议。这也太刚猛了吧，他就不怕徐长老的报复？另一弟子颤抖着说道。当然，这都是其次的，最让众人心中震撼，依旧是站在苏明身侧护住苏明的冯玉荣师姐。冯玉荣，内门5大女神之一，那模样漂亮的不像话，每一步走来都摇曳生姿。此刻的她美目紧紧盯着苏明，眼神之中倾慕之色已然是藏不住。冯师姐竟然对苏明倾心了，这眼神傻子都能看出来啊！有男弟子极度的发狂，心中好似有千万只蚂蚁在爬。是啊，冯师姐可是实力突破到退凡境的超级天才，怎么会看上苏明呢？又有弟子满脸不甘，握紧了拳头，但是又无可奈何。秦逸烟心中那叫一个憋屈，恨意如汹涌的潮水般在心底翻涌。这苏明怎会强到如此离谱的地步？他咬着银牙，暗自思忖，绝美的脸庞上满是不甘与愤懑。自己与他抗衡，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如今危机感如乌云压顶，沉甸甸地笼罩着他。不行，我必须得想个法子，否则日后必定被他狠狠拿捏。秦逸烟秀眉紧蹙，眸光闪烁，脑海中疯狂思索着对策。思索再三，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唯有师尊徐景轩长老或许能压制住这苏明，也只有师尊亲自出手，才可能将这苏明制服，不然往后的日子我怕是永无宁日了。秦一烟暗自下了决心，他脸部轻移，身姿婀娜，转身朝着师尊所在之处奔去，心中满是忐忑，因为刚才其孙子已经没了，这事儿还是因为秦一烟所引起的。苏明随师姐冯玉荣踏入其洞府，冯玉荣脸部轻移，身姿婀娜，美目流转间满是风情，轻声嗔怪道：师弟，许久不见，怎都不来寻师姐？可是忘了师姐？苏明忙拱手躬声道：师姐说笑了，近日我外出历练，着实忙碌。冯玉荣柳眉微挑，好奇问道：哦，外出历练，可有所获？苏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笑意，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枚散发着奇异光芒的珠子，道：师姐，我此番宰了一头退凡境的毒火蛟王，特为您带了这枚蛟龙珠回来。冯玉荣美目圆睁，震惊之色溢于言表，失声惊呼：什么？退凡境的毒火蛟王？你竟有这般能耐了？他上下打量着苏明，似是要重新认识眼前之人，喃喃道：才多久不见，你这战斗力提升的也太离谱了吧？方才那孔长老，若师姐不出手，你也能对付？苏明连忙摆手，神色谦逊道：师姐，快别打趣我了，那毒火蛟王也是我机缘巧合下才侥幸击杀，若正面硬刚，我实非其对手。方才那孔长老，我更是万万敌不过，还多亏师姐及时援手。冯玉荣轻摇琴手，目光温柔地看着苏明，伸手将蛟龙珠推回，柔声道：这蛟龙珠你自己留着用，师姐用不着。以你的天赋，日后定能大放异彩，这宝贝与你更有用处。对了，师弟，余家那未退凡境的强者近期外出了。师姐冯玉荣神色凝重，对苏明说道：若你要对余家动手报仇，可得趁早。余家之前没能得逞，最近还在黑市买凶杀师弟你，简直欺人太甚。冯玉荣面色微怒。苏明闻言咬了咬牙，内心恨意翻涌，既然如此，我便今晚就出手，让余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言罢，苏明二话不说，直接在冯玉荣洞府内架起丹炉，准备炼制毒丹，用以坑杀余家强者。冯玉荣见此，美目圆睁，满是意外与惊讶，不禁赞叹道：师弟，没想到你竟还会炼丹，真厉害啊！苏明一边专注地控制着火候，一边沉声道：师姐过奖了，这是我为余家准备的大礼，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此刻丹炉内火焰熊熊，映照着苏明冷峻的面庞，他心中复仇的火焰亦如这丹炉之火，燃烧得愈发旺盛。一株株灵药仿若被施了法，嗖的一下接连不断地飞进了丹炉内，那模样真像是不要钱一般。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枚蛟龙珠，此乃毒火蛟王的蛟龙珠，散发着诡异而强大的气息，这可是关键所在，成败在此一举。苏明深吸一口气，将蛟龙珠缓缓放入丹炉，炉盖砰的合上，苏明双手快速结印，一道道玄奥的符文从他指尖飞出，没入丹炉。切！苏明低喝一声，丹炉下方瞬间燃起熊熊火焰。这毒血丹有了蛟龙丹的加入，威势定能提升数倍有余。苏明一边操控火焰，一边在心中盘算。随着时间的推移，丹炉开始剧烈震动，发出嗡嗡声响。来了！苏明双眼放光，双手结印的速度更快了。轰！一声巨响，丹炉炉盖被冲开，一股浓郁的药香弥漫开来。苏明伸手一抓，18枚圆润的丹药落入他掌心，丹药表面流转着奇异的光泽，正是真品毒血丹。哈哈，成了！整整18枚真品毒血丹。苏明仰头大笑，脸上满是成功的喜悦。这毒血丹以毒火蛟龙的蛟龙珠为主要炼制而成，毒性堪称恐怖绝伦。在退凡境界之下，只要碰到其化作的毒气，瞬间就得化作一滩血水，那场面简直不要太惊悚。苏明心中恨意翻涌，之前余家那些强者竟偷袭围杀他，差点就将他置于死地，死仇不报，他苏明誓不为人。哼，余家，你们给我等着，这笔血债今日就用这毒血丹来讨还。为了复仇，他可是下了血本。师弟，炼丹已然完毕，你可要与我修炼一会儿？师姐冯玉荣朱唇轻启，声音婉转，宛如黄莺出谷，绝美面庞上带着丝丝关切。苏明眉头一皱，眼中寒芒闪烁，毫不犹豫道：不了师姐，我打算连夜就去将余家给宰了，绝不能夜长梦多。冯玉荣闻言美目流转，贝齿轻咬下唇，满是担忧的劝道：师弟，你现今修为还是太弱了些，听师姐的，让师姐来帮你提升提升，可好？苏明心头一慌，也不知在怕些什么，身形一闪，竟如惊弓之鸟，逃也似的溜了。冯玉荣望着苏明离去的背影，美眸中闪过一丝幽怨，暗自腹诽：这呆子
下次可不能再跟他商量了，直接用枪，看他还往哪儿跑。念及此处，他莲步轻移，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暗中保护苏明。夜墨染般浓稠，苏明孤身一人，心中杀意翻涌，如汹涌的黑色潮水，朝着那瑜伽所在之地奔去。他手中紧握着毒血丹，此丹乃是他复仇的利器，今夜便要用它让瑜伽满门，在无声无息间彻底覆灭。瑜伽之中，气氛凝重的似能滴出水来。家主于以山眉头紧锁，满脸忧虑地坐在首位。今日那苏明竟在生死台将内门弟子徐永祥给斩杀了。徐永祥可是通明境7层的修为啊，这苏明实力提升的速度简直匪夷所思。众长老听闻，皆是倒吸一口凉气，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正因如此，黑市那边的暗杀价格直接飙升，之前的暗杀令已然作废，如今摆在咱们面前的，要么加钱，要么黑市退钱给咱。于以山继续说道，声音中透着几分无奈与纠结。这家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咱们于家虽说底蕴不浅，但也不能这般随意挥霍。一位长老忍不住开口，神色凝重。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商讨着，屋内气氛愈发压抑。最终众人商讨一致，于以山重重一拍桌子，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加钱，必须彻底杀了那苏明，以绝后患。恰在此时，几道黑影如鬼魅般从不知何处急射而来，数枚毒血丹带着死亡的气息瞬间闯入屋内。瑜伽议事厅中气氛凝重的好似能滴出水来。瑜伽家主于以山眉头紧蹙，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凭空出现的那奇异物件。一众瑜伽长老们亦是满脸狐疑，彼此眼神交汇，皆看到对方眼中的警惕。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位长老忍不住低声嘟囔，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就在这时，一位眼尖的长老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惊恐地尖叫起来：不好，是毒丹！这一嗓子仿若一道惊雷，瞬间在议事厅内炸开。快用灵力抵挡！于以山反应极快，瞬间周身灵力涌动，形成一层灵力护盾。众长老们也不敢迟疑，纷纷运转灵力，一时间各色灵力光芒在议事厅内闪烁，煞是夺目。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这毒丹的威力。苏明特意强化过的毒丹，岂是这般轻易就能抵挡的？那毒丹好似一个贪婪的恶魔，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灵力护盾在他面前竟如纸糊一般，瞬间被洞穿。不，怎么会这样？一位长老满脸绝望，眼睁睁看着毒丹散发的毒气扑面而来。毒气所到之处，一切皆被腐蚀，长老们的身体开始出现诡异的变化，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啊！痛苦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响彻议事厅。于以山心中满是不甘，他拼尽全力试图再次撑起灵力护盾，可那毒丹的力量太过强大，他的努力不过是徒劳。肯定是苏明，肯定是苏明，好狠啊！于以山在心中怒吼，脸上满是狰狞之色。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在毒丹的侵蚀下，瑜伽的这些强者们纷纷倒在地上，身体逐渐被融化，只留下一滩滩散发着恶臭的液体。议事厅内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曾经的威严与庄重，此刻已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师姐冯玉荣暗中守护着苏明，她全程目睹了瑜伽被灭的这一幕，美目圆睁，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怎么可能？冯玉荣内心惊呼，那绝美的脸庞上尽是震惊的神情。他本就知晓苏明在炼丹一道上天赋非凡，可却万没想到他炼制的毒丹竟强悍到如斯地步。这毒丹简直逆天啊！冯玉荣喃喃自语，目光紧紧盯着场中那陷入绝境的瑜伽强者。瑜伽强者们此刻如风中残烛，在苏明毒丹的威力下毫无反抗之力。冯玉荣身姿轻盈，一袭白衣随风飘动，宛如仙子临世。他心中暗自惊叹：师弟啊师弟，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师姐我不知道的。那毒丹所散发出的诡异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令周围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分。冯玉荣被齿轻咬下唇，美眸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对苏明实力的惊叹，亦有对他未来的隐隐担忧。这般强大的毒丹定会引起各方势力的觊觎，接下来我也要多为师弟做准备才行。冯玉荣眉头微蹙，心中满是忧虑。此刻苏明屹立于沉沉黑夜之中，神色冷峻，仿若一尊魔神。哼，瑜伽的所谓强者不过如此。他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周身气息翻涌，恐怖的威压如汹涌潮水，瞬间席卷四方。瑜伽的强者们毫无还手之力，被苏明以毒血丹轻易屠戮，近乎灭族。唯有那外出的瑜伽退凡境老祖得以苟延残喘。本来苏明真没想过会到这一步，但是瑜伽三番五次的来暗杀苏明，这才让苏明做出了如此极端的一幕。苏明目光如炬，直射向瑜伽的家族宝库。
今日这余家的一切都将归我。他低语，声音虽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霸气。紧接着，他抬手一挥，磅礴凌厉，如同一把利刃，瞬间破开宝库大门。随后，他身形闪烁，穿梭于余家强者的尸体之间，抬手一吸，那些强者手上的空间戒指纷纷离体，落入他手中。这些资源足够我苏家崛起了。苏明心中想着，眼中闪过一丝炽热。清点收获时，他的眼神愈发惊喜。100万枚下品灵石，10万枚中品灵石。他喃喃自语，声音中满是震撼。丹药近3000枚，灵药上万株，灵器500柄，还有各种功法武技。每念及一项，他的心跳便加快1分。如此惊人的财富，足以让任何一个家族为之疯狂。我自己用一部分，剩下的带回苏家。苏明很快冷静下来，心中有了盘算。毕竟我一人也用不了这么多。他目光坚定，望着远方，喃喃低语。苏明深吸一口气，强行收敛心神。不行，此刻还不是放松之时。他暗自思忖，当下修为仍差了些火候，必须小心谨慎。毕竟那余家的退凡境老祖还活着，若是找上门来，自己可难以抵挡。得赶紧离开，不能留下一丝痕迹。苏明心中念头急转，身形如鬼魅般迅速移动，手法娴熟地消除着自己留下的所有踪迹，而后快步离去。不出意外，找上门是迟早的事儿，我得速速回去闭关修炼，提升实力才是王道。这般想着，苏明马不停蹄，径直回到了白云峰。他踏入自己的洞府，左右环顾一圈，确认安全无虞后，一闪身便进入了阴阳界。是时候闭关了，此次定要有所突破。苏明目光坚定，没有丝毫犹豫，大把的灵石，珍贵无比的丹药被他取出，这些资源在他眼中此刻如同不要钱一般。他运转起阴阳神诀，周身灵气疯狂涌动，丹药与灵石的力量被他疯狂炼化吸收。给我突破！苏明心中怒吼，随着灵力的疯狂汇聚，他成功从通明境5层一路突破到了6层。然而他并未就此满足，继续，我还能更强。在这阴阳界中，苏明仿若与外界隔绝，一心沉浸在修炼之中，周身灵力再次疯狂暴涨，竟是又突破到了通明境7层。待突破完成，苏明长舒一口气，目光扫向剩下的资源，心中一阵肉疼。唉，耗费了一半资源，可剩下的也不够突破到8层了。罢了，留着带回苏家吧。但苏明可不会就此停下提升的脚步，他目光灼灼，又将目光投向了神级刀法火黄裂空刀法。这刀法帮了我不少忙，这一次先将其修炼至精通。苏明双手快速结印，刀意瞬间弥漫开来，呼呼呼。只见他周身火焰升腾，手中虽无实体长刀，可那有灵力汇聚而成的刀芒却熠熠生辉。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明的刀法愈发娴熟，从最开始的入门生疏，到渐渐掌握诀窍，刀芒所过之处，空气都为之扭曲。好刀法！苏明心中暗赞，手中刀芒闪烁的愈发频繁，火焰也愈发旺盛。最终，他成功将火黄裂空刀法从入门修炼到了精通的地步。苏明离开阴阳界，结束了此次闭关。终于结束了，是时候回归洛安城了。他轻声自语，周身气息内敛，却隐隐有不凡之象。刚迈出闭关之地，一道倩影便映入眼帘。只见师姐萧秘密身着一袭紧身劲装，那装束极为火辣，将她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她生的绝色倾城，肌肤赛雪，双眸灵动似星辰，身材更是火爆到让人移不开眼，胸前饱满呼之欲出。萧秘密瞧见苏明，美目一亮，如蝴蝶般轻盈地扑了过来，热情地搂住苏明的胳膊，娇声笑道：“小师弟，也不知为啥，师姐我就想跟你一块修炼呢，你可有时间呀？”苏明微微一怔，旋即无奈地摇了摇头，歉然道：“师姐，对不住了，我得返回洛安城，一来要助力宗门纳新，二来也想回苏家看看，实在抽不出时间。”萧秘密听闻，脸上闪过一丝失落，却也没有强留，松开苏明的胳膊，抬手轻轻点了点苏明的额头，嗔怪道：“那好吧，小师弟，你路上可得保护好自己。”说着，他玉手一挥，一个储物袋便出现在手中，塞到苏明手里。这里面有些灵石和补给灵丹，你带着，说不定路上用得上。苏明心中一暖，双手接过储物袋，诚恳道：“多谢师姐，大恩不言谢，日后若有需要，师姐尽管吩咐。”萧秘密展颜一笑，如春花绽放般动人，跟师姐还客气啥？快去吧，盼你早日归来与我一起修炼呢。苏明深吸一口气，将储物袋收好，对着萧秘密拱手一礼，转身大步离去。1月时间，洛安城大变样，苏家强联合林家，吞噬完了万家的产业后，逐步蚕食秦家的产业，秦家被逼得节节败退，秦家就等着大小姐秦一嫣从紫云宗归来。洛安城城门处，今天是紫云宗弟子前来纳新的日子，苏家、林家、秦家3大家族齐聚。
秦家众人一扫往日的窝囊劲儿，个个意气风发。咱秦家大小姐秦一烟要回来了，看那苏家和林家还能嚣张到几时？就是到时候非得让他们把吃下去的全都给吐出来，说不定还能顺手把这两家一块收拾了。秦家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满脸得意。秦家家主秦阳明更是目光灼灼，满是期待。他看向苏家和林家的方向，眼神中透着难以掩饰的狠厉。哼，等一烟归来，定要让这两家为曾经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秦阳明在心中暗自盘算，只觉得此刻已经胜券在握，恨不得当下就出手，将苏林两家彻底覆灭。苏家老爷子苏胜杰满脸凝重，心中七上八下。林老弟，咱可真拿不准，明儿这小子到底有没有成为紫云宗弟子？林家家主林义阳同样神色忐忑，眉头拧成个川字。苏老哥，这事儿悬啊！若他成了，和秦家秦一烟倒是平起平坐，可要是没成，咱两家可就麻烦大了。正说着，远处一道身影御空疾驰而来。秦家那边有人眼尖，远远瞧着便咋呼起来：哈哈，定是一烟小姐归来，咱秦家终于要扬眉吐气了。笑声张狂四溢，仿若能冲破天际。待那身影渐近，秦家众人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好似被寒霜冻住一般。怎么会是苏明这小子？苏明一袭黑衣猎猎作响，眼神仿若寒星，透着丝丝冷意，朝着众人所在之处稳步落下。秦家众人当场就蒙圈了，等了这么老久的大小姐秦一烟居然没回来，来的这人竟然是苏明。秦家众人心里那叫一个不服气，怎么都不肯相信苏明是从紫云宗过来的。哼，肯定是秦一烟那丫头还没到，指不定啥时候才现身呢。秦家一位长老满脸不屑，冷哼出声：就凭这苏明也能从紫云宗归来，怕不是在吹牛吧？另一位子弟也跟着附和，脸上满是嘲讽之色。在他们心中，秦一烟那可是秦家的骄傲，天之骄女，从紫云宗归来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而苏明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曾经的废物大少爷，哪有资格从那等圣地般的紫云宗回来？此刻他们满心都还盼着秦一烟风风光光的归来，让秦家也跟着沾沾光，在这洛安城扬眉吐气一番呢。苏明快步上前，对着自家爷爷苏家那位威风凛凛的老爷子苏胜杰恭恭敬敬地拱手行礼，朗声道：爷爷，孙儿回来了。随后又转向林家家主林义阳，同样客气地打招呼：林伯父，许久不见。苏家与林家的众人眼睛里像是藏着星星，满是期待地紧紧盯着苏明，那目光仿佛要把他看穿。苏明深吸一口气，而后猛地仰头，声音犹如洪钟，在这片天地间炸响：今日我苏明携紫云宗令，特来此为紫云宗纳新。这话一出口，苏家林家众人瞬间爆发出一阵惊喜的欢呼，那声音震得空气都嗡嗡作响。反观秦家众人，一个个像是被点了穴道，呆立当场，脸上的表情要多精彩有多精彩。啥玩意儿？不是说好秦一烟那妮子回来帮紫云宗纳新吗？秦家一位长老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喃喃自语：就是啊，这苏明啥时候成了紫云宗弟子？我们咋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另一位秦家子弟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满脸惊愕。秦一烟那可是秦家的天之骄女，在这洛安城那也是声名远扬的人物。原本大家都眼巴巴盼着她回来主持紫云宗纳新，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苏明，竟带着紫云宗令现身了。苏明嘴角微微上扬，看着秦家众人那副吃瘪的模样，心情爽快。而在人群之中，苏胜杰捋着胡须，眼中满是欣慰之色。吴孙儿果然没让我失望。林义阳也是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这苏家小子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秦家家主秦阳明一脸不甘，目光阴鸷，死死盯着苏明，冷哼一声：哼，就你也配是紫云宗弟子？莫不是假冒的吧？苏明神色冷峻，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从怀中掏出一枚令牌，那令牌散发着神秘光晕，其上内门亲传弟子几个字在日光下熠熠生辉。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苏明声音冰冷，仿若裹挟着无尽寒意。秦家众人瞬间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惊骇之色，嘴巴大张，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这怎么可能？秦家一子弟失声惊呼，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秦阳明身子晃了晃，像是遭受了重击，他心中暗忖：这小子不过1月未见，竟成了紫云宗内门亲传弟子，这等机缘怎会落到他头上？苏家和林家众人亦是呆若木鸡，眼神中满是震撼。短短1月，苏明竟已是紫云宗内门弟子，这身份高的咱难以想象啊！苏家一老者喃喃自语，语气中满是惊叹。苏明目光扫过秦家众人，寒声道：你们竟敢冲撞于我，该当何罪？
话音刚落，苏明周身灵力涌动，仿若掀起一阵灵力风暴。只见他双手快速结印，一道道灵力光芒从他指尖射出，直逼秦家众人。啊！秦家众人发出阵阵惨叫，灵力光芒入体，他们只觉修唯如决堤之水，迅速消散。秦阳明睚眦欲裂，心中悲愤欲绝，他紧握双拳，却又无可奈何。苏明，你好狠！秦阳明怒吼道，声音中满是不甘与愤怒。苏明冷哼一声，若非你们秦家以前这般张狂，我又何须出手？随后苏明看向城中守卫，沉声道，将秦家众人全部逐出洛安城，日后不许他们再踏入半步。秦阳明心中明白，此次秦家算是彻底完了。他狠狠瞪了苏明一眼，带着秦家众人灰溜溜地离开了。秦家众人不知道的是，若不是秦家为项羽家那般赶尽杀绝，苏明今日定要将整个秦家从这世间抹去。苏明于洛安城内又开启了1年1度的纳新之事，着手检测众人天赋资质。这过程中达标者寥寥无几，还真别说，林两家倒是个冒出一个。苏家这边是9长老的孙子，少年苏勇，瞧那模样，透着股子机灵劲儿，似藏着无尽潜力。林家呢，有位少女林之柔，那叫一个出落的清脆欲滴啊！只见她柳眉弯弯，双眸仿若灵动的星辰，琼鼻秀挺，阴唇不点珠，身姿婀娜，恰似春日里随风轻摆的嫩柳，每一步都摇曳生姿。她正是林念瑶的表妹，举手投足间尽显林家女子的温婉与柔美。林两家得知此事，那叫一个欣喜若狂。苏家老爷子满脸笑意，大手一挥，今日我苏家出了这般有天赋的子弟，实乃大喜。林家主亦是抚须大笑，我林家的小之柔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当晚两家便大摆宴席，张灯结彩，红绸飘舞，桌上摆满了珍馐美馔，酒香四溢。大少爷归来，我苏家重振有望啊！苏九长老捋着胡须，眼中满是欣慰。此次不仅苏明大少爷归来，还让整个秦家彻底落败，真是大快人心。林家宾客纷纷议论，是啊，秦家往日那般嚣张，如今总算是遭了报应。在这欢庆的氛围里，苏府与林府的众人尽情享受着这难得的喜悦，为苏明的归来，也为秦家的落幕。苏明眉头紧蹙，开口问道，爷爷，林叔咋没瞧见林念瑶呢？林义阳神色复杂，脸上似有愁绪万千，长叹一声道，苏明啊，念瑶那丫头担心你一个人扛着秦家的压力太苦太累，想着出去闯荡闯荡，帮你分担分担，这一去至今都还没回来呢。前些时日倒是传来消息，说他成功加入了血煞门，还说往后家族不必再惧怕秦家的威胁，有他这个靠山了，他在那儿也顺顺利利成了正式弟子。林义阳顿了顿，脸上闪过一丝忧虑，接着又道，只是啊，咱对这血煞门两眼一抹黑，啥都不了解。于是暗中一番打听，还费劲查了查。好家伙，这一查可不得了，血煞门那可是跟紫云宗对着干的强大宗门，而且听着就邪乎，偏向魔门那路子。现在啊，咱一家人都犯愁，完全不知道该咋处理这事儿，头疼得很。苏明听闻，心中一阵翻涌，诸多情绪交织，复杂得很。林叔，这事我记下了，您甭担心，我来处理。他一脸郑重，看向林义阳，语气坚定得如同山岩，我定会将念瑶照顾好，您尽管放心。林义阳心底那股不快被强压下去，面上瞬间绽放出畅快笑意，恰似春日暖阳，可那眼底深处一抹复杂一闪而过。苏明，叔信你，肯定能办到。往后我家念瑶可就得多仰仗你照顾了。林义阳边说边轻轻拍了拍苏明的肩膀，那动作带着期许，又似有一丝无奈。这时老爷子苏胜杰微微叹了口气，苍老的声音缓缓响起，我们呐都老了，今后就守着这洛安城也便够了。苏胜杰目光望向远方，眼神里满是岁月沉淀下的沧桑，仿佛眼前的洛安城就是他余生的归宿。苏明嘴角一勾，绽出一抹笑意，说道，爷爷这才刚起个头呢，修炼这事儿哪有傻老不老的说法。言罢，他大手一挥，刹那间光芒爆闪，一堆堆修炼资源仿若小山般突兀地出现在众人眼前。瞅瞅，这儿有50万枚下品灵石，还有5万枚中品灵石，这中品灵石一枚可就顶得上10枚下品灵石呢，加一块那可就相当于50万枚下品灵石了。再看这些各类丹药，好家伙，将近2000枚呢。还有这灵气足足500柄，还有各种各样的功法，更是种类繁多，远超如今苏家和林家的功法，这可几乎是上次从余家弄来资源的1大半了。不过灵药苏明没拿出来，他心里琢磨着得留着自己炼丹用。林家主林义阳此刻双目圆睁，满脸的难以置信，嘴巴大张都能塞下一个鸡蛋了，那模样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之事，心中狂吼，
怎会如此之多？这等海量资源，莫说见，便是听都未曾听闻过啊！苏家老爷子苏胜杰一时身躯猛地一颤，脸上写满了骇然之色，双手下意识地握紧，心中惊涛骇浪翻涌。我苏家传承多年，何时见过这般惊人的修炼资源？明儿，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也太多了吧！大少爷他竟能拿出如此海量的资源，简直超乎想象。周围的林家人与苏家人满脸震撼，眼中满是不可思议，那喃喃自语中尽是惊叹。林家家主林义阳瞪大了双眼，嘴巴微张，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忙不迭摆手，急声说道：“苏明啊，如此众多的好东西，你理应自己留存自用，我们何德何能，怎能销售这般顶级资源？”苏家老爷子苏胜杰一时一脸凝重，眉头紧皱，带着几分心疼与关切劝道：“明儿，听爷爷的，这些资源太过珍贵，苏家有你这份心意就足够了。你自己日后修行之路漫长，正需这些助力，切莫为了家族委屈了自己。”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坚定的笑容，轻轻摇了摇头，语气不容置疑：“林叔，爷爷，你们不必多说，这些资源本就是我为苏林两家特意准备的，在我心中，家族的强大远比我个人的得失更为重要。况且……”他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神秘的光芒，自信满满道：“我还有更好的，这些不过是小意思罢了。”“什么？还有更好的？这大少爷到底还有多少底牌？”两家人瞬间炸开了锅，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写满了惊讶与惊喜，心中对苏明的感激如潮水般汹涌澎湃，愈发浓烈。苏明于苏家歇了一宿，次日便领着苏家的苏勇与林家的林之柔朝着紫云宗进发。一路上，苏勇与林之柔对苏明那叫一个崇拜。林之柔身姿乖巧，面容绝美，一双眼眸仿若秋水含情。此刻他莲步轻移，靠近苏明，娇声说道：“苏明哥哥，听闻那紫云宗强者如云，您快给我们讲讲呗。就您这本事，在紫云宗那还不得横着走啊？”苏勇也是满脸敬仰，忙不迭附和：“是啊，明哥，您在咱们这儿那可是大神级别的存在，紫云宗肯定也得对您另眼相看。您快给咱讲讲，这紫云宗到底啥样？”苏明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自信，缓声说道：“紫云宗底蕴深厚，门内功法秘籍无数，强者更是层出不穷。不过，只要你们肯努力，未来这紫云宗内也必有你们一席之地。”一路言谈，不知不觉便到了紫云宗。苏明神色一正，看着苏勇与林之柔，沉声道：“到了这紫云宗，你们可得好好努力。外门弟子众多，竞争激烈，唯有奋力拼搏，方能从这无数人中脱颖而出。”林之柔胸脯一挺，眼神坚定，脆声声道：“苏明哥哥，您放心，我定不会让您失望，定会努力修炼，早日出人头地。”苏勇一时握紧拳头，语气激昂：“明哥，我在这紫云宗一定拼命修炼，绝不丢您的脸。”与此同时，紫云宗开山大典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苏明所在的白云峰一系莫名陷入了困境，只因此刻到场的白云峰化石人仅有师姐萧秘密、徐景轩长老的景云峰一脉与孔家佑长老的恒云峰一脉，竟沆瀣一气，将矛头对准了白云峰。原因无他，苏明此前分别斩杀了徐景轩长老的孙子以及孔家佑长老的得意弟子，如今双峰仗着人多势众，妄图狠狠拿捏苏明所在的白云峰。白云峰的底蕴其实并不弱，其门下几大亲传弟子个个都是半步退凡境的内门巅峰强者，只可惜除了武师姐萧秘密，其他人都外出寻觅进阶的契机与机缘去了。萧秘密此刻俏脸寒霜，美眸中满是焦急与愤怒，他看向苏明，声音带着几分颤抖：“小师弟，师尊闭关未出，如今白云峰遭这两峰挑衅，也有10几位普通弟子重伤，咱们白云峰的脸面都快丢尽了。”一旁曾与苏明交过手的费明宇此刻也是重伤在身，他满脸愤恨，咬牙切齿道：“我当时都快赢了，只差那么一点点，可惜啊，还是败了，实在是给师尊丢人了。”苏明没有丝毫犹豫，朗声道：“此番便由我出战。”萧秘密美目之中满是担忧之色，他朱唇轻启，急切说道：“小师弟，万万不可啊！对方可是联手而来，徐景轩长老的景云峰一脉，还有那孔家佑长老的恒云峰一脉，此番明显是冲着你来的，你一个人如何能敌得过两脉联手？”他身姿婀娜，如若柳扶风，那一脸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苏明双眸之中寒芒一闪，内心暗自思忖：哼，这两脉仗着人多势众，便想拿捏我白云峰，想拿捏我苏明，哪有这般容易？他面上却毫无惧色，冷冷一笑：“怕他们作甚？我苏明岂会是贪生怕死之辈？既然他们敢来，我便敢应下。”说罢，
苏明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般，直接跃上了那比武台。他昂首而立，衣袂飘飘，对着台下两大长老所在的势力方向放声喝道：既然景云峰和恒云峰执意要打，我白云峰可绝非怂货。有胆上来打的，先签了生死状，再滚上来。若是没这胆子，就给我滚到一边去，别在这丢人现眼。台下众多弟子瞬间炸开了锅，这是哪里来的狂人，如此嚣张？一名圆脸的弟子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愕地说道：就是啊，这人是谁？敢这般挑衅两大峰的势力？另一名尖脸的弟子也附和道，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这时人群中一名身着灰色长袍的弟子微微皱眉，缓缓开口道：你们竟连他都不认识？他便是苏明，前些日子在生死台上可是硬生生打死了徐长老的孙子，还有孔长老的得意弟子。也正因如此，白云峰才被这两峰针对。这人实力可不容小觑啊！众人听闻，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喧闹的场面瞬间安静了几分，一双双眼睛满是震惊地看向台上那孤傲的身影，一旁有众多长老齐聚，本是为观礼开山大典。苏明这一番嚣张行径瞬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有长老目光如炬，一眼看穿苏明的修为，不禁啧舌。这小子好像是才进入内门吧，敢如此嚣张，原来是有通明境7层修为啊！可不是嘛，他进内门才几天就修到这地步，天赋简直逆天。另一长老附和道，满脸惊叹。却也有长老一脸担忧，微微摇头叹道：苏明如此强势，可不是好事。景云峰、恒云峰里比他修为高的大有人在，等会儿签了生死状，他这不是去送死吗？怕是连认输的机会都没有。哎，说罢重重地叹了口气。最高位之上，紫云宗宗主紫琼一袭紫云袍加身，那袍子随风轻扬，尽显圣洁与尊严。她姿容绝美，仪态万千，每一步都踏出别样的风情。此刻她美目流转，将目光定在了苏明身上。这少年倒是年轻气盛得很。紫琼轻声呢喃，眼中闪过一丝认同。不过想到苏明竟要以一己之力对抗两峰弟子，他不禁微微摇头，暗自叹息，这般无脑行为实在是欠考虑。紫琼心中想着，神色间满是忧虑，以一人之力抗衡两峰，绝非明智之举啊。他再次低语，语气中透着无奈。面对苏明的挑衅，恒云峰率先做出了回应。第一个上台者乃孔家右长老恒云峰一脉的亲传弟子，此人名叫杜玉衡，实力达通明境8层，其一手恒云剑术那叫一个出神入化。他正是此前被苏明斩杀的杜君浩的亲兄长。杜玉衡心底对苏明那是恨得咬牙切齿，为给弟弟报仇，他毫不犹豫地签下生死状，紧接着一步踏上那比武台，声若洪钟，直接放话：苏明，今日定要你死！他双目泛红，周身气息涌动，仿若一头择人而噬的猛兽，脑海中不断浮现弟弟杜君浩的身影。君浩，兄长定要为你讨回公道，将那苏明碎尸万段。台下众多弟子瞧见杜玉衡登台，瞬间议论纷纷。这杜玉衡可是通明8层的强者，那苏明不过通明7层，这场比试苏明绝无胜算。没错，杜玉衡的战斗力那可是能和通明境9层掰掰手腕的，苏明拿什么和他斗？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言语间满是对苏明的不屑。恒云峰的弟子们更是疯狂呐喊，一个个情绪激昂。师兄，杀了苏明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哼，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敢这般嚣张，今日就让他知道厉害。他们满脸不屑，眼中满是对苏明的轻蔑，仿佛苏明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哼，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杜玉衡双眸似电，死死盯着苏明，周身灵力翻涌，仿若怒海狂涛。他身为通明境8层的天之骄子，一手恒云剑术出神入化，声名远扬，还是此前命丧苏明之手的杜君浩的亲兄长，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而苏明神色冷峻，毫无惧色，他身形挺拔，宛如苍松傲立，手中那柄退凡境的火系灵刀烈龙阔刀散发着炽热的光芒，刀身上符文闪烁，似有一条炎龙蛰伏其中，随时欲破刀而出，肆虐天地。拿命来！杜玉衡暴喝一声，声如雷霆，划破长空。他足尖轻点，整个人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向着苏明迅猛冲去。手中长剑挽出朵朵剑花，每一朵都蕴含着恐怖的灵力波动，仿若能撕裂苍穹。苏明眼神一凛，周身火系灵力瞬间汹涌澎湃，犹如火山喷发。他将神级刀法火黄裂空刀法施展而出，刹那间烈龙阔刀之上，火焰冲天而起，形成一条巨大的炎龙，张牙舞爪，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向着杜玉衡席卷而去。这炎龙所过之处，
空间都为之扭曲，炽热的高温让周围的空气都燃烧起来，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杜玉衡面色骤变，眼中闪过一丝惊惶，但他毕竟是通明境8层的强者，瞬间便镇定下来，手中长剑急速舞动，横云剑术全力施展开来。只见他周围云雾缭绕，剑气纵横，试图抵挡那汹涌而来的炎龙。然而苏明的火黄裂空刀法太过霸道，炎龙势不可挡，直接冲破了杜玉衡的防御。巨大的冲击力将杜玉衡整个人击飞出去，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重重地砸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噗！杜玉衡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他身前的土地。他挣扎着爬起身来，看向苏明手中的烈龙阔刀，眼中满是怨毒与不甘。这不公平！杜玉衡嘶吼道，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愤怒与绝望。你的灵气是退凡境级别的，远超我的通明境灵气。苏明冷哼一声，眼神冰冷，仿若万年玄冰。哼！签了生死状，踏上这生死台，哪还有什么公平可言？你咋不说你修为还比我高呢？死吧！苏明低喝，再次高高举起烈龙阔刀。那刀身上的火焰此刻竟如活物般疯狂窜动，似欲择人而噬，愈发旺盛的恐怖。杜玉衡，受死吧！苏明眼眸中寒芒闪烁，心中杀意如汹涌怒潮澎湃翻涌。这一瞬，他只觉浑身的力量都汇聚于这一刀之上，要将眼前这敌人彻底斩灭。杜玉衡面色骤变，心中满是惊惶。他怎么也没想到局面竟会急转直下至此。往昔他在宗门内凭借着通明8层的修为，那可是威风八面，谁敢不敬？可如今在这苏明面前，竟如待宰羔羊。不，你不能杀我！杜玉衡嘶吼着，声音中满是恐惧与不甘。他的双手在空中疯狂挥舞，试图抓住最后一丝生机，脸上的肌肉因极度的惊恐而扭曲。然而苏明仿若未闻，手中的烈龙阔刀裹挟着无尽的火焰与杀意，如一道赤色长虹，向着杜玉衡狠狠斩下。轰！一声巨响，仿若天地崩塌。杜玉衡的身躯在这狂暴的一刀之下，瞬间如破碎的纸片，消散于天地间。全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震惊的浪潮汹涌而起，周围一众弟子皆是双目圆睁，嘴巴大张，满脸的难以置信。这就死了？这么容易就被杀了？那可是通明8层啊！他们的心中仿若被重锤狠狠一击，完全懵了。堂堂通明8层的杜玉衡啊，平日里那是何等的高高在上，何等的威风凛凛，可如今竟就这般被苏明轻松碾压，残忍击杀。有的弟子甚至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还有的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被这惊人的变故惊得六神无主。一时间，整个场地弥漫着浓浓的震惊与恐惧气息。这也太轻松了！有宗门长老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之色，心中暗自惊叹：苏明这战斗力简直恐怖如斯啊！那可是内门弟子之中有名的年轻一代强者，竟被苏明这般碾压，毫无还手之力。另一长老忍不住喃喃自语：哼，苏明能如此强势，可不只是自身实力强。又一位长老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没错，那小子手中那屏退凡境的灵气才是关键。有此神兵，怪不得敢这般嚣张，目中无人。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看向苏明的目光中满是震撼与忌惮。苏明仿若未闻，神色冷峻，手持烈龙阔刀，散发着凛冽的气息。烈龙阔刀光芒流转，似在彰显着自身的不凡。宗主位上，紫云宗宗主紫琼圣洁而威严，身姿傲然，绝美面庞上带着几分意外。这苏明战斗力竟远超普通通明7层弟子。紫琼心中暗自思忖，目光紧紧锁住苏明。本宗虽然猜到他有些本事，却没料到强到这般地步。接下来怕是有好戏看了。他微微挑眉，眼中闪过一丝期待。恒云峰和景云峰那些家伙怎会咽下这口气？车轮战怕是免不了。苏明啊苏明，且看你能撑到几时。紫琼轻抿嘴唇，玉手不自觉地轻轻敲击着座椅扶手。若能扛过这一轮，本宗主倒是对你有些兴趣了。可这车轮战绝非易事。他黛眉微蹙，到时候他还能稳稳站住脚跟吗？台下，徐景轩长老景云峰一脉与孔家右长老恒云峰一脉众人脸色皆如锅底般难看。谁能料到苏明那厮的战斗力竟如此恐怖？怪不得此前跟他作对之人全都惨死在其手中。徐长老目光阴冷，旋即大手一挥，朝着自家门下喝道：吴妙家，给我上！吴妙家一袭黑色劲装，将那婀娜多姿的身材完美勾勒，面容绝美，双眸含煞。他身为徐长老门下得意亲传弟子，已然踏入通明9层修为，其拿手的水云鞭法更是刚柔并济，威力惊人。是，师尊。吴妙嘉翠声声应道，
声音中透着决然。虚长老袖袍一甩，一柄散发着幽光的长鞭瞬间落入吴妙家手中。此乃退凡境的灵气长鞭，灵蛇鞭，鞭身蛇纹遍布，自带蛇灵。此灵蛇鞭赐你，定要将那苏明拿下，为你师弟报仇雪恨。徐长老沉声道。吴妙家美目闪过一抹厉色，接过灵蛇鞭，转身大步迈向比武台，每一步都踏出强横气势。苏明，今日我便要为我师弟报仇，你乖乖受死吧！吴妙家登上台后，手持长鞭，直指苏明，骄喝出声。台下，景云峰和恒云峰的弟子们原本低落的士气瞬间回涨，一个个仿若打了鸡血般。哈哈，苏明这次死定了，没了灵气优势，修为还比人家低，看他拿什么打！就是这次有吴师姐出马，定能将苏明那狂徒斩于鞭下。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皆是认定苏明此番在劫难逃。周围一众内门弟子个个满脸凝重，暗自摇头。苏明此番怕是要栽了，可不是对手那等实力，苏明怎可能扛得住？些许围观的长老们目光之中也满是忧虑，微微叹息。可惜了，如此天才死在自己的骄纵之下，只不过哪有天才不骄纵？没有这份嚣张的，那也不算是天才。能见识到这一幕，也算是一件幸事了。白云峰一脉，师姐萧秘密更是柳眉紧蹙，心急如焚，忙高声呼喊：小师弟，快认输！那臭娘们儿动起手来可狠了，之前有好几个内门师兄都是被他一鞭子废了，你可别着了道。这一战输了，咱不丢人，能保住性命便是万幸。今日虽折了白云峰的面子，待师兄师姐归来，咱定能找回场子。他们这群人分明就是瞧咱们白云峰无人，才敢如此放肆。师姐，我定会赢下此战。苏明目光坚定，看向身旁的师姐，话语掷地有声。他心中清楚，与吴妙家这一战，几乎无人看好自己。可那又如何？自己既已站上台，便绝无退缩之理。这一战可不单单关乎白云峰的脸面，那些人分明是冲着自己来的。苏明向来恩怨分明，怎能让旁人因自己遭祸？小师弟，这吴妙家实力非凡，手段狠辣，你当真有把握？萧秘密柳眉轻蹙，眉目之中满是担忧。她身姿婀娜，一袭白衣飘飘，恰似仙子临世。苏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师姐放心，我既然敢应下，自然有我的底气。他心中暗自思忖，自己摸爬滚打至今，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怎会怕了这吴妙家？可莫要逞强，若有危险，定要及时抽身。萧秘密眼神中满是关切。苏明感受到师姐手中传来的温度，心中一暖，却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师姐，我明白，此战我必全力以赴，定不会让你失望。战斗瞬间开启。吴妙家通明9层的顶尖内门弟子，身姿妙俏，容颜绝美，双眸灵动如星，一袭白色长裙随风轻摆，宛如仙子临世。此刻他手持退凡境灵蛇鞭，那灵蛇鞭似有生命一般，在他手中蜿蜒游走。哼，苏明，今日便让你见识下水云鞭法的厉害。吴妙家朱唇轻启，声音清脆悦耳，却又带着几分傲然。苏明这边手中紧握着退凡境的火系灵刀烈龙阔刀，此刀一出，周围温度陡然升高，刀身上隐隐有火焰纹路闪烁，散发着炽热气息。吴妙家，今日之战定要让你知晓我的厉害。苏明目光坚定，神色冷峻，周身气息涌动。言罢，苏明率先发难，施展出神级刀法火黄裂空刀法，一刀劈出，刀芒裹挟着熊熊火焰，似要将空间撕裂，威力惊人。与此同时，他融入神级身法九阴神行，整个人瞬间变得灵动至极，身形如鬼魅般飘忽。吴妙家见状，美目圆睁，心中大惊，这怎么可能？他的身法怎会如此诡异？他急忙挥动灵蛇鞭，施展出水云鞭法，试图抵挡苏明的进攻。那灵蛇鞭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鞭影重重，以柔克刚，试图化解苏明的凌厉刀招。然而苏明的九阴神行使出后，效果惊人。吴妙家震惊地发现自己根本摸不到苏明的身形，苏明的身影在他眼前快速闪动，让他眼花缭乱。噗，接连10几刀，刀刀命中。吴妙家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防御，直接被震伤，娇躯倒飞而出，重重地摔倒在地。嗨嗨，吴妙家嘴角一血，满脸惊骇，美目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这苏明为何如此强大？众多弟子目睹这一幕，满心震撼。苏明展现出的实力远超他们想象。苏明，牛啊！白云峰的弟子激动地扯着嗓子大喊，那叫声仿佛要冲破天际。景云峰与恒云峰的弟子脸色却黑得像锅底。怎么可能？吴妙家师姐如此厉害，竟也败在苏明手上。一名景云峰弟子满脸难以置信，喃喃自语，拳头攥得紧紧的，关节都泛白了。这苏明
到底什么来头？怎么强得这么离谱？恒云峰一弟子咬着牙，眼中满是不甘，脸上的肌肉都微微抽搐。吴妙家师姐，那可是他们心中的女神，平日里风姿绰约，一袭白衣飘飘，宛如仙子临世，容颜绝美，肌肤赛雪，双眸灵动含情，一颦一笑都能勾人心魄。她在门中实力出众，本以为此次定能轻松取胜，谁能料到却输得这么惨。徐长老满面怒色：苏明，休要伤我徒儿！那声怒喝仿若惊雷炸响，周身灵力疯狂翻涌，眼神中满是对苏明的滔天恨意。他实在难以置信，眼前这小子竟真能将吴妙家压制，此刻更是举刀似要取其性命。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神中毫无惧意，冷冷开口：生死状已签，既上台便生死有命，若我输了，你们可会放过我？那话语中透着决然，没有半分对徐长老的忌惮。你……徐长老被噎得说不出话，脸色涨得通红，却又无法反驳。苏明再不犹豫，手中长刀裹挟着滚滚灵力，化作一道凌厉的劈链，朝着吴妙家狠狠斩下。吴妙家此刻满脸绝望，眼眸中尽是恐惧，想要躲避，却被苏明的灵力死死锁住，动弹不得。不！吴妙家发出一声绝望的呼喊，但那一刀依旧无情落下，血光迸溅，吴妙家的身躯缓缓倒下，气息瞬间消散。一时间，四周仿若陷入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方才还热闹非凡的演武场，此刻安静的能听见针掉落的声音。这苏明当真是够狠辣，即便徐长老那般威胁，他竟也丝毫不为所动。观里的长老们交头接耳，眼中满是震惊与复杂。紫琼宗主端坐在主位之上，美目微微一眯，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本以为苏明不过是有些莽撞，却没想到此人竟有如此胆魄。杀性是重了些，可这股不畏强敌的冲劲儿，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里，却远比什么都重要。待此事落幕，我定要亲自召见这苏明。紫琼宗主心中暗自思忖，此人或可重点培养，他日必能为我宗门撑起一片天。徐长老因爱徒吴妙家之死已然震怒，苏明，老夫要你死！他对着台下的苏明咆哮着下令：景行，你刚突破退凡境，速去将这孽畜斩杀，为师要他血债血偿。李景行紧握着长剑，剑身寒光闪烁，恰似他此刻冷冽到极致的眼神。他周身气场强大的仿若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压抑的周围空气都近乎凝固。他一步一步走向生死台，每一步都似踏在众人的心尖上，砰砰作响。李景行心中对苏明的杀意如汹涌潮水，根本压不住。吴妙家那与他情谊深厚如同亲兄妹的师妹啊，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竟会死在这生死台上。今日他定要将苏明碎尸万段，以祭师妹在天之灵。哼，就凭你！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屑的轻笑。他身姿笔挺，仿若一柄傲立世间的绝世宝剑，周身散发着一股令人胆寒的自信。之前苏明便能力斩退凡境的毒火蛟王，如今修为大幅提升，岂会怕你这刚进阶退凡境的李景行？简直是笑话！你杀我师妹，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李景行纵身一跃，跳上生死台，手中长剑直指苏明，那架势仿佛下一秒就要将苏明千刀万剐。苏明神色淡然，不慌不忙地活动了一下筋骨，关节处发出咔咔的脆响，恰似在奏响一首无味的战歌。来吧，让我看看你有几分能耐。就在这时，宗主紫琼缓缓开口，声若洪钟，响彻这片剑拔弩张之地。此事就此为止。修行之路漫漫，本应将恩怨抛却，专注精进，怎能让宗门陷入内耗的泥沼？每一位优秀弟子皆是宗门的珍宝，其损伤无疑是宗门的巨大损失。苏明确实有错，但景云峰与恒云峰挑衅在前，亦是大过，双方皆有不是，此事必须画上句号，不得再生事端。现责令景、恒两峰封山1月，闭门整改。苏明随本宗主前往宗主殿领罚。景云峰与恒云峰众人听闻此令，瞬间脸色铁青，满心的不服气在胸腔中翻涌。哼，这算什么事？那苏明如此张狂，怎能就这般轻易放过？就是宗主此举未免太过偏袒那小子了。可即便心中怨念滔天，面对宗主之令，他们也只能暗自咬牙，捏着鼻子认下。罢了，宗主开口，我们还能如何？但1个月后，宗外之地定要那苏明好看。没错，宗内不让内斗，宗外可没这规矩。到时候，徐长老与孔长老定会亲自出手，定叫苏明有来无回。他们心中暗自盘算，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只等1月期满，复仇的时刻降临。苏明随着宗主前行，踏入了宗主大殿。宗主紫琼身着紫云袍，那袍子仿若流淌的云霞，圣洁而又威严。
她端坐于主位之上，容颜绝美，仿若天仙临世，身姿婀娜，胸前傲人曲线更是添了几分妩媚。其周身气息强大的令人心悸，威严之感扑面而来。苏明上前恭敬行礼，心中明白此番前来是要领罚的。他心底暗自思忖，今日宗主叫停生死斗，分明是为了保下自己，不然怎会早不叫晚不叫，偏在自己眼看不敌之时才出声制止。子琼美目流转，望向苏明，声音清冷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苏明，正是我。刹那间，一股恐怖威压仿若排山倒海般朝着苏明碾压而去，好似一座太古神山轰然压下。苏明面色涨红，牙关紧咬，全力硬抗。那股威压好似要将他的灵魂都碾碎，可他骨子里的倔强让他绝不轻易屈服。一吸两吸，足足30吸过去，苏明才忍不住后退了一步。子琼心中暗自赞赏，要知道换做他人3吸都难以坚持，而苏明竟坚持了如此之久，这份毅力与天赋着实惊人。苏明，今日你表现确实出众。宗主子琼目光落在苏明身上，缓缓开口，但锋芒太露，行走在外，极易招来杀身之祸。宗门罚你前往后山面壁半远，你可心有异议？苏明心中虽有些许不甘，可哪敢表露半分。他微微躬身，恭敬回应：弟子毫无异议，谨遵宗主教诲。子琼见苏明这般之进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长袖一挥，一本古朴的剑谱便出现在手中。这是元邪剑谱，品阶极高，本宗主意外所得，算是给你的补偿。你须知晓，锦云峰与恒云峰接受了罚，你若不罚，宗门众人恐难服众啊。苏明听闻，心中一震，忙伸手接过剑谱，多谢宗主恩赐。他在心底暗自琢磨，这一趟面壁有此剑谱相伴，说不定能收获巨大突破，即便遭此惩罚，或许也是因祸得福。苏明刚要伸手接过剑谱，宗主子琼猛地口吐鲜血，面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往昔那端庄威严的形象，此刻在苏明面前全然失态。苏明大惊，忙问道：宗主，这是怎么了？子琼强撑着，虚弱道：无妨，不过是修炼留下的一些暗伤罢了，调养调养便好。苏明心中却泛起嘀咕，他身怀阴阳丹尊的传承，于丹药医道那可是极为精通，只一眼便瞧出子琼绝非什么暗伤，分明是中了毒。当下苏明直言道：宗主，您这可不是暗伤，而是中了毒。子琼闻言，美目圆睁，满是惊讶之色，心中暗存，他竟能一眼看穿，自己确实是中了血煞门那歹毒的9阴血煞毒，这毒根本无法完全驱除，只能暂且压制。刚刚那般说辞，不过是寻的借口罢了。苏明朗声道：宗主，弟子有法子助您解此毒。子琼宗主闻言，美目圆睁，满脸皆是惊讶之色，旋即又激动难抑，急切问道：苏明，此话当真？快说来与本宗主听听。苏明神色沉稳，不疾不徐道：需炼制些许丹药，用以辅助解毒，只是这炼制丹药颇为耗时费力。话锋一转，苏明微微一叹，可眼下在下却要去后山面壁思过，这可如何是好？子琼宗主一听，顿时柳眉倒竖，一脸无语，嗔怒道：都火烧眉毛这般紧急时刻了，你还跟本宗主开这种玩笑？你可知这毒发作起来，本宗主性命危在旦夕？宗主子琼发现自己有些失态，稍微收敛了些许，目光灼灼，紧紧盯着苏明，确认道：苏明，你确定不是在说笑？苏明神色坚毅，重重点头：宗主，千真万确，我应该是能治疗你中的毒，只不过目前很多灵药我没有，还需要收集一下，还有炼制这解毒丹所需要的丹炉和灵火我也没有。子琼挑了挑眉，转身吩咐下去。不多时，一尊古普炼丹炉被抬来，正是一尊退凡境的紫月炉，炉身刻满神秘符文，隐隐有微光闪烁。这是紫月炉退凡境的炼丹炉，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子琼说道。紧接着，各类高阶灵药被一一呈上，每一株都灵气氤氲，光华流转，最后一缕幽紫火焰缓缓飘来，正是那珍贵无比的紫灵火。此乃紫灵火，对炼丹炼器皆大有裨益，望你善用。子琼郑重说道。苏明双眼放光，激动接过，面色惊喜。好家伙，这可都是宝贝啊！有了这些，我定能成功炼制解毒丹。他迫不及待，当即盘膝而坐，开始炼化灵火。灵火入体瞬间，苏明浑身一颤，脸上满是畅快之色，周身灵力汹涌澎湃，仿佛要冲破天际。炼化完毕，苏明起身，目光沉着，开始钻研如何炼制解毒丹。他深知这9阴血煞毒极为复杂，堪称毒中噩梦，想要驱除难如登天。这解毒丹必须分2步炼制，内外并施，
方可成功。苏明喃喃自语，眉头紧锁，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决然。子琼美目紧盯着苏明那忙碌的身影，心中满是期待，还有难以抑制的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那让自己束手无策的九阴血煞毒，竟能被一个内门弟子解决。要知道，这毒莲宗门炼丹长老都对之无奈啊！这苏明究竟是何方神圣？子琼忍不住喃喃自语。那绝美的面容上，此刻满是震撼之色。他的眼眸中异彩连连，似在重新审视苏明这个人。那身姿摇曳，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却有着别样的动人姿态。苏明全神贯注，操控着丹火。时间流逝，紫云宗宗主大殿内，丹火熊熊，仿若一头赤焰巨兽，尽情地翻滚咆哮。那浓郁的丹香丝丝缕缕，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之中，仿若无形的绸缎，轻轻撩拨着人的嗅觉。成了。苏明长舒一口气，眼中满是疲惫后的欣慰。2炉丹药静静躺在丹炉之中，一炉解毒内丹，圆润晶莹，泛着温润光泽，好似被月光轻抚过的珍珠；一炉解毒外丹，纹理细腻，色泽纯正，宛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宗主子琼站在一旁，眉目圆睁，原本白皙的脸颊因震惊而微微泛红。她的红唇轻启，喃喃自语：这竟都是真品丹药。要知道，宗门内那些炼丹长老耗费无数心血，都炼制不出这般品质的丹药。子琼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不禁看向苏明，这少年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苏明察觉到子琼的目光，抬头与其对视。宗主，幸不辱命。苏明身形一闪，来到近前，微微欠身，神色间满是谦逊，仿若他所做到的一切不过是举手之劳。子琼方才还沉浸在震撼之中，此刻轻咳一声，试图让自己恢复往昔的镇定。苏明，你这一手炼丹术，当真是惊为天人。子琼由衷赞叹，美眸之中异彩连连，那欣赏之意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苏明抬步上前，目光触及眼前这绝美动人的宗主。子琼身姿傲然，尊贵威严之感自骨子里散发，仿若天生便该站在这宗门之巅。他手中捧着内丹，语气沉稳：宗主，此内丹可直接服用，至于外丹，需外敷。稍作停顿，他接着道：还请宗主背对弟子，脱下衣衫，毒须敷于背上，而后我以特殊手法为宗主驱毒。子琼听闻，心中顿时一阵慌乱。他自小养尊处优，身份尊贵无比，从小到大从未与男子有过这般亲昵之举，如今却要在一名弟子面前宽衣解带，即便只是背对，也让他内心压力如山。但一想到体内那如枯骨之躯般的九阴血煞毒，若不及时驱除，不仅自身修为尽毁，整个宗门或许也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般思量之下，他银牙轻咬，缓缓背过身去。刹那间，一抹嫣红悄然爬上他的脸颊，如天边火烧的云霞。他抬手微微颤抖着解开了紫云袍的衣带，那紫云袍仿若一片轻柔的云霞，缓缓滑落，露出如羊脂美玉般的美背。苏明站在宗主子琼身后，瞧着那如瀑乌发下白皙的美背，一颗心似揣了纸兔子，蹦跶个不停。这可是他头一回给宗主敷药啊，手心里全是汗。稳住，稳住！他在心底不断给自己打气，可越是这么想，手就越发不听使唤，上药的动作愈发僵硬。突然一个哆嗦，手猛地一歪，竟是碰到了子琼的肌肤。苏明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都僵住了，眼睛瞪得滚圆，满是惊恐与懊悔。子琼身子一颤，咬着银牙，原本如羊脂玉般的脸蛋瞬间红透，恰似天边那被火烧透的云霞。他美眸轻垂，贝齿紧咬下唇，愣是没吭一声。此刻的他哪还有平日里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宗主模样，分明就是个娇羞的少女，浑身散发着令人心动的柔媚气息。苏明哪敢多言，当下手脚麻利，迅速将外敷药拿起。他手法娴熟，把药均匀涂抹在宗主子琼背上，紧接着运转灵力，施展出烈阳37针法。只见那灵力仿若金色丝线，在指尖缠绕跳跃，旋即精准刺向子琼背上穴位。宗主，忍着点，这针法会有些许灼热感。苏明低声说道，额头已沁出细密汗珠。随着时间缓缓流逝，那阴寒的九阴血煞毒竟真被一点点逼出。子琼突然张嘴，洼地吐出一口黑红毒血。可谁能想到，这毒性竟远超苏明预估。子琼身子一软，径直朝后倒去，稳稳跌入苏明怀中。刹那间，一股清幽香气扑鼻而来。苏明目光扫过，只见子琼那傲然挺立的娇躯曲线玲珑，此刻却虚弱得惹人怜惜。宗主，苏明神色大变，满心焦急，手足无措之下，连忙扶起子琼。他心中暗自叫苦，这可如何是好？毒性这般厉害，宗主又突然晕倒。
双手赶忙贴在子琼身上，源源不断输送灵力，试图帮他恢复。宗主，你快醒醒啊！苏明一边输送灵力，一边在心底呐喊，眼神中满是担忧与关切。紫云宗内，苏明一战成名，他单枪匹马独占2大主峰，一番激烈拼斗后，竟以完胜之姿归来。坊间传言苏明被罚去后山面壁半月，可但凡有点眼力劲儿的，都能瞧出这分明是宗主在袒护他啊。锦云峰与恒云峰被勒令封山1月，此刻这2大峰上上下下皆被复仇的火焰烧得红了眼。那苏明实在欺人太甚，咱这口气怎能咽下？锦云峰上，一长老怒目圆睁，猛地一拍桌子，桌上茶杯都震得跳了起来。没错，此仇不报，我锦云峰今后还有何颜面立足？另一弟子也是满脸怒容，双手紧握拳头，关节都泛白了。1月之后，等封山令一解，咱就在紫云宗外将那苏明围杀，让他知道咱的厉害。有人恶狠狠地开口，眼中杀意弥漫。恒云峰这边亦是如此，那苏明把咱恒云峰踩在脚下，这仇必须得报。一魁梧大汉满脸横肉抖动，咬牙切齿道：对，1月后定要让他血债血偿。众弟子纷纷附和，声音响彻山间，仿若要将这仇恨的怒火烧穿天际。白云峰内，啥？锦云峰和恒云峰竟敢欺负咱小师弟苏明？魏子昂怒目圆睁，那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身旁五师妹萧秘密柳眉紧蹙，神色焦急地说道：二师兄，千真万确，别看外面传得那么玄乎，小师弟被他们折腾得够呛，要不是小师弟实力强，差一点就死在了生死台上。萧秘密一袭粉色罗裙，身姿婀娜，肤若凝脂，双眸犹如灵动的秋水，此刻满是担忧之色。魏子昂拳头紧握，关节泛白，咬牙切齿道：这俩峰简直欺人太甚，我不过才外出历练3年，我白云峰竟然被人欺负到这地步了。说罢，他猛地转身，抄起一杆长枪，枪身乌黑发亮，枪音如血般鲜艳，在风中肆意舞动。五师妹，你且安心，我今夜便去堵住锦云峰山门，待他们开山之日，定叫他们为欺负小师弟付出代价。魏子昂声如洪钟，带着不容置疑的霸气。言罢，他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般急射而出。一路上，魏子昂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想我魏子昂外出历练3年，一心只为提升实力，守护师门，没想到竟有人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欺负小师弟。他暗自思忖，锦云峰，你们等着，今日定要让你们尝尝得罪我魏子昂的后果。不多时，他便来到了锦云峰下。魏子昂长枪往地上一插，那长枪竟稳稳地立在地面，枪身微微颤动，发出嗡嗡的声响，一股近乎大成的枪势环绕如龙。他双脚分开，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般矗立在那里，目光如炬，死死地盯着锦云峰山门。哼，我若不把小师弟的事儿讨个说法，那我魏子昂今后就别活了。他冷哼一声，声音在山谷间回荡，久久不散。与此同时，魏子昂运起灵力，向着大师姐、3师弟、4师妹所在之处传信：速回师门，小师弟被锦云峰和恒云峰欺负，我已在锦云峰下，速来。传音完毕，他盘膝而坐，气势凌人，凝视着那紧闭的山门，静待着其开山之日的到来。宗主大殿内，3日时光悄然流逝。宗主紫琼悠悠转醒，却发觉自己竟在苏明怀中，刹那间娇羞之色爬满绝美面庞，那如羊脂玉般的脸颊瞬间泛起一抹动人的嫣红，仿若春日盛开的桃花，娇艳欲滴。他仿若受惊的小鹿，慌乱的连忙起身。这是何处？紫琼心中暗自惊惶，目光下意识地打量四周，待看清身处宗主大殿，才稍稍安定。紧接着，他内视自身，竟发现体内那层肆虐无比、严重到几乎要将他生机断绝的9阴血煞毒，此刻竟已好转了大半。这怎么可能？竟然真的好转了！紫琼美目圆睁，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那长长的睫毛仿若受惊的蝶翼，微微颤动。苏明，这都你干的？紫琼看向苏明，声音中带着难以抑制的惊喜与感激。苏明神色淡然，微微颔首，正是。紫琼满心欢喜，苏明，您可真是帮了我天大的忙啊！不知你想要何种奖赏，只要是我能做到的，定不会推辞。苏明摆了摆手，宗主无需如此，我已然拿了一尊丹炉和一缕灵火，这报酬足够了。紫琼微微蹙眉，美目流转间尽显关切，这点赏赐怎么能比得上你帮我的大忙？苏明却依旧坚持，宗主不必挂怀，些许物件罢了。况且宗主的9阴血煞毒眼下还并未完全痊愈，还需再治疗一次，方能彻底康复。紫琼心中暖意骤起，感动如潮水般翻涌，可忧虑也随之如影随形。还需再治一次吗？
子琼脑海中不禁回想起那治疗的过程，刹那间一抹娇羞悄然爬上脸颊。苏明应答道：“是的，宗主，您应该能感受到此毒还未完全驱除。”子琼有些不自在，但还是轻启朱唇，轻声应答：“好。”旋即又道：“苏明，你此番可帮了我大忙，说什么也得给你个奖励，你自行进入宝库挑选便是。”苏明几番推辞，却终究敌不过子琼的盛情，只能无奈接受。那行吧，就依宗主所言。苏明看向宗主子琼，不禁问道：“宗主，您为何会中如此严重的9阴血煞毒？”子琼神色一暗，缓缓开口：“之前血煞门的门主妄图吞并我紫云宗，我与之大战一场，却不慎遭其暗算。近些时日，血煞门愈发嚣张跋扈，已经吞了周围好几家小宗派了，只剩下我紫云宗势大。接下来我紫云宗怕是又要直面其猛烈攻势。苏明，真心感谢你这一次帮我解毒，此乃天大的恩情。”听闻血煞门3字，苏明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独自前往血煞门的林念瑶。苏明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定要寻个机会奔赴血煞门，将林念瑶救出来。紫云宗宗主宝库宝光四溢，各种奇珍异宝令人目不暇接。宗主子琼身姿金贵，容貌绝美，莲步轻移，带着苏明踏入宝库。看守宝库的长老目光敏锐，瞬间认出苏明。这苏明近日在宗内那可是声名大噪啊！长老心中泛起嘀咕，这小子不是被责罚去后山面壁思过了吗？怎么今儿个宗主亲自带着来宝库挑选宝物？但长老虽满心疑惑，却也不好多问，只是拱手道：“宗主万安。”子琼微微点头，神色淡然：“无需多礼。”苏明心中暗喜，表面却依旧沉稳，目光在诸多宝物间游移。子琼看着苏明，轻声道：“苏明，这里的宝物你可随意挑选。”苏明心中一震，连忙恭敬道：“多谢宗主厚爱，苏明定不负所望。”这宝库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啊！苏明喃喃自语，目光如炬，在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间穿梭，一件件天材地宝散发着神秘光芒，诱惑着他。这颗慧灵珠，苏明眼中闪过一抹惊喜，伸手拿起那颗流光溢彩的珠子。此珠炼化之后，竟能助通明境修士，提升3个小阶别，简直妙哉！苏明心中暗喜，这不就等于白捡了个大便宜吗？哈哈，就它了！苏明将慧灵珠收入囊中。随后，苏明来到宗主子琼面前：“宗主，此次治疗暂且告一段落，半月之后，我再来为您继续下一次治疗。”苏明恭敬说道：“你？”子琼看着苏明，神色复杂至极。他乃一派宗主，实力超凡，却对那9阴血煞毒束手无策，而眼前这弟子竟能将其解除，怎能不让他震撼？苏明，本宗一直很疑惑，你为何会解这9阴血煞毒？子琼欲言又止。苏明微微一笑：“宗主不必多问，安心调养便是。”言罢，苏明转身离去。子琼望着苏明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真没想到，子琼低声呢喃，满心皆是不可置信。那9阴血煞毒曾让他无数个日夜痛苦不堪，寻遍无数方法都无果，如今却被苏明轻易化解。这苏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苏明身影远去，回到了白云峰。小师弟，一道惊喜呼喊骤然响起，萧秘密莲步轻移，宛如一朵盛开的娇艳花朵飘然而至。她那明媚双眸中满是惊喜之色，绝美容颜此刻因激动而微微泛红，恰似天边醉人的晚霞。你竟提前归来了，这是为何呀？萧秘密朱唇轻启，声音清脆，仿若山间清泉。苏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淡然笑意，不过是顺手帮了宗主一个小忙罢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随意地掸了掸衣袖，仿佛那是不值一提。就因为这，宗主便没让你去后山面壁思过了。萧秘密美目圆睁，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那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宛如受惊的蝴蝶。正是如此。苏明微微点头，神色平静。小师弟，你可太厉害了！萧秘密忍不住拍手称赞，那白皙小手拍得欢快，脸上满是崇拜之色。他心中暗自惊叹，自家这小师弟平日里看着普普通通，没想到关键时候竟有这般能耐，看来以后得对他另眼相看了。对了，小师弟，二师兄魏子昂回来了。他声音清脆，宛如黄莺出谷，而且大师姐、三师弟、四师姐此刻也都在赶来的路上。苏明闻言，心中猛地一震，满脸皆是意外之色，忙问道：“师姐，这是为何？”萧秘密柳眉倒竖，美目中闪过一丝怒意，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口恶气？咱白云峰怎能被人这般肆意欺负？苏明心中一暖，又问道：“那二师兄他人呢？”萧秘密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眼中满是快意：“二师兄此刻正在锦云峰之外堵人呢。出来一个，
他便揍一个，让那些敢招惹咱们白云峰的家伙知道咱们的厉害。苏明眼中闪过一抹期待，二师兄那威风凛凛的模样在脑海中浮现，他握紧了拳头，心中既有意外，又满是对见到二师兄的期待。那真是有些期待见到二师兄了。苏明对着师姐郑重抱拳：师姐，我打算先闭关修炼，把宗主赐予的慧灵珠先炼化了。师姐萧秘密那绝美的容颜上浮现出一抹笑意，双眸如星般明亮，身姿婀娜动人，轻启朱唇道：小师弟可真是出息了呀，竟能帮到宗主，还得了宗主赐下的宝物，日后定是前途无量。苏明微微低头，心中暗忖，此次能得宗主赏赐，实属侥幸。这宝物于修炼大有助益，定要借此闭关，突破自身。他抬眸望向师姐，认真说道：师姐过奖了，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此次闭关，我定全力以赴，不负宗主所望。萧秘密轻轻点头，美目流转间满是期许，柔声道：小师弟，师姐相信你，闭关之时千万要小心，莫要勉强。师姐等你出关，到时候咱们再一块修炼。话音落下，萧秘密的脸蛋不自觉地又红了。苏明一步踏入洞府，身影一闪，便没入了阴阳界空间之中。他手中光芒一闪，那枚慧灵珠便出现在掌心，散发着温润的光泽。今日便要将你炼化。苏明低声自语，眼眸中闪过一抹决然。当即他盘膝而坐，运转起阴阳神诀。刹那间，天地灵气仿若受到召唤，疯狂朝着他汇聚而来，以慧灵珠为引，涌入他的体内。随着灵气的不断淬炼，苏明的修为开始稳步提升。通明7层突破，通明8层继续，通明9层。苏明一声大喝，周身气势再度攀升。然而到了这一步，却如撞在了一堵无形的墙上，再也难以寸进。想要突破到退凡境，竟如此之难。苏明眉头紧锁，心中满是不甘。他想起了冯玉荣师姐，那可是天资卓越之人，却也在这桎梏前被困了好几年。难道我也要止步于此？苏明咬着牙，心中的火焰却烧得更旺了。他深吸一口气，暂时放下突破的念头，转而开始修炼神级武技浩阳13拳。苏明低喝，一拳轰出，拳风呼啸，仿若带着烈日的高温，空气都为之扭曲。一拳又一拳，他不断挥出，每一拳都比上一拳更加凌厉，对这门武技的掌握程度也在飞速提升。九阴神行。苏明身形一转，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黑影，在空间中闪烁穿梭，速度快到极致，只留下一道道残影。他的身法愈发灵动，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斩星剑诀。苏明手中凭空出现一柄长剑，剑刃闪烁着寒光。他剑指一挥，一道璀璨的剑气呼啸而出，斩向虚空，仿若要将星辰都斩落。随着他不断演练，剑诀的威力也越来越强。在这阴阳界空间内，苏明沉浸在修炼之中，不断磨砺着自己，向着更高的境界发起冲击。苏明结束了修炼，这一番闭关，他的战斗力与实力可谓是来了个超级大飙升，简直强到离谱。刚一出关，就见师姐萧秘密慌里慌张地奔了过来。萧秘密那俏脸满是焦急之色，双眼微红，发丝都有些凌乱，娇喘着说道：苏明，大事不好了，师尊他出事了。苏明心头猛地一紧，忙问道：师姐，师尊他怎么了？萧秘密急得跺脚，眼眶中泪花打转，声音带着哭腔道：师尊闭关冲击化灵境，竟是失败了，如今重伤垂死，二师兄和余念陶长老正在全力救治呢。苏明闻言，眼神瞬间锐利如鹰，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与萧秘密一同朝着白云峰主大殿赶去。踏入大殿，一股压抑且凝重的气息扑面而来。只见师尊白薇面色惨白如纸，毫无血色，双眼紧闭，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随时都会香消玉殒。二师兄魏子昂手持长枪，身姿笔挺地站在一旁，眼神中满是担忧与关切，那长枪枪身微微颤动，似是在呼应着主人内心的不安。而宗门炼丹长老余念陶此刻正全神贯注地为白薇输送灵力。这余长老身材丰腴，尤其是那屁股又大又翘，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却也别有一番韵味。他眉头紧皱，额头上布满细密汗珠，双手不断变换法诀，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白薇体内。那苏明抬眸，目光所及之处，一位身着白袍之人映入眼帘。此人气宇轩昂，周身仿若长枪般锋芒毕露，散发着令人震颤的强大气息。苏明心中暗自惊叹，知晓这便是二师兄魏子昂已然成功进阶至那神秘莫测的退凡境。小师弟。魏子昂大步上前，主动开口，声音爽朗：你且好生看护师尊，全力治疗师尊伤势。言罢，他眉头微皱，神色凝重：如今所需几位主要，宗内匮乏，我这便外出采集。说罢，他伸手握住长枪，枪尖闪烁寒芒，
随后转身，身形如电，瞬间消失在原地。苏明还未从二师兄离去的震撼中回神，于长老那急切的声音便在耳畔响起：“苏明，来得正好，速速来给我打下手！”于长老目光灼灼，炼制些融灵丹与附灵丹，我有大用。苏明不敢耽搁，当即抬手祭出刚到手的紫月炉。刹那间，周遭灵气仿若受到牵引，疯狂朝着紫月炉汇聚而来。紫月炉炉身之上，符文闪烁，隐隐有神秘力量涌动。苏明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双手快速掐诀，准备炼丹。白云大殿中，苏明抬手，一尊退凡境级别的炼丹炉紫月炉瞬间现世。那炉身流转着神秘符文，似在映照古老丹道秘辛。紧接着，他指尖轻弹，一缕珍稀灵火，紫灵火袅袅升腾，此火幽紫，焰心触访若藏着无尽深邃，周围空气都因它扭曲震颤。嘶！一道娇呼声突兀响起，宗门炼丹长老于念桃正忙着救治苏明的师尊白薇呢。这于念桃身姿熟媚，丰臀俏丽，那模样妩媚动人的很。此刻他美目圆睁，满是惊讶，看向苏明的眼神中透着丝丝复杂。宗主对你小子可真是偏爱至极啊！于念桃忍不住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酸意。我求了宗主那么久，这紫月炉和紫灵火宗主都没给我，竟直接就给你了。苏明心中一紧，面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他在心底暗自腹诽，这等好事落到自己头上，确实让人意外。可如今救师尊要紧，哪有心思琢磨这些弯弯绕绕？长老，弟子一心只为救师尊。苏明垂手，声音沉稳。这紫月炉与紫灵火也是宗主看中才赐予的，望能借此炼出融灵丹和附灵丹，救师尊于水火。说罢，苏明再不言语，深吸一口气，全身心沉入炼丹之中。他双眸紧紧盯着紫月炉，双手快速掐诀，一道道印诀没入炉中。紫灵火愈发旺盛，将整个大殿映得幽紫一片。于念桃看着苏明专注的模样，美眸中闪过一丝别样情绪。他轻咬红唇，心中暗自思忖，这小子究竟有何魅力，能得宗主如此厚爱？不过此刻也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他赶忙将心思转回白薇身上，继续施展救治之法。大殿内一时间只有紫灵火燃烧的呼呼声，以及苏明偶尔发出的低喝声。那神秘的符文光芒与幽紫灵火相互交织，勾勒出一幅玄幻而又震撼的画面，让人不禁沉醉其中，仿若置身于炼丹奇境。时间流逝，于长老目光如炬，只见苏明双手翻飞，那炼丹手法较之前竟精进了太多。炉中丹药翻滚，灵气四溢，光芒闪烁。这怎么可能？于长老内心狂震，不禁脱口而出。他的眼神满是难以置信，脸上的肌肉都微微抽搐。想当年自己炼丹之时，也绝无这般恐怖的进步速度啊！苏明这小子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于长老心中如翻江倒海一般，震惊、疑惑、惊叹交织在一起。他才修炼多久，竟能将炼丹术提升到如此境界？难道他有什么奇遇不成？于长老喃喃自语，眉头紧皱，心中满是不解。再看苏明，神色专注，丝毫未察觉到于长老内心的波澜。他双手灵动，操控着丹炉内的火焰，那手法娴熟至极，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误。炉内的丹药愈发圆润，光芒愈发耀眼，似乎即将大成。于长老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可目光却始终无法从苏明身上移开。这等天赋，若是好好培养，将来必定会在炼丹界掀起惊涛骇浪。于长老暗自思忖，眼神中渐渐浮现出一丝期许。长老，丹药炼制好了。苏明抬手，刹那间，数枚珍品融灵丹和附灵丹如同流星赶月般精准落入于念桃手中。于念桃美目圆睁，那双眼眸仿若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此刻却满是震惊之色。他朱唇微张，背齿轻露，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这等珍品丹药，他究竟是如何炼制出来的？他玉手轻颤，小心翼翼地捧着丹药，那模样好似捧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丹药散发的光泽映照着他绝美的容颜，更添几分惊艳。不过事与愿违，这些终究只是基础丹药罢了。于长老眉头紧蹙，满脸无奈。这几日他拼尽全力救治白薇，然而效果却不尽人意。白薇这伤势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于长老叹息，内心满是忧虑。新的难题如山般横亘在众人面前，除了子昂外出寻找的灵药，还需一些能弥补根基的灵药。于长老缓缓开口，神色凝重。七星海灵藻、青木髓，这二者缺一不可，方能辅佐治疗。当前白薇因冲击境界不慎受伤，致使根基受损，情况危急。我去寻那灵药。萧秘密挺身而出，眼神坚定。师姐，还是我去吧。苏明赶忙说道。
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然。如今景云峰和恒云峰两峰皆在峰山，没人会针对我。苏明解释道。萧秘密面露担忧之色，轻声说道：小师弟，我还是放心不下你。苏明微微一笑，周身气息陡然爆发，强大的灵力波动肆意开来。师姐，你看，我如今已达通明9层修为，战斗力可比师姐你还强呢。苏明自信满满的说道。萧秘密美目圆睁，脸上满是惊讶之色。小师弟，你竟提升得如此之快。萧秘密惊叹道。一旁的于长老亦是心中猛地一震，苏明这小子不仅炼丹水准高超，这修为竟又精进了。于长老暗自惊叹，眼中满是赞赏。苏明简单收拾便离开白云峰。七星海灵藻前往七星海便可寻得，倒是不算太难。苏明心中暗自思忖着，眉头却依旧紧蹙。可那青木髓实在难寻，多陷于木属性充沛的秘境之中，如今我毫无头绪啊。他微微摇头，脸上满是凝重之色。罢了，先去七星海寻得七星海灵藻再说。苏明目光坚定，身形一动，便朝着七星海的方向疾驰而去。师尊重伤垂死，师尊师姐待我不薄，此番外出势在必行。他心中满是决然，那离去的背影透着一股坚毅与执着。七星海灵藻，到了七星海应该就能寻到。至于青木髓，车到山前必有路，总会有办法的。这般想着，苏明的速度愈发快了起来，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远方。苏明正朝着七星海赶去，忽闻前方一处城中传来阵阵惨叫，血腥之气弥漫开来。踏入城中，只见血煞门的一群恶徒肆意屠戮，百姓们四处奔逃，惨叫连连。老人孩童无一幸免，地上满是鲜血，残肢断臂随处可见。这些血煞门的杂碎竟如此嚣张，拿无辜百姓性命当儿戏。苏明心中怒火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拳头紧握。喂，小子！一个满脸横肉，袒露着胸膛，胸口纹着一条狰狞血蛇的血煞门弟子，手持染血大刀，恶狠狠地瞪向苏明。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赶紧滚，不然连你一块宰了。苏明目光冰冷，如腊月寒霜，扫了那恶徒一眼，寒声道：今日你们血煞门一个都别想走。哈哈哈哈！周围血煞门的人顿时哄笑起来，仿佛听到了世间最可笑的笑话。这小子莫不是脑子被驴踢了，敢在这儿大放厥词？不知道血煞门的厉害是吗？兄弟们，一起上，把这不知死活的家伙剁成肉酱。刹那间，数名血煞门弟子挥舞着兵器，朝着苏明扑来，刀光剑影闪烁，气势汹汹。苏明冷哼一声，锵的一声拔出佩剑，剑身寒光凛冽，宛如一湾冷月。只见他身形如电，快若鬼魅，手中长剑舞动，带起一道道崭新剑气。看我今日如何斩尽你们这群恶贼！苏明口中低喝，剑招凌厉，每一剑挥出都带着呼呼风声啊！一名血煞门弟子惨叫一声，被剑气击中，手臂瞬间被斩断，血溅当场。这是什么剑法？怎么如此厉害？血煞门众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惊恐与绝望。想杀我，就凭你们也配？苏明眼中杀意更盛，手中长剑猛地一挥，一道璀璨的剑芒呼啸而出，仿若一条银色巨龙，瞬间贯穿了数名血煞门弟子的身体。那带头的血煞门弟子见状，脸色大变，转身就想逃跑。想逃，晚了！苏明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那恶徒身前，长剑直指其咽喉。饶命啊！那恶徒吓得脸色惨白，扑通一声跪地求饶，声音颤抖。苏明眼中毫无怜悯之色，寒声道：你们屠戮百姓之时，可曾想过今日？说罢，手腕一翻，长剑划过，那恶徒的头颅高高飞起。其他血煞门弟子见此情形，吓得亡魂皆冒，纷纷跪地求饶。哼，恶贯满盈，死有余辜。苏明目光扫过剩下的血煞门弟子，手中长剑连连挥动，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去。片刻间，血煞门众人纷纷倒地，气绝身亡。城中百姓见苏明斩杀了血煞门众人，纷纷围了过来，扑通扑通跪地。恩公啊，多谢您救了我们。是啊，若不是恩公出手，我们今日都得死在这群恶贼手中。百姓们眼中满是感激，声音哽咽。苏明收起长剑，神色平静道：起来吧，此地不能再待了，你们赶紧收拾东西离去吧，换个地方生活。众多百姓相互搀扶着离去。苏明自血煞门那群家伙身上意外搜到一份血煞门密令。哼，血煞门这帮混蛋屠城收集鲜血，竟是为了以血炼大阵开启绝灵秘境。苏明眉头紧皱，低声自语：传闻那绝灵秘境中存在一株天地灵根。苏明眼眸瞬间一亮，心中念头急转。
我正愁木灵髓没处寻，一般天地灵根多为木系，那绝灵秘境或天地灵根本身极有可能产出木灵髓。若能得到木灵髓，师尊便有救了。苏明握紧拳头，眼神坚定，仿佛看到了拯救师尊的希望。稍作思索，苏明再不犹豫，抬步便朝着绝灵秘境的方向奔去。绝灵秘境外，血煞门的门人弟子自八方蜂拥而来，他们个个扛着大桶，桶中皆是凡人鲜血，浓稠腥味瞬间弥漫。快，加快速度，将这些血统统倒入血炼大阵！一名血煞门弟子扯着嗓子大喊。只见那血炼大阵符文闪耀，似狰狞巨兽，正疯狂吞噬着倒入的鲜血。嘿嘿，这次开启绝灵秘境，全靠咱们这血炼大阵了。又一弟子满脸得意，有了这法子，秘境中的宝贝还不都归咱们血煞门？苏明隐匿于暗处，眉头紧蹙。他心中暗自思忖，血煞门这群家伙竟如此残忍，用凡人鲜血开启秘境，当真可恶至极。但血煞门强者如云，眼下还不能贸然行动。苏明的目光中透着决然，他低声呢喃：绝灵秘境中的天地灵根，我志在必得，还有师尊交代的青木髓，我定要寻到。此时血煞门中一长老高声喝道：所有人听令，血炼大阵即将完成，待秘境开启，各堂口按计划行事，绝不能让其他势力染指秘境中的宝物。苏明深吸一口气，将身形藏得更紧。他知道一场恶战怕是在所难免了。绝灵秘境终于开启了。血煞门的一众强者眼眸中满是狂喜之色，那兴奋劲儿仿佛下一秒就要将整个天地给掀翻了。恰在此时，风云突变。哼，血煞门的杂碎们，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一声娇喝陡然响起，只见一群强者如汹涌潮水般，气势汹汹地朝着血煞门众人冲来。为首的竟是一位女子，眼眸中透着一股凌人的英气，宛如那9天之上的仙女下凡，却又带着无尽的杀伐之意。这一群人正是星月王朝的强者。你们是谁？竟敢来坏我血煞门的好事！血煞门中一位长老模样的人满脸怒容，须发皆张，如同一头被激怒的雄狮般咆哮道：何意？那女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们血煞门屠戮无辜百姓，早该灭绝，今日便是要将你们一网打尽。话音刚落，星月王朝的强者们瞬间施展出各自的神通，一时间光芒闪烁，灵气四溢，有的手中长剑挥舞，剑气纵横，仿若要将空间都给撕裂；有的口中念念有词，召唤出强大的元素之力，火焰熊熊，冰冷闪烁。血煞门的强者们也毫不示弱，纷纷祭出法宝，周身血气翻涌，如同一团团血云，将自身笼罩其中。双方瞬间混战在一起，喊杀声、法宝碰撞声、神通释放声交织在一起，仿若要将这片天地都给震塌了。杀！一个都别放过！血煞门的强者们怒吼着，那股子疯狂劲儿仿佛要将星月王朝的人都生吞活剥了。就凭你们，今日你们血煞门注定覆灭于此。星月王朝的强者们也是丝毫不惧，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奋力厮杀。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时间竟打得难解难分，势均力敌。而此时的苏明心中暗自思忖，这两方争斗倒是给了我机会，绝灵秘境之中必有大机缘，我可不能错过。想到此处，苏明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般，趁着双方混战的混乱之际，悄无声息地朝着绝灵秘境摸了进去。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明身形如电，在绝灵秘境内风驰电掣般探索着。那珍贵的青木髓，他始终未能寻得半分踪迹，只能咬着牙朝着秘境更深处奔去。一路之上，他倒是顺手采集了不少外界难得一见的珍稀灵药，可此刻那些都无法抚平他急切寻得青木髓的心思。而就在此时，一声娇弱的呼救声，仿若春日里突兀的惊雷，骤然在这静谧的秘境中响起。苏明心头一震，脚下猛地一转，朝着声音来源处疾掠而去。待他赶到，眼前之景令他瞬间瞪大了眼睛。只见一位身着黑红色蕾丝罗裙的绝美女子，正被一道禁制死死纠缠。那罗裙已多处破碎，露出如雪般的肌肤，绝美娇躯半遮半掩，更添几分勾人韵味。她那纤细的腰肢在禁制的束缚下无力地扭动着，双腿修长笔直，此刻却只能徒劳挣扎。这女子正是星月王朝的女郡主宋宁香，也是这一次星月王朝强者的话事人。宋宁香那可是星月王朝赫赫有名的一位人物，此女心思深沉，手段狠辣，此次绝灵秘境之事便是她一手谋划。她虽率先发现这绝灵秘境，却因无法开启才设下毒计，诱使血煞门以血迹秘术将其打开。可如今这位谋划一切的女郡主却时运不佳，陷入绝境，生死一线。宋宁香听到身后的动静，
以为是自家人来了，当即脆声命令道：“还愣着作甚？还不快快救本郡主出去！”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宋宁香心中咯噔一下，这才惊觉不对。他本被对来人，不知身后到底是谁。刹那间，一抹娇羞涌上脸颊，整个人慌乱的不知所措。你是何人？莫要乱来！宋宁香杏目圆睁，语气中带着一丝颤抖的警告：“本郡主可是星月王朝尊贵的郡主，岂是你这等来自小地方的势力能招惹的？劝你速速离去，否则王朝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苏明仿若未闻，目光在宋宁香身上简单一扫。不得不说，这郡主生得极为貌美，肌肤赛雪，眼眸含情，身姿婀娜，哪怕此刻狼狈，也难掩动人之态。但苏明深知此地不宜久留，为防意外，他身形一闪，瞬间来到宋宁香身旁，伸手将她救下。宋宁香还未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中回过神，只觉脸颊处一阵劲风袭来，啪的一声，苏明一巴掌精准落在他脖颈处。宋宁香眼前一黑，意识瞬间消散。在彻底失去意识前，宋宁香满心绝望，脑海中只剩一个念头：这恶徒定是要非礼本郡主。苏明瞧着晕倒的宋宁香，眉头都未皱一下，随手将她扔进一旁的树洞。四周静谧，唯有树叶沙沙作响。苏明成功踏入秘境核心，此地灵气浓郁的近乎实质，仿若一片灵海，丝丝缕缕的灵气肆意翻涌。终于到了这最核心处，苏明喃喃自语，目光急切地搜寻着。就在前方不远处，一株奇异的灵根映入眼帘。此灵根通体黝黑，散发着诡异而神秘的气息，周围灵气疯狂汇聚，却又似被他无情吞噬。难道这就是阴阳丹尊传承中提及的绝灵藏仙木？苏明心中一凛，神色凝重起来。他深知这绝灵藏仙木的恐怖，看似充满灵性与灵气，实则是个灵力黑洞，一旦触碰，自身灵力瞬间就会被吸食殆尽。碰不得，绝对碰不得！苏明暗自告诫自己，额头上沁出细密汗珠。思索片刻，苏明眼中闪过一抹决然，抬手祭出阴阳戒。这阴阳戒散发着古朴而神秘的光泽，其上符文闪烁，仿若蕴含着天地之理。就靠你了！苏明低语，催动阴阳戒。阴阳戒瞬间放大，光芒大盛，一股强大的吸力从中传出，将绝灵藏仙木缓缓吸入其中。苏明又在阴阳界内以灵力画出一个独立区域，将绝灵藏仙木稳稳放置其中。暂且委屈你待在这里，日后有机会再探究你的奥秘。苏明轻声说道。可惜啊，这不是巨灵的天地灵根。苏明心中满是遗憾，要是巨灵灵根，自己今后修炼便再无灵力匮乏之忧。但很快，苏明便收拾心情，继续探寻。没多会儿，苏明眼前一亮，找到了青木髓。苏明破开一株参天巨树，两滴散发着碧绿色光芒的青木髓静静躺着，散发着诱人的气息，竟有2份。苏明兴奋的几乎要跳起来，双手微微颤抖着将青木髓收入囊中。这一趟收获远超预期，除了青木髓，苏明还发现了上千株珍稀灵药。那些灵药形态各异，有的散发着奇异香气，有的光芒闪烁，每一株都价值连城。这秘境果然是个宝库。苏明满脸笑意，眼中满是收获的喜悦。苏明返回，一路疾行。宋宁香刚悠悠转醒，发丝凌乱，那绝美的容颜尚带着几分恍惚。她玉手颤抖，正慌乱地整理着衣衫，身姿狼狈却难掩妩媚。苏明目光一扫，瞬间锁定了她，心中念头微动，脚下轻点，如鬼魅般欺身而上，抬手便是一巴掌。啪！这一巴掌裹挟着磅礴力道，直接将宋宁香再次扇晕。宋宁香那晕过去的面庞上满是懵逼与悲愤交织的神情，仿若遭受了天大的委屈。苏明收了手，目光冷漠，并未对这晕过去的女子再有半分停留。他心中暗自思忖，这宋宁香虽在此处，却并未与自己有过直接冲突，全程更是连自己的模样都未曾看清，杀她实在毫无必要。这般想着，苏明转身大步离去。此时秘境之外喊杀声震天，血煞门与星月王朝的人马正杀得难解难分。血煞门众人周身血气翻涌，仿若从地狱爬出的恶鬼，招式狠辣。星月王朝的高手们则周身光芒闪烁，似星辰般璀璨，攻守有序。双方你来我往，局势混乱不堪，一时之间竟难分高下。苏明哪有心思理会这些纷争，他深知时间紧迫，当下身形一闪，朝着七星海的方向风驰电掣而去。如今青木髓已然到手，可那七星海灵藻才是他此次至关重要的目标。苏明离去，转瞬已过2日，绝灵秘境外一场大战方才落幕。星月王朝众人艰难取胜，勉强算残胜一场。宋宁香俏脸含煞，满心不甘。此次进入绝灵秘境，本想着获取天地灵根，借此一飞冲天，
可结果呢？那珍贵无比的天地灵根根本就没落入他手中。不仅如此，秘境里那些原本能助他修炼一臂之力的灵药，竟也被人洗劫一空，连根毛都没给他留下。可恶，到底是哪个混蛋干的？宋宁香紧咬银牙，眼眸中满是怒火。更让他羞愤欲死的是，自己竟然被人看光了身子，而且还是连续2次。2次啊！每一次都在他毫无防备之时被那人打晕，等醒来只觉屈辱与茫然。关键是那人2次都没对他有更进一步举动，这算怎么回事？难道是我长得不够美，身材不够好？宋宁香心中满是自我怀疑，眼眶微红，美眸中尽是不甘与愤懑。不可能，我宋宁香在星月王朝也是出了名的美人，追求者无数，那家伙究竟为何如此羞辱我？他越想越气，娇躯都忍不住微微颤抖。哼，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宋宁香发誓一定要将你揪出来，让你付出惨痛代价。宋宁香双手握拳，指甲都陷入掌心，却浑然不觉疼痛，满心只有复仇的火焰在熊熊燃烧。七星海终于到了吗？苏明心中喃喃自语，历经整整7天马不停蹄的赶路，此刻那传说中的七星海终是映入眼帘。只见眼前这片汪洋海域广袤无垠，仿若与天际相融，壮阔之势令人心生敬畏。这片海域被分为7个不同的区域，神秘莫测，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与机遇。七星海灵藻据说在这海域深处较为常见，只要深入其中，应当不难寻到。苏明一边暗自思索，一边稍稍放松了紧绷的神经。这一路的奔波让他身心俱疲，如今抵达目的地，自是要先调整一番。在七星海的日子里，苏明一边猎杀海中妖兽，磨练自身的崭新剑法，一边探寻着七星海灵藻的踪迹。每一次与妖兽的交锋，都是对他剑法的一次考验。他手中之剑，时而如长虹贯日，光芒万丈；时而如蛟龙出海，气势磅礴。在不断的实战中，他的剑法愈发精湛，剑招之间尽显凌厉与霸气。然而，尽管剑法日益精进，苏明的修为却始终卡在通明9层，迟迟未能突破那道通往退凡境的门槛。这让他心中不免有些焦急，毕竟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修为的提升往往决定着生死存亡。难道是我的修行缺少了某种契机？苏明眉头紧皱，心中暗自揣测，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修行的决心。只要自己肯努力，迟早能突破。时间流逝，在一番艰辛的探寻之后，苏明成功收集到了救治师尊所需要的七星海灵藻。这灵藻形如珊瑚，散发着淡淡的蓝光，神秘而美丽。苏明小心翼翼地将其收起，心中满是喜悦。如今灵藻已得，是时候回去了。苏明望着来时的方向，心中挂念着师姐。师姐平日里对我关怀备至，我定要给她带些惊喜回去。于是，在返程的路上，苏明特意留意着七星海特有的海灵兽。这些海灵兽形态各异，肉质鲜美，风味独特。苏明凭借着精湛的剑法，猎杀了几只海灵兽，将它们的肉妥善保存，准备带回去给师姐品尝。师姐定会喜欢这些海灵兽的肉，希望能让她开心一些。苏明嘴角微微上扬，心中充满了对师姐的思念与期待，加快了归程的脚步。好巧不巧，正往回赶的苏明，迎面便撞上了四处寻觅他踪影的星月王朝郡主宋宁香。只见那宋宁香身着黑红色蕾丝罗裙，身姿堪称一绝，胸脯高耸，隐隐一握的小蛮腰，修长笔直的美腿，脸蛋更是绝美的让人移不开眼。站住！宋宁香柳眉倒竖，一声娇喝。苏明心头顿时涌起一股不悦，本来不想搭理的，但是对方强者不少，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你可曾进入过绝灵秘境？宋宁香美目紧紧盯着苏明，目光仿若能将人看穿。苏明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神色如常，冷冷吐出2字：没有。哼，我不信，我要检查你的空间戒指。宋宁香伸出那葱白如玉的手，语气霸道的不容拒绝。苏明这下是真怒了，这简直欺人太甚！空间戒指那可是私人之物，怎能随意给人查看？我与你素不相识，你莫要太过分。戒指乃是我的私密之物，岂容你随意窥探？你若想抢，那就动手，想打我也奉陪。苏明咬着牙，双眼喷火般瞪着宋宁香。宋宁香哪管这些，在他眼中，苏明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小角色罢了。给我制住他！他一挥手，颐指气使地命令道。瞬间，一名退凡境的护卫如饿狼扑食般冲了上来，欲将苏明控制住。苏明哪敢硬抗，当下施展出9阴神行步法。这步法可是他保命的绝学，身形如鬼魅般一转，便欲抽身逃离。他心里清楚得很，宋宁香身后可是跟着10几位退凡境的护卫呢。自己就算有天大的本事，能以通明境对抗退凡境，那也绝不是这一群退凡境强者的对手。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九阴神行步法瞬间施展，苏明的身影已然是消失在了原地。第一位出手的退凡境强者瞬间失手。哼！第一位退凡境护卫心中满是诧异，本以为拿捏一个通明境的小角色，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可谁能想到这苏明竟如泥鳅一般从自己手中滑脱，看我如何拿下你！第二位退凡境强者冷哼一声，周身灵力瞬间爆发，如汹涌浪潮般朝着苏明席卷而去。然而苏明身形鬼魅，施展出那诡异莫测的品阶九阴神行步法，再次巧妙避开。这小子邪门得很。第三位退凡境强者怒喝，紧接着第四位、第五位数位退凡境强者一同出手，一时间灵力纵横，光芒四溢，各种神通法术如烟花般绽放，将天空都映照得五彩斑斓。可即便如此，苏明却好似融入了虚空，一次次在那致命的攻击间隙中穿梭，令他们的攻击纷纷落空。宋明香此刻美目之中闪过一丝决然，他直觉告诉自己，眼前这逃窜的苏明定是那夺走绝灵秘境天地灵根之人，追，绝不能让他跑了，定要他付出惨痛代价。宋明香背齿轻咬，带领着众人如汹涌潮水般朝着苏明追去。苏明一边狼狈逃窜，一边在心中疯狂吐槽：我去，这叫什么事儿啊！本以为任务圆满完成，能美滋滋回去交差，结果竟在这阴沟里翻了船，真是倒霉透顶。早知道之前就宰了这女人了，真特么不讲道理。每一次躲避攻击，他都感觉自己在生死边缘徘徊，稍有不慎便会被那恐怖的灵力撕成碎片。苏明师展出那神级步伐九阴神行，一路风驰电掣般遁逃。哼，不过想追我，你们还嫩了点。他心中暗自冷哼，脚下步伐愈发急速，身影如鬼魅般穿梭。好不容易终于是成功将宋明香等人甩脱，可谁能想到这一跑竟误打误撞闯进了血煞门的核心地界。放眼望去，周遭密密麻麻全是血煞门的弟子。苏明赶忙隐匿在暗处，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发现。他倒不是不怕这些弟子，他担心的是被血煞门的长老发现，那就麻烦了。恰在此时，他听到两名血煞门弟子正交谈着：嘿，咱血煞门今非昔比，已经成功吞并了10几个小势力，接下来咱也有机会捞一个执事之位当当。一人满脸得意，唾沫横飞地说道：那可不，接下来咱们宗门就要攻打紫云宗了。另一人接话，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还有，门内来了个绝世天才，直接就被定为下一任门主了。那天赋简直逆天，门内没一个能比得过的，真是羡慕啊。苏明躲在暗处，心中猛地一震，血煞门竟有如此大动作，还出了这般绝世天才，这局势愈发棘手了。他眉头紧锁，内心满是忧虑，额头上也悄然冒出细密的汗珠。苏明脑海中宗主紫琼那被九阴血煞毒折磨的惨状浮现，这毒乃是血煞门门主的歹毒手段。此前他虽已为紫琼亲手治疗过一次，大半毒素已然消解，可终究还差那么一次，才能彻底将这恶毒之毒根除。不行，我得赶紧回去。苏明心中焦急如焚，暗自思忖，必须尽快为宗主驱除最后一丝九阴血煞毒。若是紫云宗与血煞门因此开战，那局面可就彻底失控，麻烦大了去了。念头刚落，他身形一动，正要施展前行之法悄然离去，却不经意间走漏了一丝气息。有奸细！一声暴喝，恰似一道惊雷在天地间猛然炸响，那声音仿若长了眼睛一般，精准无误地直指向苏明的藏身之处。苏明心中暗叫不好，被血煞门这群龟孙子发现了。当下也顾不上许多，拔腿就跑。他一边奔逃，一边在心里疯狂盘算，这血煞门弟子数量众多，硬拼肯定是死路一条，得想个法子。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计上心来，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既然都追着我不放，那就别怪我心狠，把你们都引到追杀我的宋明香等人那儿去，让你们狗咬狗一嘴毛。苏明这般想着，脚下步伐加快，身形如鬼魅般在山林间穿梭。身后那群血煞门弟子一个个红着眼，口中怒骂着，如饿狼扑食一般紧追不舍。而此时宋明香正带着手下在山林中搜寻苏明的踪迹，他身姿婀娜，青丝随风飘动，那张绝美无双的脸蛋上此刻带着几分焦急与期待。他心里想着，只要抓到苏明，就能夺回天地灵根，还能手刃这个淫贼。就在这时，宋明香敏锐地察觉到了动静，抬眼望去，只见苏明如一阵风般朝着这边狂奔而来。他先是一喜，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就看到苏明身后密密麻麻的血煞门弟子如潮水般涌来，绝对是这家伙夺了天地灵根，真会惹麻烦。宋明香轻哼一声，贝齿轻咬下唇，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但很快又恢复了冷静。他迅速抽出腰间的长剑，剑身寒光闪烁，在日光的映照下散发着摄人的气息。
都给我小心点，血煞门的这群杂碎来了，先抓住那家伙，血煞门的人等会再杀。宋宁香娇喝一声，声音清脆却又带着几分威严。但大战瞬间爆发，场面瞬间就陷入一片混乱，压根看不见苏明的身影。血煞门弟子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口中喊着各种口号，朝着宋宁香等人疯狂扑杀过来。宋宁香身姿轻盈，如翩翩起舞的仙子，手中长剑舞动，剑花闪烁，每一次挥动都带出一道凌厉的剑气，所到之处，血煞门弟子纷纷惨叫倒地。他一边战斗，一边口中还不忘怒骂：“该死的家伙，跑哪去了？”宋宁香四处寻找，压根瞧不见苏明身影。此刻，苏明则早就躲在一旁，心中暗自盘算着。他看着两方人马杀得难解难分，心中颇为爽快。哼，你们就尽情的斗吧，最好两败俱伤。哼，血煞门，今日便要让你们知晓姑奶奶的厉害。宋宁香美眸含煞，周身灵力翻涌，那绝美的容颜在灵力光芒映照下更显冷艳。来自星月王朝的她，身姿婀娜，一袭黑红色华服随风飘动，宛如仙子临世，却带着让人胆寒的凌厉气息。此刻，血煞门众人与他及护卫们杀得难解难分，四周灵力肆虐，法宝的光芒闪烁不停。血煞门之人皆是一脸狰狞，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他们对宋宁香等人恨得牙痒痒，此前被这女子坑过，心中怨念早已滔天。苏明瞧准时机，心中暗忖：差不多了，这混战可不是我能掺和的，溜之大吉为妙。念头一转，脚底抹油，身形迅速朝着远处掠去。然而此地临近血煞门老巢，消息传递极快，眨眼间血煞门的强者便赶来了。人群中，一位老者气息恐怖，赫然是超越退凡境的化灵境强者太上长老石岩峰。他身着黑袍，眼眸深邃犹如黑洞，周身散发着让人心悸的威压。哼，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在我血煞门地盘撒野！石岩峰冷哼一声，声如洪钟，震得四周空间都微微颤抖。宋宁香等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原本还能勉强支撑的局面，在这化灵境强者到来后，瞬间土崩瓦解。郡主，您快走！宋宁香的护卫们纷纷大喝，眼中满是决绝，拼死为他杀出一条逃生路。他们身上血迹斑斑，却依旧悍不畏死，显然对宋宁香忠心耿耿。石岩峰见状，冷声道：“你们三个，给我去追那宋宁香，务必留活口。”说罢，又转头看向苏明逃窜的方向，那小子也不能放过。你们三个去把他解决了，不用留活口。被点到的6位血煞门退凡境后期修为的长老，眼中闪过嗜血光芒，齐声应道：“谨遵太上长老令。”旋即身形一闪，朝着各自目标追去。宋宁香咬着下唇，美目含泪，心中满是不甘，却也只能转身朝着远方奔逃。而苏明感受到身后那3道如饿狼般的气息，心中叫苦不迭。该死，有点倒霉啊！脚下步伐更快，试图摆脱这要命的追杀。苏明通明9层的修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够看了。此刻被血煞门那3大退凡境后期的长老追得如丧家之犬，一路险象环生。好几次他都感觉自己距离死亡仅有1步之遥，稍有不慎便会命丧当场。宋宁香呢，同样是狼狈不堪。他虽有退凡境1层的修为，可在那3大长老面前也完全不够看。他好几次都差点被那血煞门的长老给抓住，吓得花容失色，娇躯颤抖不已。两人慌不择路，竟同时被逼入了一处险地——血煞门禁地幽泉禁地。这幽泉禁地传闻中沾染着无尽的不祥，只要踏入其中，就绝无生还的可能。进去的人最后都惨死其中，死状凄惨无比。血煞门的6位长老追到禁地外，皆是面露忌惮之色。其中一位长老眉头紧皱，沉声道：“这幽泉禁地太过诡异，咱们贸然进去，怕是也会有去无回。”另一位长老微微点头，附和道：“不错，咱就守在这外面，等那2个家伙承受不住了出来，再动手收拾他们，谅他们也插翅难逃。”其他几位长老纷纷应和，于是6位血煞门长老便在禁地外守了下来，只等2人现身，便要将其一举击杀。幽泉禁地死寂沉沉，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苏明负伤在身，胸膛剧烈起伏，每一口喘息都像是在拉扯着破碎的肺腑。不远处，宋宁香亦是狼狈不堪。她身着黑红色蕾丝罗裙，那原本勾勒出傲人身材的华服，此刻已满是血污。她胸挺腰细，双腿修长笔直，即便在这等惨状下，也难掩倾国倾城之貌。绝美面庞此刻却布满寒霜，美目圆睁，怒意犹如汹涌的火山，瞬间爆发。你个该死的混蛋！宋宁香一声怒吼，声若银铃，却饱含杀意。若不是你，我岂会落得如此田地？话音未落，他玉手一翻，长剑出鞘，寒光闪烁，直刺苏明咽喉，气势汹汹，
嚣张至极。苏明眼眸一寒，心中暗自叫苦，这祸事怎就甩不开了？见那剑刺来，他来不及多想，猛地抬手，啪的一声，如雷霆炸响，一巴掌扇在宋明香脸上。这一巴掌力道十足，宋明香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飞了出去。宋明香摔落在地，嘴角一血，眼神中满是委屈与不甘。他刚要爬起，却被一阵剧痛扯回现实，只能瘫倒在地，哪还敢再有半分嚣张。苏明望着地上的宋明香，冷哼道：都到这份上了，还这么蛮横呢，真把这儿当你家了？宋明香咬着牙，心中恨意翻涌。哼，我乃是星月王朝郡主，你今日如此对我，他日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今日之辱，定要你千百倍奉还。只是此刻他重伤在身，空有满腔怒火，却无力再发作。幽泉禁地的风呜呜咽咽地吹着，四周枯木嶙峋，仿若狰狞的恶鬼，冷眼旁观着这一切。苏明不再搭理宋明香，目光如炬，审视着眼前这片幽泉禁地。入目之处满是枯败之象，可他却敏锐察觉，这里实则暗藏生机，交织成为特殊的生死之气。怪哉，此地竟有这般玄妙！他喃喃自语，脑海中瞬间闪过阴阳丹尊的传承。一番印证之下，苏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竟蕴藏着一丝黄泉法则。生死相合，与我修炼的阴阳神诀，简直是天作之合啊！当下，苏明再不犹豫，直接盘膝而坐，运转起阴阳神诀。刹那间，天地灵气以及此地特殊的生死之气，仿若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牵引，疯狂朝着他汇聚而来。这修炼速度竟提升了10倍不止。苏明心中狂喜，只觉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恢复。每运转一次阴阳神诀，他都能清晰感受到自身力量在不断增强。血煞门那帮杂碎，给我等着！苏明眼眸中闪过一抹狠厉之色，心中暗自盘算：等我恢复伤势，提升了修为，定要让你们付出惨痛代价。在这幽泉禁地之中，灵气愈发浓郁，仿佛形成了一片灵雾，将苏明笼罩其中。他沉浸在修炼之中，外界的一切都已被他抛诸脑后，唯有那变强的信念，如同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在他心中熊熊燃烧。忽然，枯败之气仿若狂暴的凶兽，呼啸着汹涌而过。宋明香心中警铃大作，顿觉情况不妙，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心中惊呼，体内的生机恰似那绝地的滔滔洪水，疯狂地向外流逝。修为呢，更是犹如那急速坠落的落山夕阳，急剧地退化着。不能这样！宋明香慌了，这次是真的慌了神。他那绝美的面庞上，眼神中满是惊惶与无助，恰似一只迷失在暴风雨中的柔弱小鸟。抬眼瞧见苏明正气势飙升，周身气息稳稳当当，仿若这天地间的定海神针，丝毫未受影响。小子，救我！他再不犹豫，扑通一声直跪在苏明面前。此刻的他哪还有半分星月王朝郡主的高傲与威严，唯有满心的恐惧与哀求。我是星月王朝郡主，权势滔天。他语速极快，生怕慢一秒苏明就会拒绝。星月皇帝更是我兄长，只要能活着出去，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真的什么都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随时都可能夺眶而出，姣好的面容因焦急与害怕微微扭曲。他紧紧盯着苏明，那眼神仿若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满心期待着苏明能伸出援手，将他从这可怕的绝境中拉出去。苏明眉头微跳，心中念头急转，本欲任其自生自灭，可一转念，星月王朝庞大无比，整体势力更是比紫云宗强大了无数倍，自己接下来10有8九的奔赴那星月王朝，寻觅更高级的修炼资源。这宋明香或许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也罢，我暂且护你周全。苏明开口，声音平淡，仿若在说一件微不足道之事。宋明香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可紧接着苏明下一句话让他笑容瞬间僵住。不过你得接受我的奴仆印记，否则我怎会放心？苏明目光冷漠，直直盯着宋明香。宋明香俏脸瞬间煞白，身为娇生惯养的郡主，这要求简直是奇耻大辱。你怎能如此羞辱我？宋明香柳眉倒竖，美眸中满是愤怒，娇躯因愤怒而微微颤抖。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哼，不想答应，那便自求多福吧。说罢，不再搭理。宋明香心中一紧，咬着下唇，贝齿机欲将嘴唇咬出血来。活下去还是尊严？这抉择仿若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幽泉禁地，死寂的气息仿若实质，阴森之感如潮水般弥漫着枯败浪潮，怎又如此凶猛？宋明香黛眉紧蹙，绝美的容颜上满是忧色。她身着黑红色蕾丝罗裙，身姿曼妙，前凸后翘，小蛮腰不盈一握，修长美腿在这昏暗之的更显勾人。可此刻她体内生机正如沙漏中的沙，
飞速流逝。苏明神色冷峻，目光落在宋宁香身上，沉声道：“想活下去，便得答应我的条件。”宋宁香美目圆睁，咬着下唇，贝齿轻磕：“你这是趁人之危，在这幽泉禁地，若没我护着，你觉得你能撑多久？”苏明毫不留情，声音仿若从九幽传来。宋宁香娇躯一颤，心中满是挣扎，活下去的渴望最终还是压过了羞耻。她面色瞬间变得绯红，如熟透的苹果，娇羞道：“好，我答应你，但你莫要太过分。”苏明目光不移，冷冷吐出：“运转护体灵气，散去外层禁制。”随着灵力流转，罗裙外层的防御阵法渐渐暗淡，露出内里的贴身劲装。他紧闭双眼，贝齿咬着嘴唇，似在承受秘术前的压力。苏明神色凝重，双手快速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道道神秘符文自他手中浮现，散发着奇异光芒，向着宋宁香心口处涌去。啊！宋宁香忍不住轻呼出声，心口处传来的刺痛，仿若要将他灵魂撕裂。符文没入肌肤，一个神级奴役印记渐渐浮现。这印记散发着幽光，仿若一只狰狞的眼眸，透着无尽神秘与威压。从今往后，你便受我掌控。苏明声若洪钟，好似携着无上威严，要将宋宁香的命运彻底改写，话语中满是不容置疑的霸道。宋宁香缓缓睁开双眸，那双眼犹如蒙尘的明珠，此刻满是屈辱与不甘，泪水在眼眶里疯狂打转，似随时都会决堤，却被他以倔强的意志强压着，愣是没有落下半分。他死死瞪着苏明，那目光仿若能化作利刃，将苏明生吞活剥了一般，心中恨意翻涌，却又无力反抗。就在这时，神级奴役印记瞬间生效，原本一脸蛮横、满心抗拒的宋宁香身体猛地一僵，而后竟不受控制的扑通一声，直直跪在苏明面前。主人！这一声呼喊从他口中艰难吐出，带着几分难以置信，却又饱含着100%的忠诚。此刻的他心中涌起一股莫名冲动，竟不自觉地想要向苏明再靠近一步。枯败的浪潮仿若凶猛巨兽，再次咆哮着汹涌袭来，周遭天地都为之变色。苏明神色冷峻，运转阴阳神诀，周身瞬间被一层神秘光晕笼罩，那光晕犹如实质，将他牢牢护住。与此同时，他分出一缕灵力，如灵动的丝线，轻轻缠绕住宋宁香。宋宁香那原本衰败枯萎的生机，在这灵力的滋养下，竟奇迹般的开始扭转恢复。他原本满是担忧的神色，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而看向苏明的眼神里，依赖感与信赖感，恰似春日疯长的野草，再度急剧攀升。时间悠悠，一晃3日悄然逝去。苏明只觉体内灵力翻涌，修为终是重回巅峰之态。可那退凡境的瓶颈，犹如巍峨巨山横亘眼前，任他如何发力，仍难以跨越，距离突破尚有着108000里之遥。但苏明眸中毫无气馁之色，心中暗自思忖：这境界卡死无数英雄汉，这般状况倒也稀松平常。与此同时，宋宁香得到苏明的庇护，修为也勉强恢复，伤势得以扭转。在这3日时光里，他对主人苏明的依赖如野草疯长，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乔纳宋宁香身姿婀娜，宛如春日弱柳扶风，肌肤胜雪，眼眸恰似盈盈秋水，顾盼间风情万种。直至这天夜晚，月色如水，倾洒而下。宋宁香径直走到苏明身前，神色恳切道：“主人，宁香愿以灵力相助，助您冲击瓶颈。”苏明一脸错愕，望着眼前的宋宁香，心中满是疑惑，自己并未下达这般指令，他缘何如此？忙开口道：“宁香，此法耗费甚巨，你伤势初愈。”可宋宁香此刻心意已决，语气坚定：“主人庇护之恩，宁香无以为报，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苏明见状，满心无奈，却也知晓他受印记影响，对自己的修炼之事极为上心，只得点头应允。也好，你我运转同心诀，切记守住心神。苏明感受着体内奔腾的灵力，还有宋宁香渡来的精纯力量，只觉瓶颈松动，心中惊喜交加。他原本只是想借机稳固境界，未曾想竟有如此奇效。我的天！他内心狂呼，这是突破了。没错，他竟真的成功从通明境9层一举突破到了退凡境1层。哈哈，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啊！苏明嘴角上扬，难掩兴奋之色，心中满是畅快。他运转功法，继续吸纳灵力，周身气息愈发狂暴。退凡境1层圆满，退凡境2层，退凡境2层圆满。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强大的气息波动，引得幽泉禁地内风云变色。给我破！苏明怒吼一声，全力运转阴阳神诀，疯狂吸纳着周围的灵气与生死之气。退凡境3层。此刻整个幽泉禁地的灵气已被他吸纳殆尽。苏明周身力量汹涌澎湃，那股强大之感让他心中畅快淋漓。嘿，
谁能料到我竟有这般逆天运气？他忍不住喃喃自语，碰上这生死境地，这机遇简直千年等一回啊！此刻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底熊熊燃烧，他已下定决心，定要外出寻血煞门的长老，将那深仇大恨彻底清算。不过在这之前，苏明心中有了盘算，得再学一门厉害剑法，方能更有把握。念头至此，他心意一动，整个人瞬间没入阴阳界空间之中。阴阳界内传承气息弥漫，苏明在阴阳丹尊的传承里疯狂探寻，终于一门神级剑法映入眼帘——诛血九剑。好家伙，这诛血九剑竟是专门对付血煞门那种魔道修士的。苏明双目放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简直就是为我报仇量身定制啊！说干就干，苏明一头扎进了诛血九剑的修炼之中，沉浸其中不知疲倦。每一招每一式他都反复揣摩，刻苦练习，汗水湿透了衣衫，又被灵力烘干，如此循环往复。终于苏明成功入门，刹那间一股更强大的力量自他体内喷薄而出。哈哈哈哈！苏明仰天长啸，如今我实力大涨，血煞门的杂碎们，你们给我等着！苏明缓缓收工，结束了此番修炼。宋宁香也随之调息完毕，他缓缓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神色间带着灵力消耗后的苍白，却更显坚韧。主人！宋宁香轻启朱唇，声音恭敬，那一声主人叫得极为顺服。他抬眸望向苏明的目光，比之从前愈发敬畏，似望着可依托的山岳。苏明目光坚定，直视宋宁香，沉声道：宁香，我打算去找血煞门的那些杂碎报仇。境地之中，生死之气的威胁已然消散，你寻个时机自行离去，回星月王朝等我。切记，莫要告知他人，你是我的奴隶。宋宁香听闻，美目瞬间蒙上一层水雾，满是不舍。他轻咬下唇，声音带着丝丝颤抖：主人。然而他深知苏明心意已决，最终还是乖巧点头。但紧接着他又鼓起勇气恳求道：主人，同心诀修炼效果显著，待您归来，宁香愿再助您修行。苏明轻轻点头，目光中带着温和与坚定。好，此次你灵力消耗过巨，需好生调养。眼下我必须去报仇，血煞门那些家伙罪该万死。宋宁香不再多言，默默颔首。待苏明离去，宋宁香静下心来，细细感受自身变化。刹那间，他瞪大了眼睛，美眸中满是难以置信。天啊，我的修为竟从退凡境1层直接飙升到了退凡境5层。他捂住嘴巴，脸上的震惊之色难以言表。这提升速度比他所见识过的最顶级丹药还要神奇。此刻宋宁香对苏明的崇拜与依赖如汹涌潮水般愈发厚重。他在心底暗暗发誓，同心诀威力无穷，待主人归来，定要勤加修炼，唯有变得更强，才能真正帮到主人。哼，那小子和那个来自星月王朝的妮子，身负重伤还敢闯进幽泉禁地，怕早就死在禁地中了。一位血煞门长老满脸不屑，冷哼一声道：他身着黑袍，上面绣着血红色的诡异符文，在风中猎猎作响，彰显着其不凡身份。此刻他双臂抱胸，眼神中尽是轻蔑之色。话虽如此，但以防万一，还是多守些时日为妙。如今咱们血煞门扩张势头正猛，可容不得半点闪失。另一位长老皱着眉头，神色凝重地说道。这位长老白发苍苍，却面色红润，眼眸中不时闪过一丝精芒。他微微仰头，目光望向镜的深处，似乎想要看穿那重重迷雾。本来有6位血煞门的内门长老在此等候，可他们心底都清楚，苏明和宋宁香基本上是必死无疑，便走了3位。不过剩下的3位也都是退凡境7层的强者，对付苏明2人绰绰有余，也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第3位长老咧着嘴，露出一口森然白牙，冷笑着接话。他身形高大魁梧，宛如一座小山般矗立，脸上一道狰狞的伤疤从眼角延伸至嘴角，更添几分凶狠之气。那小子也不知道是哪家势力的弟子，狡猾得很。那星月王朝的妮子也是个棘手的角色，即便他们重伤在身，也不可掉以轻心。黑袍长老猛地一跺脚，地面都为之震颤，满脸的张狂。怕什么？咱们血煞门在这一带可是说一不二，他们就算侥幸活着出来，也绝无可能从咱们手中逃脱。他想着血煞门如今日益壮大的势力，只觉自己无所不能，区苏明和宋宁香根本不足畏惧，还是谨慎些好。幽泉禁地神秘莫测，谁也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万一让他们跑了，上头怪罪下来，咱们可担待不起。白发长老微微摇头，神色依旧凝重。他深知幽泉禁地的恐怖，那些流传的传说每一个都让人毛骨悚然，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酿成大祸。3位长老就这般一边讨论着，一边紧紧盯着幽泉禁地的入口，眼中闪烁着贪婪与杀意，
仿佛只要苏明和宋宁香一出现，便会立刻将其撕成碎片。忽然，哼，血煞门的杂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苏明眼眸中寒芒闪烁，周身气息汹涌澎湃，如同一尊魔神猛地从幽泉禁地内杀出。他手中长剑一抖，刹那间神级剑法诛邪九剑悍然施展而出。唰，那剑光仿若9天之上的雷霆，携着毁天灭地之威，朝着黑袍血煞门长老呼啸而去。那黑袍血煞门长老脸色骤变，心中暗叫不好，急忙运转功法想要抵挡。这小子怎么会突然杀出来，且如此强势？黑袍血煞门长老心中怒骂，快速做出反应，周身血煞之气翻涌，试图构建起一道防御屏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苏明竟已从通明境9层突破到了退凡境3层。什么？这小崽子竟突破了！黑袍血煞门长老瞪大了双眼，满脸的难以置信，防御顿时出现破绽。苏明岂会放过这等良机？手中长剑寒光一闪，剑气纵横。噗！黑袍长老瞬间中剑，那诛邪九剑的剑气霸道绝伦，直接克制住了他的血煞之力。啊！不，怎么可能？黑袍长老发出一声惨叫，气息如决堤之水，快速跌落。他满脸的惊恐与不甘，身体摇摇欲坠，最终他无力地倒在了地上，生机消散，身亡当场。一旁的2位血煞门长老眼眸瞬间瞪大，满是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这小子的伤势竟痊愈了，修为还突破了，实力更是大幅提升，居然这般轻易就宰了咱们一位退凡境后期的长老。其中一位长老声音颤抖，内心仿若翻江倒海；另一位长老紧咬钢牙，神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2人对视一眼，眼神交汇间已然达成默契，暗中迅速传音通知血煞门内其他长老支援。紧接着他们周身血气翻涌，煞气滔天，同时抱起发难，全力朝着苏明攻去。小崽子，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受死吧！2人齐声怒喝，一道道血光裹挟着滚滚煞气，仿若2条狰狞的血龙，向着苏明席卷而去。所过之处，空间都隐隐泛起丝丝涟漪。苏明心中毫无惧意，周身灵力鼓荡。哼，且看我这神级剑法诛邪九剑，还有这神级身法九阴神行。他心中低喝出声，气势瞬间拔升。刹那间，只见苏明身形如电，恰似鬼魅般穿梭于战场之中。那九阴神行，在他修为踏入退凡境3层后，威力简直逆天改命般暴增。对面血煞门那2位退凡境后期的长老，此刻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他们瞪大了双眼，满脸尽是不可置信。那原本自认为无敌的速度，在苏明这鬼魅般的身法面前，竟如同蜗牛般迟缓。他们拼尽全力想要触碰到苏明分毫，却如同痴人说梦，一次次攻击皆落空，只换来无尽的挫败感。这怎么可能？他不过退凡境3层，怎会有如此恐怖的身法？其中一位长老声音颤抖，心中满是绝望，恐惧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随着战斗的持续，2位长老只觉压力如山般沉重，节节败退。他们的呼吸愈发急促，眼神中满是慌乱与无助。就在这时，一位长老因慌乱而露出破绽。苏明眼中寒芒一闪，去死吧！手中长剑裹挟着无尽的灵力剑气，如同一道闪电般划过虚空，瞬间将那长老斩于剑下。那长老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如此轻易地被苏明斩杀，脸上还残留着恐惧与不甘，缓缓倒下。另一位长老见状，吓得肝胆俱裂。不！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转身便欲逃窜，脚步踉跄，尽显狼狈之态，想逃没那么容易。苏明冷哼一声，乘胜追击。他的身影瞬间化作一道流光，瞬间追上那逃窜的长老。受死吧！苏明手中长剑再次挥动，一道璀璨的剑光绽放，直接将那长老当场击毙。那长老脸上满是绝望之色，缓缓闭上了双眼，身体轰然倒地。苏明心中警兆突现，瞬间感知到血煞门方向竟有数十道雄浑至极的强者气息，仿若汹涌潮水般，正朝着这边疯狂奔袭而来。不妙！苏明低咒一声，哪敢有丝毫耽搁，身形如电，转身便朝着远方疾驰而去。那速度快得仿若一道黑色的幻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一边急速奔逃，苏明一边在心中暗自盘算，嘴角泛起一抹狡黠的弧度。哼，血煞门，你们以为我会就此逃走？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说着，他身形一转，竟是暗中绕起了路，朝着血煞门的宗门地界悄然潜了回去。待得靠近血煞门，苏明小心翼翼地隐匿身形，仔细观察一番后，心中大喜，果然这里没什么人，那些所谓的强者怕是都倾巢而出了吧。此刻的血煞门仿若一座空门，静谧得有些诡异，只有偶尔吹过的风声轻轻浮动着宗门内的旗帜，发出猎猎声响。
苏明眼中寒芒一闪，既然如此，那我可得好好收收账了。血煞门欠我的，今日都得一并还回来。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堆积如山的灵药、灵石以及各种珍稀法宝，心中的贪婪之火瞬间熊熊燃烧起来。灵药、灵石，嘿嘿，能抢的我可一件都不会放过。苏明一边暗自嘀咕，一边轻手轻脚地朝着宗门内摸去，每一步都踏得极为小心，仿若一只潜伏在黑暗中的猎豹，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与此同时，苏明眉头微微皱起，脸上浮现出一丝担忧之色。林念瑶也不知他在不在这宗门内，他一介凡人，不像我有阴阳丹尊的传承傍身，在这血煞门内肯定危险重重。想到林念瑶那如花似玉的容颜，以及他那看似骄横实则柔弱动人的身姿，苏明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念瑶，你可千万要没事啊！苏明在心中默默祈祷着，脚下的步伐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他的眼神中既有对血煞门财物的贪婪，又有对林念瑶深深的牵挂，两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此刻的心境变得极为复杂。小子，你是哪个堂口的弟子？一声暴喝突兀响起，只见那血煞门弟子王浩牛高马大，满脸横肉，此刻正横眉竖眼，恶狠狠地盯着苏明，那架势好似下一秒就要吃人，竟敢在这到处乱跑，眼里还有没有规矩了？王浩一边叫嚷，一边大步流星地朝着苏明逼近，那气势汹汹，仿佛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苏明眼眸微眯，寒芒一闪而过，心中暗自冷哼，这跳梁小丑也敢在我面前张牙舞爪。他压根没心思跟这等小喽啰废话，抬手便是一巴掌。这一巴掌看似随意，实则蕴含了恐怖的力量。空气瞬间被撕裂，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好似一道黑色的闪电，裹挟着无尽的威势朝着王浩拍去。王浩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横着飞了出去。砰！他重重地砸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王浩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脸上火辣辣的疼，嘴里满是血腥味，几颗牙齿更是被这一巴掌给拍飞了。他惊恐地抬起头，看向苏明的眼神中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大哥，王浩声音颤抖，哆哆嗦嗦地说道：“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说着，他连滚带爬地来到苏明面前，点头哈腰，活像一只摇尾乞怜的狗。您随意，您看您有什么需要，尽管招呼小王，小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王浩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擦着嘴角的血，那谄媚的模样和刚才的凶狠判若两人。魔门就是如此，拳头大就是道理。苏明目光一凛，看向王浩，沉声道：“给本少带路，前往灵药堂。”王浩心里犯嘀咕，这哪冒出来的主儿？但乔苏明那气势，又不敢多问，只能陪着笑脸谄媚道：“大哥，您这是？”苏明眉头一皱，不耐烦道：“别废话，本少乃太上长老亲传弟子，一直闭关苦修，对门内之事不熟，今日去灵药堂有要事。”王浩一听，瞬间眼睛放光，脸上堆满了笑：“哎呀，原来是长老高徒，失敬，大哥您这边请，小弟一定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说着便在前头点头哈腰的引路。一路上，苏明心中思索，血煞门虽说形势很辣，但这灵药堂想必藏着不少好东西，血系灵药又如何？于我而言照样有用。很快两人来到灵药堂，堂内药香弥漫，一排排药柜摆满四周，那灵药堂长老正悠闲地坐在太师椅上品着香茗。苏明二话不说，上前一步，大声道：“把灵药堂的灵药统统给本少拿出来。”长老一听，差点呛着，抬头看向苏明，满脸不悦：“你是何人？敢在此放肆？这灵药堂的灵药皆有其用，岂容你胡来？”苏明冷哼一声：“哼，本少乃太上长老亲传，今日来取灵药，是给你面子，莫要啰嗦，否则……”长老脸色微变，却仍强撑着道：“即便你是长老弟子，也不能坏了门规，这灵药分配自有定数。”苏明哪管这些，眼中寒芒一闪，定数在本少面前，本少的话就是定数。说罢，周身气息涌动，一股强大威压瞬间笼罩整个灵药堂。长老心中一惊，这小子实力竟如此恐怖，但他毕竟身为灵药堂长老，也不是吃素的，当即起身，双手迅速结印，口中念念有词：“哼，小毛孩，休要张狂，看老夫今日教训你！”刹那间，一道道药光从药柜中飞出，化作利刃刺向苏明。苏明见状，不怒反笑：“就这点本事？”他身形一闪，如鬼魅般避开利刃，而后猛地一拳轰出，拳风呼啸，直接将长老击飞数丈，撞在药柜之上，药柜瞬间被砸得粉碎，草药散落一地。你敢动手？
长老嘴角一血，满脸惊恐与愤怒。苏明大步上前，一脚踩在长老身上，冷声道：现在本少再问你一遍，灵药交不交出来？长老心中满是屈辱与不甘，可感受到苏明那毫不掩饰的杀意，又哪敢反抗，只能咬着牙道：罢了罢了，你拿走便是。苏明这才满意的收回脚，而后大手一挥，将灵药堂内的灵药一股脑儿全部收进储物戒指。那王浩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中对苏明的畏惧又多了几分。而那灵药堂长老瘫坐在地，望着一片狼藉的灵药堂，心中有苦说不出。论实力，自己远不及苏明；论背景，人家是太上长老亲传。今日这一劫，算是栽了个大跟头，只能暗自祈祷此事别再闹大，否则自己这灵药堂长老的位子怕是也保不住了。苏明目光熠熠，瞧着兜里那3000多株灵药，心中满是畅快。他随手挑出几株低阶灵药，丢给王浩，道：拿着。王浩瞬间两眼放光，兴奋的差点蹦起来，双手忙不迭的接过，那模样仿佛捧着稀世珍宝。多谢大哥。大哥威武霸气，这几株灵药可太珍贵了。苏明嘴角上扬，淡笑道：行了，少贫嘴，待本少去灵石堂。王浩一听，胸脯拍得砰砰响，满脸兴奋道：得嘞，大哥，您跟我走，保证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二人风风火火来到灵石堂。灵石堂内，那长老瞧见苏明，脸色瞬间一沉，哼道：你是何人？气势汹汹来此作甚？苏明眼眸一寒，周身气息陡然暴涨，冷声道：本少乃太上长老亲传，来取点灵石，怎么了？不认识你本少？瞎了你的狗眼！长老还没搞清楚状况，话还未出口，苏明已然欺身而上，抬手就是一拳轰出。砰！这一拳威势惊人，直接将长老砸得倒飞出去，摔了个狗啃泥。长老狼狈爬起，已然鼻青脸肿，痛哭流涕道：你敢打我？你可知我是谁？苏明一步上前，一脚踩在长老身上，冷笑道：我管你是谁，在我面前你啥也不是。今日若不让我取灵石，有你好受的。长老满脸惊恐，心中暗自叫苦，这苏明实力如此恐怖，身份更是吓人的很，自己哪里惹得起？大人饶命，饶命啊！您要灵石，尽管拿，尽管拿。长老哭嚎着求饶。苏明这才满意收手，大步走进灵石堂，一番清点，好家伙，足足800万下品灵石，100万中品灵石。苏明收了灵石，心情大好，拍了拍王浩的肩膀，笑道：小子，干得不错，继续好好干。随后苏明眉头微蹙，问道：对了，王浩，最近门内可有新人加入？我打算给师尊物色几个好苗子当弟子。王浩挠了挠头，一脸认真道：大哥，最近没听说有新收的弟子呢，不过新关押的奴隶倒是不少。苏明心中猛地一紧，林念瑶的身影瞬间浮现在脑海，当即道：走，带我去看看，我打算收几个佣人。王浩一听，眼睛一亮，连忙自荐道：大哥，要不我也去给您当奴隶吧，我肯定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苏明抬手就给了王浩一巴掌，扬怒道：你脑子进水了？你是自家人，怎能当奴隶？王浩非但不恼，反而咧嘴大笑，一脸狂喜道：哈哈，大哥把我当自家人，我太高兴了。王浩引着苏明踏入地库，这地库正是关押奴隶之处。苏明目光一扫，好家伙，竟发现不少来自其他小门派的人。更让他意外的是，其中还有几个紫云宗的弟子，只是彼此互不相识。苏明心中波澜不起，面上不动声色。他心里门清，此刻救人纯粹是自寻死路，一旦被发现，自己这小身板可扛不住血煞门的怒火。一番搜寻，愣是没瞧见林念瑶的倩影。苏明满心无奈，不禁暗自嘀咕：这林念瑶真加入血煞门了？洛安城离这血煞门108000里，正常情况下他咋可能跑来这儿啊？苏明咬咬牙，只能暂且放弃。他一脸嫌弃，撇嘴道：切，这些都是什么歪瓜裂枣，没一个能入我眼的，全是一般货色。王浩赶忙陪笑，那笑容跟朵花似的，谄媚道：师兄您有所不知，咱血煞门内女弟子可多了去了，一个个那姿色简直绝子，都是一流水准。只要师兄您不嫌弃，小弟我必定全力帮师兄推荐。就在此时，东窗事发，只见远方天际数十道气息仿若划破苍穹的流星，裹挟着无尽的威势，以摧枯拉朽之势围杀而来。这些气息每一道皆强大无匹，仿若远古巨兽蛰伏苏醒，携着毁天灭地之能，令得空间都为之扭曲震荡，发出不堪重负的嗡嗡哀鸣。哼，混账小子，看你今日如何逃脱！血煞门内门长老那如洪钟般的声音骤然响起，带着无尽的威严与杀意，在灵药堂中回荡开来。
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崽子，咱们在外头四处追杀的人，他竟堂而皇之地在血煞门内搜刮灵药、灵石，这胆子比天还大。一旁的灵石堂长老也是满脸怒容，眼中的怒火仿佛要将苏明给生吞了。苏明心中暗叫不好，面上却波澜不惊，心中快速盘算着脱身之计。想抓我，你们还不够格！苏明冷哼一声，周身气息陡然一变，瞬间他施展出神级身法九阴神行，整个人如鬼魅一般，速度快到极致，身影在众人眼前一闪，便已消失在原地。这是什么身法？竟如此恐怖！血煞门内门长老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伸出的手还保持着指向苏明的姿势，却已抓了个空。快追！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灵石堂长老反应过来，连忙大声吼道。一众长老们纷纷施展身法追去，然而苏明的身影早已远去，只留下一道道残影。王浩岱立在原地，眼神中满是恍惚。这怎么可能？大哥他居然不是咱们血煞门的弟子，可他当初暴揍我的模样，分明就是魔门中人的做派啊！王浩心中翻江倒海，喃喃自语着，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直以为的同门，竟是被门派追杀之人。苏明一路狂奔，身后是一群紧追不舍的血煞门长老。哈哈哈哈！苏明一边逃，一边在心中畅快大笑，这一趟可真是赚翻了。差不多3000株灵药，还有800万下品灵石，100万中品灵石，之前的资源刚好耗尽，这下可全补上了，简直不要太爽。他身形如电，向着紫云宗方向疾驰而去，心中没有丝毫惧意，反而充满了兴奋，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带着掠夺资源后的畅快。血煞门的老家伙们，想追上我，再修炼个几百年吧。苏明一边在心中嘲讽着，一边脚下发力，速度更快了几分，留下一路的尘土飞扬，将那些长老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苏明身如游龙，脚下步伐陡然一变，施展出神级步伐九阴神行。哼，想追我可没那么容易。他暗自低语，眼神中透着决然。只见他身形如鬼魅，在山林间飞速穿梭，带起一阵狂风。身后血煞门的一众强者个个面色铁青，气喘吁吁。这小子跑得也太快了！一名壮汉满脸怒容，大声吼道：妈的，等抓住他，定要将他碎尸万段！另一个尖脸的家伙也跟着咆哮。为首的老者眉头紧皱，眼中寒芒闪烁，不能让他跑了，否则咱们血煞门的颜面何存？然而苏明的九阴神行太过玄妙，每一次转折都让他们扑了个空。可恶，这是什么鬼步伐？有人忍不住破口大骂。继续追，我就不信追不上他！老者咬着牙，声音中满是不甘。苏明一边狂奔，一边在心中冷笑：血煞门，今日你们注定奈何不了我。他的身影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在血煞门众人的视线中。血煞门的强者们停在原地，气得直跺脚。该死，还是让这小子给跑了。壮汉用力捶了一下身旁的大树，树叶簌簌落下。这笔账咱们迟早要找他算回来。尖脸家伙恶狠狠地说。老者望着苏明离去的方向，眼中满是愤恨。走，回门中从长计议，下次再遇见他，定要他好看。说罢，一众血煞门强者带着满心的不甘与愤怒转身离去。苏明刚踏入紫云宗山门，入目之处，诸多弟子或躺或坐，身上血迹斑斑，痛苦呻吟之声不绝于耳。他眉头瞬间凝成死结，快步上前查看一名弟子伤势。仅是一眼，苏明倒吸一口凉气，这是血煞门的血煞功所致。那伤口处鲜血嫣红如墨，散发着丝丝缕缕诡异的血煞之气，侵蚀着伤者生机，绝不会认错。苏明心中仿若有惊涛骇浪翻涌，暗道：大事不妙，紫云宗竟已与血煞门正面交锋。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宗主紫琼那绝美容颜，此刻却想必因这场大战忧心忡忡，甚至自身也可能身负重伤。不行，我必须尽快赶去帮宗主治疗。苏明先径直回到白云峰，二师兄魏子昂竟提前归来，瞧他那模样，显然是寻到了所需的灵药。苏明没耽搁，赶忙将自己千辛万苦觅得的7星海灵藻、青木髓呈给宗门炼丹长老于念桃。于长老那双眼珠子瞬间瞪得滚圆，满是不可置信之色，失声惊呼：乖乖，苏明你这小子还真把这稀缺的离谱的青木髓给寻来了。旋即他嘴角上扬，满脸欣慰道：这下你师尊白薇的伤势铁定能治好了。魏子昂亦是满脸赞叹，一拍苏明肩膀说道：小师弟厉害啊你！我顺带找了老久的青木髓，结果连根毛都没瞧见，你倒好，直接给弄到手了。苏明谦逊一笑，开口道：嗨，就是运气好罢了。顿了顿，又神色一正：对了，师兄师姐，我有点事儿，得暂且离开一阵子，师尊这边就拜托你们多照顾了。魏子昂眉头一皱，
满脸关切地叮嘱起来：“小师弟，可千万别出紫云宗！你不知道，外面血煞门那帮家伙嚣张的都快上天了，频繁挑衅咱们紫云宗，打伤了好些弟子。而且景云峰和恒云峰一脉，封山1月刚结束，指不定也会来找麻烦。如今师尊重伤在身，我得先守着师尊，你可千万小心啊！”苏明郑重点头，应道：“师兄放心，没问题。”说罢便转身离去。苏明脚步匆匆，一心朝着宗主子琼所在的宗主大殿赶去。谁料半道上，那韦启文带着俩小弟如恶犬挡道一般，嚣张地拦住了他的去路。这韦启文乃是恒云峰一脉的内门弟子，一身通明境9层的修为，此刻满脸怒容，好似被点燃的火药桶。苏明，你可还记得此前羞辱我恒云峰之事，还有在生死台打死我师弟那桩事？今日你必须付出惨痛代价。韦启文咬牙切齿，那声音仿若从9幽地狱传来，满是怨毒。他身旁那俩通明境8层修为的师弟也跟着狐假虎威，其中一个尖着嗓子叫嚷道：“哼，今日定要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揍得满地找牙，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另一个则摩拳擦掌，脸上带着狰狞笑意：“没错，敢跟咱们恒云峰作对，简直是兽性弓上吊，嫌命长。”苏明心中暗忖，这恒云峰一脉还真是阴魂不散。不过他面上依旧波澜不惊，目光冷冷扫过3人。周围紫云宗的弟子们像是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围拢过来，交头接耳。这位启文师兄实力强劲，苏明怎么可能是对手？而且人家足足3人呢，实力都不弱，苏明这次怕是在劫难逃了。韦启文见众人这般议论，越发得意，往前一步，身上的气势如汹涌潮水般朝着苏明压去，大有要将他直接碾碎之势。小子，今日就让你知道得罪我恒云峰，下场会有多凄惨。苏明心急如焚，哪有闲工夫跟这些家伙啰嗦？此刻他满心牵挂着整个紫云宗，哪会对这些人客气？当即一声冷喝：“滚！”韦启文3人仿若将苏明的喝令当成了耳旁风，就不滚能咋地？3人周身气势陡然间如火山喷发，愈发强盛起来，那架势简直就是要把苏明给生吞活剥了。韦启文冷哼一声，满脸不屑：“苏明，就凭你也敢在这张狂？今儿个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一旁的瘦高个也跟着帮腔，尖着嗓子道：“就是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在咱们面前还敢耍横，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而那矮胖之人则是双手抱胸，一脸嘲讽地看着苏明，眼神中尽是轻蔑之意。苏明心中怒火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哼，自不量力！”苏明心底冷哼，那眼神里寒芒唰的一闪，二话没说，抬手就是一巴掌拍出。这一巴掌瞧着随意的很，可那里裹挟的威势简直了，恰似一座巍峨大山携着万钧之力轰然压下。砰！一声巨响，好似晴空炸雷，惊得周遭空气都剧烈震荡起来。韦启文3人瞬间就跟那断了线的风筝没啥两样，嗖的被扇飞出去，扑通扑通扑通，重重砸落在地。紧接着哇的一口鲜血喷出，3人已然身受重伤，模样凄惨的让人不忍直视。苏明看都没再看他们一眼，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般快速离去。韦启文3人躺在地上，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双眸瞪得滚圆，仿若铜铃一般。怎么可能啊？他们打死都想不到苏明竟只挥出一巴掌，就这般轻而易举的把他们3人给收拾了。韦启文内心那叫一个后怕，肠子都快悔青了。这他妈怎么可能啊？若是苏明芳才动了杀心，想取我们性命，那可不就跟眨眨眼一样简单吗？周围的紫云宗弟子瞧见这一幕，一时惊得倒吸一口凉气，纷纷出声：“我的天哪！苏明师兄竟已强大到这般恐怖的地步了。”是啊，这一巴掌简直神了。难道苏明师兄已经突破到退凡境了？退凡境，那可是能成为宗门长老的境界啊！苏明师兄真的达到了吗？这太难以置信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眼中满是震撼与疑惑，久久无法从方才那惊人的一幕中回过神来。苏明踏入宗主大殿，只见宗主紫琼孤身在此，他身着紫云袍，圣洁而威严，容颜绝美，身姿傲然，体态丰盈，宛如仙子临世。然而此刻他脸色却略显难看，气息也并不稳。瞧见苏明到来，紫琼脸上瞬间闪过一丝惊喜：“苏明，你可算回来了。”紫琼急切道，那声音中满是期盼。苏明心中疑惑，面上却不动声色，拱手问道：“宗主，您这是？”紫琼连忙招手：“快过来，给我治疗。”苏明微微皱眉：“宗主，您这状态怎会如此差？”紫琼长叹一声，神色间满是疲惫与不甘，
与那血煞门门主又战了一场。那可恶的9阴血煞毒又爆发了。此番交战，我差点就漏了破绽，被那厮给杀了。苏明见状，心急如焚，赶忙扶住宗主子琼，急切道：“宗主，快躺下。”子琼依着上次的经验，一边玉手轻解罗裳，一边缓缓躺下，那如羊脂美玉般的美背瞬间展露。宗主不必如此。苏明瞧见，急忙出声制止。子琼听闻，那绝美的脸蛋瞬间羞红如霞，贝齿轻咬下唇，一时语塞，索性不再言语，只觉一颗芳心砰砰乱跳。苏明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迅速取出银针。他周身灵力流转，光芒璀璨，恰似烈日当空。紧接着，他施展出烈阳37阵法。只见银针在他手中仿若灵动的游龙，带着炽热的灵力，精准无误地刺向子琼身上的各大要穴。每一针落下，都仿若携着无尽的热力，似要将那阴森的9阴血煞毒彻底驱散。一时间，大殿内灵力翻涌，光芒闪烁。苏明全神贯注，额头沁出细密汗珠，却丝毫不曾分心，一心只为帮子琼稳固伤势，压制那歹毒的9阴血煞毒。子琼心中猛地一震，苏明身上那股气息竟已全然不同，这是退凡境的气息。子琼忍不住喃喃自语，美目圆睁，满是不可置信之色。才1月未见阿苏明之前，不过是通明境9层，怎么如今竟接到了退凡境？子琼连忙运转灵力，仔细感应。他倒吸一口凉气，这苏明竟已达到退凡境3层，他怎么做到的？短短1月，跨度如此之大。子琼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在这宗门之中也算见多识广，可像苏明这般天赋卓绝之人，却还是头一回遇见。苏明啊苏明，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子琼喃喃低语，眼神复杂，既有震惊，又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期许。苏明帮宗主子琼压制伤势，动作干净利落。宗主，暂且稳住了。子琼面色苍白，却强撑着点头，多谢你了苏明，此番若不是你。苏明摆了摆手，没等他说完，便取出紫月炉。那紫月炉一现时，幽光闪烁，炉身上符文流转，似有灵韵。紧接着，一缕紫灵火袅袅而出，仿若灵动的紫蛇在苏明指尖盘旋，散发着惊人的高温，周遭空气都为之扭曲。我这便开始炼制解毒的内外丹。苏明神色专注，目光紧紧盯着紫灵火。子琼见状，从储物镯中取出一枚戒指，递向苏明。这储物戒指内皆是高阶灵药，炼制丹药自是足够，余下的也算是谢礼。苏明接过，神念一扫，好家伙，里头灵药琳琅满目，珍稀药草散发着浓郁灵气，光是瞧着都能感受到磅礴药力。除了炼丹所需，竟还有数百株剩余。如此，我便却之不恭了。苏明也不含糊，将戒指收起，旋即全神贯注，投身炼丹。他双手飞速结印，一道道法诀打入紫月炉，紫灵火象是得了号令，瞬间将炉身包裹，熊熊燃烧。一旁，子琼此前已2次受苏明救治，经历这般波折，他反倒心境坦然。此刻，他美目流转，望向正在专注炼丹的苏明。一边，他那丰盈身姿如弱柳扶风，动作有条不紊地穿着衣裙，瞧那模样，妩媚尽显，周身透着金贵之气，当真是动人不已。他凝视着苏明那线条刚硬又不失俊俏的侧脸，脑海中竟不受控地想入非非。原本平静无波，堪称绝色的脸蛋，瞬间似被天边晚霞染就，再度羞红。子琼收敛心神，缓缓起身，一双美目眨也不眨，紧紧盯着苏明炼丹。往昔他虽说已看过苏明炼丹，可今日这般细细瞧来，只觉其手法精妙绝伦，堪称神乎其技。与紫云宗内那些平日里被众人奉为炼丹大拿的长老相比，苏明这手段简直甩出他们10万8千里，强到没边了。这等炼丹之术，放眼世间，怕是打着灯笼都难寻啊！子琼心中暗自惊叹。他身姿婀娜，亭亭玉立在一旁，微风轻拂，发丝飘动，愈发衬得她娇美动人。此刻，她那绝美的脸庞上满是惊叹之色，眼睛里仿佛有星辰闪烁，一瞬不瞬地追随着苏明的一举一动。时光悄然流逝，苏明操控着紫月炉，以紫灵火为引，全身心投入炼丹。那紫月炉身幽光闪烁，符文流转，似在吞吐天地灵气。紫灵火熊熊燃烧，火焰呈诡异的紫色，散发着炽热高温，却又透着丝丝寒意。苏明双手飞速结印，一道道玄奥法诀打入炉中，随着法诀的融入，炉内丹药的气息愈发浓郁。终于，轰的一声，炉盖飞起，2枚丹药升腾而出，正是解毒丹，一为内丹，一为外丹。宗主，快服下这内丹。苏明神色凝重，将内丹递向子琼。子琼美目流转，恰似一汪清泉，波光潋滟间，风情万种。他素手轻抬，接过那枚珍贵的内丹，
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服下。而后他动作极为自然地转过身，背对苏明。只见他双手轻轻一动，衣物如花瓣般悄然滑落，瞬间那如羊脂美玉般的美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苏明眼前。苏明瞧得这般场景，目光一凝，心中虽有些许慌乱，却也迅速镇定下来。他急忙伸手拿起那外丹，运足灵力将其瞬间碾碎。外丹化作药膏，他手法轻柔，却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果断，开始往子琼背上涂抹。每一下涂抹都有一股奇异的灵力随之涌动，仿若灵动的精灵朝着子琼体内残余的九阴血煞毒而去，欲将其彻底驱除。随着药膏的渗入，子琼只觉一股暖流从背后涌起，体内那残余的九阴血煞毒似被一股强大力量拉扯，开始躁动起来。他气息不断攀升，娇躯微微颤抖，周围的灵气也随之疯狂涌动。啊！子琼忍不住轻呼出声，美目紧闭，贝齿紧咬下唇，显然正承受着巨大痛苦。苏明眉头紧皱，手中动作不停，口中轻声安慰：“宗主，再忍一忍，马上就好。”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努力，那残余的九阴血煞毒终于被成功驱除。子琼气息陡然变得强大无比，浑身散发着璀璨光芒，神采照人。他猛地转身，美目含泪，惊喜地抱住苏明，声音颤抖：“苏明，多谢你，终于帮我摆脱了这折磨我许久的九阴血煞毒。”苏明只觉脑袋被一股绵软温热紧紧裹住，呼吸瞬间艰难起来。这可如何是好？他内心疯狂呐喊，却又哪敢发出半点声音，只能拼了命地憋着气，脸色憋得愈发涨红。子琼呢，先是惊喜的眼眸发亮，可刹那间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如梦初醒般，脸上瞬间飞起一抹娇羞，哪还敢直视苏明。他慌乱得如同受惊的小鹿，双手忙不迭地抓起衣裙，动作快得离谱。一个转身，已然穿上，风姿绰约，风采照人。不能这般失态，我可是宗主。子琼在心底告诫自己，努力挺直腰杆，试图找回往昔那高高在上的宗主威严。可那脸颊却似被天边的火烧云染过，红得发烫，根本没法消退。苏明这边好不容易从那要命的窒息感中挣脱出来，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怪哉，这空气竟似加了蜜般香甜。他心中满是疑惑，却又隐隐有种莫名的欢喜在心底蔓延。子琼的心此时还如小鹿乱撞，砰砰直跳。恰在这时，大殿外一道急切的声音骤然响起：“宗主，大事不好，血煞门那帮家伙又来拜山踢宗了。”血煞门这拜山踢宗之举，纯是来找茬的。弟子对弟子，长老对长老，分明是想借看似正道的手段，狠狠打残咱紫云宗的气势，而后便能轻松将整个紫云宗一口吞下。子琼柳眉微蹙，俏脸满是忧色，他这般说道。子琼生得极为貌美，肌肤赛雪，双眸宛如秋水，顾盼间风情万种。此刻那动人姿态中满是对宗门危机的忧虑。血煞门那群家伙修炼的皆是魔道功法，战斗力通常比咱们紫云宗的弟子强上不少。如此一来，咱们紫云宗着实难以与之抗衡了。他微微摇头，心中满是无奈与焦急。宗门危在旦夕，可这局面却如此棘手。但这种拜山踢宗的挑战，咱们紫云宗又绝无可能不应战。一旦不应，咱们紫云宗在这玄界可就彻底颜面扫地，沦为笑柄了。子琼咬了咬下唇，美目中闪过决然之色。即便前路艰难，宗门也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迎接这场危机。苏明神色傲然，猛地一甩袖袍，朗声道：“宗主不必忧心，以我如今实力，横扫血煞门弟子不过是小菜一碟。只是血煞门的长老与门主，不知我紫云宗能否应对。”子琼本正端坐着，听闻此话，美目瞬间亮起，噌的一下站起身来。她身姿丰盈，一袭紫色长裙随风轻摆，美得惊心动魄。此刻她柳眉微扬，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笑意，开口道：“苏明，你有所不知，我紫云宗长老实力向来稳压血煞门长老一头。那血煞门修炼魔道功法，看似前期战斗力爆表，实则暗藏大患，功法副作用极大，一旦修炼到后期，战力非但无法提升，反倒大打折扣。而我紫云宗修炼的乃是正道功法，讲究稳扎稳打，随着修为日益精进，到了后期威力远超血煞门。”子琼说着，美目闪过一丝愤懑，语气也不自觉加重：“想当初若不是中了血煞门那卑鄙小人的埋伏，就凭血煞门门主怎会是我的对手？”苏明目光坚定，开口道：“既然如此，宗主，我决定为紫云宗出战。”子琼眼中闪过一抹惊喜，忙应道：“好，苏明，我果然没看错你。此战之后，宗门宝物任你挑选。”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或是你有其他任何要求，提出来，宗门也定当满足。”子琼话落，脑海中却莫名闪过些旖旎念头，万一苏明要我
做点什么，那可如何是好？这般想着，他绝美脸庞上瞬间闪过一抹羞红，恰似春日里初绽的桃花，娇艳欲滴。他微微垂手，连忙遮掩这一抹失态，心中却如小鹿乱撞般砰砰直跳。山门之外，人潮仿若翻涌的怒海，汹涌如织。紫云宗与血煞门的弟子们身着各异服饰，泾渭分明地对峙着。那些长老们个个气息沉凝，仿若蛰伏的凶兽，随时准备择人而噬。整个现场的氛围恰似紧绷到极致的弓弦，剑拔弩张，稍有不慎便会引发一场惊世大战。瞧那血煞门的明啸天，通明9层的修为简直狂到没边儿，就你们紫云宗也敢跟我血煞门叫板？明啸天满脸不屑，嘴角一勾，狂傲地吼道：来一个我揍趴下一个。话音刚落，又一名紫云宗弟子被他一拳轰飞，重重摔在地上，生死不知。短短片刻，竟已有7位紫云宗弟子惨遭毒手，躺在地上呻吟不止。紫云宗的弟子们个个怒目圆睁，却又敢怒不敢言。血煞门众人则气焰滔天，仿佛这天地都在他们脚下。哼，紫云宗不过如此吗？明啸天双手抱胸，仰天长啸，那笑声好似要将这苍穹震破。紫云宗的长老们眉头拧成了麻花，满心都是无奈与焦急。这可如何是好？派出去的可都是内门的精英弟子啊！一位长老低声叹道，满脸的愁容。是啊，这明啸天实力太过强横，我宗弟子根本不是对手。另一位长老附和着，眼中满是忧虑。他们心里清楚，再这样下去，紫云宗的颜面可就彻底扫地了。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实力上的差距犹如一道天堑，难以跨越。难道我紫云宗今日就要受这等奇耻大辱？一位年轻弟子忍不住低声嘶吼，紧握的双拳，眼中满是不甘。然而回应他的只有血煞门众人更加放肆的嘲笑。哈哈哈，紫云宗的孬种们，有本事就再来啊！明啸天张狂地叫嚣着，那模样简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就在这时，苏明仿若一颗天外流星，猛地从天而降。其身姿挺拔，神色之中透着一股狂傲劲儿，比那明啸天更甚，简直嚣张到了极点。只见他大大咧咧地比出一个手势，满脸不屑，那手势分明就是在赤裸裸地表达对血煞门的瞧不起。紧接着他口出狂言，在场血煞门的弟子听好了，你们一起上，我苏明一人便能将你们所有弟子打残。苏明这话如一道惊雷，瞬间在这片天地炸响。紫云宗的弟子们当场就蒙圈了，一个个眼睛瞪得滚圆，满脸写着不可思议。我去，咱紫云宗内竟藏着这等猛人，之前咋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完全没看出来啊！血煞门一方先是集体一致，像是被人施了定身咒下一秒，哄堂大笑爆发，声浪滚滚。哈哈，这小子怕不是脑子被驴踢了，抽风了吧？就是，简直不自量力到姥姥家了，都不知道死字咋写，也不拿秤砣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敢在咱血煞门跟前大放厥词，真当我们是吃素的？血煞门弟子们你一言我一语，那嘲笑的话语好似汹涌潮水，一波又一波的拍来。他们脸上嘲讽之色浓郁的都快溢出来了，看向苏明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不知死活、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明啸天眼眸中凶光毕露，手中长剑陡然一颤，刹那间鲜红邪力如汹涌血浪，裹挟着滚滚血气向着苏明疯狂扑去。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看我一剑废了你的丹田！明啸天怒吼出声，那声音仿若从九幽地狱传来，满是怨毒与狠辣。苏明神色平静，仿若眼前这汹汹攻势不过是小儿科。只见他随手挥出一剑，看似轻描淡写，却蕴含着无尽威势。哼，就凭你也想伤我？苏明心中暗自冷笑，这一剑他已然掌控全局。下一刻变故陡生，明啸天只觉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轰然撞来，自己的丹田之处仿若被一座巍峨大山狠狠碾压。砰！一声巨响，仿若平地炸响惊雷。明啸天的丹田刹那间破碎，就好似那脆弱的琉璃被一股无可抵御的恐怖力量瞬间轰碎。他整个人瞬间化作断了线的风筝，毫无反抗之力，被重重击飞出去。在空中他划出一道凄厉的弧线，那姿态满是绝望与不甘。紧接着重重的翻滚倒地，激起大片尘土。明啸天满脸绝望，眼睛瞪得滚圆，那眼眸之中满是无法置信的惊骇之色，仿佛见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之事。这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落败，还被废掉了丹田？明啸天内心疯狂咆哮，声音在他脑海中不断回荡，震得他脑袋都嗡嗡作响。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精心准备的杀招，耗费无数心血，凝聚无数时日，为何在苏明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就好似纸糊的一般，轻易就被苏明撕碎。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如何能甘心？血煞门的弟子与长老们一个个呆若木鸡，眼睛瞪得滚圆，满脸皆是不可置信之色。他们的嘴巴大张，仿佛能塞进一个拳头，脑海中不断回荡着刚刚那一幕，怎么也无法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竟如此恐怖。这怎么可能？一名血煞门长老颤抖着声音，满脸的难以置信，身体都跟着晃了2晃。而紫云宗这边，宗门弟子与长老们同样震惊得无以复加。他们先是愣在原地，好似被施了定身咒，紧接着狂喜如汹涌潮水，瞬间将他们淹没。师兄，太牛掰了！师兄无敌！这实力简直逆天啊！弟子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震得周围空气都嗡嗡作响。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与骄傲，看向苏明的眼神中满是崇拜。长老们也不住点头，眼中闪烁着欣慰与惊喜的光芒。此子将来必成大器。一位长老抚着胡须，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几分激动。哼，苏明这家伙竟如此张狂，让我血煞门丢尽颜面。血煞门中一位长老面色阴沉，声音仿若九幽寒风般凛冽。旋即他目光如刀，落在一名弟子身上，怒声喝道：涂宇涛，你去会会那紫云宗的苏明，务必将其废掉，以学我血煞门之耻。通明9层的涂宇涛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森冷笑意，向前踏出一步，周身气息瞬间爆发，恰似汹涌澎湃的黑色浪潮，滚滚翻涌。长老放心，那苏明既敢挑衅我血煞门，定让他付出惨痛代价。说罢，涂宇涛周身灵力疯狂汇聚，双手舞动间，暗血九泉之威悄然酝酿。这暗血九泉乃血煞门不传之秘，每一拳出皆裹挟着无尽暗血之力，威力恐怖至极。此刻涂宇涛气势如虹，比起之前的明啸天竟强大数倍有余。同为通明9层，可涂宇涛明显更胜一筹，其周身萦绕的黑色血光仿若来自地狱的火焰，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血煞门那一群弟子跟长老脸上满是狂傲，张嘴就嚷嚷：咱血煞门涂宇涛一上场，那不是稳赢吗？就紫云宗那些弟子再怎么蹦跶，能强得过涂宇涛，简直是白日做梦。咱涂师兄那可是修炼了暗血九泉，威力恐怖如斯，紫云宗的人碰上，那不得被揍得找不着北。反观紫云宗这边，弟子们眉头紧皱，满脸担忧。苏明师兄此战胜算如何啊？血煞门那暗血九泉可是出了名的凶狠。是啊，苏明师兄可得小心了，千万别着了他们的道。长老们一时神色凝重，朝苏明叮嘱：苏明，此番对战血煞门涂宇涛，切不可掉以轻心。暗血九泉刚猛无匹，你需谨慎应对。那涂宇涛在血煞门中素有威名，手段狠辣，你务必小心他暗中使诈。苏明心中暗自思忖，血煞门向来嚣张跋扈，此番定要让他们知晓，紫云宗绝非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涂宇涛口中暴喝，身形如电，瞬间冲向苏明，右拳裹挟着黑色血光，带着一往无前之势狠狠砸出，空气在其拳下竟被生生撕裂，发出刺耳的尖笑声。苏明屹立原地，身形纹丝未动，随手一剑挥出，干净利落，仿若行云流水，不带丝毫拖沓。噗！只见涂宇涛那惨绝人寰的叫声瞬间响起，其丹田刹那间被废，他整个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毫无生机的重重砸落在地。此刻涂宇涛的脸上绝望如同潮水般翻涌，眼眸之中恐惧更是如同实质化的黑暗，疯狂肆虐他声嘶力竭的吼道，那声音仿若要冲破天际。这混蛋怎么可能？他绝对不是通明境，分明是退凡境啊！众人闻言刹那间呆若木鸡，谁能想到这个平日里看着平平无奇的内门弟子苏明，竟已悄然进阶到了退凡境。人群中那些熟知苏明的弟子更是惊得合不拢嘴。天哪，之前苏明才通明境7层啊，这眨眼间竟直接踏入退凡境，这怎么可能？这也太离谱了吧！是啊，这修炼速度简直堪称妖孽，我等拍马都赶不上。众人交头接耳，满脸皆是难以置信之色，周遭空气仿若都因着震惊的情绪而微微震颤起来。大胆，竟敢如此坑害我血煞门！血煞门长老怒目圆睁，声若雷霆，那模样好似要将人活吞了一般。苏明怡然不惧，冷哼道：怎么，只许你血煞门欺负我紫云宗，不允许我紫云宗还手了？要么就滚，要么就挨打！血煞门长老脸色铁青，冷哼一声：哼，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还真当我血煞门好欺负。长老大手一挥，高声喝道：侯秋灵，给我上场，让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见识见识咱们血煞门的厉害。只见一道黑色身影如鬼魅般飘然而至，正是侯秋灵。他身着紧身黑色劲装，
将那玲珑有致的身材完美勾勒，一头乌黑长发肆意飞舞，好似墨色的绸缎，肌肤赛雪，双眸狭长而锐利，透着森冷寒意，周身杀气萦绕，仿佛从九幽地狱而来的死神。这侯秋灵乃是血煞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退凡境2层的修为，在门中也算小有名气，死在他剑下的冤魂不知凡几。侯秋灵玉手一翻，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出现在手中，剑身之上符文闪烁，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他阴唇轻启，声音冰冷刺骨：我手中之剑无情无义，出鞘必饮血，今日要么生死相搏，要么你们自己滚下去。那语气好似高高在上的女王，不容任何人忤逆。苏明见状，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羁的笑容，身上气息陡然一变，退凡境3层的强大威压瞬间弥漫开来。他目光灼灼，直视侯秋灵，朗声道：我苏明向来不欺负女人，你若此刻认输，还能体面的退下，不然等会儿动起手来，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只见其自信满满，眼前的侯秋灵根本不足为惧。侯秋灵抬眸，目光触及苏明，刹那间脸上寒霜凝固，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他心中惊涛骇浪翻涌，这苏明年纪轻轻竟已是退凡境3层修为，怎么可能？要知道他在血煞门一众弟子里修为堪称顶尖，为达这般境界，他以血煞门秘术为凭，付出诸多代价，历经无数艰辛，才艰难攀升至此。可如今苏明修炼的不过是正道功法，凭什么能比自己提升还快？这简直荒谬至极。侯秋灵越想越气，心中妒火熊熊燃烧，烧得他理智几近丧失。他杏目圆睁，狠狠瞪向苏明，那眼神好似要将苏明生吞活剥。哼，修为高又怎样？战力才是王道。他在心底暗自冷哼，我在血煞门历经磨砺，手段狠辣，岂是你这修炼正道功法的小白脸能比的？今日定要让你知道，在我面前你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乖乖受死吧。一旁血煞门的弟子们一个个瞪圆了眼睛，那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了。我去，这紫云宗的苏明居然是退凡境3层的修为，这也太离谱了吧。一名血煞门弟子惊得下巴都快掉了，满脸的不可置信。长老们一时神色骤变，眉头拧成了麻花，心中暗忖，这紫云宗何时冒出这般恐怖的天才弟子，这以后可不好对付啊。反观紫云宗这边，众人起初也是惊愕的合不拢嘴，可很快便只剩下麻木了。哎，苏明这修为提升的速度简直像坐了火箭啊，我等望尘莫及。一位紫云宗弟子无奈的摇头叹息，满脸的羡慕嫉妒。是啊，如今的苏明那妥妥的是咱们内门弟子第一人，无人能及。另一人附和着，眼中满是敬畏。战斗开始。侯秋灵美眸含煞，手持利剑，娇喝一声：今日便让你见识我血煞门剑道秘法之威。刹那间周身血气翻涌，仿若血海倒卷，滚滚血气凝于剑上，正是血煞门的祭剑术。其身姿灵动，衣袂飘飘，宛如暗夜中夺命的仙子，气势汹汹朝着苏明杀来。苏明神色淡然，仿若眼前这汹涌攻势不过是小儿科。哼！他轻哼一声，随手挥出一剑，正是诛邪9剑。只见一道凛冽剑气呼啸而出，仿若开天利剑，所过之处空间震荡，发出嗡嗡声响。那剑气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瞬间撞上侯秋灵凝聚的血气剑光。轰！二者碰撞，爆发出震耳欲聋之声，光芒刺目，仿若2颗星辰对撞。侯秋灵的血气剑光在这凌厉剑气之下，竟如冰雪遇骄阳，瞬间消融。怎么可能？侯秋灵瞪大了美目，满是不可置信，心中更是慌乱如麻。自己全力施展的秘法，竟被对方如此轻易破去。还未等他回神，苏明的剑气余威已至，如同一道无形大手，瞬间笼罩住他。不！侯秋灵绝望大喊，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那剑气侵入他体内，肆意破坏他的经脉，修为如决堤洪水，迅速流逝。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重重摔落在地，一脸茫然。为何他会如此强大？我竟连他一剑都接不下。侯秋灵心中满是不甘与绝望，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何苏明的实力会恐怖到这种地步？这怎么可能？血煞门长老面皮涨得紫红，双眼瞪得滚圆，仿若铜铃，满是不可置信。他眼睁睁瞧着自家一众弟子竟被这苏明一人死死压制，就连门中最为厉害的侯秋灵也在苏明手中瞬间败下阵来，毫无还手之力。此刻其余血煞门弟子个个噤若寒蝉，哪还敢发出半点声响？那长老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烧得愈发旺盛，好似要将胸膛都给撑破。他咬着牙，腮帮子一股一股的恶狠狠地瞪向苏明，那眼神仿佛要将苏明生吞活剥了一般。小子，你给我等着！
长老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吼道，声音中满是怨毒，仿若从九幽地狱传来。今日我定要让你知道招惹我血煞门的下场。说罢，他衣袖猛地一甩，周身灵力激荡，空气都被震得嗡嗡作响。紧接着他飞速取出一块传讯玉佩，手指在上面急速点动，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知给了血煞门的其他长老。哼，你们速速带领门中精锐弟子赶来，这小子太张狂，今日非得将他给废了不可。长老对着玉佩压低声音，却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苏明神色淡然，仿若未将长老的威胁放在眼里。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静静地看着长老的一举一动。那长老见状，心中更是恼怒，上前一步，指着苏明大声喝道：你莫要得意，等我血煞门的援兵一到，便是你的死期。苏明轻笑一声，不紧不慢地开口：是吗？那我便在此静候各位大驾光临，到时候来多少我废多少，看你血煞门有多少弟子给我废。苏明一边说着，一边径直走向之前被他废掉的血煞门弟子。他二话不说，伸手就去扒拉那些人的空间戒指，一个接一个，动作麻溜得很。血煞门众人见状，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一个个气得浑身发抖，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苏明可不管他们那喷火的眼神，收完戒指后，就在血煞门众人面前大剌剌地清点起来。啧，才不到200万灵石，血煞门所谓的精英弟子，就这，也太穷酸了吧！苏明撇了撇嘴，满脸嫌弃。这话一出，血煞门那边瞬间炸开了锅。这小子太过分了，简直不把我们血煞门放在眼里。今日之辱，他日定要1000倍奉还。血煞门众人怒目圆睁，纷纷破口大骂，那架势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上来将苏明生吞活剥。反观紫云宗一方的弟子，一个个在暗中叫好，脸上洋溢着因苏明获胜而带来的强烈荣誉感。苏师兄威武，这一手干得漂亮。就是血煞门平日里嚣张惯了，这下可算被狠狠收拾了。紫云宗弟子们小声议论着，眼神中满是对苏明的崇拜与敬佩。不多时，一声惊呼，仿若平地炸响的惊雷，瞬间打破了此地的平静。血煞门的人来了！只见远处一道血光裹挟着滚滚煞气汹涌而来，为首之人正是血煞门内门长老李哲。此人身着一袭血色长袍，随风猎猎作响，仿佛被鲜血浸透，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在他身后，10来个血煞门内门顶尖弟子，个个气息雄浑，血气仿若实质化的烟雾环绕周身，杀意凛然，好似从地狱爬出的恶鬼。李哲刚一现身，那恐怖的压迫感便如泰山压顶般朝着紫云宗众多弟子汹涌扑去。紫云宗弟子们顿感呼吸困难，面色煞白，不少人脚步踉跄，险些站立不稳。反观血煞门的其他弟子，此刻却纷纷露出狰狞笑意。哈哈，看看这些紫云宗的孬种，被咱们长老的气势吓得腿都软了。那可不，咱长老带来的可都是咱们血煞门的顶尖人物，哪个不是凶神恶煞般的存在？没错，他们每个人手上至少都有上千条人命，修为高不说，手段更是狠辣到极致。这次紫云宗的人可有苦头吃喽！血煞门弟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言语中满是嚣张与不屑，那得意劲儿仿佛已经将紫云宗众人踩在了脚下。苏明目光一凝，眼前这人竟是血煞门的李哲长老，此前追杀他的便有这老货。李哲意识一怔，旋即认出苏明就是那无法无天让他恨得牙痒痒的小子。混账东西！李哲瞬间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话语刚落，其退凡境巅峰的恐怖修为如汹涌潮水般爆发，那气势简直要将这天地都给掀翻，直接朝着苏明扑杀而来，全然不顾什么长老颜面，此刻唯有满心杀意，欲将苏明碎尸万段而后快。李哲你个老匹夫，脸都不要了，身为长老竟对我宗弟子出手！紫云宗内门沈万枪长老在第一时间拔地而起，如同一道黑色闪电，瞬间便挡在了血煞门李哲长老身前，其声若洪钟，响彻天地间，带着无尽的怒意。李哲却仿若未闻，双眸中寒芒闪烁，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苏明，仿若要将其生吞活剥一般，口中厉声喝道：这混账小子罪该万死！抢我血煞门灵药堂与灵石堂2个分堂堂口，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沈万枪一愣，有些意外地瞟了一眼苏明，他压根没想到苏明竟然干出了这种离谱的事情来。但紧接着他便是冷哼一声，周身灵力瞬间爆发，强大的威压如潮水般向李哲涌去，大有将其彻底碾碎之势。哼，血煞门何时如此霸道了？抢了便是抢了，那又如何？想杀我宗弟子，先过我这一关！李哲脸色一沉，周身血煞之气滚滚涌动，如同一片血海在翻涌咆哮，那浓郁的血腥气息令周围空间都为之扭曲。他全力运转灵力，试图挣脱沈万枪长老的牵制，口中怒吼道：
沈万枪，你莫要多管闲事，今日谁也救不了这小子。沈万枪长老神色冷峻，身形屹立如山，手中长枪一抖，枪尖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仿若一轮烈日，将周围血煞之气驱散几分。就凭你，也想从我手中带走苏明？今日你便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儿。更何况之前宗主子琼就传音给他叮嘱过，绝不能让人伤了苏明半分。沈万枪目光坚定，再次加大灵力输出，一道道灵力符文从其体内涌出，环绕周身，将李哲彻底封锁。李哲见状，心中愈发愤怒，他疯狂地运转功法，血煞之气愈发浓郁，整个身躯都被染成了血红色，仿若一尊从地狱爬出的魔神。他在原地怒喝连连，双脚猛地一跺，地面瞬间崩裂，一道道巨大的裂痕如同蛛网般向四周蔓延。苏明，你给我等着，今日之仇，今日必报。李哲瞪着苏明，那眼神中充满了怨毒与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原地愤怒地咆哮着。周遭一位位血煞门弟子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惊叫道：我滴个乖乖，那可是血煞门的灵药堂和灵石堂啊，虽说只是分堂口，可也有退凡境长老坐镇，这苏明竟一个人就给打劫了，牛掰大发了。是啊，这等壮举咱想都不敢想，他到底咋做到的？另一弟子附和，眼中满是艳羡，他这一趟身上怕是揣满了灵药和灵石。咱血煞门前段时间吞并了好些小宗派，抢了超多资源，各堂口都分了不少，这下可好，全便宜苏明了。紫云宗这边弟子们亦是震撼的合不拢嘴，苏明他竟孤身闯血煞门，还能毫发无损的回来，顺带抢走大批宝贝，这简直逆天了，我做梦都不敢编排这么离谱的剧情。就是这等胆量和实力，咱拍马都赶不上，太让人惊叹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看向苏明的目光中满是敬畏与震撼。此刻周围气氛凝重的好似能滴出水来，众人脑海中不断回想着苏明单枪匹马闯入血煞门的画面，久久无法回神。李哲心中那叫一个窝火，本以为拿捏苏明是手到擒来，哪晓得这小子竟如此难缠，尝试了各种手段，愣是拿苏明毫无办法。再看那紫云宗神长老，如同一座巍峨高山，横亘在前，自己根本冲不开其拦截。他娘的！李哲心中怒骂一声，眼眸中闪过一丝阴狠。他转头看向身旁的驴萧凌，这驴萧凌乃是他带来的得力弟子，一身退凡境4层的修为，实力在同辈中也算不俗。萧凌，李哲咬着牙，声音低沉且充满恨意地说道：给我把苏明那小子往死里杀，今日定要让他血溅当场，以解我心头之恨。驴萧凌微微躬身，眼中闪过一抹嗜血的光芒，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师尊放心，这苏明今日插翅难逃，定让他知晓得罪师尊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驴萧凌退凡境4层修为，领命上台，周身气势仿若汹涌狂潮，滚滚散溢。他手中紧握着一根白骨棍，那白骨棍幽光闪烁，似在展示着往昔的杀伐与血腥。此刻驴萧凌冷眼斜睨，目光如刀般刺向苏明。苏明，今日便让你知晓我驴萧凌的厉害，还不速速跪下受死？驴萧凌声音冰冷，仿若来自九幽地狱，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驴萧凌心中暗忖，哼，这苏明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今日定要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也让那些小瞧我血煞门的人看看我血煞门的手段。他一边想着，一边将手中白骨棍随意的在手中转动，那姿态尽显张狂与不屑。周围众人瞧得这般情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无不为苏明揪着一把汗。这驴萧凌身为血煞门的巅峰弟子，那修为可是远超苏明，他修炼的血煞门魔道功法更是邪性的很，战斗力在同级别中堪称恐怖，完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苏明呢，修为逊了一筹，这要对上驴萧凌，谈何容易？众人心中皆是这般想着。血煞门那边的家伙们个个眼睛放光，满心期待着驴萧凌能一举将紫云宗的苏明给收拾了。哈哈，这一战毫无悬念，苏明那小子今日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驴萧凌师兄出马，那苏明还不得灰飞烟灭？看他之前还敢那么嚣张，竟已有几个家伙按捺不住，提前欢呼起来，仿佛这场战斗的结局早已注定，苏明必败无疑。苏明丝毫不惧，嘴角一勾，那笑容狂放的没边儿。想动我，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言罢，手中长剑一横，周身气势瞬间拔升。今日便让你见识下何为无敌。诛邪九剑。说时迟，那时快，苏明身形一闪，施展出九阴神形，整个人仿若鬼魅，速度快到极致，带起一道道残影。手中长剑挥舞，剑影漫天，每一道剑影都裹挟着恐怖的力量，似要将天地都撕裂开来。驴萧凌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刚想有所动作，却发现自己已然被苏明的剑气锁定。怎么可能？驴萧凌喃喃自语，
心中满是恐惧与绝望。他试图抵挡，可苏明的攻击来得太过迅猛，根本容不得他有半分喘息之机。这是什么剑法？吕霄林惊声怒吼，却无济于事。只见苏明手中长剑光芒大盛，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呼啸而出，直接朝着吕霄林斩去。剑气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层层涟漪，威力恐怖，如似吕霄林想要躲避，可那神级身法九阴神行之下，苏明的攻击如影随形。噗！一声闷响，剑气斩在吕霄林身上，他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落地之时，吕霄林口吐鲜血，眼神中满是震惊与不甘。我竟败得如此彻底。吕霄林心中满是绝望，到现在他都没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落败的。而苏明手持长剑，傲立当场，眼神中满是不屑。就这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周围的弟子们见到这一幕，皆被惊得瞪大了双眼。苏明竟如此生猛，一如既往的无敌啊！是啊，不管谁上来挑战，都只有被碾压的份儿。弟子们的惊呼声此起彼伏。苏明那冷峻的目光缓缓扫向谢煞门剩下的几个巅峰弟子。此刻他心中暗自思忖，这些对手虽实力不凡，却也难以对自己构成真正的威胁，一场场战斗下来，着实有些倦意了。这般想着，苏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带着几分狂傲的笑意，开口说道：我累了，你们几个一起上吧，省得我一个个收拾麻烦。那几个血煞门巅峰弟子听闻此话，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其中一人怒目圆睁，脸上的肌肉因愤怒而微微颤抖，大声吼道：苏明，休要张狂！你莫不是觉得我们血煞门无人，竟敢如此小觑我们？另一人也是紧握双拳，咬牙切齿道：哼，今日定要让你为这番狂言付出惨痛代价。苏明见状不怒反笑，笑声中满是不屑：那就放马过来，让我看看你们血煞门还有何能耐。与此同时，李哲惊呼出声，那苏明竟又使出之前戏耍咱们一众长老的诡异步伐。血煞门里长老神色骤变，厉声嘶吼，众弟子听令，不可上台，速速撤退。长老，我们凭什么退？有弟子满脸不服，大声叫嚷：他苏明不过一人，竟敢挑衅我们这么多人，怕他作甚？刹那间，诸多弟子热血上头，纷纷纵身一跃，跳上比武台。游洛尘退凡境5层，此刻手持长剑，剑刃寒光闪烁，透着一股凛冽杀意，身姿挺拔，仿若一柄出鞘利刃。龚如云同样退凡境5层，手中大刀散发着古朴厚重气息，他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苏明，肌肉紧绷，蓄势待发。眨眼间，连同他们在内，足足7人威风凛凛地站在台上，将苏明团团围住，大有将其一举拿下的气势。都给我下台！李长老急得跳脚，脸色涨红，再次大声呵斥。然而苏明怎会给他们机会？他双眸瞬间闪过一抹寒芒，恰似暗夜流星划过，冷声道：既已上台，那就别走了。话音刚落，他身形陡然一动，施展出那令人胆寒的诛邪9剑。只见他手中长剑舞动，剑影重重，仿若漫天剑雨倾盆而下，每一道剑影都裹挟着恐怖剑气，似要将空间撕裂。与此同时，他脚下施展9阴神行，步伐诡异莫测，身形如鬼魅般飘忽，时而如苍鹰搏击长空，时而似灵蛇蜿蜒游走。那7人只觉眼前一花，根本捕捉不到苏明的身影。砰砰砰，一连串闷响传来，不过眨眼间，那7人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纷纷倒飞出去。他们手中兵器早已脱手，身体重重砸在地上，口中鲜血狂喷，眼神中满是恐惧与难以置信。全场瞬间陷入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满脸惊骇之色。这怎么可能？苏明竟如此强横，这7人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台下众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眼神中满是对苏明的敬畏与震惊。很显然，弟子级别的对手在苏明面前早已如蝼蚁一般不堪一击。混账！李长老眼眸欲裂，那吼声仿若要将苍穹震碎。这些皆是我血煞门未来的擎天玉柱，竟被苏明那小崽子尽数废掉。心中的怒火好似无尽的岩浆，瞬间将理智焚烧殆尽。他整个人仿若癫狂的魔神，转身便朝着阻拦他的紫云宗神长老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沈万枪，今日若不将苏明交出来，我血煞门定要将你紫云宗夷为平地。李长老一边疯狂咆哮，一边施展出各种诡异而凌厉的功法，一时间血光漫天，煞气流窜，仿佛要将这方天地都拖入无尽的深渊。沈长老神色冷峻，衣袂飘飘，面对李长老的疯狂进攻，不慌不忙。只见他双手快速结印，一道道凌厉屏障凭空浮现，将李长老的攻击尽数挡下。每一道攻击撞在屏障上，都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仿若星辰碰撞。李哲，莫要在此撒野。沈长老沉声道，
声音仿若洪钟，带着无尽的威严。苏明既已拜入我紫云宗门下，便是我宗弟子，岂容你血煞门随意处置？李长老闻言愈发愤怒，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身前的虚空。好一个紫云宗，今日之仇，我血煞门记下了。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四周，带着血煞门众人，如同丧家之犬般狼狈地败走。血煞门这群孬种也有今天。苏明师兄威武！紫云宗众多弟子见状，顿时欢呼雀跃起来，那欢呼声仿若滚滚天雷，直冲云霄。苏明抬眸直直看向沈长老，满脸疑惑，脱口问道：多谢沈长老刚才护持，但是咱为何不乘胜追击，直接把他们永远留在此地？沈长老闻言缓缓仰头，目光投向天际远方，神色间满是担忧，沉声道：唉，宗主此刻已然与血煞门的门主激战正酣，这一战的胜负关键可不在于咱们这儿。咱就算再怎么折腾，到最后恐怕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要知道，一个宗门的至强者之间的对决，那才是重中之重啊！苏明听后心中顿时了然，可眉头却仍不自觉地皱上，隐隐透着担忧。但他心里也清楚，光担忧没啥用，当下念头一转，暗自思忖：罢了，我还是先回去潜心修炼，提升自身实力才是正途。在一众弟子满含恭维的目光中，苏明身姿挺拔，大步离去。与此同时，锦云峰上一位弟子满脸忧色，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那苏明的战力实在是恐怖如斯，竟能一人独压血煞门所有弟子。是啊，一旦他彻底成长起来，咱们锦云峰怕是又一弟子接话，话语中满是惶恐。徐景轩长老负手而立，面色阴沉似水，内心不断翻涌。这苏明短短10日，实力竟恐怖至此，他若崛起，我锦云峰一脉怕是再无宁日。师尊，如今之计该如何是好？有弟子焦急问道。徐景轩目光一寒，冷冷道：绝不能让他活下去，必须趁他羽翼未丰，将其抹杀。与此同时，恒云峰上亦是一片凝重氛围。那苏明简直是个怪物。孔家佑长老怒目圆睁，仿佛要喷出火来。师尊，他如此强势，日后必成大患。一旁弟子附和道。孔家佑心中暗自盘算，这小子成长速度太过逆天，若不早除，我恒云峰一脉恐怕要被他踩在脚下，永无翻身之日。哼，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爬到我们头上。孔家佑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抹狠辣。恰在此时，徐景轩的传音入密到了孔家佑耳中。孔长老，苏明一事不可小觑，不如你我联手将其坑杀，如何？孔家佑眼中寒芒一闪，迅速回道：正合我意，此子不除，你我寝食难安。好，那便约定10日，带着峰上精锐弟子，寻机将他一举击杀。徐景轩斩钉截铁道。一言为定。孔家佑应道。两大长老达成共识，徐景轩心中想着苏明被铲除后的景象，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阴冷的笑意。苏明，你的死期不远了。孔家佑同样握紧了拳头，暗暗发誓，这一次定要让你万劫不复。苏明刚踏入洞府，便见那身姿婀娜的冯玉荣师姐身着长老服饰，袅袅婷婷立在那里。她身段妩媚，胸脯高耸，柳腰纤细，当真是风情万种。师弟师姐，我可算是盼到你回来了。冯玉荣莲步轻移，声音娇柔：师姐，我通过了宗门长老考核，如今已然是一名外门长老了，往后只要修为突破到退凡境5层，再经考核便能成为内门长老，自己开辟一峰呢。今后师弟你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尽管跟师姐说哦。现在师姐可是一名长老，权力可大着呢。说着，他美目含嗔，瞥了苏明一眼：师弟啊，你就只晓得闷头修炼，回了宗门也不知道去找师姐，可真是伤了师姐的心。苏明心头一紧，面上露出尬笑，试图掩盖那丝尴尬。师姐，实在是最近事儿太多了，我心里头可一直惦记着师姐，哪能不想去找您呢？哼，真的。冯玉荣双手抱胸，那饱满的胸脯愈发显得壮观。师姐，我可不信，你莫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牵挂，才把师姐抛在脑后？苏明忙不迭摆手：师姐，天地良心啊，我每日都在为提升实力奔波，就盼着能不丢师姐的脸。冯玉荣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算你会说话，那往后可得多来师姐那儿走动走动，莫要再让师姐等的花都谢了。说话间，冯玉荣莲步轻移，从储物袋中拿出精心制作的美食，那袅袅身姿仿若仙子临世，绝美动人。师弟，正好有时间尝尝师姐亲手做的，对修炼大有裨益呢。他朱唇轻启，声音如黄莺出谷般婉转。苏明瞧着美食，顿觉腹中饥饿，最近都在修炼，完全没好好吃过饭，接过手来便大口开吃，边吃边赞：师姐这手艺简直绝了，太美味了。
冯玉荣见苏明吃得狼吞虎咽，双颊微微泛红，恰似天边的晚霞，抬手轻轻掩面，娇羞之态尽显。苏明正吃得欢，忽然动作一滞，嘴巴也停了下来。他心中暗叫不好，神色瞬间变得僵硬。糟了，怎么回事？身体竟不受控制了。苏明内心满是惊恐，可身体却不听使唤。冯玉荣款步走到洞府门前，轻轻关上，那身姿摇曳生姿。随后他连足轻点，起身而上，凑近苏明耳畔，吐气如兰。师弟，可曾真的想过师姐我啊？苏明拼命挣扎，奈何身体仿若被定住一般，动弹不得。他望着眼前的冯玉荣，那绝美的容颜，妩媚的眼神，婀娜的身姿，心中满是不甘。我修为明明比师姐高了，怎地还是被她这般欺负？苏明满心无奈，却又无计可施。3日之后，冯玉荣莲步轻移，身姿摇曳，仿若春日里绽放的最为娇艳的鲜花。那粉嫩的脸颊上，娇羞红润之色，恰似天边的晚霞，美得令人心醉神迷。他嘴角噙着一抹满意的浅笑，款步离去。而一旁的苏明面色苍白如纸，身形摇摇欲坠，尽显虚弱之态。这般虚弱，可是他许久以来头一遭啊！苏明心中满是苦涩，暗暗发誓，往后打死我也不吃女人给的东西了。感慨间，苏明心头猛地一震，脸上瞬间浮现出难以置信之色。我这修为竟好似有所提升。他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惊喜与疑惑。此前才刚突破至退凡境3层，可此刻体内那股澎湃的力量分明昭示着他已抵达突破到退凡境4层的极限边缘。这等机缘来得如此突然，苏明眼中光芒大盛，激动的双手都微微颤抖起来。当下他二话不说，猛地探手入怀，迅速掏出数枚灵石。灵石入手，凉意沁人。苏明深吸一口气，盘膝而坐，运转起那神秘莫测的阴阳神诀。刹那间，天地灵气仿若受到某种强大力量的牵引，疯狂朝着苏明汇聚而来。灵气呼啸，在他周身形成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光芒闪烁，瑰丽非常。苏明紧闭双眸，心无旁骛，全力沉浸于修炼之中。随着阴阳神诀的运转，体内灵力如汹涌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不断冲击着那层桎梏。时间缓缓流逝，苏明额头布满汗珠，牙关紧咬，面色因用力而微微涨红。给我破！终于，苏明一声大喝，声若洪钟，响彻四周。伴随着这声怒吼，一股更为磅礴、更为强大的力量自他体内爆发而出。光芒闪耀间，苏明成功进阶到了退凡境4层。他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金芒一闪而过，随即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砰砰砰，一阵敲门声骤然在洞府外响起。小师弟，快开门啊！一道清脆甜美的声音随之传来。苏明一听便知是五师姐萧秘密。苏明赶忙结束修炼，起身打开洞府之门。只见门外萧秘密一袭淡粉色罗裙，身姿热烈，肌肤胜雪，双眸灵动似秋水，琼鼻秀挺，阴唇不点珠，此刻正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五师姐，这么晚了，找我何事？苏明问道。小师弟渴了不得了。师尊苏醒了，伤势也已经控制住了。萧秘密满脸兴奋，语速极快地说道。师尊特意吩咐我要见你，说是要好好感谢你为他寻来的青木髓呢。苏明心中一喜，脸上露出欣慰之色。太好了，师尊没事就好，那青木髓能起作用，也算没白费我一番心血。可不是吗？小师弟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快赶紧去白云大殿，师尊还等着呢。萧秘密催促道。苏明点头，整理了一下衣衫，快速地朝着白云大殿赶去。白云大殿静谧非常，唯有白薇孤身在此。白薇一袭白袍，身姿纤柔，即便此刻受伤，脸色略显苍白，却难掩那冰肌玉骨的倾城之貌，恰似寒梅傲雪，美得惊心动魄。苏明踏入殿中，恭恭敬敬行礼。师尊。白薇轻声开口，声音清冷如泉。不必多礼，上前来。苏明一言走近，白薇眼中闪过一丝感激。苏明，多亏你未为师寻来救命灵药，大恩不言谢。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为师定当满足你。苏明心中念头急转，暗自思忖，功法武技我已有所得，灵石灵药如今倒也不缺。略一沉吟，说道。师尊，弟子想要一件品阶高些的灵器。白薇闻言微微蹙眉，陷入思索。少顷，他玉手一挥，一柄灵剑凭空浮现，剑身寒气四溢，仿若霜雪凝结，正是半步化灵境级别的霜雪灵剑。此剑乃为师意外所得，今日便赠予你。白薇神色平静，声音却透着不容置疑。苏明看着那散发着凛冽寒意的霜雪灵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双手颤抖着接过。多谢师尊厚赐。苏明伸手稳稳接过那柄半步化灵境级别的霜雪灵剑。
刹那间，一股磅礴且凛冽的气息如汹涌浪潮般直灌苏明全身。他双目瞬间瞪圆，眼中满是难以抑制的惊喜。好剑！白薇微微点头，绝美容颜上浮现出一抹满意之色。好好修炼，莫要辜负为师一番心意。他声音轻柔，却又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听闻最近血煞门那帮杂碎总在宗门附近寻衅滋事，白薇美目闪过一丝厉色，你切不可外出，安心在宗门内修炼。苏明心中一暖，他知晓师尊白薇不久前受了重伤，如今实力大减，护持自己怕是力不从心。弟子明白，定不负师尊所望。苏明一脸谦逊，恭敬告退。白薇待苏明离去后，便查看起宗门其他长老发来的消息。刹那间，他的脸色陡然一僵。啥？刚在我面前那般谦逊的苏明，这小子竟已不声不响地进阶到退凡境3层了。白薇内心狂吼，满是难以置信，还把来挑事的血煞门所有弟子都揍翻了。这怎么可能？他的双眼瞪得滚圆，眼神中满是震撼。白薇整个人都呆住了，面色呆滞如木偶。我不过闭关受了刺伤，苏明咋就有了这般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既有震惊，又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想当初我招收他为弟子时，他不过才通明2层修为啊，怎么提升这么快？这是让人嫉妒啊！白薇喃喃自语，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当初见苏明时的场景。那时的苏明身形略显单薄，站在一众拜师者中不算出众，而如今短短10日，他竟已成长到如此地步，怎能不让白薇心生感慨？他的目光缓缓移向苏明离去的方向，眼神中满是复杂，有欣慰，有惊叹，亦有对未来的诸多期许。苏明刚回来，恰与隔壁的师姐萧秘密碰个正着。只见萧秘密额沾微汗，肤若凝脂，一双美目顾盼生辉，此刻正满脸笑意。小师弟来得正好，师姐，我刚打造出一柄通明境级别的灵器，你要不要呀？萧秘密声音清脆，透着股热乎劲儿。苏明闻言也不含糊，心念一动，一柄灵剑瞬间出现在手中。此剑寒光闪烁，剑身散发着丝丝寒意，正是师尊白薇刚刚赠予的双雪灵剑，已然达到半步化灵境级别。师姐多谢好意了，我已有这双雪灵剑，便不用师姐的灵气了。苏明笑着回应。萧秘密的目光瞬间被双雪灵剑吸引，原本灵动的美目瞬间瞪得滚圆，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竟是双雪灵剑！萧秘密忍不住惊呼出声，语气中满是震惊与羡慕。师尊可宝贝这柄灵剑了，平日里都极少示人，没想到竟送给小师弟你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绕着苏明踱步，眼睛紧紧盯着那柄双雪灵剑，眼神中满是艳羡，仿佛要将其看透。小师弟，你可知道这双雪灵剑，那可是接近化灵境级别的存在啊！整个宗门内这般级别的灵剑都没几把呢。萧秘密忍不住再次感叹，话语中满是对苏明的羡慕与惊叹。苏明微微颔首，脸上露出一丝谦逊的笑容，心中却暗自想着，师尊厚爱，赐予我这等至宝，定不能辜负了这份期望。而萧秘密依旧沉浸在对双雪灵剑的惊叹之中，眼神时不时的在灵剑与苏明身上来回打转，仿佛怎么看都看不够。苏明瞧着师姐萧秘密那满脸的喜爱之情，当即开口问道，师姐，你如此喜欢，可要此物？若要，师弟我直接送与师姐便是。萧秘密赶忙摇头拒绝，心中暗自想着，自己怎可拿小师弟的东西呢？师姐，你这是作甚？我的东西送与师姐，那是应当的。苏明心中有些无奈，这师姐总是这般客气。不行不行，师弟你辛苦所得，我怎能要？萧秘密摆了摆手，态度坚决。苏明见状也不再多费口舌，直接豪气万丈地说道，师姐，那就等我接下来去那血煞门走上一遭，抢他几件回来，到时候送给师姐，师姐总没理由再拒绝了吧？萧秘密听闻，那张绝美的脸庞上顿时流露出一抹甜蜜的笑容，也没真的当回事，轻声说道，好呀，那师姐便等着师弟的礼物了。苏明踏入洞府，一步迈进阴阳界空间，他手中紧握着那柄半步化灵境级别的双雪灵剑，此剑寒光闪烁，仿佛能将世间一切冻结。接下来便要将你炼化。苏明目光坚定，心中暗自低语。随着他运转功法，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如汹涌的潮水般朝着双雪灵剑涌去。灵剑起初似有抗拒，剑身剧烈颤抖，发出阵阵嗡鸣，似在不甘被掌控。但苏明岂会退缩，他咬着牙，灵力输出愈发狂暴，给我乖乖臣服。终于，双雪灵剑光芒渐敛，融入苏明体内，与他心神相连。紧接着，苏明盘膝而坐，开始修炼神级剑诀斩心剑诀。斩心剑诀以星辰之力为引，斩破苍穹。苏明口中念念有词，刹那间，空间内灵力疯狂凝聚，化作点点星光，围绕着苏明旋转。
他的眼神中闪烁着星辰般的光芒，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无尽的威势。看我剑出，星辰破碎！苏明大喝一声，手中虚握，一道剑气裹挟着星辰之力呼啸而出，所过之处，空间都为之震荡。而在修炼斩星剑诀的同时，苏明也没有忘记神级剑法诛邪九剑。诛邪九剑，剑出邪祟灭。苏明心中默念剑诀，体内灵力再次涌动，化作9道凌厉的剑气在空中交织纵横，形成一个强大的剑阵。第一剑破邪。苏明低喝，一道剑气如闪电般射出，将前方的一块巨石瞬间击成粉末。第二剑诛魔。又是一道剑气，威力更甚之前，所到之处，空间仿佛被撕裂。随着苏明不断修炼，他的剑道修为如火箭般蹿升，剑气澎湃，剑意雄浑，整个阴阳界空间都被他的剑气所充斥。双血灵剑在他体内微微颤动，似在为他的强大而欢呼。苏明感受着自身实力的提升，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如今我的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看谁还能阻挡我。苏明心情爽快，心中想着唯有实战方能让自己飞速提升，遂决定出关找人切磋一番。恰在此时，恰逢二师兄魏子昂。只见魏子昂气宇轩昂，手持长枪，威风凛凛。二师兄来得正好，与我对练一番。苏明朗声道。魏子昂瞧了瞧苏明，应道好。苏明知晓魏子昂修为仅在退凡境一层，为公平起见，他运转灵力，将自身修为压制至退凡境一层。魏子昂见状，双目圆睁，满脸皆是惊骇之色，内心震撼不已，暗道这小师弟苏明竟已达退凡境4层修为，这提升速度简直逆天，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小师弟，你这修为？魏子昂忍不住问道。苏明笑了笑道，外出时略有奇遇罢了。魏子昂深吸一口气，双手紧握长枪，神情变得极为认真。刹那间，枪意弥漫，仿若有真龙蛰伏其中，蓄势待发。苏明亦不示弱，长剑在手，周身剑意纵横，似要将这天地都横扫一遍。二人身形闪动，瞬间战作一团，长枪如龙，穿梭游走，长剑似电，寒光闪烁。然而不过片刻，魏子昂便觉压力如山，抵挡不住。苏明的剑意太过凌厉，如汹涌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噗！魏子昂终究不敌，身形倒退数步，长枪险些脱手。他满脸无奈，心中满是苦涩，自己竟完全不是小师弟苏明的对手。小师弟，如今咱们白云峰怕是唯有大师姐能与你一战了。魏子昂叹道，大师姐正往回赶，估计还有3天路程。苏明听闻，眼中闪过一丝期待，暗自思忖，这大师姐究竟是何等人物，竟能让二师兄如此推崇，真想早日见识见识。苏明有些无奈，在这白云峰竟寻不到一个能让他放手一战磨砺自身的对手。哼，既然如此，那就去会会血煞门那群家伙。他心中暗自决定，眼神里透着决然。想起上次血煞门无端寻衅，宗主子琼亲自出手与那血煞门门主一番大战，最终竟是平分秋色。可那血煞门丝毫没有收敛之意，在与紫云宗接壤之地肆意妄为，摩擦不断。如今宗门发布的任务清一色全变成了击败乃至诛杀血煞门弟子。苏明大步迈向内门任务堂，堂内众多内门弟子瞧见苏明的身影，纷纷投来尊崇目光，眼神里满是钦佩与敬仰。瞧，那就是苏明师兄。上次一战，苏明师兄可太神勇了，一人之力几乎废掉血煞门所有巅峰弟子，这等战绩谁能做到啊？是啊，是啊，苏明师兄这一战直接奠定了咱们紫云宗内门第一人的地位。弟子们小声议论着，话语里满是对苏明的夸赞。苏明微微抬头，眼神扫过众人，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浅笑。直视李运舟满脸堆笑，腰弯的如同虾米一般，紧紧跟在苏明身旁。您瞧瞧，想接取啥任务呀？那语气跟对待普通内门弟子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苏明目光扫向任务栏，片刻后抬手一指，就他了，这最难的诛杀血煞门一位长老，能得1万宗门贡献积分那个。这话一出，周围内门弟子瞬间炸开了锅。啥？他疯了吧？选这任务？血煞门长老那可是长老级别的任务，苏明一个弟子再厉害那也不行吧？李运舟也是满脸惊愕，嘴巴张得老大，都能塞下一个鸡蛋了。不过很快便回过神来，忙道，这任务啊不是非得完成不可，血煞门那些长老个个实力超凡，您要是能击伤他们，同样能拿积分的。苏明眉头一皱，目光炯炯看向李运舟，如果我击杀血煞门内门长老，也是1万积分。刹那间，李运舟的脸僵住了，像是被施了定身咒，心里更是掀起惊涛骇浪。这苏明到底啥想法？
击杀血煞门内门长老，这岂是内门弟子敢想的事儿？周围其他内门弟子也都呆若木鸡，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他竟然打算去杀血煞门内门长老，这也太离谱了吧！一时间，整个任务堂内一片死寂，唯有众人那此起彼伏、略显粗重的呼吸声。苏明心中一阵腹诽，接了这任务，可人物堂竟没个具体奖励评判标准，难不成你们就没想过去击杀血煞门内门长老这等任务？苏明忍不住朝着任务堂执事质问道。那李执事也一脸无奈，摊开双手道：这任务难度远超常规，血煞门内门长老那可是跺跺脚，方圆万里都得颤三颤的主。若你真能将其斩杀，奖励自然不会薄了，到时候再细谈，这已是咱们能给出的最大诚意。苏明眉头紧蹙，心中暗自思忖，自己本来也只是为了练练手，也没必要深究。行，这任务我接了，且看我如何将那血煞门内门长老斩于剑下。苏明猛地一甩衣袖，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人物堂。此刻人物堂内余下的众多内门弟子一个个如遭雷击，震惊的呆若木鸡，僵在原地。啥？苏明他疯了吧？真打算去杀血煞门的内门长老？那血煞门长老实力恐怖如斯，手段狠辣至极，苏明这不是去送死吗？弟子们交头接耳，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大张，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有的弟子更是身体微微颤抖，心中暗自思忖。苏明虽说平日里实力不凡，可此番挑战血煞门长老，这差距也太悬殊了，简直是以卵击石啊！而在角落里，一名平日里与苏明有些间隙的弟子，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冷笑，心中嘀咕：哼，这苏明太自不量力了，这下有好戏看了，且看他如何死无葬身之地。苏明刚一离开紫云宗，锦云峰上徐景轩长老那脉的弟子们瞬间沸腾起来。哈哈，那苏明可算走了，这次有长老亲自出手，定要将他碎尸万段。众人满脸兴奋，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徐景轩长老站在云峰之巅，衣袂飘飘，俯瞰着山下，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心中暗自思忖：苏明，你以为离开了紫云宗就能逃过一劫？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而在恒云峰上，孔家佑长老一脉亦是如此。哼，那苏明平日里嚣张跋扈，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这次看他还怎么蹦跶。没错，有两位长老联手，他绝无活路。弟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皆是对苏明的怨恨。孔家佑长老轻抚胡须，眼神阴鸷，心中杀意翻涌。苏明，你屡次坏我好事，杀我弟子，今日便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这两大长老皆是退凡境后期的恐怖存在，他们的修为高深莫测，举手投足间都似有着毁天灭地之威。此刻他们二人对视一眼，眼神中满是决然，此次定要将苏明绝杀于紫云宗之外。徐景轩长老沉声道：不错，绝不能让他活着回来。孔家佑长老应和道。言罢，二人化作两道流光，向着苏明离去的方向疾驰而去，身后是一众弟子兴奋的呼喊声。一时间风云变色，天地间仿佛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苏明很快就来到了紫云宗与血煞门势力的交界地带。入目之处，两宗弟子厮杀不断，战火一触即发，只差那临门一脚便会全面开战。此刻双方外门长老皆在，他们虽未下场，却两两对峙，周身气势仿若实质，你来我往，疯狂压迫。苏明刚一现身，局势刹那间风云突变，血煞门的长老们目光如饿狼见肉，瞬间锁定苏明，全然不顾眼下剑拔弩张的微妙局面，悍然出手杀。只因在血煞门的必杀名单上，苏明高居榜首，于他们而言，紫云宗可暂且不灭，苏明却绝不能留。刹那间，长老级别的混战轰然爆发，天地间灵气紊乱，似要被搅成混沌。苏明却未显慌乱，压力于他而言仿若无物。嘿，紫云宗的长老们也绝非软柿子，别看在场的皆是外门长老，可哪个不是身经百战，手段狠辣之辈？哼，血煞门的杂碎，敢在这撒野！一位紫云宗长老怒目圆睁，周身灵气澎湃，化作滚滚云雾，向着血煞门长老们席卷而去。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血煞门一位长老咆哮着，手中血红色的法宝闪耀着诡异光芒，划破长空，直刺苏明咽喉。苏明心中冷笑，就凭你们也想取我性命？身形一闪，仿若鬼魅，瞬间消失在原地。血煞门长老们见状，面色微变，这小子速度竟如此之快，莫要慌，今日定要将他斩杀于此。紫云宗长老们则趁机发动攻击，各种法术神通齐出，一时间天空中光芒璀璨，绚丽夺目。有的长老双手舞动，引动天地之力，凝聚出一道道巨大的灵力光束，向着血煞门长老轰去。
有的长老口中念念有词，召唤出神秘的符文，符文闪烁间化作凌厉的攻击，撕裂空气。血煞门长老们也不甘示弱，纷纷施展压箱底的手段。有的祭出浑身散发着血腥之气的法宝，法宝呼啸着，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丝丝涟漪；有的则施展出诡异的血煞神通，自身化作一团血雾，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双方你来我往，战斗愈发激烈，整个天地仿若都要被这恐怖的战斗余波给震碎。苏明礼清楚了现场的混乱，念头随身形而动，正合我意，要战就战。当下他手持半步化灵境级别的双血灵剑，此剑寒光闪烁，仿若能冻结世间一切。斩心剑诀！苏明暴喝一声，施展出这等凌厉剑诀，主动朝着血煞门的长老们攻去。一时间剑影纵横，如星河倒卷，与血煞门长老们的攻势打得有来有回。下方紫云宗与血煞门的弟子们全都看傻了眼。我去，苏师兄他疯了吧？一紫云宗弟子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居然敢和长老级别的强者对打，这怎么可能？他不过是个弟子啊！另一弟子张大嘴巴，合都合不拢。血煞门的弟子们也面面相觑，眼中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而紫云宗的长老们亦是眼皮狂跳不止，之前还担心这小子，没想到他竟主动冲着血煞门的长老们去了。一位长老忍不住低声说道：“此子胆量过人，且实力深不可测啊。”另一位长老抚着胡须，眼中满是惊叹。苏明此刻心中战意熊熊燃烧，今日便以你们这些长老为磨刀石，磨砺我的剑术。他心中想着，手中双血灵剑挥舞得更加迅猛，剑招越发凌厉，隐隐间竟有压制血煞门长老们的趋势。血煞门的长老们亦是被苏明这强势的打法激怒，哼，小小弟子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一位血煞门长老怒喝一声，周身血光涌动，施展出一门诡异的血煞神通，血光如汹涌的潮水朝着苏明扑去。苏明眼中寒芒一闪，来得好！手中双血灵剑绽放出刺目的光芒，迎着那血煞神通便斩了过去。刹那间光芒四溢，强大的灵力波动肆虐开来，下方的弟子们纷纷被这股力量逼得后退数步。战斗正酣，杀得昏天黑地。苏明手中长剑挥舞，剑招愈发凌厉，显然剑技已练得差不多火候了。哼，且看我这九阴神行！苏明心中低喝，施展出神级身法，整个人如鬼魅般飘忽，速度快到极致。刹那间，他已栖身到眼前这位血煞门长老近前，手中长剑寒光一闪，仿若一道劈链划过虚空。噗！这一剑快如闪电，直接洞穿血煞门长老咽喉。那长老瞪大双眼，满是不甘与难以置信，轰然倒地，一命呜呼。苏明随手甩了甩剑上的血滴，目光如电，直接看向了下一位血煞门长老。这怎么可能？他竟如此轻易就斩杀了一位长老。周围两宗的弟子和长老们此刻满脸皆是震惊之色，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大张，有的人甚至下意识地抬手捂住嘴巴，仿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众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苏明展现出的实力实在太过恐怖。反观血煞门的长老们，一个个气得七窍生烟，脸涨得通红，仿若熟透了的猪肝。这可恶的小子竟敢拿我们练剑，简直欺人太甚！没错，绝对不能放过他，定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众多血煞门长老彼此对视一眼，心领神会，瞬间联合在一起，不给苏明任何可乘之机。他们周身血气翻涌，形成一道道血色光幕，仿若一头头择人而噬的洪荒猛兽，杀气四溢。苏明满心无奈，暗自思忖，这些外门长老虽有几分实力，可终究难入他眼，当下唯有暂且离去，去寻那血煞门散落四方的内门长老，那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哼，这些外门长老不过如此，皆是退凡境前期的修为罢了，也敢在这耀武扬威。苏明心中冷哼，以我如今退凡境4层的实力，全力一剑之下，他们又能奈我何？念及此处，苏明长袖一甩，转身大步离去，直到苏明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野之中。众多血煞门外门长老才如释重负，纷纷长舒一口气。这苏明竟如此恐怖，咱血煞门的脸今日算是丢大了。一位外门长老面色铁青，咬牙切齿地说道：谁能想到紫云宗一介弟子竟有这般实力，咱堂堂血煞门外门长老竟被他压得死死的，毫无还手之力。另一长老满脸沮丧，摇头叹息，那苏明实力已达退凡境4层，距离内门长老的门槛不过一步之遥，咱们这些退凡境前期的修为，在他面前确实不够看。又一位长老苦笑着，满脸无奈，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皆是满心不甘与后怕，谁都未曾料到会在一个紫云宗弟子手中栽这么大一个跟头。苏明离去后，来到了一处紫云宗的灵脉矿藏之地，此地为宗门重地，平日里便有外门长老坐镇，如今
更是有内门长老在此镇守。唐灵妃，内门长老，一袭青袍罗裙加身，她身姿丰盈，胸挺腿长，面容绝美，恰似那冰山之中盛开的雪莲，清冷而勾人。此刻，她正与血煞门的内门长老石景城对峙着。石景城那双眼珠子死死地盯着唐灵妃，满是贪婪与垂涎，仿若饿狼见了肥羊。唐灵妃，今日这灵脉矿藏，我血煞门要定了。石景城声音沙哑，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蛮横。至于你，嘿嘿，跟着我，保你吃香喝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唐灵妃柳眉倒竖，美目含煞，冷哼一声：石景城，你休要痴心妄想，这灵脉乃我紫云宗根基所在，岂容你这血煞门染指？想打我主意，你还不配。石景城闻言不怒反笑，笑声刺耳：哼，唐灵妃，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今日我血煞门既然来了，就没打算空手而归。你乖乖从了我，这灵脉矿藏我还能分你一杯羹，不然……他顿了顿，眼中凶光毕露，可别怪我心狠手辣，踏平你紫云宗。唐灵妃背齿紧咬，俏脸寒霜更甚。就凭你，我唐灵妃今日便要让你知道，我紫云宗可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说罢，他周身灵力涌动，衣袂飘飘，周身气息瞬间攀升，一副绝不退缩的决然模样。苏明现身，眼前唐灵妃宛如仙子临世，身为内门长老，一袭青袍罗裙在身，那傲人的身姿，前凸后翘，丰胸长腿，精致的面容仿若上天精心雕琢，双眸清冷似霜，恰似一座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脆冰山。苏明，此乃血煞门内门长老石景城，手段狠辣，不好对付，你且退守后方。唐灵妃朱唇轻启，声音清冷却又带着几分关切。石景城目光如电，瞬间锁定苏明，旋即发出一阵阴恻恻的怪笑：哼，等本长老收了唐灵妃这大美人，再来宰了你这不知死活的小子。苏明心中暗忖，这石景城如此嚣张，今日怕是一场恶战。他抬眸，眼神坚定，丝毫未因石景城的威胁而有半分退缩之意。唐灵妃柳眉微蹙，美目之中闪过一丝不悦：石景城，今日便叫你有来无回。哼，唐灵妃，你若不臣服于我，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血煞门长老石景城手持长刀，周身血气翻涌，那模样仿佛一尊从地狱爬出的魔神，对着对面的女子狂吼道。唐灵妃此刻手持灵剑，发丝随风狂舞，美得惊心动魄。她柳眉倒竖，美目含煞，娇喝道：石景城，你血煞门今日无端来犯，当真以为我紫云宗无人吗？说罢，二人瞬间动了起来，剑影刀光交错，灵力四溢，将周围的山石都震得粉碎。每一次碰撞都好似天雷炸响，声势骇人。石景城心中暗自冷笑，他此次早有谋划，一边与唐灵妃激战，一边不着痕迹地朝着远处退去。唐灵妃一心杀敌，并未察觉这细微的变化，只是紧追不舍。苏明在远处观望，心中陡然升起一股不妙之感。不对劲，石景城这老匹夫怎么边打边退，像是在故意引堂长老远离南岭坡。他来不及多想，身影一闪，朝着二人追去。果不其然，在一处隐秘之地，石景城突然发难，他手中长刀一挥，一抹诡异的紫色粉末瞬间弥漫开来，正是那令人闻风丧胆的迷情毒散。不好！唐灵妃惊呼一声，想要躲避，却已然来不及。那毒粉瞬间侵入她的体内，她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脸色瞬间变得绯红如霞，体内的灵力也像是脱缰的野马，完全不听使唤。哈哈哈哈！石景城见状，疯狂大笑起来：唐灵妃，你也有今日，看你还如何抵挡我！说罢，长刀带着滚滚血气，朝着唐灵妃狠狠劈去。唐灵妃咬着下唇，美目之中满是不甘与愤怒。她强撑着身体，挥动灵剑抵挡，但此刻的她实力已然大打折扣，每一次抵挡都显得那么吃力。不能就这样败了！唐灵妃心中怒吼，她猛地一咬牙，施展出紫云宗的保命神通，化作一道紫光，朝着远处逃去。想逃，没那么容易。石景城怎会放过这大好机会？身影一闪，如鬼魅般追了上去。此刻的局势已然危急到了极点。苏明心下暗叫不好，这石景城攻势太猛，不能再任由唐灵妃陷入险境。刹那间，他周身灵力鼓荡，半步化灵境级别的灵剑，双血灵剑陡然现世，剑身寒气弥漫，似要冻结天地间的一切生机。苏明眼神锐利如鹰，当即施展斩星剑诀，一道道剑气纵横而出，仿若要将星辰斩落，直逼石景城而去。哼！石景城冷哼一声，匆忙抵挡。趁着这间隙，苏明身形一闪，如鬼魅般掠至唐灵妃身旁，一手稳稳扶住她，只觉美人入怀，香气四溢，瞬间萦绕周身。唐灵妃面色绯红，呼吸急促，口呼出热气。
突然，他背齿轻启，一口咬住了苏明的耳朵，声音带着几分颤抖与哀求：“苏明，救我！”苏明耳朵吃痛，只觉一阵钻心之感袭来，好似耳朵都要被他咬掉了。他强忍着疼痛，心中满是对唐林飞的怜惜，也暗自恼怒石景城的步步紧逼。放心，有我在，定不会让你有事。苏明咬着牙，低声回应道。石景城双眼通红，嫉妒之情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噬。苏明，你今日休想走！他手中长刀爆发出冲天的恐怖血气，那血气如滚滚狼烟，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就凭你，也敢拦我？苏明神色冷峻，一手稳稳抱着唐林飞。那唐林飞身姿婀娜，面容绝美，双眸犹如星辰般闪烁，此刻正紧张地依偎在苏明怀中。苏明，你夺走了一切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今日便是你的死期！石景城怒吼着，长刀一挥，一道血红色的劈链朝着苏明斩去。苏明冷哼一声，手中双雪灵剑光芒大盛，宛如一道白色的闪电，瞬间迎上那血红色劈链。想杀我，你还不够资格！苏明周身灵力澎湃，宛如汹涌的海浪。哼，大言不惭，看我今日如何将你碎尸万段！石景城再次发动攻击，长刀舞动，血影重重，仿佛要将这一片空间都染成血海。苏明却丝毫不惧，抱着唐林飞身形闪动，如鬼魅一般，双雪灵剑在他手中施展出精妙剑招，与石景城的攻击一一抗衡，丝毫不落下风。苏明，你别得意！石景城见久攻不下，愈发恼怒，就这点本事也敢在我面前叫嚣！苏明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突然，苏明眼神一亮，瞅准了石景城的一个破绽，机会来了！苏明心中暗喜，当即运转灵力，施展出神级神魂秘法神剑术。刹那间，天地变色，一股恐怖绝伦的神魂之力以苏明为中心爆发开来。只见无数道由神魂之力凝聚而成的剑气，如流星赶月般朝着石景城射去。那剑气光芒万丈，绚丽多彩，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撕裂。石景城见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不，这不可能！石景城疯狂地挥舞着长刀，试图抵挡那恐怖的剑气。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剑气如入无人之境，瞬间穿透了石景城的防御。石景城的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一脸的震惊与不甘。我不甘心啊！石景城绝望地怒吼着，最终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他至死都没想到，苏明竟然还会如此恐怖的神魂剑术。苏明收了石景城的空间戒指，目光旋即落向怀中的唐林飞长老。此刻的唐林飞已然彻底迷失自我，在他怀里疯狂抓挠着。苏明哪敢大意，脚下灵力运转，如鬼魅般朝着无人之地疾驰而去，一心只想赶紧帮唐林飞驱除体内的迷情毒。可刚与石景城那一场大战，苏明消耗巨大，灵力几近枯竭，驱除毒性的速度实在太慢。眨眼间，毒性全面爆发，唐林飞再也压制不住，他玉手乱挥，竟开始疯狂地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要！苏明见状，忍不住惊呼出声。然而为时已晚，那妩媚娇羞的身姿刹那间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苏明眼前。唐林飞眼神迷离，仿佛下一秒就要将苏明给生吞了。苏明咬着牙，拼着最后的一丝灵力，将其传送到唐林飞体内，试图以最快速度帮他驱除毒性。也不知过了多久，一番艰难操作之后，原本压住苏明的唐林飞长老神智瞬间清醒过来。他猛地回神，看着自己这羞耻至极的动作，俏脸瞬间变得绯红如霞。他惊呼一声，连忙双手捂住那傲人的胸脯，身姿轻盈如燕，翩然起身。紧接着，他手忙脚乱地套上衣裙，动作间那绝美的容颜、婀娜的身姿愈发显得漂亮至极。而他身上散发的幽幽香味，还在苏明鼻尖悠悠地回味着。苏明重重地松了口气，紧绷的神经此刻才稍稍放松了些许。夜如墨般浓稠，星辰的微光肆意洒落。苏明的身子仿若风中残烛，虚弱的紧。他急切地抓起灵石，试图汲取其中灵气，以恢复自身损耗。呼呼，苏明急促地喘息着，眼神中满是疲惫与不甘。这一战消耗太大了。远处，长老唐林飞那堪称绝美的身姿，于星光下静静盘坐。他的脸颊仿若春日盛开的桃花，羞红之色依旧未退。苏明，此次多亏你出手相救，大恩不言谢。唐林飞莲步轻移，靠近苏明，声音轻柔似风。此事本就不怪你，我定会对你负责到底。苏明微微一怔，心中泛起丝丝涟漪。可此刻的他哪有心思去琢磨这些儿女情长？长老，南岭坡绝不能有失。苏明强撑着站起身，目光坚定。你先回去主持大局，待此次与血煞门的冲突平息，再谈其他。唐林飞美目流转，深深看了苏明一眼，贝齿轻咬下唇，
似是下了某种决心。好，那你自己多加小心，待一切尘埃落定，我定会回来，好好报答你。唐林飞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味。言罢，唐林飞玉手一挥，周身灵力涌动，化作一道流光，向着门派方向疾驰而去。苏明望着唐林飞离去的背影，内心波澜渐息，可算走了，这姑奶奶真让人头疼。他暗自嘀咕，长舒一口气。紧接着他手一翻，几块晶莹剔透的灵石出现在掌心。呼，先恢复要紧。他盘坐而下，运转灵力，全身心投入恢复之中。时间缓缓流逝，苏明周身灵力波动愈发强烈。待恢复完毕，他猛地睁眼，眼中金芒一闪，哈，灵力再度充沛，感觉浑身充满力量。他握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之前靠神级神魂秘法神剑术出其不意斩杀血煞门长老，这招太关键了。苏明摩挲着下巴，陷入沉思，得想办法将这神剑术修炼到更高境界，以后遇到强敌也多几分胜算。说干就干，他意念一动，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进入了神秘的阴阳界空间。如今我身上资源丰富，也该多提升修为。苏明环顾四周，眼中满是坚定。他大手一挥，无数灵石和珍贵灵药纷纷浮现，堆成一座小山。就用这些资源，先把神剑术修炼到精通。修炼开始，苏明沉浸其中，不断施展神剑术，每一次挥动都带起一阵凌厉的剑气，空间中灵力肆虐。呵，哈！苏明大喝出声，眉间剑气纵横，时而如蛟龙出海，时而似猛虎下山，威力惊人。不知过了多久，苏明停下动作，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成了，神剑术终于修炼到精通地步。此刻的他，周身气息愈发强大，战斗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下看谁还敢轻易招惹我。苏明仰天长啸，笑声在阴阳界空间中回荡。苏明长舒一口气，结束了此番修炼。他探手在石井城那空间戒指里一翻弄，竟翻出个惊天秘辛。血煞门那门主之前竟指使各大内门长老，暗中搜罗了足足上万名妙龄少女。这血煞门门主妥妥的不是个好东西，天知道他要拿这些少女做啥。苏明心中一紧，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脑海中猛地闪过林念瑶的倩影，念瑶她不会也在那上万少女之中吧？这念头一冒出来，就如同一把尖锐的钩子，狠狠勾住了他的心。不行，得赶紧去血煞门。苏明心意已决，刚要抬脚动身，刹那间天空中风云突变，数十道强横气息滚滚而来。紧接着数十道身影仿若天外流星，裹挟着滚滚烟尘从天而降，砰砰砰几声巨响，稳稳堵死了苏明的所有去路。可算是让我们带到你了，小崽子。哼，苏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一声冷哼传来，仿若平地炸响的惊雷。来者正是徐景轩长老景云峰一脉与孔家右长老恒云峰一脉。徐景轩长老目光如刀，死死盯着苏明，寒声道：苏明，你犯下大错，今日我等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那眼神好似要将苏明千刀万剐。其身后景云峰的退凡境弟子们个个神色冷峻，周身灵力鼓荡，仿佛一群择人而噬的恶狼。孔家右长老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笑意：苏明，你且束手就擒，也免得受那皮肉之苦。他的话语中满是不容置疑的压迫。恒云峰的弟子们亦是一脸轻蔑，就凭你也敢与长老们作对，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苏明心中暗自冷笑，面上却毫无惧色。两位长老带着门下弟子来围杀我一个小辈，不觉得以大欺小，有失身份吗？他眼神坚毅，丝毫不为对方的气势所动。徐景轩长老怒极反笑：哼，你这孽畜还敢嘴硬，你犯下的罪行足以让你死上千百次。徐景轩衣袖一甩，狂风呼啸，周围的沙石都被卷上半空。孔家右长老眯起眼睛：苏明，今日便是你的结束，谁也救不了你。随着他话音落下，天地间仿佛都弥漫起一层肃杀之气。此时天空中阴云密布，厚重的云层好似要压塌下来，将这方天地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氛围之中。风声呼啸，如鬼哭狼嚎。苏明眉头紧蹙，手中那双血灵剑可是半步化灵境级别的神兵，此刻正嗡嗡震鸣，似在宣泄着无尽战意。哼，既然如斯，那就都准备死吧。苏明心中冷哼，面对眼前这阵仗，他可丝毫不惧，周身强大的退凡境4层修为仿若汹涌浪潮般澎湃释放。这苏明修为竟又精进了。人群中不知是谁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声音里满是惊愕。一时间众人的目光纷纷聚焦在苏明身上，眼神里有震惊，更有一丝忌惮。不行，他这般成长速度，今日绝不能留他活口。人群中不知是谁咬着牙恶狠狠地低语了一句：
这话仿若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瞬间让周围的气氛愈发凝重起来。苏明目光如炬，扫视着四周，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屑的弧度。想杀我？就凭你们也配？哼，一个小辈也敢张狂？徐景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朝着身旁的孔家又使了个眼色。上，今日定要让这小子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孔家又同样面露凶光，大手一挥，身后一众弟子如饿狼般朝着苏明扑去。想杀我？就凭你们？苏明神色冷峻，毫无惧意。就凭我们？你也不过是徒有虚名。徐景轩冷笑连连。说话间，二人已然出手，磅礴的灵力汹涌而出，如滚滚怒浪，朝着苏明席卷而去。苏明嘴角微微上扬，身形陡然闪动，九阴神行。刹那间，只见他化作一道道残影，如鬼魅般穿梭在密集的攻击之中。那些攻击竟无一能伤到他分毫，这身法竟如此诡异。孔家佑面色微变，心中暗惊。苏明冷笑一声，手中双雪灵剑寒光一闪，看见一道凛冽的剑气如长虹贯日，直逼孔家佑。孔家佑面色骤变，匆忙祭出一面遁形防御灵气。想伤我没那么容易。然而那看似坚固的遁形灵气在双雪灵剑之下竟如纸糊一般。咔嚓一声脆响，灵气瞬间被劈开。孔家佑瞪大了双眼，满脸的难以置信。不对，这竟是半步化灵境级别的灵剑。恐惧如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这等杀气绝非我手中寻常灵气所能抗衡。孔家佑心中懊悔不已，早知如此，说什么也不会贸然对苏明出手。孔家佑长老竟中了一剑，刹那间重伤，战力瞬间清零。他那些徒弟们一个个满脸忧色，眼神中满是震惊，内心疯狂咆哮。这苏明怎会如此生猛？徐景轩长老面色黑沉如墨，周身术法澎湃，愈发强大，疯狂运转起来，试图死死拖住苏明。他一边疯狂输出术法，一边嘶吼着：都给我找机会，往死里弄这苏明，小心他手里那柄灵剑，千万别阴沟里翻船。局势暂且稳住了。徐景轩长老面容因愤怒与不甘极度扭曲，心里发狠，哼，今日非得耗死这苏明不可。苏明见状，心中暗忖，对方已然有了防备，再想轻易得手，难如登天。可他苏明杀招又岂止这一个？瞅准时机，苏明周身气息瞬间大变，猛地施展出神级神魂秘法神剑术。刹那间，天地变色，一股恐怖绝伦的神魂剑气纵横肆虐。徐景轩长老只觉一股灭顶之灾汹涌袭来，脸上满是惊恐与绝望，内心疯狂呐喊：这是什么恐怖的神魂剑术？怎会如此逆天？还没等他再多想，苏明的剑已然落下，徐景轩长老含恨而亡。解决掉徐景轩长老，苏明目光一转，看向孔家佑长老。此刻的孔家佑长老一脸震惊与惊恐，早已吓得亡魂皆冒。苏明二话不说，手中剑寒光一闪，孔家佑长老绝望地闭上了双眼，随后被苏明一剑砍杀。苏明师兄，饶命啊！对您动手真不是我们的意愿，是师尊他强行要求的。我们对苏明师兄您哪有半分恶意啊？大家可都同属一个宗门啊！求苏明师兄看在宗门的份上，饶咱们一命，往后愿给您当牛做马。两大长老的弟子们瞧见自家师尊皆被苏明砍翻，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丢了手中灵气，扑通跪地，磕头如捣蒜，言辞间满是哀求，声音颤抖的厉害。苏明面色仿若万年玄冰，冷得彻骨，心中毫无波澜。这些人此前跟着长老对他喊打喊杀，如今见势不妙便求饶，实在令他鄙夷。哼！苏明冷哼一声，心中暗忖，之前那般嚣张，现在装可怜，晚了。他手中双雪灵剑光芒大盛，仿若一道银色匹链。死吧！苏明低喝，手臂一挥，灵剑裹挟着无尽寒意，如同一头咆哮的冰龙横扫而出，凛冽剑气肆虐，所过之处，空间仿若被撕裂，发出滋滋声响。那两封弟子哪还有半分反抗之力，脸上满是绝望之色，眼睁睁看着死亡逼近，却无能为力。不，有人发出绝望呼喊，然而这声音瞬间被剑气淹没。眨眼间，这些弟子便如凋零的花瓣，纷纷倒下，身死道消，只留下一片死寂的战场和那散发着森冷寒意的双雪灵剑在风中轻轻震颤，似在诉说着刚刚那一场血腥杀戮。苏明长舒一口气，可算能缓缓了。他二话不说，大手一挥，一堆灵石便出现在眼前。这些灵石颗颗圆润饱满，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一看就不是凡品。苏明也不含糊，当即盘膝而坐。他双眸紧闭，五星朝天，周身灵气瞬间涌动起来。
那灵气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引着，疯狂地朝着苏明体内钻去。苏明心中暗自思忖，这次可消耗了不少灵力，得赶紧恢复。与此同时，他脑海中又浮现出紫云宗那两峰的景象。哼，那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居然敢针对自己人！紫云宗怎么能容下这般败类？等我恢复好了，定要回紫云宗，把那两峰剩下的弟子全给收拾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绝不能留下任何隐患。苏明越想越气，原本平静的脸庞此刻也微微泛起一丝怒容。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群混蛋！大量灵石疯狂消耗，灵气如汹涌浪潮般疯狂涌入。苏明长舒一口气，心中暗自呢喃，可算恢复好了。紧接着他浑身灵力涌动，如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血煞门方向疾驰而去。一路前行，周遭的风声在耳边呼啸，竟无丝毫阻碍。这就到血煞门了。苏明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来得这般轻松，倒有些出乎意料。略一思忖，他便想通其中缘由。血煞门如今与紫云宗对峙，局势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全面开战，难怪门内如此空虚，竟没留多少人手。苏明身影如鬼魅般悄然摸向血煞门各个堂口，嘿嘿，看看能不能再顺点灵石灵药，之前的可都用的差不多了。他搓了搓手，眼中满是期待。可到了堂口，他才发现所有堂口都被阵法笼罩。靠，这可麻烦了。苏明眉头紧皱，心中暗自叫苦。就在他满心郁闷之时，突然灵机一动，等等，石景城那家伙的空间戒指里好像有个好东西。他赶忙翻出从血煞门内门长老石景城那儿得来的空间戒指，在里面一阵翻找，找到了。苏明眼中爆射出惊喜的光芒，手中赫然出现一枚长老令牌。没想到这玩意儿在这儿派上用场了。苏明忍不住笑出声来。苏明手持血煞门内门长老石景城的令牌往前一递，刹那间，那原本闪烁着诡异符文、散发着强大威压的阵法静止，如同双打的茄子，瞬间蔫了。哼，就这阵法也想拦住我？苏明嘴角上扬，带着一抹自信的轻笑，大步迈入血煞门的灵药堂。刚一踏入，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仿若一层实质化的雾气将它笼罩。好家伙，这血煞门不愧是一方大势力，灵药堂的存货如此惊人，比上次抢的那个堂口还要多。苏明内心惊叹，目光急切地扫视着四周。只见那一排排玉制的药柜之上摆放着数之不尽的玉瓶，每一个瓶子上都铭刻着不同的符文，散发出独特的灵力波动。苏明伸手一抓，一道灵力化作无形的大手，将药柜上的玉瓶纷纷射来。这是血培灵药，能固本培元，提升修为。这是凝血草，对武者淬炼气血大有裨益。苏明一边念叨，一边将玉瓶收入自己的储物戒中，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郁。眨眼间，灵药堂中的修炼资源便被他席卷一空。下一处，灵石堂。苏明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灵石堂掠去。灵石堂内光芒璀璨，无数散发着各色光晕的灵石堆积如山。嘿嘿，这些可都是修炼的宝贝啊！苏明搓了搓手，眼中满是兴奋之色。他双手快速舞动，灵力汹涌而出，那些灵石仿若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纷纷朝着他的储物戒中飞去。下品灵石、中品灵石，还有这上品灵石，竟然也有不少。苏明看着储物戒中不断增多的灵石，心中乐开了花。走，去灵丹堂。苏明没有丝毫停留，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灵丹堂。灵丹堂内丹香四溢，一个个精美的丹炉摆放整齐，炉中散发着诱人的丹光。暴血丹、万象丹、三元丹，竟然还有龙虎丹，这些丹药可都是提升实力的关键啊！苏明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再次施展手段，将灵丹堂的丹药收入囊中。还有灵气堂和灵符堂。苏明喃喃自语，身影再次闪动。在灵气堂中，各种神兵利器散发着凛冽的寒光，苏明毫不客气，将一件件灵器纳入储物戒。而在灵符堂，那一张张散发着神秘气息的符咒也被他席卷而空。哈哈哈哈，此番收获简直爽翻了！苏明站在血煞门的中央，仰天大笑，声音在整个血煞门中回荡。此刻，他的储物戒中装满了修炼资源，这一趟血煞门之行堪称满载而归。忽然，石景城的令牌突兀一震，竟是传来其父石岩峰的消息。这石岩峰乃是化灵境级别的太上长老，消息中他命石景城前往地牢，取300份少男少女的鲜血，速速送往他的闭关之地幽谷阁。苏明目光扫过令牌上的信息，心中瞬间权衡利弊。内门长老的父亲，至少也是顶尖内门长老的实力，妥妥的退凡境巅峰。我如今不过退凡境4层，贸然对上，太过凶险。苏明暗自思忖，果断决定，这险不能冒。当下，苏明随手一甩，
将那令牌远远抛开，紧接着身形一闪，如鬼魅般隐匿于暗处，气息全无。不多时，虚空猛地一颤，一道身影仿若怒雷般轰然降临在令牌所在之处。来者正是石岩峰。此刻的他面色阴沉的好似能滴出水来，双眸之中怒火熊熊燃烧，恰似要将这天地都灼烧殆尽。小畜生，竟如此胆大包天，杀了我儿，还敢来我血煞门！石岩峰一声怒吼，声如洪钟，滚滚音浪好似实质化的利刃，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而去，周遭的空气都被震得扭曲变形。原来石岩峰早已知晓儿子石井成身死的噩耗，可偏偏又在宗内察觉到了石井成令牌的气息，这才匆匆赶来，满心想着能寻到些许线索，揪出杀害儿子的凶手。谁能想到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苏明根本没入他的圈套。石岩峰在原地暴跳如雷，双手握拳捏得咔咔作响，每一声脆响都似在宣泄着他心中那无尽的怒火。他目光如炬，仿若能看穿一切虚妄，在四周疯狂扫视，试图揪出那隐藏在暗处的敌人，可终究一无所获。启动封山锁宗大阵，将血煞门给本座封死。石岩峰满脸怒容，那吼声仿若滚滚雷霆，震得四周空间都隐隐发颤。血煞门里混进了紫云宗的杂碎，今日定要将他们瓮中捉鳖，一个都别想跑。其话语中满是森冷杀意，仿佛要将整个血煞门都冻结。苏明此刻正隐匿于暗处，一颗心仿若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紧。他瞪大了双眼，心中满是惊慌，竟真的是个陷阱。苏明暗自咬牙，后怕之感如潮水般将他淹没。若不是我足够谨慎，今日怕就要折在这里了。他眉头紧锁，冷汗自额头不断渗出，沿着脸颊滑落。苏明脑海中思绪疯狂翻涌，片刻后眼神一凛，他小心翼翼地将阴阳戒藏好，动作轻柔的如同在呵护世间最珍贵的宝物。紧接着他身形一闪，进入到了阴阳界内。哼，任你们手段通天，只要我藏好这阴阳界，你们便绝无可能找到我。苏明心中暗自笃定，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时间一晃半日，石岩峰那叫一个气啊，在血煞门里简直是翻了个底朝天。这家伙到底躲到哪去了？老子掘地3尺都不见他的影。他满心的怒火没处撒，怎么都想不通苏明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哼，既然找不到你，那看来的从这些长老弟子身上下手。石岩峰眼神阴冷，开始挨个审查门内众人。但凡觉得有一丁点不对劲的，他二话不说直接痛下杀手，宁可错杀绝不错过。敢跟我玩猫腻都得死。一时间血煞门内人心惶惶，弟子们走路都不敢大声喘气，眼神里满是恐惧。长老们也暗自叫苦，生怕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这太上长老简直疯了，为了找紫云宗的奸细，竟如此大开杀戒。嘘，小点声，被他听到咱们都得完蛋。众人在心里默默咒骂，却又敢怒不敢言。石岩峰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怒火中，继续疯狂地搜寻着，仿佛不把苏明揪出来就誓不罢休。与此同时，苏明盘坐于阴阳界空间之中，神色悠然，仿若外界一切纷扰皆与他无关。嘿嘿，此番收获可真是肥得流油啊。他心中暗喜，原本就积攒了一大笔灵石与灵药，如今又强势出手抢了一波，那储备简直丰厚的不像话。为了能更高效地汲取灵药药力，苏明大手一挥，嗖的一声，紫月炉与紫灵火瞬间浮现。这紫月炉造型古朴，炉身上符文闪烁，透着神秘气息；紫灵火则熊熊燃烧，幽紫的火焰跳动间似能灼烧万物。今日便炼治愈灵丹，助我修为更上一层楼。苏明目光坚定，透着不容置疑的自信。御灵丹那可是能让退凡境修士修为大幅提升的极品丹药，功效极为逆天。在紫灵火的炙烤下，苏明双手如幻影般舞动，一颗颗珍贵的灵药被他精准投入紫月炉中。他眼神专注，紧紧盯着炉内变化，额头上细密汗珠滚落，却浑然不觉。随着时间流逝，紫月炉中渐渐散发出诱人的丹香，那香气浓郁醇厚，仿若能勾动人心。成了！苏明猛地睁开双眼，眼中金芒爆射，一声低喝，充满喜悦。炉盖砰的一声飞起，160枚圆润饱满，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珍品御灵丹嗖地飞出，在他面前整齐排列。每一枚御灵丹都散发着强大的灵力波动，仿佛蕴含着无尽力量。哈哈哈哈！苏明放声大笑，心情畅快到了极点，这等收获足以让我提升好些境界了。苏明手持刚炼制出的珍品御灵丹，足足160枚，散发着氤氲宝光。有了这些丹药，再搭配海量灵石，此次突破定能水到渠成。他眼中闪烁着炽热光芒，喃喃自语。说罢，苏明盘膝而坐，周身灵石迅速堆积，灵气如汹涌潮水般向他汇聚。
他运转阴阳神诀，刹那间体内气血翻涌，似有龙虎咆哮。退凡境4层，给我破！苏明一声暴喝，气息陡然攀升，冲破层层桎梏，顺利踏入退凡境5层。可他并未满足，继续疯狂吸纳灵气。5层又如何？看我再破，直入6层。在丹药与灵石的双重助力下，苏明气势再度飙升，轰的一声，成功突破到退凡境6层。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四溢，仿若能洞穿虚空。修为已然提升，接下来该修炼神级身法九阴神行，这可是保命的无上手段。苏明心中想着，便投身到身法的修炼之中。一时间，只见他身形如鬼魅般闪烁，时而快如闪电，时而飘忽不定，每一次移动都带起一道道残影，四周的空间仿佛都因他的急速移动而扭曲。这九阴神行果然玄妙无比。苏明一边修炼，一边暗自惊叹。待身法修炼稍有小成，苏明又将目光投向神级剑法诛邪九剑。此剑法乃杀敌之利器，定要精修。苏明紧握着手中长剑，剑身上符文闪烁，散发着凛冽寒意。第3剑破魂。苏明大喝一声，挥剑而出，一道凌厉剑气呼啸而出，所过之处空间寸寸破碎，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撕裂。紧接着他又施展出第4剑诛灭。剑气纵横交错，形成一张巨大的剑网，向四周蔓延而去，所到之处飞沙走石，草木皆化为齑粉。经过此番修炼，战斗力又有了长足进步，真爽啊！也不知道血煞门那帮家伙还在找我没有。苏明收起长剑，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苏明自阴阳界空间中一闪而出，入目之处，血煞门内一片死寂，不见半个人影。小心驶得万年船。苏明心中警惕，运起灵石，仔仔细细地探查起来。周遭静谧的可怕，唯有他的灵石在空气中穿梭。良久，确认无危险后，苏明才从藏身之处现身。他身形如电，绕过层层禁制，朝着血煞门的核心之地血煞峰奔去。苏明此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找现身血煞门的灵念瑶，如今还完全没有头绪。愈靠近血煞峰，苏明便觉气血愈发沸腾，浓郁的血色仿若实质，在四周汇聚翻涌。站在血煞峰前，苏明心中犹豫不定，进还是不进？灵念瑶那妮子是否就在其中？可这血煞峰内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危险，实在难以揣度。万一贸然进去，陷入绝境，又当如何？但若是不进，怎寻得灵念瑶？苏明眉头紧皱，眼神中满是纠结之色。血煞峰上血色雾气弥漫，仿若一头蛰伏的太古凶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苏明咬了咬牙，心中暗自思忖：罢了，灵念瑶与我有恩，若不是当初有他，也不是有如今的我。再说了，我还答应了林叔，定会护念瑶安危。这血煞峰即便龙潭虎穴，今日我也闯上一闯。这般想着，苏明小心翼翼，如同暗夜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朝着那血煞峰前去。怪哉！刚踏入血煞峰范围，苏明便满心疑惑，这血煞峰竟毫无阻拦，连个禁制都不见。难不成只因这里是血煞门核心重地，反倒没人敢来撒野，所以才没设禁制？带着这份狐疑，苏明一路安然无恙的前行，来到血煞峰半山腰。在这里竟瞧见一个洞穴，那洞穴之中气血仿若汹涌的红色浪潮，滚滚翻腾，滔天而起。苏明心中一凛，瞬间察觉到里头有着众多生人的气息。他猫着腰，轻手轻脚地潜入洞穴，眼前景象让他怒目圆睁。只见洞穴内大量少年少女被鲜血禁锢于此，一个个面色苍白如纸，满脸皆是受尽折磨的苦痛之色。念瑶，苏明一眼便瞧见了灵念瑶，可此刻的他被一层神秘的阵法紧紧缠绕，如同被困在无形牢笼之中。苏明心急如焚，伸手想要触碰灵念瑶，却被阵法那股强大的力量反弹回来。他抬眸朝着阵法源头望去，只见那儿盘坐着一道绝美至极的身影，此女正是血煞门的少门主冯清曼。冯清曼身姿清冽，眼眸犹如寒星，透着丝丝冰冷，一袭血红色长裙更衬得她气质冷艳，宛如来自地狱的魔神。此刻的她正施展着血煞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秘法，疯狂吸收着周围少年少女之血，用以修炼。可恶！苏明心中怒骂，念瑶果然是被这血煞门的人给坑害了。苏明心急如焚，一心想着救灵念瑶，可眼前这冯清曼周围的阵法犹如一道天堑，横亘在他面前。为了念瑶，我必须破了这鬼阵法。苏明心中怒吼，他念头一动，找了个隐秘之处藏匿好身形，而后紧闭双眼，沉浸于阴阳丹尊传承之中的阴阳阵道。此刻的苏明仿佛置身于一片神秘的阵道海洋，各种复杂的符文线条在他脑海中疯狂闪烁。这阴阳阵道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苏明眉头紧锁，喃喃自语。时间一点点流逝，苏明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抽离，神魂之力大量的消耗，他的额头布满汗珠，身体微微颤抖。不行，我不能放弃，念瑶还等着我去救。苏明咬着牙，内心坚定。突然，一丝明悟涌上心头。原来如此，这阴阳阵道讲究的是阴阳平衡，相互转化。苏明眼睛猛地睁开，光芒大放。紧接着，各种大小阵法的奥秘如同潮水般向他涌来。他的阵道修为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提升着。哈哈，我懂了，都懂了。苏明忍不住大笑起来。那些曾经让他头疼不已的阵法纹路，此刻在他眼中变得清晰无比。小的阵法我已完全参悟，接下来便是这眼前困住念瑶的大阵了。苏明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最终挑战。这血煞阵法破绽已现。苏明目光如炬，瞬间洞悉眼前血煞阵法的奥秘。旋即双手快速结印，口中念念有词：阴阳逆转，乾坤倒转，施展阴阳逆转阵术。刹那间，血煞门少门主冯清曼只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将自己锁定。不，怎么可能？冯清曼惊恐的尖叫，声音中满是绝望。其身影不受控制的与林念瑶的位置强行互换，在这过程中，他的修为如决堤的洪水，源源不断地朝着林念瑶涌去。冯清曼从深层次修为中苏醒，瞪大双眼，看着自己被强行逆转，拼命呼救：“救我，快救我啊！”然而，回应他的只有血煞阵法中阴森的风声，一切尽在苏明的掌控之中。林念瑶悠悠转醒，当他的目光触及苏明那挺拔的身影时，眼中瞬间绽放出惊喜的光芒。我的男人果然是最厉害的。林念瑶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真的来救我了。说着，泪水夺眶而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起身扑入苏明的怀中，却被苏明轻轻拦住。先别急，接下来好好吸收修为。苏明神色凝重，认真说道，争取在血煞门内站稳脚跟，并一举干掉血煞门的门主，成为新的血煞门门主。林念瑶用力地点点头，眼神中满是坚定。放心，我肯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其实苏明也很想带着林念瑶一同离去，但他清楚自己的阵法造诣才刚入门啊，能做到眼下这般程度，已然是拼尽全力达到极限了。若是真要强行破开阵法，那血煞门主实力强大，感知何等敏锐，必定会被惊动，从而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如此一来，当下这解决之法便已是绝佳选择。林念瑶吸纳了冯清曼的修为，这等机缘，日后的成就绝对会远超冯清曼。成为新的血煞门少门主，那也是指日可待之事，定能大放异彩。苏明转身离去，林念瑶满心不舍，目光痴痴地目送着他的背影，美目之中满是眷恋。苏明，我会努力的，今后我会比你更强大的。苏明此前为林念瑶解决了诸多麻烦事，此刻他心中那紧绷的弦终于是稍稍松了一些。可还没等他撤离血煞门的地盘，一道充满愤怒的咆哮陡然在后方炸响：“小贼，拿命来！”只见那血煞门的太上长老石岩峰周身散发着恐怖的化灵境气息，如同一尊魔神般裹挟着滚滚黑云疯狂追杀而来。石岩峰双眼通红，状若癫狂，怒吼道：“杀子之仇不共戴天，今日老夫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苏明心中暗叫不好，这石岩峰乃是化灵境强者，与自己这退凡境6层的修为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他清楚此刻的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苏明咬了咬牙，心中暗自思忖：该死，这老匹夫来的这般迅猛，看来是在这外面守着的。我倒是说血煞门内怎么没人了，原来在这里躲着了。不过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先追上我再说吧。此刻石岩峰如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这边飞速逼近。他双目赤红，仿佛要喷出火来，口中不断咒骂：“小兔崽子，你今日插翅难逃，乖乖受死！我定要将你挫骨扬灰，以祭我儿在天之灵。”那声音仿若来自九幽地狱，充满了无尽的怨毒与杀意。苏明听闻，心中冷笑，这石岩峰不过是仗着自己修为高些，便如此张狂。想他苏明一路走来，历经无数生死磨难，岂会怕了这等货色？脚下猛地一动，刹那间周身气息陡然一变，九阴神行。苏明低喝一声，这神级身法瞬间催动，一时间天地间仿佛有9道阴气环绕而来，将他的身形瞬间笼罩。眨眼间，苏明的身影便如同鬼魅一般，瞬息消失在了原地。石岩峰见状，猛地一愣，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紧接着他的双眼瞪得滚圆，仿佛要夺眶而出，狂怒瞬间涌上心头。该死！石岩峰怒吼一声，声音震得四周空气都为之震荡：“小兔崽子，竟敢在我面前耍花样！”他立刻展开身形，朝着苏明消失的方向疯狂追去。一路上
狂风呼啸，他所过之处，地面上都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脚印。然而，待他追到苏明消失的地方，放眼望去，四周空荡荡的，哪还有苏明的半个人影？唯有那呼啸的风声，仿佛在嘲笑他的无能。石岩峰气得浑身发抖，双手紧握成拳，他的胸膛剧烈起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神中满是不甘与愤怒。小兔崽子，你给我出来，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好汉？石岩峰对着虚空大声咆哮，声音在这片天地间不断回荡，久久不散。与此同时，血煞门内，血煞门门主归来，他目光如电，瞬间扫向血煞阵法。什么？血煞门门主瞳孔猛地一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阵法之中，少门主冯清曼气息萎靡，修为竟在以一种骇人的速度被盗息。而一旁，林念瑶周身萦绕着诡异且强大的血色灵力光芒，犹如暗夜中最夺目的妖野之花。他身姿如妖，肌肤赛雪，双眸仿若藏着无尽星辰，每一次眨眼都似能勾人心魄。此刻，他专注于吸取冯清曼修为，衣袂飘飘，美得惊心动魄。血煞门门主内心翻江倒海，这女子是何方神圣，竟有如此逆天的天赋？半晌后，血煞门门主忍不住喃喃自语，声音中满是震惊与忌惮。天赐之资，天赐之资啊！血煞门太上长老石岩峰此番追杀苏明无果，那叫一个气急败坏。哼，这小兔崽子跑得倒快，今日定要让他付出代价。石岩峰咬着牙，心中的怒火好似要将天地都焚烧。他一跺脚便直奔紫云宗而去，打算在宗门外守株待兔。苏明一路疾驰，好不容易回到了紫云宗，可刚到宗门附近，一股寒意便从脊梁骨窜起，他心中暗叫不好，该死，这老不死的家伙竟在此毒我。苏明眉头紧锁，眼中满是警惕。石岩峰那如鹰隼般的目光瞬间锁定了苏明，小崽子，看你这次往哪儿跑！哼！一声暴喝仿若惊雷炸响，只见那石岩峰周身血煞之气汹涌澎湃，恰似一片无垠血海，翻涌着无尽的凶煞，朝着苏明滚滚扑来。该死！苏明心中暗叫不好，脸上闪过一丝凝重着血煞之气，来势汹汹，仿若一张无形的大网，瞬间将他锁定。此刻的他只觉四周空间都被这股恐怖气息禁锢，竟难以遁逃分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璀璨的紫光划破长空，紫云宗宗主紫琼现身了。他身着紫云袍，那袍子随风飘动，仿佛流淌的星河。其面容绝美，肌肤赛雪，双眸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辰，顾盼之间风情万种。身姿更是婀娜多姿，前凸后翘，完美的身材比例让人移不开眼。石岩峰，休要在此放肆！紫琼声音清脆，却带着无尽的威严，好似洪钟鸣响，震得四周空间都微微颤抖。石岩峰脸色一沉，紫琼，这是我与这小崽子的恩怨，你最好别插手。紫琼冷哼一声，在我紫云宗外撒野，还想让我袖手旁观，你未免太天真了。说着，他玉手一挥，紫云涌动，化作一道道凌厉的剑气，朝着石岩峰呼啸而去。石岩峰见状也不敢大意，双手迅速结印，血煞之气凝聚成一面巨大的血盾，挡住了紫琼的攻击。紫琼，你莫要后悔！石岩峰怒吼道，心中对苏明的恨意更添几分。紫琼却不为所动，继续催动紫云之力，攻势愈发猛烈。在他的强势攻击下，石岩峰渐渐有些抵挡不住，身上的血煞之气也变得凌乱起来。哼，今日暂且放过你，小崽子，你最好一辈子都别踏出紫云宗，不然我定要将你虐杀，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石岩峰一边后退，一边恶狠狠地咒骂道：还有你的家人，一个都别想跑，我定会让他们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石岩峰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充满了无尽的威胁。苏明紧紧握着拳头，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老匹夫，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清楚。他在心中暗暗发誓。紫琼回头看了看苏明，眼中闪过一丝关切。苏明，先回宗吧，有我在，紫云宗内没人能伤你。苏明微微点头，心中对紫琼充满了感激。他知道，今日若不是紫琼宗主出手，自己怕是凶多吉少了。回宗后，苏明满心忧思，脑海里尽是洛安城苏家亲人们的身影。当下，他看向宗主紫琼，急切问道：宗主，可有法子能将那老家伙给击杀了？紫琼轻轻摇头，神色凝重道：那石岩峰身为血煞门太上长老，实力已然踏入化灵境，哪怕只是化灵一层，那等实力也绝非轻易可敌。我可以将其击退，但是想要击杀，难如登天啊！苏明听闻，顿时默然，心中仿若有团火焰在烧。不行，我必须尽快从退凡境突破至化灵境。他在心底暗自咬牙，若是无法突破，苏家众人可就危在旦夕了。
我绝不能让苏家陷入那般绝境。子琼美目流转，瞧出了苏明心底的隐忧。苏明，你且安心修炼，莫要分心。我自会差遣紫云宗的太上长老前往洛安城照看苏家的族人。苏明心底一暖，可旋即又皱起眉头，面露担忧之色。子琼仿若看穿他的心思，轻叹了一声，继续说道：只是留给你的时间着实不多了。紫云宗少了一位太上长老级别的战力，在与血煞门的对峙中便会落于下风啊。苏明双拳紧握，眼神坚定的仿佛能燃烧一切，满是感激的看向子琼，沉声道：宗主，苏明定当全力以赴，拼了命也要早日突破化灵境，到时候定要将血煞门的太上长老石岩峰狠狠踩在脚下，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子琼微微点头，又想起一事，说道：对了，上次说要奖励你的东西，如今该兑现了。苏明也不再扭捏推辞，目光灼灼，直接开口：宗主，我需要能快速提升修为的宝物，眼下这局势，唯有修为提升，方能有更多底气。子琼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赞赏的笑容：好，随我来。说罢，他莲步轻移，身姿婀娜，带着苏明朝着一个神秘之地走去。不多时，一座巍峨耸立、宝光四溢的建筑出现在眼前，竟是紫云宗更高级的宗门宝库。宝库门口，两位镇守长老目光扫来，那眼神中满是羡慕嫉妒。其中一位忍不住低声嘟囔：这小子真是走了大运了，竟能在这宝库中挑选宝物，咱在这守了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呢。另一位也跟着摇头叹息：谁说不是呢，咱只能眼巴巴看着。哎。苏明深吸一口气，眼中闪烁着兴奋与期待的光芒，大步朝着那满是珍稀宝物的宝库走去。宝库开启，刹那间宝光仿若汹涌浪潮，澎湃四溢，那各色宝光交相辉映，光芒璀璨的夺目，令人目眩神迷。苏明踏入宗门宝库，目光急切地在琳琅满目的宝物间游走。许久，他终是伸手拿起一份天材地宝，正是紫阳玉露。此玉露呈幽紫之色，仿若蕴含着无尽神秘力量，于瓶中轻轻晃动，散发着丝丝缕缕的奇异光芒，一看便知非凡品。听闻服用它虽无法让境界实现大跨度飞升，却能让修炼速度暴增1/3，简直逆天。苏明眼光不错。子琼目光落在那紫阳玉露上，开口夸赞道：这紫阳玉露可是咱紫云宗开山老祖留下的，独此一份，珍贵至极。苏明忙拱手恭敬道：多谢宗主赐宝，此宝对我如今修炼大有益处，苏明感激不尽。既如此，你便好生收下。子琼微微颔首，目光中满是期许。我看你一心向道，定能借此宝修为更上一层楼。苏明心中暗喜，正准备告退回去闭关修炼，子琼却又开口：宗内有修炼宝地，灵力浓郁，对你修炼大有裨益，随我一同前往吧。苏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连忙应道：能得宗主指引前往修炼宝地，实乃苏明之幸，苏明求之不得。苏明随宗主子琼踏入紫云峰深处，此处灵气浓郁的仿若石质，丝丝缕缕，仿若灵蛇游动，馥郁花香弥漫，所经之处仿若踏入仙境，精致布局，让人目不暇接。灵气净化水潺潺汇聚，灵动非常。子琼轻启朱唇，声若黄莺：此处乃我平日修炼之地，亦是我紫云宗灵气最浓郁之所。苏明目光如炬，瞬间洞察，此乃一处残破的高阶聚灵大阵。这大阵比之普通聚灵阵不知高级多少倍，效果更是强大到离谱。苏明沉声道：宗主，此阵法为何有多处残破？子琼美目圆睁，满脸不可置信，内心狂震，这小子竟能看出阵法问题。想当初紫云宗得以建立，很大程度就因这残破的高阶上古聚灵阵，这隐秘鲜有人知。当初也是偶然，一位阵法大师发现了他，可也仅仅知晓其残破，却毫无修复之法。苏明昂首，自信满满：宗主，我有能力将其修复。子琼身形一晃，震惊的差点站立不稳，美眸中满是震撼与狐疑。哦，你说的是真的？你能修复？宗主子琼美目圆睁，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苏明，声音中满是惊讶道：苏明，你竟还懂得修复阵法，而且修复的还是如此高阶的上古聚灵阵，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苏明神色淡然，微微颔首，语气谦逊道：宗主，弟子不过略通一二罢了，此前在外力练时偶然间得了些传承。子琼轻轻点头，美眸流转，心中已然理解。紧接着他柳眉轻挑，眼中满是期待之色，急切问道：苏明，那修复此上古聚灵阵需要哪些材料？我实在太好奇了，这聚灵阵本就强大无匹，修复之后又会强到何种地步？苏明目光如炬，口中快速罗列：
千年灵髓晶、九幽寒铁、星纹神木，一大堆材料名被苏明随口列举而出。好在紫云宗底蕴深厚，宗主紫琼一听，美目闪过一抹异光，当即下令：去，将这些材料速速取来，每样都多备一些。不一会儿，一堆珍稀材料便堆在苏明面前。紫琼浅笑，声音清脆如铃：若用不完，便自行留着，就当本宗对你的一番心意，祝你早日突破化灵境，也算是对紫云宗实力的一分提升。好，那就多谢宗主了。我不客气了。苏明瞬间收了眼前的这一大批的灵材灵物。苏明也不废话，撸起袖子便投身于修复上古巨灵阵的大业中。只见他双手如电，一道道玄奥符文从指尖飞出，没入那古老残破的巨灵阵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巨灵阵上的光芒愈发璀璨。轰隆一声巨响，灵气坊若被点燃的火药桶，瞬间沸腾起来。天地间风云变色，海量灵气呼啸汇聚，竟在半空凝为雨滴。刹那间暴雨倾盆而下。平日里仪态万方的紫琼，此刻却被这突如其来的雨浇了个正着。她那深紫色长袍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婀娜身姿，尊贵中透着妩媚，绝美动人。可这时候，紫琼俏脸瞬间羞红，只因她瞧见苏明跟个没事人似的，眼睛死死盯着巨灵阵，手里动作不停，压根没瞧他一眼。紫琼心中莫名闪过一丝不悦，暗自腹诽：本宗这般模样，这家伙竟看都不看一眼。而苏明沉浸在修复的最后阶段，对紫琼的心思浑然不知，依旧全身心扑在那上古巨灵阵上。1日之后，苏明全神贯注，双手不断结印，一道道神秘符文从他指尖飞出，融入那破损的巨灵阵中。终于，随着一声轻微的嗡鸣，巨灵阵成功被修复。刹那间，浓郁的灵气仿若决堤洪水，汹涌澎湃地朝着四周扩散。这灵气提升的范围，竟如狂飙之势，直接扩大到小半个紫云宗。大量长老和弟子满脸皆是震惊之色。这灵气怎会提升数倍有余？简直匪夷所思！到底发生了何事，能让宗门灵气产生这般巨变？一众弟子议论纷纷，眼中满是不可思议。那些知情的内门长老同样震撼得不行，他们心中暗自惊叹：谁能想到紫云宗那残破的上古巨灵阵竟还有被修复的一天？此等上古神阵破损已久，如今竟重现世间，发挥神效，究竟是何方神圣，有这般通天手段？长老们交头接耳，满脸尽是凝重与疑惑。此刻整个紫云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在疯狂猜测，到底是谁造就了这等盛况？这浓郁灵气简直逆天，咱们紫云宗弟子和长老的修炼速度，怕是要迎来大幅度提升。没错，往后突破境界，说不定都能变得轻松许多。弟子们兴奋不已，眼中闪烁着炽热光芒。这般浓郁灵气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众人震撼之时，苏明已经盘坐在上古巨灵阵的核心之地，灵气最浓郁的地方，开始修炼。此地灵气浓郁的不像话，如同实质化的灵物，触手可得。这灵气浓郁程度，简直太逆天了。苏明心底暗叹，旋即运转起阴阳神诀。刹那间，灵气如同找到了归宿，疯狂朝着他体内涌来。那修炼速度蹭蹭的往上涨，肉眼可见般提升。不愧是阴阳神诀，在上古巨灵阵中竟如此神妙。苏明忍不住喃喃自语。紧接着，苏明大手一挥，取出天材地宝紫阳玉露。这紫阳玉露宛如一颗璀璨的紫色星辰，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丝丝缕缕的灵气波动从中溢散。有了这紫阳玉露，今日定能更上一层楼。苏明目光炽热，毫不犹豫地吞服下去，瞬间，一股磅礴的药力在他体内爆开，与涌入的灵气相互交融，如同一场盛大的狂欢。苏明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突破！苏明低喝一声，从退凡境6层毫无阻碍地突破到退凡境7层。再来！他眼神坚定，气势如虹，再度冲击。轰！又是一声闷响，成功迈入退凡境8层。一鼓作气，冲！苏明浑身气势暴涨，全力冲刺。破！随着这声怒吼，他一举突破到退凡境9层。然而，就在此刻，苏明眉头紧皱。怎么回事？这修炼速度怎么又慢下来了？他心中满是无奈。境界的突破，越往后消耗的资源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啊！苏明暗自感慨。他抬眼望去，原本浓郁的仿佛能滴出水来的灵气，此刻已然变得稀薄不堪。都被我吸干了吗？苏明喃喃，眼中闪过一丝不甘。紫琼立于一旁，美目圆睁，满脸尽是震惊之色。他可是全程紧盯着苏明的修炼呐，那家伙吸纳灵气的模样简直堪称疯狂。海量，用这词都嫌太轻描淡写了。这吸收灵气的劲头，怕不是要把这一方天地的灵气都给吞干了。
子琼心中暗自惊叹，美眸中满是不可思议。短短几日时光，苏明就像是坐了火箭一般，从退凡境6层一路狂飙，直接蹿到了退凡境9层。这提升速度真逆天啊！子琼忍不住喃喃自语，玉手轻掩朱唇，眼神中满是震撼。距离那话临近，如今竟就只差临门一脚。这般天赋，这般修炼速度，子琼在紫云宗这么多年，那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苏明简直就是老天赏饭吃的绝世天骄。子琼心中感慨万千，看向苏明的目光中既有惊叹，又隐隐带着一丝担忧。在他心底已然生出一种强烈的预感，要不了多久，眼前这苏明怕是就要超越自己这个宗主了。这小家伙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子琼轻声呢喃，绝美的脸庞上神色复杂难明。半晌后，子琼美目流转，满是赞叹之色，看向苏明道：“苏明，你这修炼速度真是让人赞不绝口。”旋即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如今阵法对你已经没多少用了，若你想快速突破智化灵境，倒是有一处秘境可去，便是天灵秘境。那是曾经一位超级强者的道场，那位强者飞升后，道场化为秘境，其内孕育无数珍宝，还会定期开启，最近就要开启了。”苏明心中一动，暗自思忖，如今自己这般修炼已然到了极限，上古巨灵阵对自己的帮助也微乎其微，确实得寻觅其他快速突破之法了。稍作沉吟，苏明便坚定说道：“宗主，我决定前往天灵秘境。”子琼微微颔首，面露忧虑之色，提醒道：“天灵秘境开启，各方大势力的人都会前往，相比之下，咱紫云宗不过是个普通势力，而且宗内要防范雪煞门，实在没法派宗内强者陪你同去，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苏明目光坚毅，毫不犹豫地说道：“宗主，您只需照看好苏家人就行，我独自一人足矣。等我从秘境归来，便是血煞门太上长老石岩峰的毙命之时。”苏明心中思忖，前往天灵秘境之前，得回洞府好好潜修功法武技。如今修为已然提升，战斗手段也得跟上节奏，可不能掉链子。这般想着，他快步回到洞府，身形一闪，径直进入阴阳界空间。在这神秘空间内，苏明屏气敛息，将此前掌握的功法武技逐一精修。浩阳13拳、九阴神行、斩星剑诀、雷霆万钧、阴阳神幻、神剑术、火黄裂空刀法、诛邪9剑，一招一式皆被苏明反复揣摩，力求完美。那专注模样，仿佛周遭一切都与他无关。待精修完毕，苏明又把目光投向阴阳丹尊的传承，在其中仔细翻找。这一趟天灵秘境之行，诸多势力的人都会前往，危机四伏啊！他暗自呢喃，必须得有保命手段，不然稍有不慎就得丢了性命，沦为他人刀下亡魂。最终他从中选出一门保命秘法——神级面术阴阳千变。这神级面术阴阳千变竟如此神奇，苏明内心震撼，喃喃自语：可随意改变面容、气息，甚至连性别都能变换，当真逆天。苏明深吸一口气，眼神中满是决然，旋即盘坐下来，开始修炼这神级面术。一开始，那复杂晦涩的口诀在他脑海中不断盘旋，似要将他的脑袋撑爆。但苏明咬着牙，凭借着一股狠劲，硬是一点点将那口诀吃透。他的周身气息开始紊乱起来，面容也随之微微扭曲，时而化作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时而又变成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哈哈，这才刚开始，我定要将其修炼至巅峰。苏明心中豪情万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阴阳千变的领悟愈发深刻。气息在他的掌控下，可如潺潺溪流般温和，也能似汹涌海啸般狂暴。面容的变换更是随心所欲，眨眼间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模样，且毫无破绽。这伪装效果随着修炼程度提升，愈发惊人了。苏明心中暗自惊叹，他不断尝试将自己伪装成各种身份的人，武者、书生、商贾，每一次伪装都如同换了一个灵魂。一口气入门还不够，我要达到精通。苏明眼中闪过一道金芒，他再次沉浸于修炼之中，周围的天地灵气似乎都受到了他的牵引，疯狂地向他汇聚而来。他的身体微微颤抖，面容在极短的时间内不断切换，速度之快让人眼花缭乱。终于，苏明睁开了双眼，眼中光芒璀璨。成了，竟真的达到了精通地步。苏明激动地站起身来，仰天大笑，此刻的他已然能完美地运用阴阳千变，无论是气息、面容还是姿态，都能伪装得毫无瑕疵。苏明收工，结束了此番修炼。他心中念着天灵秘境，抬脚便往洞府外走去。你是谁？为何在小师弟的洞府内？一道娇喝声猛地响起，好似平地炸响的惊雷，将苏明的脚步生生截住。苏明抬眸一瞧，只见眼前站着一位女子。这女子正是五师姐萧秘密，
他身着一身极为惹火的装束，那身材堪称一绝，前凸后翘，曲线玲珑，饱满之处呼之欲出，端地是绝色佳人。此刻他正柳眉倒竖，美目含煞，满脸怒容地瞪着苏明。苏明心底猛地一震，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自己竟还维持着伪装之态，尚未变回原本面容。五师姐竟认不出我。苏明心中暗自思忖，我与她平日里那般亲近，她都瞧不出我的伪装，如此看来，我这阴阳千变秘术当真是修炼得极为成功了。苏明运转体内灵力，刹那间那变幻的面容如同冰雪消融，恢复了往昔熟悉模样。师姐，你当真认不出我了？苏明目光灼灼，直直看向五师姐萧秘密。萧秘密美目圆睁，上下打量苏明，贝齿轻咬下唇，哼，莫要诓我，你怎会是我的小师弟？声音清脆，带着一丝狐疑。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脚下轻点，如鬼魅般瞬间贴身上前，长臂一伸，稳稳搂住萧秘密那盈盈一握的腰肢。师姐，上次你强行非礼我的事儿，可忘得一干二净了。话语温热，直往萧秘密耳中钻。萧秘密如遭雷击，刹那间那绝美的脸颊唰的一下变得绯红，恰似天边最艳丽的晚霞。她美目慌乱的闪烁，双手下意识的想要推开苏明，却又似没了力气。你这是作甚？声音娇柔，带着丝丝羞怯。这般姿态，苏明怎会认错？眼前之人无疑就是自己的五师姐萧秘密。师姐还不认我？苏明挑眉，眼中满是戏谑。你快松手，这可是在外面。萧秘密又羞又急，轻啐一口，目光中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欢喜。苏明嘴角上扬，松手的瞬间，手掌似有意无意的在萧秘密身上拍打了一下，而后身形一闪，如同一道流光，瞬间遁走远去。师姐在家乖乖等着，此次外出秘境定给师姐带绝世好东西回来。声音远远传来。萧秘密望着苏明离去的方向，美目含情，轻咬红唇，心中满是不甘与期待。这小师弟还以为他刚才要非礼我呢，亏得我还那般期待，喃喃自语，声音轻柔，恰似春日微风，飘散在空气中。苏明自紫云宗离去后，当即施展秘术，改头换面，周身气息也随之大变，仿若换了一个人。他一路疾驰，仿若暗夜幽灵，遁向远方。果不其然，在紫云宗外，血煞门太上长老石岩峰正冷冷蹲守着石岩峰，那可是血煞门太上长老，化灵境级别的顶级强者。紫云宗内能与之抗衡，也就那么几人。此时的他，双眸仿若寒星，死死盯着紫云宗出口。苏明现身的刹那，石岩峰目光如电，瞬间扫来。可苏明如今模样，气息皆变，石岩峰只是随意一瞥，便移开目光，心中暗自冷哼，哼，那苏明定是还在紫云宗内龟缩，我就不信了，他能一辈子不出来。今日我便在此死守，看他能躲到何时。便又全神贯注，继续蹲守，那架势大有不等到苏明誓不罢休之意。而苏明这边呢，他心中那叫一个兴奋，暗自想着，嘿嘿，这老匹夫竟被我这般轻易骗过，想抓我简直是白日做梦。脸上虽不动声色，可内心的畅快已让他的心跳都加快了几分，脚步轻点，又加快了遁走的速度，生怕石岩峰回过味儿来。苏明闪身避开石岩峰，成功拖出紫云宗，旋即马不停蹄，径直朝着天灵秘境奔去。待至天灵秘境之外，只见这里早已人头攒动，放眼望去，皆是陌生面孔，苏明一个都不认识，但那些强大的气息却如汹涌浪潮般扑面而来，瞬间便被他敏锐捕捉。化灵境的强者数量竟如此之多，扎堆似的。更夸张的是，人群之中竟还有苏明根本看不透的存在，疑似实力远超化灵境。这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就在苏明暗自啧舌之际，一抹倩影陡然映入眼帘，那是星月王朝的郡主宋宁香。她身着一袭红色蕾丝罗裙，那身材前凸后翘，胸大腰细腿长，简直绝了。巴掌大的脸蛋，肌肤赛雪，双眸明亮动人，仿若藏着星辰大海，一举一动皆是风情万种，令人移不开眼。此刻宋宁香被星月王朝的一众高手紧紧簇拥着，瞧这阵仗，此次前来他们显然是带了更强的人手。在这四周林立的诸多强者势力之中，星月王朝一行人稳稳占据前列之位，气场强大的很。宋宁香身为苏明的奴仆，灵觉敏锐，刹那间便感知到苏明降临。他美目圆睁，眼眸中闪过一丝惊喜。苏明悄然示意，他心领神会，未作声张。其实宋宁香本不愿涉足这天灵秘境，此次秘境开启，各方强者蜂拥而至，如同饿狼扑食，好东西就那么多，哪能轮得到他去争抢？可此刻当他察觉到苏明的气息，心中竟莫名涌起一股异样之感。
原本觉得来这是浪费时间，现在主人来了，这一趟似乎变得有趣了。他心中暗自嘀咕，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露出一抹迷人的浅笑。苏明正准备查看一下秘境外的众多势力，天灵秘境的大门轰的一下开启了，浓郁灵气仿若决堤洪水，呼啸着汹涌而出。刹那间，天地变色，大量异象接连浮现，更有各种灵物被灵气裹挟着，纷纷洒落。苏明眼眸骤缩，心中满是惊讶，这才刚开始就这般豪横，那这秘境之内还不得逆天了。这般想着，他心底的期待如同野火般熊熊燃烧起来。苏明再不犹豫，身形一动，如猎豹扑食，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件灵物抢夺而去。一枚金灵果凭空浮现，于苏明的不远处闪烁着奇异的金芒。这灵物对修炼精细功法之人而言，那可是绝世珍宝，在外界就算你富可敌国，都不见得能求来一颗。苏明目光瞬间被吸引，身形一动，便朝着金灵果掠去。恰在此时，两道身影如鬼魅般现身，同样锁定了这金灵果。哼！其中一人乃是血狼帮的周伯超，退凡境9层的修为，周身散发着一股狠戾之气。小子，赶紧滚远点！这金灵果是我血狼帮看上的，识相的别自讨苦吃。另一人，恶龙堡的龙旭，同样是退凡境9层，满脸傲慢，鼻孔都快朝天了。没错，这等宝贝，岂是你这散修能觊觎的？身后没点势力，也敢在这抢东西，活腻歪了吧？苏明仿若未闻，心中暗自冷笑。血狼帮、恶龙堡，不过是仗着背后势力狐假虎威罢了。他周身气息涌动，根本不打算与二人废话。周伯超见苏明不为所动，怒极反笑：好胆，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言罢，双手快速结印，血色光芒在其掌心汇聚，化作一头虚幻的血狼，张牙舞爪地朝着苏明扑去。血狼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丝丝涟漪。这一招显然威力不凡。龙旭也不甘示弱，大喝一声：看我恶龙啸天！只见他身后浮现出一条巨大的黑色恶龙虚影，咆哮着冲向苏明，携带着滚滚黑云，仿若要将苏明吞噬。苏明眼神一凛，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的厉害。刹那间，他周身光芒大盛，神级武技浩阳13拳瞬间发动。第一拳破网，苏明猛地挥出一拳，金色拳芒绽放，仿若一轮烈日，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直接轰向那血狼。砰！血狼瞬间被轰碎，周伯超脸色骤变，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第二拳碎空，苏明紧接着又是一拳，拳芒更盛，直接冲向龙旭的恶龙虚影。恶龙虚影在这一拳之下，竟也不堪一击，瞬间消散。龙旭同样满脸惊恐，被拳劲震得连连后退，嘴角一血。周伯超和龙旭满脸震惊，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周伯超心中狂吼，一个散修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武技？龙旭亦是脸色煞白，这等实力，这等武技，我们竟然连一招都接不住。苏明懒得理会二人，一个箭步上前，将金灵果稳稳抓在手中。哼，不自量力！苏明冷哼一声，转身欲走。小子，你给我等着！周伯超在远处咬牙切齿地吼道：我血狼帮不会放过你的！龙旭也跟着叫嚷：没错，恶龙堡定要你付出代价！哼，这家伙身怀强大武技，绝对不能放过！周伯超周身煞气仿若实质化的血雾弥漫，此刻他目光阴鸷，死死盯着苏明所在的方向，牙关紧咬，从齿缝中挤出这般话语：没错，咱二人联手，还怕拿不下这小子？龙旭身形魁梧如小山，肌肉高高隆起，将衣衫撑得紧绷，脸上一道狰狞伤疤。随着他说话，仿若扭曲的毒蛇在蠕动，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幽光，附和道：这二人对视一眼，那眼神中杀意碰撞，瞬间达成默契，竟是要联手对付苏明。苏明心中一凛，察觉到两道充满恶意的目光如芒在背，有些无奈。我怎就这般疏忽，忘了才不外露的道理？这下子杀了你们了，那就没人知道我的秘密了。他面色一冷，眼神中寒芒闪烁，如出鞘的利刃。小子，交出武技，饶你不死！周伯超率先发难，声若洪钟，带着无尽的压迫感滚滚而来。苏明冷哼一声，想要我武技，就凭你们两个还不够资格。话语中满是不屑，那孤傲的姿态仿若世间万物皆不被他放在眼中。找死！龙旭怒喝，周身灵力澎湃，如汹涌的海浪，瞬间凝聚出一条灵力化的恶龙，张牙舞爪，朝着苏明扑去。所过之处，空气被撕裂，发出刺耳的尖笑。周伯超也不示弱，双手快速结印，周身血雾翻滚，化作一只血狼，仰天咆哮，与那恶龙前后夹击苏明。苏明见状，不慌反怒，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见识下我浩阳13拳的真正威力。
他大喝一声，气势瞬间攀升至巅峰，周身灵力疯狂运转，犹如一个小型的灵力漩涡，双拳之上，金色光芒闪耀，仿若2轮小太阳，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轰出。破！这一拳仿若开天辟地，空气被硬生生震爆，发出一连串的轰鸣，金色拳影所过之处，空间都微微扭曲。那灵力化的恶龙与血狼在这一拳之下，如泡沫般瞬间破碎。周伯超和龙旭脸色骤变，眼中满是惊恐，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拳法？竟如此恐怖！他们想要躲避，却发现身体仿若被禁锢，动弹不得。不，两人绝望的嘶吼，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苏明这一拳直接轰在他们身上，砰！一声巨响，两人的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口中鲜血狂喷，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凄惨的弧线，重重砸落在地，生机瞬间消散。他们至死都不敢相信，两人联手全力以赴，竟接不下苏明一拳。苏明看都不看两人的尸体一眼，深知此地不宜久留，身形一闪，如鬼魅般快速离去，眨眼间便遁入天灵秘境之中，只留下一片狼藉的战场。血狼帮和恶龙堡的其他成员在远处看到这一幕，顿时群情激愤。这小子竟敢杀了我们的人，绝对不能放过他！对，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为我们兄弟报仇！追杀他，不管他逃到哪里，都要将他揪出来！众人纷纷怒吼，眼中燃烧着熊熊的复仇之火，当即决定要击杀苏明这个敢招惹他们的散修。一场针对苏明的追杀就此拉开帷幕。但是他们哪能想到，苏明这一边遁走，一边施展神级面术阴阳千变，此术一出，简直逆天。眨眼间，苏明便改头换面，不仅面容全然不同，就连周身气息也如同换了一个人般。此刻，若他再站到血狼帮与恶龙堡那些人的面前，任他们瞪大了眼睛，也绝无可能认出苏明分毫。苏明顺利踏入天灵秘境，入眼是一方广袤无垠的庞大世界，浓郁灵气仿若实质化的灵雾弥漫四周，这般规模简直与完整世界无异。苏明心中惊叹，震撼不已。初临此境，苏明着实被惊到，这般庞大且灵气浓郁之地，他此前从未见过。踏入秘境的修行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苏明乃敢耽搁，身形如电，一路狂飙，所遇灵物灵药皆是天地灵珍，散发着诱人光芒。嘿嘿，都是我的！苏明眼中金芒闪烁，大手一挥，统统收入囊中。那些闪烁着宝光的灵物被他一股脑纳入储物法宝，瞬间没了踪影。途中遭遇对手，苏明可没半分客气。哼！冷哼一声，简简单单一拳轰出，拳风呼啸，仿若开天辟地的巨力，直接将对手撂倒在地。每打倒一人，苏明便施展阴阳千变这等神奇神通，刹那间面容扭曲，身形变换，改头换面，令人难以辨认。如此一来，根本没人能循着踪迹追杀他。随着时间推移，秘境内悄然流传出一则诡异传说，据说有个一拳就能将人轰飞的凶灵在秘境肆意横行。苏明听闻，嘴角一抽，满心无奈。凶灵怎么就不能是一拳帅比吗？苏明暗自腹诽，满脸嫌弃。苏明一路向着秘境深处突进，周遭灵气愈发浓郁，仿佛实质化的雾霭。这秘境深处果真是藏着大机缘。苏明心中暗自惊叹，脚步愈发急切。突然，前方猛地一亮，一抹绚丽的火焰在石缝间摇曳。那火焰呈幽蓝之色，中心处跳跃着丝丝金色纹路，犹如灵动的符文，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息。这是天蓝火。苏明双目圆睁，满脸尽是不可置信。他对灵火颇有研究，知晓这天蓝火不仅能极大提升炼丹成功率，炼制出的法宝更是威力绝伦，是无数强者梦寐以求的神物。我手中的紫灵火在这天蓝火面前简直弱爆了，跟个小喽啰似的。苏明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心中涌起一阵狂喜。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几道强大的气息瞬间锁定了这片区域。小子，赶紧滚蛋！这等高阶灵火可不是你能觊觎的。一道粗犷的声音如洪钟般响起。苏明眉头一皱，目光扫向四周，只见3道身影缓缓浮现。为首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浑身肌肉隆起，犹如一座小山。他身后跟着一男一女，男子面色阴沉，眼神中透着丝丝寒意，女子则身姿妩媚，肌肤赛雪，双眸灵动，透着狡黠。3道浓郁的杀意已然是锁定了苏明。哼，这高阶灵火天蓝火是咱血狼帮看上的，你这小子识趣点，赶紧滚！说话的是那血肉莽汉向凯，满脸横肉，一身煞气。旁边的阴翳男卢烨眯着双眼，冷冷道：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货你没资格染指。那独女刘希玉身姿妖娆，面容绝美，
却带着几分狠厉。就凭你也敢跟我们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三人皆是血狼帮的，且同为退凡境9层修为，此刻气势汹汹，嚣张到了极点。苏明眉头微皱，眼中毫无惧色。这灵火，有缘者得之，你们血狼帮又如何？想以势压人？卢烨见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找死！说罢，直接对着苏明下了死手。苏明冷哼一声，周身灵力涌动，来得好！当即施展浩阳13拳。只见那拳风呼啸，如烈日当空，一拳轰出，直接将卢烨轰飞出去。噗！卢烨一口鲜血喷出，满脸的难以置信，心中震惊无比。这小子怎么如此厉害？向凯和刘希玉亦是脸色大变。向凯惊道：“这拳法不就是之前咱们血狼帮要追杀的那个散修吗？”刘希玉柳眉倒竖，管他是谁，一起上，绝不能让他把天蓝火带走。瞬间，两人同时出手，与那刚稳住身形的卢烨，三人成合围之势，强势围杀苏明。苏明身处包围之中，情况万分危急，四周灵力激荡，狂风呼啸，仿佛预示着一场恶战即将爆发。苏明见状，猛地收起拳头，脸上扯出一抹肆意的笑：“哼，就这点能耐！”紧接着，他大手一挥，一柄寒光闪烁的灵剑瞬间出现在掌心。此剑周身萦绕着丝丝霜雪之气，正是半步化灵境级别的霜雪灵剑。看我今日如何斩了你等！苏明低喝一声，周身灵力疯狂涌动，毫不犹豫地施展出斩心剑诀。刹那间，天地间仿佛有无数星辰之力汇聚而来，融入那凌厉的剑招之中。斩！一道璀璨夺目的剑光划过天际，如同一道撕裂苍穹的闪电，直逼向凯、卢烨、刘希玉三人。向凯，这个平日里号称血肉莽汉的家伙，此刻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嘶吼道：“这怎么可能？他的剑法怎会如此恐怖？”卢烨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着，嘴里喃喃自语：“完了，全完了。”而刘希玉此刻那绝美的容颜上也布满了惊恐之色，平日里的妖娆妩媚全然不见，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他的眼眸中倒映着那道致命的剑光，娇躯忍不住微微颤抖。不！三人几乎同时发出绝望的惨叫，可那剑光却没有丝毫停留，瞬间将三人斩于剑下。他们的身躯如同破碎的纸片，缓缓飘落。苏明看着三人倒下，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就凭你们也想与我抗衡？”随后他身形一闪，来到三人身边，顺手将他们的空间戒指一一摘下。这些修炼资源还有在秘境中夺取的宝物，如今都归我了。苏明把玩着戒指，心中暗自想着，有了这些，我的实力定能更上一层楼。苏明目光熠熠，抬手间，那熊熊燃烧的天蓝火竟似温顺无比，乖乖地朝着他掌心汇聚。哼，这天蓝火今日也归我了。苏明嘴角上扬，勾勒出一抹自信的弧度，旋即双手快速结印，将天蓝火稳稳收入阴阳界空间。此番收获可真是不小。苏明轻抚阴阳界，眼中满是思忖之色，先寻个隐秘之地，消耗这些宝物修炼一番，这天蓝火也得尽快炼化。他心中清楚，天灵秘境深处危机四伏，化灵境强者出没是大概率之事，接下来的路可不好走啊。苏明深吸一口气，抬眸望向秘境深处，那里云雾缭绕，神秘莫测，但我又岂会畏惧？他紧攥拳头，周身气息微微涌动，彰显着内心的坚定。说罢，苏明身形一闪，如鬼魅般消失在原地。苏明寻了处极为安全之地，心中念头一动，整个人便没入阴阳界空间里。此次先将这天蓝火炼化，为我所用。苏明眼神坚毅，暗暗咬牙道。当下他盘膝而坐，运转起那神秘莫测的阴阳神诀，周身气息涌动，似有阴阳二气在体内交织碰撞。那狂暴的天蓝火在苏明的操控下，起初还张牙舞爪，试图挣脱束缚，可随着阴阳神诀的持续运转，竟渐渐温顺下来，一点一点融入苏明的灵力之中。乖乖听话吧。苏明冷哼一声，额头已满是汗珠，却依旧死死盯着那团正被炼化的天蓝火。不知过了多久，苏明猛地睁开双眼，眼中金芒爆闪，成功了！这天蓝火总算是炼化完了。他忍不住握紧拳头，脸上满是欣喜之色。炼化完天蓝火，苏明稍作休息，便着手准备炼丹。开炉，先炼制一批恢复灵力的归元丹。他大喝一声，一座古朴的丹炉凭空出现，稳稳悬浮在身前。苏明双手飞速结印，一道道灵力如丝线般没入丹炉之中。随后他将准备好的药材一一投入丹炉。在天蓝火的炙烤下，丹炉内不断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浓郁的药香弥漫开来。成丹。苏明又是一声大喝，丹炉盖子瞬间飞起，
36枚圆润饱满、散发着柔和光芒的归元丹从丹炉中飞出。哈哈，竟全都是真品归元丹，这恢复灵力的效果简直逆天了。苏明满脸兴奋，一把将归元丹抓在手中，仔细端详着。接下来该炼制万毒丹了。苏明喃喃自语道。苏明先前在刘希玉那空间戒指中寻到了不少毒物，当下他将那些毒物取出，准备炼制半步化灵境级别的万毒丹。这天蓝火此次可要再助我一臂之力。苏明看着手中的毒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又是一番忙碌，苏明将毒物投入丹炉，天蓝火熊熊燃烧，丹炉内毒物的气息与火焰交融，散发出阵阵诡异的光芒。随着时间流逝，丹炉内的气息愈发浓郁，苏明额头的汗水也越来越多。给我盛！苏明猛地一拍丹炉，丹炉盖子再次飞起，10枚散发着幽光的万毒丹缓缓飞出。不愧是真品万毒丹，这毒性简直恐怖如斯。苏明拿起一枚万毒丹，眼中满是满意之色。有了这万毒丹，在这凶险的天灵秘境又多了几分底气。苏明刚炼制完丹药，便马不停蹄继续投身修炼之中。大量的灵石被他消耗，化作粉碎。这化灵境怎如此难突破？短时间内怕是难以成功了。苏明眉头紧皱，心中暗自思忖。思索再三，他一咬牙，心中有了决断。既然如此，那便精修神级身法九阴神行。说干就干，苏明毫不犹豫地投入大量资源，精力更是毫无保留。修炼途中那叫一个艰辛，但苏明眼神坚定，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哼，这九阴神行，我定要将其修炼至大成。苏明紧攥拳头，满脸决然。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日夜的煎熬，终于苏明成功了。哈哈哈哈！九阴神行大成！苏明仰天长啸，笑声中满是畅快与自豪。这身法大成之后，苏明速度再度攀升，此乃我的保命神剑啊！苏明心中想着，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苏明结束修炼，从阴阳界空间踏出，刚一露头，战斗的狂暴风波便如汹涌潮水般疯狂扑来，差点将他给掀翻在地。放眼望去，场中一男一女正杀得昏天黑地。男的身形挺拔，面容冷峻，周身气息如渊似海，正是凌霄。女的则是美得惊心动魄，那绝美容颜仿佛是上天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一举一动间皆是风情万种。她便是岳仪瑶。此刻两人正为一株闪烁着银辉的奇花激烈争抢。这花正是神魂系的珍稀灵药银辉兰，其功效逆天，服用之后神魂之力能蹭蹭往上涨，在这外界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宝贝。凌霄，这银辉兰我志在必得，劝你识相点，赶紧滚蛋！岳仪瑶柳眉倒竖，美目含煞，娇喝出声，声音清脆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劲。凌霄冷哼一声，满脸不屑：岳仪瑶，你别在这大放厥词，这银辉兰乃是我先发现的，凭什么要让给你？就凭你那点姿色？苏明站在一旁暗暗思忖，从他们的对话里不难听出，这凌霄和岳仪瑶修为都处在半步化灵境，而这银辉兰更是他们突破至化灵境的关键所在。对修行者而言，化灵境那可是一道极为重要的分水岭，一旦突破，实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难怪两人为了这银辉兰争得你死我活，谁都不愿有丝毫退让。哼，凌霄，你别敬酒不吃罚酒，今日这银辉兰我是拿定了。岳仪瑶玉手一翻，一把闪烁着寒芒的宝剑瞬间出现在手中，剑身之上符文闪烁，一看就不是凡品。岳仪瑶，那就手底下见真章，看看谁才是这银辉兰的真正主人。凌霄也不含糊，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形成一道道灵力漩涡，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刹那间，两人身形一闪，再次战作一团。灵力碰撞间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道道绚丽的光芒在四周绽放，仿佛夜空中盛开的烟花，却又带着致命的杀伤力。苏明正专注观察着那株神魂系的珍稀灵药银辉兰，正被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嘿，也不知撞了什么大运，这银辉兰竟好巧不巧直直落入苏明手中。苏明当场就傻了，眼睛瞪得滚圆，内心更是犹如翻江倒海。这什么情况？苏明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苏明简直不敢相信，这般意外惊喜竟砸到自己头上。那两人凌霄和岳仪瑶为了这珍稀灵药银辉兰打得那叫一个昏天黑地，这宝贝就这么轻轻松松落入自己掌心，哪能放过？苏明眼皮都没多眨一下，直接将银辉兰收入囊中。你这贼子，敢夺我等宝物！凌霄双眼瞬间瞪得滚圆，眼眸中满是疯狂与愤怒，嘶吼声响彻四周。岳仪瑶那绝美的脸庞此刻也因暴怒而扭曲，平日里动人的姿态全然不见，只剩满腔杀意。小子，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说时迟那时快，二人毫不犹豫，
如饿虎扑食般朝着苏明攻来，那架势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苏明见状，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就凭你们俩也想杀我，简直痴人说梦。当下他脚尖轻点地面，施展出那诡异莫测的身法九阴神行。刹那间，只见他身形如鬼魅，一闪便躲开了二人凌厉的攻击。紧接着，苏明手在储物袋中一抹，一枚刚炼制不久的半步化灵境级别的万毒丹便出现在掌心。哼，尝尝这个！他低喝一声，手腕用力一甩，万毒丹如流星般朝着二人飞去。砰！毒丹炸开，刹那间，一股浓烈且刺鼻的墨绿色毒雾弥漫开来，如汹涌的潮水般将凌霄和岳一瑶二人包裹其中啊！这是什么毒？凌霄惊恐的大叫，脸上满是痛苦之色，身体疯狂地挣扎着，试图摆脱那如枯骨之躯般的剧毒。岳一瑶也发出凄惨的尖叫，她那原本娇嫩的肌肤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美丽的容颜逐渐变得狰狞可怖。不，怎么会这样？你不得好死！二人只觉体内灵气如决堤之水，疯狂流逝，被那剧毒无情地腐蚀着，血肉也开始融化。他们满心绝望，瞪大双眼，怎么也想不到苏明竟藏着如此恐怖的毒丹。苏明看着二人在毒雾中痛苦挣扎的模样，心中暗叹，这万毒丹威力果然恐怖如斯，往后有机会可得多炼制些，用来防身再好不过。待凌霄和岳一瑶二人没了气息，苏明走上前去，顺手收了两人的空间戒指，然后苏明施展遁术，一头扎进天灵秘境深处。此刻他眼前出现一处遗迹，遗迹外的阵法光芒正不断暗淡，即将开启。遗迹之外赫然有两波势力严阵以待，一方来自赤焰派，一方隶属雪山宗。这两派之中都有化灵境的超级强者坐镇，气息雄浑，威势惊人。以苏明当下实力来看，实在是难以抗衡。周围那些零散的散修早已被这两大派驱逐得干干净净。苏明刚一现身，赤焰派和雪山宗这边便有退凡境的长老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哼，小子，这里已经被赤焰派和雪山宗联手占了，赶紧滚蛋，去别处找机缘吧。那赤焰派的长老一脸嚣张，鼻孔都快朝天了，大声呵斥道。苏明心中冷哼，面上却不露声色，装作畏惧的退走。想赶我走，哪有那么容易？苏明一边佯装离开，一边在心中暗自盘算，且让你们尝尝我这万毒丹的厉害，试试它的极限究竟在哪。念头一转，他暗中朝着那两大派势力中央精准的各自扔出一枚万毒丹。轰！刹那间，万毒丹爆发，只见那毒雾如汹涌的黑色潮水，瞬间朝着四周疯狂蔓延，眨眼间就将赤焰派和雪山宗的人马全都笼罩其中。那些退凡境的长老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毒雾狠狠击中，一个个口吐黑血，身躯摇晃，原本强大的战斗力瞬间锐减一半。而那两位化灵境的太上长老虽实力强横，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剧毒也不免中招。毒气入体，他们面色瞬间变得铁青，战斗力也在这一瞬被硬生生削减了1/3。这是什么毒？赤焰派一位太上长老满脸震惊，怒吼出声，定是那小子搞的鬼。雪山宗的一位长老目光如电，瞬间朝着苏明离去的方向射去，眼神中满是愤怒与杀意。哼，定是那被咱驱逐的小子搞的鬼。赤焰派中一人怒目圆睁，大声叫嚷，没错，那厮看着就不简单，此番必定是他作祟，不能轻饶。雪山宗那边也有人附和，咬牙切齿。两派之人都认定是苏明搞出的乱子，正商议着派人去追杀。恰在此时，苏明身形一闪，直接站了出来。他手中赫然拎着双雪灵剑，剑身寒光闪烁，散发着半步化灵境级别的恐怖气息。就凭你，还想一人干掉我赤焰派和雪山宗两波势力，简直痴人说梦。赤焰派有人见状，顿时发出一阵嘲笑，脸上满是不屑，不自量力，真当自己是绝世高手了。雪山宗那边也有人跟着哄笑，眼神中尽是轻蔑。然而人群中有识货之人突然瞪大了眼睛，失声惊呼，这是半步化灵境级别的灵剑。此话一出，周围瞬间一片哗然，众人脸上的嘲笑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震惊。赤焰派坐镇的化灵境强者段修杰原本淡然的神色猛地一变，微微侧目，眼中闪过一丝贪婪。此等灵气若是落入我手。雪山宗的化灵境强者孔宁毅同样目光一凝，心中暗忖，如此高级的灵气，我进阶化灵境多年都未曾有过，绝不能让他人的去。要知道，越是高级的灵气，获取难度便越高，珍贵程度更是无法估量。二人对视一眼，几乎同时出手。小子，拿命来！此剑应归我赤焰派！段修杰怒吼一声，周身火焰瞬间暴涨，化作一条巨大的火蟒，朝着苏明扑去。
哼，想得美！此剑注定是我雪山宗之物。孔宁义身形一闪，周身寒气四溢，无数冰棱凭空出现，如利剑般射向苏明。两人心中都清楚，剑只有一柄，谁抢到就是谁的。苏明眼眸中毫无惧色，周身气息鼓荡。九阴神行，他低喝一声，身形瞬间化作一道道残影，快若鬼魅。紧接着，他手中双雪灵剑寒光一闪，诛邪九剑，剑招凌厉，剑气纵横。对面段修杰与孔宁义这两位化灵境强者，此刻却被毒丹影响，状态大打折扣。但即便如此，寻常退凡境9层的修士，在他们面前也不过是蝼蚁。可苏明偏偏不同，哼，一个退凡境9层的小崽子，也敢在我们面前放肆！段修杰怒喝，手中长刀舞动，刀光霍霍，朝着苏明疯狂砍去。孔宁义则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今日便让你知道，化灵境的威严不可侵犯。一道道黑色的灵力光芒从他手中涌出，如黑色的蟒蛇朝着苏明缠去。苏明冷笑一声：就凭你们，也想镇压我？他身形一闪，躲开段修杰的刀光，手中双雪灵剑在空中划过一道绚丽的弧线，将孔宁义的黑色灵力光芒尽数斩断。这小子的剑法和身法怎么如此诡异？段修杰心中大惊，他从未见过如此品阶的剑法和身法，那流畅的剑招，鬼魅的身形，简直让他难以捉摸。孔宁义也是面色凝重，此子绝对不能留，否则日后必成大患。说罢，他加大灵力输出，黑色灵力光芒变得更加浓郁，仿佛要将苏明吞噬。苏明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体内灵力澎湃，剑法和身法施展得更加得心应手。看我今日如何斩了你们这两个受毒丹影响的废物！苏明大喝，手中双雪灵剑光芒大盛，一道道剑气如长虹贯日，朝着段修杰和孔宁义席卷而去。周围赤焰派和雪山宗的长老与弟子们早已惊得合不拢嘴，这家伙竟然能与两位化灵境强者战得不分上下，他不过是退凡境9层啊！一位赤焰派的长老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是啊，这战斗力简直太恐怖了。雪山宗的一位弟子也是惊叹连连，眼中满是震撼之色。段修杰和孔宁义越打越心惊肉跳，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苏明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速战速决。段修杰咬着牙说道。孔宁义重重点头，两人对视一眼，然后同时爆发出最强的力量，朝着苏明攻去。苏明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来得好！他将九阴神行和诛邪九剑发挥到了极致，与段修杰和孔宁义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一时间，天地间灵力肆虐，光芒闪耀，喊杀声震耳欲聋。时间流逝，此消彼长，灵力快速消耗，毒性难以压制，瞬间发作。噗！段修杰口吐鲜血，身为赤焰派的太上长老，堂堂化灵境强者，此刻却身形踉跄。他体内灵力疯狂流逝，剧毒在经脉中肆虐，每一次运转灵力都好似有万千钢针在穿刺。这毒怎会如此霸道？段修杰咬牙切齿，心中满是悔恨。本以为此番围剿苏明不过是手到擒来，却未曾想这少年竟如此难缠，还暗中布下这般诡异剧毒。孔宁义同样面色惨白如纸，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他看向苏明的眼神中震惊与恐惧交织。这小子难道真是怪物转世？以退凡境9层，竟能将我们逼到这般田地。孔宁义心中暗自叫苦，此刻的他已然心生退意。今日之事，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还望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孔宁义声音颤抖，全然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向着苏明拱手哀求。苏明目光冰冷，宛如九幽寒潭，手中长剑嗡嗡作响，杀意四溢。哼，求饶！你们当初对我出手时，可曾想过今日？说罢，苏明身形一闪，如鬼魅般冲向孔宁义。不！孔宁义绝望大喊，想要躲避，却因灵力匮乏，动作迟缓。苏明手中长剑寒光一闪，直接洞穿了他的胸膛。孔宁义瞪大双眼，带着无尽的不甘，缓缓倒下。而一旁的段修杰目睹这一幕，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你不得好死！段修杰怒吼，可话音未落，苏明已然来到他身前。现在轮到你了！苏明低喝，长剑挥舞，一道璀璨剑气划过，段修杰的身躯瞬间被拦腰斩断。两大化灵境强者就这般在苏明剑下陨落。这一幕让两大势力的其他长老弟子们彻底看麻了。这怎么可能？一个退凡境9层竟斩杀了2位化灵境长老！众人满脸震惊，眼中满是恐惧，他们双腿发软，纷纷跪地求饶。苏明目光扫过众人，没有丝毫怜悯。既然当初选择与我为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说罢，他手中长剑舞动，一道道剑气纵横，所到之处血光飞溅。不多时，战场上再无活口。苏明身形闪动，开始收集众人的空间戒指，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苏明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这一场大战虽惊险万分，但收获亦是巨大。刹那间，龙域灵气仿若汹涌怒潮，疯狂翻涌，剧烈动荡起来。一记开启了，灵气仿若汹涌浪潮，在一记开启的刹那疯狂呼啸。这一记广袤无垠，宫殿鳞次栉比，错落分布。苏明踏入其中，眉头紧皱，满心无奈。此前进入者当真如土匪过境，诸多珍贵之物被肆意掠夺，留下一片狼藉。他寻寻觅觅，大半圈下来，所得之物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破烂。这些人也太狠了吧！苏明低声嘟囔，心中满是愤懑。就在此时，他目光陡然一凝，发现宫殿角落处似有异常。走近一看，竟是一座密室。密室之外，阵法虽已残缺不全，但依旧散发着丝丝危险气息。我倒要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宝贝。说罢，他运转灵力，抬手轰向那残缺阵法。阵法在他的攻击下摇摇欲坠，最终轰然破碎。苏明踏入密室，一眼便瞧见了那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灵气，竟是一把刀。刀身之上燕雷二字，古朴而苍劲。苏明伸手握住刀柄，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汹涌而来。好家伙，这刀即便残破，竟也有化灵境的水准。苏明心中大惊，脸上却浮现出狂喜之色。要知道，他手中的双血灵剑也不过是半步化灵境级别，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苏明兴奋地喃喃自语。苏明毫无半分迟疑，当即一屁股盘膝坐下，就趁此刻炼化这燕雷刀。他心中暗自低喝，刹那间功法运转起来，周身灵力仿若纤细丝缕，绵绵不绝，朝着那燕雷刀疯狂涌去。随着灵力的不断注入，燕雷刀刀身光芒愈发夺目，仿若一轮烈日，要将这苍穹都给冲破。这光芒太过恐怖。苏明心中惊叹，却丝毫没有停下手中动作，反而更加卖力地催动灵力。不多时，只觉一股奇异的联系在自己与燕雷刀之间悄然建立。成功了！苏明猛地睁眼，眼中满是狂喜之色。这燕雷刀终于是被我炼化。苏明正于遗迹中全力探索，突然一阵凌乱且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紧接着一道倩影闯入苏明的视野。那女子身着星蓝衣裙，身姿袅袅，仿若空谷幽兰般傲然，面若桃花，双眸似两汪清泉，流转着动人的波光，美得不可方物。可此刻她却面色苍白，显然身受重伤。喂，小子！女子开口，声音虽带着几分虚弱，却依旧清脆悦耳。我乃星月王朝内观星学宫的弟子萧若灵，正被血狼帮那群混蛋追杀，快帮我掩护一下。苏明眉头一皱，心中暗自思索，这血狼帮在这一带可是出了名的凶狠残暴，自己贸然卷入，怕是麻烦不小。若是我得救，此行结束后可介绍你进入观星学宫。萧若灵见苏明面露犹豫，急忙补充道：观星学宫那可是星月王朝内顶级的学院势力，背靠星月王朝皇室，各种修炼资源丰富的超乎想象。只要进了那里，你小子未来的修炼之路必定一片坦途。苏明心中一动，观星学宫的大名他自然有所耳闻，可眼前这女子不过是个弟子罢了。哼，你不过是个弟子，能有多大权力？说让我进就能进？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拿这话来诓我吧。苏明冷冷开口，眼神中满是怀疑。萧若灵闻言顿时气急，美目圆睁，怒视苏明：你这小子怎么这般不识好歹？我萧若灵说话何时不算数过？然而苏明依旧不为所动。萧若灵来不及再多说什么，咬了咬牙，闪身便躲入遗迹深处。苏明看着萧若灵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并未理会。毕竟这遗迹内还存在的大部分好东西都已经被他收入囊中，他可不想因为一个陌生女子再惹上血狼帮的麻烦。苏明正打算拔腿离开这遗迹，忽然外面竟密密麻麻围了一大群血狼帮的人，一个个那叫一个凶神恶煞，气势汹汹的，好似能吃人。为首的正是那血狼帮七帮主顾炎峰，此刻他周身灵力涌动，直接将化灵境2层的强大修为展露无遗。里面的人听着，血狼帮中一人扯着嗓子大喊：赶紧滚出来！特别是那个贱女人，乖乖交出宝物，兴许还能留你一条小命。苏明一听，心里那叫一个郁闷，暗自腹诽，这女人简直就是个行走的祸害啊！本来我在这啥事没有，这下可好。无奈之下，他只能暂且退回遗迹深处，脚步匆忙，眉头紧蹙，满心都是对接下来状况的担忧。萧若灵心中暗叫不好，已然明白自己这回怕是插翅难逃了。当下
他心急如焚地看向苏明，想着赶紧和他合计，该如何突出重围魏。小子，萧若琳喊道，可苏明仿若未闻，根本不搭理他。这可把萧若琳给气坏了，他柳眉倒竖，怒声道：都什么时候了，眼瞅着咱俩都要命丧于此了，我修为可比你高，你就该听我的，如此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然而苏明依旧对他的叫嚷置若罔闻，满心都在琢磨着究竟该如何将眼前这群血狼帮的家伙给彻底解决掉。萧若琳望着外面将他们团团围住的血狼帮众人，心中满是绝望。那些血狼帮的人个个气息雄浑，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杀气，为首的那家伙更是强大的离谱，光是站在那儿便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萧若琳深知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这些血狼帮的高手抗衡，他们太强大了，咱们根本不是对手啊。萧若琳带着哭腔说道，眼神中满是无助。可苏明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萧若琳见状，心中愈发焦急，却又无计可施。苏明暗自思忖，考虑的差不多，该出手了。那帮血狼帮的家伙人数可不少呢，为首的还是个化灵境2层的帮主级狠角色。他一咬牙，瞬间将剩余的7枚半步化灵境级别的万毒丹一股脑全掏了出来。瞅准血狼帮众人稍有松懈的间隙，苏明手臂猛地一挥，万毒丹如流星赶月般飞射而出。血狼帮的人反应倒也不慢，可这万毒丹的威力岂是吃素的？刹那间毒雾弥漫，那些血狼帮的小喽啰修为弱的如同被抽去了筋骨，直接瘫倒在地，口吐白沫。修为强些的虽勉强扛住了剧毒的第一波冲击，却也面色煞白，脚步虚浮，明显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就连那化灵境2层的7帮主顾炎峰也没能幸免，被毒丹的余威波及。可恶，哪个龟孙子敢算计老子？顾炎峰双眼瞬间瞪得滚圆，满脸怒容，脖颈处青筋暴起，破口大骂。他来不及多想，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如同一头被激怒的洪荒猛兽，直接朝着遗迹内部冲杀而去。萧若琳一旁瞧着苏明施展手段，顿时花容失色。他美眸圆睁，满是不可置信。本以为此番必死无疑，绝境已然将他们死死笼罩，谁能料到苏明竟如天神下凡，瞬间扭转乾坤。那些来自血狼帮的强者原本气焰嚣张，仿佛能将天地都踏碎，可苏明一出手，风云为之变色。萧若琳内心狂跳，这家伙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底牌，之前还以为他不过是有些本事罢了，如今看来简直深不可测。他的目光紧紧锁在苏明身上，眼神中既有震惊，又有一丝莫名的期许。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苏明的力量所搅动，风声呼啸，似在为他的强大而欢呼。此刻血狼帮的7帮主愤怒杀来，萧若琳心中暗叫不好，哪还有时间啰嗦。身为化灵境1层的他，尽管身负伤势，却毫不犹豫地拔剑在手。哼，今日便要让你知道得罪我7帮的下场。化灵境2层的7帮主顾炎峰满脸怒容，周身灵力翻涌，如同一头狂躁的凶兽。萧若琳银牙紧咬，美眸中闪烁着决绝，想杀我没那么容易。话音未落，他身形如电，率先攻出，手中长剑挽出朵朵剑花。顾炎峰冷哼一声，抬手便是一道灵力劈炼呼啸而出，恰似汹涌的黑色浪潮，势不可挡。刹那间二人身影交错，灵力激荡，眨眼间便过了数十招。萧若琳只觉压力如山，每挡下一招，手臂便传来一阵酸麻。他心中焦急，暗自思忖，这顾炎峰不愧是化灵境2层，实力强我太多，如此下去我必败无疑。反观顾炎峰脸上尽是嘲讽之色，小丫头，就凭你也想拦我？乖乖受死吧！说着攻势愈发猛烈，灵力如同滔滔江水，一波接着一波，铺天盖地地压向萧若琳。萧若琳娇躯连晃，脚步踉跄，手中长剑险些脱手，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这恐怖的灵力搅碎，发出阵阵刺耳的爆鸣声。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倒下！萧若琳心中呐喊，美目圆睁，强行提聚灵力，试图稳住身形，可那如山的压力却让她感到窒息，败退之势已难以阻挡，局势危急无比。女人，闪开！苏明一声冷哼，此刻他手中紧握着刚到手的化灵境级别的残缺灵器焰雷刀。这焰雷刀刀身之上符文闪烁，隐隐有雷光与火焰交织，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苏明运转体内灵力，周身气势瞬间攀升，赫然施展出神级刀法火黄裂空刀法。今日看老子怎么宰了你！苏明目光如炬，直射顾炎峰。顾炎峰脸上闪过一丝不屑，哼，不自量力，小小退凡境9层也敢在我面前张狂。苏明却仿若未闻，手中焰雷刀舞动，刀光霍霍，每一道刀芒都裹挟着熊熊烈火与滚滚雷光，火黄裂空，一刀破万法。苏明大喝，
一道巨型刀芒裹挟着无尽火焰与雷光，朝着顾炎峰汹涌斩去。顾炎峰脸色微变，急忙运转灵力抵挡。就凭你也想伤我？他周身灵力澎湃，形成一道灵力护盾，刀芒斩在护盾之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火光四溅，雷光闪烁。萧若琳在一旁美目圆睁，完全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到了。她那绝美的容颜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心中暗自惊叹：这怎么可能？这小子的战斗力竟如此强横！他的小手不自觉地捂住樱桃小口，身体微微颤抖，美眸紧紧盯着苏明，眼神中满是震撼与复杂。在这激烈的对战中，周围的空气都仿佛被点燃，炽热的气息弥漫开来，地上的沙石被强大的灵力波动震得四散飞溅。苏明与顾炎峰你来我往，刀光剑影闪烁，每一次交锋都引得天地变色。小杂碎，看你还能撑多久！顾炎峰怒吼，攻势愈发猛烈。哼，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苏明毫不示弱，手中焰雷刀爆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苏明手持化灵境级别的残缺灵气焰雷刀，与血狼帮七帮主顾炎峰已然过了数百招。这顾炎峰身为化灵境2层的强者，此刻一脸意外，心中满是震撼。哼，竟有能横跨2个小境界与我一战之人，倒是稀奇。顾炎峰暗自嘀咕，目光紧盯着苏明。他很快发现，苏明战斗力的很大一部分竟是来自那焰雷刀。好个小杂碎，借助灵气逞强，看我耗死你，再夺了这宝贝！顾炎峰心中发狠，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苏明体内灵力急剧消耗，顾炎峰瞧在眼里，心中一阵兴奋。然而苏明却毫无惧色，直接掏出2枚真品级别的归元丹，仰头吞服而下。刹那间，损耗的灵力瞬间补充满，他周身气息再度高涨。顾炎峰见状直接傻眼，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这怎么可能？顾炎峰心中狂吼，满是不甘。此消彼长之下，局势逆转，苏明攻势愈发猛烈，开始将顾炎峰击退。顾炎峰脚步踉跄，渐渐出现落败的趋势，心中满是懊悔与愤怒。萧若琳瞧着眼前这一幕，眼皮不受控制的疯狂跳动。他竟能和化灵境2层的血狼帮强者打得难解难分，这已然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了。可如今这架势，他难道真有机会斩杀对方？他满心皆是震撼，脑海里念头疯狂翻涌。这般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他的内心如同被重锤狠狠敲击，久久无法平静。顾炎峰眼见局势不妙，己方即将落败，顿时眼眸圆睁，扯着嗓子声如洪钟般大吼：血狼帮的兄弟们，都给我进来，围杀这小子！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回响，没有半个人影出现。他心中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赶忙扭头朝外面望去。这一看，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只见外面血狼帮的众人不知何时竟已横七竖八地倒下一片，那些还侥幸活着的，此刻也早已慌不择路，如同丧家之犬般逃得没影了。这怎么可能？顾炎峰喃喃自语，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们怎么全都没了？他哪里知道，这毒极为霸道，毒性之强简直超乎想象。那些实力尚未达到化灵境的帮众根本无力抵抗，只能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拼了命的抗毒，否则便会成为最先丧命的倒霉蛋。顾炎峰的身子晃了晃，差点站立不稳，心中满是懊悔与愤怒。混账，你究竟使了什么阴招？他咬着牙，双目通红，恶狠狠地瞪向苏明，仿佛要将对方生吞活剥。苏明没有回应他，只是手中的招式愈发的狠辣。顾炎峰节节败退，心中满是惊恐，战意全无，只想脚底抹油赶紧溜。可苏明哪能让他如意，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着。哼，你这小子别太过分！顾炎峰一边狼狈招架，一边色厉内荏的吼道：老子可是血狼帮的7帮主，识相的就赶紧停手，放我一马，不然等其他几位帮主赶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给老子报仇！苏明听闻，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心中暗自腹诽：就凭你也想吓唬我？血狼帮又怎样？我可不吃这一套！瞅准顾炎峰防守出现破绽的瞬间，苏明眼神陡然锐利如鹰，手中长刀瞬间燃起熊熊烈焰，宛如一条愤怒的火龙，裹挟着无尽威势，朝着顾炎峰呼啸斩去，正是他压箱底的杀招火黄裂空。不！顾炎峰发出绝望的嘶吼，那声音里满是不甘与恐惧。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会栽在一个尚未进阶化灵境的小喽啰手中。可一切都来不及了，那炽热的刀光无情地将他吞噬。一旁的萧若琳早已惊得呆若木鸡，她那绝美的容颜上，双眼瞪得滚圆，小嘴微张，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真给他杀了！这也太强了吧！萧若琳在心中喃喃自语，这份战斗力在观星学宫那也是顶尖的存在啊！日后他必定能成为一方霸主，威震天下。萧若琳莲步轻移，身姿婀娜，
那绝美的容颜仿若春日盛开的繁花，娇艳动人。他双眸含情望向苏明，轻声再次相邀：“你很强，有资格加入我观星学宫，可愿加入我观星学宫？”“我是认真的，没有开玩笑。”苏明目光平静，神色未改，反问道：“加入观星学宫有何好处？”萧若琳柳眉轻扬，语气中带着几分自信，娓娓道来：“入了观星学宫，便能得星月王朝诸多扶持，无数资源倾泻而来，还有那稀世秘境的修炼名额，随便拿到一个都能让修炼之路大步跃进。更有化灵境之上的导师亲自教导，为你指引迷津，让你修炼少走弯路。每年学宫还会举办盛大无比的大比，奖励丰厚的超乎想象，高阶功法、顶级武技，应有尽有。”苏明听闻，缓缓摇头，神色淡然，开口拒绝。说了这么多，可在我看来，并无实质性好处。这话一出，萧若琳当场傻眼，她美目圆睁，满是不可置信，俏脸因震惊而微微变色，心中暗忖自己还是头一回碰到这般怪人。要知道，每年不知有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要加入观星学宫，却求而不得。观星学宫那可是汇聚了星月王朝几乎所有天才的圣地，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修炼殿堂。这苏明竟如此轻易的就拒绝了萧若琳，贝齿轻咬下唇，美眸紧紧盯着苏明，试图从他脸上寻出一丝玩笑的意味。然而苏明神色冷峻，并无半分玩笑之色。说话间，苏明手脚麻利地收拾战场，眼中寒光闪烁，将那血狼帮尚未断气之人尽数屠戮，斩草除根。可终究还是有几个滑溜的提前脚底抹油跑了。苏明有心追击，却也无奈，这茫茫天地哪能一一揪出，只得作罢。他弯腰捡起地上那一堆空间戒指，心中暗自盘算，这可都是血狼帮搜刮来的宝贝，如今尽数便宜了自己。收了戒指，苏明脚尖轻点，身影瞬间没入虚空，潇洒遁走。萧若琳站在远处目睹这一切，气得直跺脚。她在观星学宫内，那可是声名远扬的天之娇女，走到哪儿不是众人追捧。可这苏明倒好，自始至终都跟躲瘟疫似的躲着她，那一脸嫌弃，简直不要太明显。哼，什么人嘛！萧若琳心中暗自腹诽，美目圆睁，咬着银牙，我就不信追不上你。说罢，她莲步轻移，娇躯如燕，朝着苏明离去的方向追去。可追了好一段路，萧若琳气喘吁吁，却愣是连苏明的影子都没瞧见。这怎么可能？萧若琳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她的身法竟恐不如斯。她心中暗自震惊，这苏明的身法品阶恐怕远在自己之上，难怪瞧不上他们观星学宫。萧若琳美目流转，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苏明强大实力的惊叹，又有被这般无视的委屈，在这空旷之地俏生生地站着，久久回不过神来。与此同时，血狼帮那几位帮主听闻七帮主顾炎峰身死，当场就炸毛了，怒得眼睛都快瞪出来。什么？七弟竟遭人毒手？此仇不报，我血狼帮还有何颜面立足？没错，等咱破开这一计，定要将那凶手碎尸万段，给七弟陪葬。他们咬牙切齿，当即决定，一旦一计开启，便全力追杀凶手，为七弟报仇雪恨。殊不知，苏明此刻就隐匿在不远处，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并非有意凑着热闹，只是深入秘境时，恰好撞见了血狼帮这群核心强者。瞧着这些家伙一脸匪气，苏明心里暗自琢磨，这些人一看就不是善茬，之后指不定要来找我麻烦。既然撞上了，不坑他们一把，都对不起这运气。念头一转，苏明运转神级面术，阴阳千变。刹那间，他周身气息大变，外形也随之改变，眨眼间化作了一位恶龙堡的强者。要知道，恶龙堡与血狼帮实力不相上下，平日里就矛盾不断。虽说此次进入天灵秘境，双方都有所收敛，可一旦擦枪走火，那战火瞬间就能熊熊燃起。苏明心中暗自琢磨，此次行动务必一击即中。他将自身气息隐匿得密不透风，如同暗夜中的幽灵，身形鬼魅。脑海中，恶龙堡那霸道且凌厉的功法招式不断浮现，他仿若化身为恶龙堡的绝世高手，举手投足间尽是那功法的神韵。目光如电，瞬间锁定血狼帮中实力最为薄弱的第11帮主。那血狼帮第11帮主此刻正咋咋呼呼地指挥着手下，丝毫未察觉到危险的临近。苏明低喝一声，受死吧！整个人如离弦之箭，向着那帮主急射而去，手中利刃闪烁着寒芒，带着呼啸的风声，以泰山压顶之势朝着那帮主狠狠砍去。11帮主猛地抬头，眼中满是惊恐之色。你是何人？为何偷袭我？苏明冷哼一声，哼，老子是你恶龙堡的爹。话语间，手中利刃已然砍至，空气中仿佛都被这凌厉的一刀划出一道裂痕，四周的空间都似要为之扭曲。